我叫莫凡，是一名初三学生。刚刚结束的中考，让我的内心几乎是崩溃的，并不因为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学渣。而是考试内容竟然是魔法！啊！回家，考完了，回家了。终于考完了，回去玩去。走了。就因为我3个月前带着这个坠子在后山睡了一觉。于是，一切就变成了这个样子。周围的人全在谈论魔法。哟，那不是莫凡吗？这家伙还提前交卷呢。我看啊，是连题目都看不太懂吧？别说，这次考试真的挺难的。就最后一题，那什么光系初阶魔法7种妙用，我就没全部回答上来。哎，慕白，你成绩那么好，一定已经完美解答了吧？切，这都是魔法基础理论考试。拿一张入魔法高中的录取通知书而已，关键还是魔法觉醒，成为什么系的法师。当然，没考上的人这辈子是没希望成为法师了。慕白，你那么厉害，又是来自冰系世家的慕氏家族，肯定觉醒的是冰系吧？哎，冰系强啊！我也特别想能觉醒冰系。火系更强吧？可惜觉醒的概率好低的。不过我听说有一个系最强。爸，你怎么来了？啊，来接你呀！魔法考试考得怎么样啊？唉，一塌糊涂。我才学了3个月魔法基础理论，就要我考9年义务魔法教育的所有内容，能不一塌糊涂吗？哎，没事，我给你找了一份给隔壁城跑车的活，你广丰叔叔会带你的，起步工资就挺不错的，1个月能拿个4、5千，早点工作也不是什么坏事，对吧？爸，我想读书。不，我想学魔法。我知道学魔法才有前途，你心气儿高，不想做一个跟老爸一样跑车的。可你的成绩你自己也知道，离魔法高中分数线怎么也差了个300、400分吧？我是真的想学，无论是原来的世界还是魔法世界，我都不想做一个被人瞧不起和碌碌无为的人。啊，既然你想学，那爸给你想法子。爸，谢谢你，我一定要成为一名至尊法师，出人头地，受人敬仰。好，咱们回家吧。哎，对了，方哥，我们的小公主穆宁雪从帝都回来了。早上那会儿，我看见她了。她可是越来越漂亮了。哦，方哥，你怎么没反应？这有什么反应？方哥，你等等我。方哥，你怎么一点都不激动啊？啊？木鹤老哥，就帮帮忙吧，求你了！我儿子能不能上魔法高中，不就是您一句话的事情吗？莫家兴啊，你儿子当年吊儿郎当不学好也就算了，可他居然把穆老爷穆卓云的掌上明珠给拐跑了。你觉得就凭这一点，我还能帮你吗？那件事的确是我们家莫凡不懂事，不该这么闹着玩。好在后来也马上被带回来了，总算没出什么大事。大小姐也平安无事，所以无论如何，看在我为穆家服务这么多年的份上，就帮我最后一次吧。他是真心想学魔法。现在晚了，考不上就是考不上。你早知道有这一天，你当年就好好教育孩子多好啊！要不是我当年帮着你说话呀，你们早就卷铺盖走人了。
他那个没出息的小孩不懂就算了，可你这做父亲的在社会上摸爬滚打这么多年，难道还不知道有些人你们根本高攀不起吗？他是真的想做一个魔法师，木鹤老哥，只要你肯帮我这次，我什么都能答应你。哦，这可是你说的。其实穆老爷早不希望你们住在这附近了。你知道，买个魔法高中录取资格可要不少钱，有钱还未必买得到。这样，如果是你把房子抵给我，我倒能考虑考虑。啊，我家老房子给你们？房子简直就是垃圾，贵的是地产。好。啊？这个世界哪里变了？还是一样的残酷，没有身份和地位的人就任这种人摆布。莫凡，我告诉你个好消息，你进魔法高中的事情啊，爸爸搞定了。来，我有一个老同学，现在正好在魔法高中当教导主任。我和他一说，他马上就答应了。你这次去了，可得好好学习啊。莫凡，爸爸相信你。哦，对了，莫凡，你去了学校以后啊，我打算把房子租出去。反正我跑车，心夏也住校，你到高中也可以住校，房子空着也是浪费嘛。那个，我听说大小姐回来了。爸，现在我只是想好好的去魔法学院学习，以后啊赚很多的钱给你和心夏花，还会买很多的房子让你们挑着住。你儿子我一定会成为受人敬仰的大魔法师的。好，好。莫凡，我们走吧。我们去哪儿啊？去哪儿都好，我再也不想在那个家待了。那好吧。莫家清，你儿子的胆子也太大了，居然敢和大小姐私奔，是不是不想活了？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你要怎么样都行啊，别为难莫凡，他只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哪儿不懂事了？懂事的很呐！懂得攀龙附凤，懂得蛊惑我女儿了。莫凡，我最后一次警告你，以后要是再敢在他面前出现，我打断你的腿。同学们，今天是天蓝魔法高中开学仪式，欢迎你们来到新的魔法学堂。没想到入学第一天就要在班级里进行魔法觉醒了，好紧张啊！哎，是啊，我还是最想成为风系魔法师，可不知道到底能不能成功觉醒风系。切，风系有什么用？还是火系比较强吧。范哥，可是我听说觉醒火系的概率很低的，好像一个班也就那么2到3个人。这个校徽很重要，同学们，当你觉醒了属于自己的魔法系之后，校徽就会呈现相应的颜色，比如觉醒了风便是青色，觉醒了火便是红色，觉醒了光便是金色。48号，莫凡，最后一个。能坐在这里已经不错了，走后门进来的啊！你这狗腿子，怎么阴魂不散呢？谁不知道这莫凡论成绩是绝对考不上这里的，小心弄个觉醒失败，那丢人可就丢大喽！
凡哥，别理他，你肯定能觉醒一个很强的系来。还很强的系，能觉醒个最弱的光系，他就得去烧香拜佛跪谢祖宗喽。和我们慕白那是没法比的。慕白，你一会儿把右手放在觉醒石上，不要有杂念。知道了。你是穆氏家族的人吧？希望你可以觉醒冰系。开始吧。是冰系耶！慕白果然是冰系。你们觉醒后，该系的天赋会通过校徽上的星子来体现。正常人觉醒了某个系后，徽章上的7颗星子都是暗的，但你们看慕白，他已经亮了1颗星，这说明他的冰系天赋比寻常人更高。人长得帅，天赋又高，成绩还好。好羡慕啊！我也想觉醒冰系。怎么又和这个渣渣分到一个班了？不过也好，我这天赋正好让他无地自容。好了，接下来2号。其他人校徽上的星子都没有亮过1颗，好像快到我了。48号莫凡。嘿嘿，原来他就是莫凡啊！我听说是走后门进来的。是啊，所以说啊，你们那些光系、水系的不用伤心，这不垫底儿的来了吗？啊！好了，你把右手放到觉醒石上来吧。不要紧张，手不要抖，不然是无法觉醒的。这就是插班进来的学生，但愿别真的觉醒失败，我这班主任会被笑的。来什么都好，哪怕来一个光系，千万不要什么都没有。奇怪，怎么是紫色？风是青色，水是蓝色，土是褐色，光是金色，火是红色。我靠，紫色是什么？雷系，是雷系，有人觉醒雷系了！什么？雷系？有雷系？雷系！天哪，1/1000概率都不到的雷系竟然出现了！全校那么多学生，就只出了他一个雷系。好厉害！什么火系最强？雷系一出，火系就靠边站啊！第一天就知道雷系，居然出了一个雷系，7班班主任要发达了。不管怎么说，雷系是元素之首啊！让一下！什么真有雷系啊？让一下！别急，让我往前看看。哎，雷系，真的是雷系啊！哎呀，走，哎呀！
雷系是雷系，有人觉醒雷系了！雷系！天哪，1/1000概率都不到的雷系竟然出现了！全校那么多学生，就只出了他一个雷系。没错，居然出了一个雷系，7班班主任要发达了。不管怎么说，雷系是元素之首啊！什么真有雷系啊！出雷系了是吧？别急，让我往前看。雷系啊！哎呀，走，哎呀！人呢？我不会又穿越了吧？我到底是什么？奇怪，好热，好烫，什么情况？我不是已经觉醒完成了紫色系，怎么又多出一个红色？红色不是火系吗？天哪！难道说我竟然觉醒了火和雷2个系？我说，这白狮怎么还站在那里呀？不会真的觉醒失败了吧？那什么？的确是火系，你做得非常好，莫凡同学，你觉醒了火系。火系？谁觉醒了火系啊？觉醒了火系？我靠，不是吧？这家伙觉醒了火系！我的天啊！刚刚谁说他走后门的呀？是谁啊？是啊，怎么可能？他怎么可能觉醒火系？凡哥，你是火系？我们班一共才2个人觉醒了火系，你竟然也是火系！你真是太厉害了！凡哥，你好棒啊！火系很棒的。一个火系你们就有这样的反应了？老子果然是天才，拥有双系的天才。紫色一定是雷系，1/1000概率都不到的雷系。他们要知道我之前还觉醒了雷系，那得是什么表情啊！不，既然他们没有看到，那我就先隐藏起来，等修炼达成再劈死那些孙子。等着，都给我等着！我大莫凡翻身之日到了！怎么了？他这是莫凡？怎么不知道啊？他怎么了？他在干嘛？看见没有？这就是星辰。你们觉醒之后，精神世界里就会存在。星辰里有7颗星子，它们会在星辰内随意的窜动。而如果你集中精神，用意念去控制它们，令它们一个一个静止下来，并连成这样一个星轨，这样就意味着魔法释放完成。这个过程也像是搭多米诺牌，一旦把控任何一个星子的环节出现错误，便要从头再来。所以必须一次性将7颗星子全部连在一起。慕白，你上来做个示范。哼，来，你把控试试。老师，其实呢，我已经练习到第5颗了。同学们，慕白是你们当中修炼最快的。你们看，他校徽上的星子亮了5颗，这说明慕白他在自己练习的时候，其实已经完成过5颗星子连在一起了。同学们，你们只要能够做到一口气把控7颗，就能够出冰系魔法冰曼来。所以大家要以慕白做榜样，好好努力练习。慕白确实好厉害呀，我到现在也只有3颗呢。是啊，我到现在才2颗，哎，我也才3颗呢。我们起步就比慕白少了1颗，这个把控看似简单，真做起来很难很难。不知道慕白是怎么做到的。我想跟大家强调一下，
把控星子是有一定难度的，这和每个人的天赋和努力是分不开的，是需要靠我们的意念去控制每一颗星子。哟，魔法学渣，至今才1颗呀！你这是年度考核上要被劝退的节奏啊！可惜啊，你家变卖房子供你来魔法高中。你这狗嘴吐不出象牙的，关你什么事？神费还不让说啊？我就爱说，怎么了？到现在才1颗，我以为我2颗已经很差劲了，没想到莫凡你还给我们垫着底，真是谢谢你了，莫雷锋。凡哥，我们这两甜品别回家吧。好的好的，哎，我特别喜欢吃麻辣好啊，特别好吃，红桃的，好了。算了，练习下把控吧。火系虽然才1颗，但雷系……哦，怎么老是这最后1颗失败？离释放雷音就差那么1步了，实在是太可惜了。也算不错了吧？啊！先下。莫凡哥哥，怎么又是他们？莫凡哥哥，今天就算了吧，他们人多。人多？老大，我们这样不太好吧？我又没有欺负他，我给他选择了，要么做我女朋友，我把东西还给他，以后我还能接他放学；要么他自己过来拿喽。就是，我们是很民主的流氓。不过老大，你口味有点重哈。这姑娘长得是好看漂亮，但她怎么也是那啥？你懂什么？我这叫品味。你们这帮人渣！又跑来给妹妹出头啊？问题是你以为你一个人能对付我们4个吗？就他这小身膀，我一个人就可以搞定他。哎，用不着跟他废话，直接揍他一顿。我告诉你，我能看上你妹妹，那是你妹妹的福气。像她这样一个天生残疾，还那么不识趣，快给我滚！你要再给我这里碍事，信不信我让你今后陪你妹妹一起坐轮椅？算你识气。放心，虽然你妹妹不能走路，但我可以天天把她抱着，那软身子。哎呦！这一次，我一定可以做到，也必须做到。1颗，2颗，3颗，4颗，5颗，6颗，7颗。我说过，不要叫他残疾人。雷之力，雷印。他是法师，老大他没反应啊！法师大人，饶命啊！饶命啊！我们永远不是泰山，是我们狗眼看人低。我们再也不敢了。法师大人，你饶过我们吧！我上有妻儿，下有老母。不对，我上有老母，下有妻儿。法师大人，千万不要用雷电攻击我们啊！真的再也不敢了，不敢了！都给我滚！好，
快走，快走，把老大背上，背好了，谢谢饶命啊！快走。魔法，这就是雷系魔法。嘿，心夏，没事了。莫凡哥哥，你竟然可以释放魔法，真是太了不起了。那是当然，小意思。你最近学习怎么样啊？我已经可以顺利地掌握到5颗星子了。那看起来还是很不错的，你算比较有资质的。只要这次你能表现好，我就想办法给你弄到星辰魔器。我一定努力。你们这次期末考试机会非常不错，大小姐也会亲自来。大小姐是以后的接班人，你自然也知道让她注意赏识你有多少好处了。哪里，还得需要叔叔多提点了。哦，对了，那个莫凡怎么样了？他呀，到现在为止1颗星子都不行，全班最差了。反正就是一个凡人，倒是考得不好，就直接让他走人。叔叔，看来您到底还是一个好人啊！要是外面人，才不会理他们呢。你爸爸为了供你上学不容易，和你姑父一起去跑车了。现在外面好可怕呀！听说已经有一些妖魔在我们博城附近游荡了。你说我们这些普通人没一点能力，这要碰上一只游荡的妖魔，命可就没了。世界变成了魔法，城市之外也栖息着吃人的妖魔。老爸这样跑车确实危险。果然，我练雷系对火系也是有帮助的。这样下来，应该比别人快很多。莫凡哥哥，姑妈叫我送点点心来。你怎么这么烫？是不是不舒服？没有，我就是刚才洗澡水有点烫。莫凡哥哥，真没想到你可以这么短时间就可以练到雷印。不过，怎么了？你觉醒才半年，怎么就会出阶雷印了？你是不是在外面接触黑教廷了？什么黑教廷啊？我们老师说有一种可以让人快速修炼的邪教，叫黑教廷。你不会是？什么黑教不黑教的？我其实早就觉醒了，只不过是私下觉醒的。对了，这事儿你可别说出去啊，大家都不知道的。好了，天黑了，你先睡觉去吧。确实，我修炼的有些快了。万一有居心不良的人说我是黑教廷的，那就麻烦大了。看来雷系还是作为王牌压箱底来用，在其他人面前就只展露火系的力量。回头得告诉心夏一声，让他不要把我有雷系的事情说出去。我也得尽快把火系修炼起来，也好通过学校的年度考核。同学，你赶紧入座吧，已经晚了。大家好，我叫唐月，从今天开始是你们的魔法实践老师。我先问一下，咱们班有几个火系的学生？请站起来。莫凡，你也好意思以火系自居吗？看看你的星子亮了几颗呀！
怎么没动静？就是啊，怎么回事？这不会是虚招吧？哇，这不愧是老师，好厉害啊！太牛了！这就是火系初阶魔法火姿，元素魔法中破坏力最强的魔法。好厉害啊！火姿，原来这就是火姿，简直是帅爆了！叔叔，你想让莫凡被劝退，可我也不太确定这个莫凡现在实力有没有那么差。年度考核上评估得是 D 才会被劝退，不是吗？所以啊，我做了2手准备。叔叔，这是什么啊？暗石，一种可以吞噬能量的魔石，它会吸收心感石的光辉。这样就可以妥妥的让它变成被劝退的分数，甚至比 D 还低。可大家都是用一个心感石，这样放上去，岂不是大家成绩都要被拉低很多？放心，考官是我的人，每测试一个学员都要检查一次心感石，所以轮到莫凡的时候把它放上去，测试下一个学生的时候再取下来。还是叔叔睿智啊！让我们慕白不舒服的人，我怎么会让他好过呢？连接星轨。火姿现在只掌握到第5颗，还有不到1个半月的时间就要年度考核了。虽然说年度考核考的是平常明修时获得的星辰魔能，但若是能够完成释放，那更能够惊吓末世那些人的狗眼。啊！该死！魔能这么快就消耗干了，看来我星辰也不够强大呀。年度考核里主要考的就是星辰强弱。星感石是一种可以感应你们星辰强弱的魔石，星辰内魔能越多，其焕发的光芒就越强烈。然后根据光芒进行评定，最低为 D， 最高为 A。值得一提的是，评级在 D 的会被学校直接劝退。老师，那魔法释放呢？难道不考吗？好，考虑到绝大多数同学要在1年的时间内完成7颗星子很困难，所以释放只作为附加考试。但如果完成这附加考试的同学，可以直接进入尖子班，享受星辰魔器的待遇。哇，星辰魔器是可以让修炼速度加快的魔具。我也想进尖子班。哎，你7个星子都练习好了？没有哎。看来这星辰魔器是非我莫属了。
同学们，请听好了，今天是1年1度的魔法考核，也是检验大家努力的时候。我们有幸请来了荣誉教授穆教授和被魔法大学破格录取的我们历届优秀学员穆宁雪，他将为我们展示一下真正魔法的力量。接下来，我们有请穆教授发言。同学们好，我很有幸来参加这次考核，同时来见证魔法学校下一代的接班人。哇，好漂亮啊！怎么有人可以冷得这么美？别去意淫人家，他可是能够释放魔法的真正的冰法师。人家穆宁雪15岁就被魔法学院破格录取了，什么样的男人才能配得上她？可恶！等一下就让你当着穆宁雪的面被学校劝退，看看你还有什么脸待在这个博城。好，谢谢穆教授的发言。接下来，请穆宁雪为我们展示一下她的魔法。好厉害！太厉害了！我什么时候才能练到像他这样？快加油！太厉害了！这样的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完了完了，我肯定要走了。薛老师，我可能下学期就看不见你了。别紧张，但凡有稍微认真修炼，都不可能被劝退的。别怕，你要是被开除了，还有我养你。你担心什么呀？还有莫凡垫底呢。切，你先担心你自己吧。怎么了？又有你什么事儿啊？肃静，再说话的人就出去，直接开除。何宇，何宇 A。我是 A， 我是 A， 我是 A。估计我就是 A 吧？对啊，看起来挺容易的。张小猴，到，加油啊，小猴！A，那个老师，我还想考一下释放。这是就这2下子，你还考释放呢？真是不要脸！没事的，你只是有些紧张，
我相信你调整心态是能够做到的。是唐月老师，我会再努力的。莫不来上车？来呀！不知道会做出什么情况。哇 ！S 啊 ，A 不是最高的吗？慕白竟然是 S， 高出学校评级成绩，这应该是全校仅有的 S 吧？哼，不看看那是谁在考试？慕白为我，绝对全班第一，哦不，学校第一。老师，我要考释放。大哥，宁雪，这就是我一直说的慕白，条件各方面都挺不错的，你们都看看。你可以开始了。停慢！释放评分 B。我天，也太厉害了！到底是穆家的人，才1年时间就可以到现在这样，真是厉害。大哥，宁雪，你们觉得这孩子怎么样？宁雪，你觉得呢？还行。下一个，莫凡。咱们走吧，到前面看看。等等，再看看。也好，看看这小子砸锅卖铁迈进魔法学校后有什么长进。穆宁雪看到你在全校面前被赶出魔法学校，她一定会对你这个废物彻底失望的。不会吧？这莫凡当真要被劝退了？朱校长也在看着呢。班级里出了一个D评分的，我的奖金没了不说，还要被嘲笑1整年呢。哎呦！嘿嘿，我就没有看到比他光芒更弱的了，这肯定是D了。很不错嘛，1年了才学成这个样子，看来他和他老爸一样，比较适合做司机，而不是做魔法师。是啊，也枉费了莫家兴用了那么大一笔钱将他送到学校来，结果不学无术，莫家家门不幸，家门不幸啊。莫凡 B。这家伙怎么厉害啊！哇，不会吧？这个垫底的货竟然有 B？ 怎么可能啊？我只不过是一个 C。如果是 B 的话，就等于实力在班级平均水平之上了。没想到莫凡竟然深藏不露。性感识出问题了？不可能的 ，B 而已，实力平平。不错不错，莫凡有进步，成绩很不错。汤唯老师，你说呢？这不是莫凡的成绩，性感时有问题。我要求让这名学生重考。我刚刚就觉得奇怪，莫凡他怎么可能拿到 B？ 就是，原来是性感时有问题啊！看来他是逃不出 D 的命运了。哎，刚才吓死老子了！别啊，唐月老师，学生能来魔法学校也不容易，好不容易拿了一个 B 也是可喜可贺。就算性感时有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了，成绩都出来了。唐月老师，你是认真的？监督老师确实有申请重考的权利，但假如测试下来性感时没有问题，你要负全责。我会负全责。
我也觉得这块心感石好像有问题，测一下吧。穆宁雪都说有问题，那就一定有问题。都怎么搞的？肯定是这块心感石放太久发锈了。你赶紧的去换一块过来。真是人见自有天收啊！唐月老师，您这英明神武，莫凡你要滚出魔法学校喽！木白，你说是不是？闭嘴！火系成绩 S。天哪，他竟然也是 S！ 我去，是这个心感石出了问题吧？凡哥果然是天才啊！全校仅有的几个 S， 他就是其中之一。凡哥好棒啊，威武霸气！原来如此，这名学生的真实实力应该是 S。刚才那个心感石有问题，所以才显示的是 B。很好，光芒比刚才的慕白还要胜一筹。莫凡，你表现不错，可以下来了。我考试还没结束，我要考释放。可恶！这家伙怎么可能会有 S？ 他的星辰怎么会比我还强？他全部时间用来明修，他一定是把全部时间用作明修。这就意味着他的释放一定很差，连4颗星子都衔接不起来，绝对是这样。这个废物怎么可能超越得了我？释放成绩 A。厉害啊！全校应该没有人在释放这一项拿到过 A 吧？第一，全校第一！老大，你的2项成绩加起来全校第一呀，太了不起了！似乎这个莫凡以前也是你们穆家的人吧？哼，司机的儿子也算不上。在没有家族资源的情况下，他能够这么出类拔萃，说明他自身天赋高之外，也相当努力，是一个可造之才啊！朱校长，你说的有道理。莫凡，你到这里来。干得好，莫凡！你表现得很不错，让我刮目相看。既然朱校长都这样赞许你，我就不计前嫌了。我们穆家正好有一批火系的资源，这些我可以送给你，让你修炼道路上更加顺畅。以后你就算我们穆家的人了，要多多努力。大哥，慕白呢？慕白表现也不错呀。哦，那就让他继续努力吧。莫凡，有穆卓云栽培你，你未来道路更加平坦。你还不快点谢谢穆卓云这位荣誉校长？我说，穆卓云老鬼，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你说什么？我说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你以为我是你家养的狗？你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我有说过要你的东西，有说过要给你们家打杂当狗。你以为我是慕白啊？你以前你怎么对我和我爸的？我可没那么健忘。告诉你穆老鬼，现在你把穆宁雪连人带嫁妆打包送到我面前，我也不会进你们穆家。哼。卓云，这里是学校，控制一下。莫凡，你也太过分了，不懂得尊重长辈和领导，赶紧给穆卓云道歉。哼，原来不尊重和侮辱了别人是要道歉的呀。3年前这老鬼带着一群人到我家乱砸乱翻，还弄伤了我爸。我爸现在腰椎还有问题，怎么没见这家伙给我爸道歉呢？你和你爸算什么东西？也配让我穆卓云道歉？切，你又算什么东西？除了用自己快进棺材的年龄和大家世来压我，还有什么本事？要换你也在我这个年龄，我早把你打得满地找牙。哼，你以为你拿了一个全校第一的成绩就很了不起了吗？你真的以为这成绩就代表着你将来可以成为魔法师？大哥，这小子就是故意在激你，让你不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以大欺小。不用管他那么多，既然侮辱了荣誉校长，直接把他开除就好了。看他怎么个嚣张！几句话的事儿，怎么谈到开除了？
没有我的允许，谁也没资格开除我学生。哼，既然他非要死拽住这个不放，那就由我替穆老爷来出战，打他心服口服，让他向穆老爷跪下磕头道歉。于洋是我养子，年龄跟你一样。朱校长，我让我养子出手和他决斗，你总不能说我以大欺小了吧？莫凡，你还是现在就给穆卓云认个错吧。年纪轻轻，何必这么倔强呢？那也得他先给我爸磕头认错。决斗正合我意啊！我输了，马上给他磕头道歉。他输了，他就得为当年的事给我爸磕头认错。魔法协会有规定，18岁以下魔法师不许决斗，所以你们就算要决斗，那得等到2年后。2年后就2年后，到时候你就知道今天的做法有多愚蠢。我们走。老大，宇昂貌似比慕白还要强盛很多呀。没事，我会好好修理他。2年后决斗，穆卓云肯定会给宇昂最好的修炼环境。看来我得更加努力了。爸，我现在也给不了你什么，但我一定会帮你夺回当初失去的尊严。恭喜各位同学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尖子班，你们都是可以掌握7颗星子的同学，在释放上当然也有强有弱，但是能进尖子班就证明了你们都是学习中的佼佼者。班里的学号是按照成绩排列，越前面的学号成绩越好。莫凡是1号，慕白同学2号，徐昭婷3号。大家为这3个同学鼓掌。没想到莫凡这个学渣竟然是1号。轻点儿，到时候得罪人了。哼。好了，同学们，接下来就由你们实践课的唐月老师说话。和上个学期一样，我还是实践课老师。这个班里有的同学我教过，有的没教过。我希望和大家都能愉快的相处，有美好的回忆。好了，接下来我要说的就是星辰魔器了。按照成绩的高低，大家轮流使用。成绩最好的前3名可以使用1个月时间。但是我在这里得点名批评我们班的第1名莫凡。你在考试的时候顶撞穆教授，学校作为处罚，你的时间将变成10天。10天之后，你的星辰魔器将会给第4名同学使用。1个班就3个，大家就这样依次使用。这样的话，成绩不好的同学不都用不到，永远是学渣了吗？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星辰魔器极度珍贵，绝对不允许晚归还以及损坏。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不仅会被赶出魔法学院，还终生不得当魔法师。这星辰魔器可以提升修炼的速度，像我这样比别人多1个系的，最缺的就是它了呀。不过也没关系，好像我的修炼速度比别人快很多。也不知道是不是这小泥鳅的关系。凡哥威武，凡哥好厉害啊！呜呼！慕白，你的冰曼比考试的时候强多了，嘿嘿，真是越来越厉害了。真是见了鬼了，不知道有些人做了什么手脚，居然可以得第1名。反正我的星辰魔器可以多用20天，20天后我就是全班第1。是，那是肯定的。喂，绿茶男，我问你个事儿。你叫我什么？我问你啊，那个宇昂天天都有星辰魔器吗？宇昂本来只能用3、4个月的，现在拜你所赐，他拿到了半年，你就等着吧。我都这么挑衅老东西了，怎么才给半年？太小气了！你当星辰魔器是路边的石头吗？你到底懂不懂啊？啊，星辰魔器特别珍贵，整个家族这么多弟子，大家都是轮流使用的。除了穆宁雪有一个0级的星辰魔器以外，别无他人。
0级的，这还分等级吗？到来了！0级的星辰魔器在功能上是普通的双倍。学校发的星辰魔器能够提升20%的修炼速度，0级的可以提升40%。宇昂有半年时间可以使用，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将星辰提升到第2个级别，释放出第2级的冰蔓。哦，凡哥，咱们继续吧。看来唐月老师释放的是第2级的火姿了，威力比我强很多。第2级的火姿叫什么来着？好像是火姿粉骨。果然他又动了。每次我修炼的时候，他都会这样。哦，该死！你怎么把它给吃了？小祖宗，你别呀，这东西很贵的，倾家荡产都赔不起呀！来，快吐出来，快！哦，莫凡，你在干什么？没什么。唐叶老师这么晚了，怎么会在这儿啊？你也喜欢看星星啊？哼，损坏了星辰魔器，你会被赶出学校。多的是人愿意看见你离开天蓝魔法高中，所以你最好老实交代，兴许我能够帮你。是这个，我刚才按薛老师的说法修炼，可是没想到他突然间把星辰魔器给吃了。这东西哪儿来的？祖传的。我问你，这个东西你以前给别人看过吗？你这个坠子也是一个星辰魔器，不过它是一个成长型魔器。哦，什么意思？这种星辰魔器可是天下绝品，因为它丁身除了可以当普通的星辰魔器外，还可以具备成长功能。说的简单点就是，它可以吸收各种灵魂能量，提升自己，变成0级。难怪我修炼速度比别人快那么多，别人1年都还没有释放出1个魔法来，我2个系都修成了。原来我一直都有小泥鳅坠的修炼加成效果。糟了，这么好的东西，唐月老师不会杀人灭口吧？你这个……唐月老师，这东西其实我现在还没有办法驾驭，还是送给您吧。你果然很聪明，但是未免也太没骨气了。这个东西的确是个宝物，你藏好就是了，财不露白。不过这个魔器有点特殊，感觉和你身上有一丝不可斩断的灵魂联系，你要好好保管。再说，这个成长魔器要成长的话，是要以精魄和别的星辰魔器为代价的。要是满足不了，也不会成大器。精魄。很晚了，我要走了。但愿你在野外历练的时候有不错的表现。你损坏学校星辰魔器的事情，我帮你解决吧，算你欠我一个人情。唐月老师，人呢？难道唐月老师被我完美的人格魅力吸引了，这才出手帮助？嘿嘿，原来你还是一件宝贝，这样我就原谅你把我送到魔法世界来了。嘿嘿，这次的实践课是去雪峰驿站。我上课的时候跟大家说过，每个城市周围围绕的驿站也是安全区域的边界。驿站之外的区域是属于妖魔会出没的地方，所以在你们没有能力足够应付妖魔的时候，千万不要跨出安全区域。在驿站内的区域，
我们24小时都有人把守和巡逻，绝对不会让妖魔踏到我们人类生活的区域里来。但是，我们的人力和资源都是有限的，在区域之外有森林、山谷、野林、山峰，这些地方地形复杂，即使我们有再强大的魔法师，也不可能将躲在洞穴、地下的妖魔都铲除干净。所以，同学们这次不要掉队，还是要以安全为重中之重。罗老师好帅啊，黑黑的，感觉像外国人。南非的吗？你这就是嫉妒。哼！我听说妖魔都是吃人的，而且好几个法师联合起来都未必敌得过。要是我们野外遇到妖魔，岂不是变成口粮了？你放心吧，有老师在，老师会保护你的。最近感觉火系星辰很躁动，不会是要突破到第2级了吧？大家好，我是你们这次历练的总教官，我叫展空。你们运气不错，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一个非常开明且随和的人。我知道这次历练关系到你们魔法高考的成绩，所以我会给你们很大优待。我这里刚刚得到一份悬赏，你们有100个学生吧，也都算是法师，所以只要你们当中1人完成这悬赏，我就算你们全部通过，全部得 A。老师，没有搞错吧？悬赏？听说悬赏起码磨砺3、5年的小队才能完成啊！我们还是高中生啊！就是啊，悬赏那都是正面对抗妖魔的，那干脆叫我们去集体送死好了。教官，那要是我们没有人可以完成的，那就全部不及格。老师，我们回去算了，不及格起码还有1条命。教官，这些还都是刚学会释放没多久的学员，叫他们完成老道猎人才可以做到的悬赏，这任务是不是有点儿？你们有问题就去找你们校董邓凯说。你们来历练，以为轻松站几天岗就可以拿一个好成绩吗？天蓝魔法高中是博城最好的魔法高中，难道尖子班的学生都是一批连妖魔都不敢去面对的废物？你们在进入魔法高中的第1天，校长没有告诉过你们，法师的天职就是战斗，与胆敢入侵我们城市的妖魔厮杀。现在只是一个历练，你们就退缩，以后怎么指望你们保护城市与人民？教官，那要是完成了悬赏，有什么奖励吗？要是可以完成，我个人奖励他一个防御模具。不会吧？防御模具，我听说要几10万呢。展空教官这么有钱啊？是啊，是啊。哼！哇！宇昂背后有末世家族，简直就是人民币玩家，一身好装备肯定是有了。我什么都没有，岂不是吃大亏了？正好借着这个机会弄到一件防御模具先。好高啊！啊？啊！我，好了。
原来除了我们这队人，还有其他人也能抵达这里啊！前面就是斩空教官要我们去的山洞了。他们说那里以前是独眼魔狼的巢穴，几个月前清理过了，但担心里面还有残党，要我们进山洞去检查一番，并且把白羊教官遗落在那里的手镯给找回来。这是什么鬼悬赏啊！竟然让我们去找掉落的镯子！切！那你们说，那洞穴里还会不会有东西啊？我好害怕！要真有独眼魔狼，我们岂不是会被吃掉？拜托，我们是法师，法师就是杀妖魔的，更何况我们有这么多人。就是我们团结起来，就算有独眼魔狼，我们也能够应付。现在大家要是退缩了，成绩就全没了。老大，已经有2队人进入了山谷，其中冰系的慕白、火系的周敏、风系的张小猴表现都非常出色。好，记下来，给个高分。教官，原来你一直派人在跟着学生们，真是虚惊一场。那么你说让他们去的那个山洞，应该不会真有独眼魔狼了吧 ？No， 里面有东西的。不管如何，学生们以往的历练都没有这么逼真，这的确是一次锻炼他们的好机会。只是山洞里真有东西，恐怕要当魔法师，就得有当魔法师的觉悟。不过你们放心，我自有分寸。莫凡持有那特殊的星辰魔气修炼已有1年了，他应该是所有人中实力最强的。但就算是这样，真正遇到妖魔，他能够完整的释放出魔法，就不错了。你别把我们的绳子给弄断了，不然咱们就别想回去了，只能在山洞里过夜。去，绳子结实着呢。周敏，你不怕吗？万一里面真有东西呢？不完成悬赏，我们就拿不到历练高分，没有历练高分，我们便考不上好的魔法大学。唉，永远都是这一句鼓励的话吗？怕什么？真有独眼魔狼的话，慕白一个冰蔓就把他给冻住了。来，大家跟着慕白进去。说得对，我们都是法师。走，有人打头阵啊！风系的去前面探路，光系的亮灯。凡哥，你找谁呢？你看水潭里的水，很干净啊。我们来了不久之后，才刚下过一场雨，按理说这个水潭应该很快就会被雨水给填满。
我们过来这里时，它应该也是满的，可现在水才一半。可能是天气热蒸发掉了吧？你自己看，水线还挂在上面，水却空了一半，这说明了什么？肯定是洞里面的东西前不久出来喝水了，而且从它饮了半坛来看，这家伙体型还不小。你别吓我，这里面真有东西啊！不行，我得赶紧告诉他们。开什么玩笑？水少了怎么了？你们两个真是吓成脑残了是吧？就光凭水潭里的水少了一半，就把你们吓得不敢进洞。你们俩要是怕了，就守在外面，反正我们完成了，你们也能够拿到惩戒。你们俩没胆子，也找好一点的借口啊！你这不及格的光耀飞到一半就暗了，还是看我的吧。啊！毒液魔狼！毒液魔狼！不要吃我！不要吃我！救命啊！好大一只啊！我可以，我一定可以做到。你放开我！放开我！你不要命了？别说你衔接不了星尾了，就算完成了，也会被它咬死。竟然一个个被吓成这副样子，会不会是我的幽狼兽太威猛吓人了？哼，真正的毒焰魔狼比幽狼兽还可怕几分。要是他们现在遇到的是真正的妖魔，已经全军覆没了。其实我没指望他们能打败幽狼兽，只希望他们能够释放出魔法来，一个也好。这么说，那头狼兽其实是白羊教官的召唤兽了。利用召唤兽来假扮妖魔毒眼魔狼考验学生，这倒是一个很好的办法，既让学生得到真正的历练，又不会伤及他们的性命。看来他们没有一个可以完成这次的悬赏了。掌控老大您的模具送不出去了。哼。好像是慕白。这学员不错。下去的绳索没了，怎么会没有？刚刚还明明在的。完了完了，我要去死在这里了！我会死的。我不想死啊！喂，可以的，我一定可以的！集中精神，集中精神！火姿灼烧！糟了！
后缨的，大家快攻击这头独眼魔狼！他被许昭廷雷音麻痹了身体。不行啊！好强的妖兽啊！我们根本不是对手，魔法文学伤不了他。慕白和许昭廷都昏迷了，怎么办？怎么办？这畜生第一级的初阶魔法根本就伤不到他，那就让他尝尝这个。火姿本骨，这是第2级火姿，这学员竟然已经掌握了第2级火姿。火姿粉骨比火姿灼烧燃烧更加剧烈，甚至可以将骨头都烧成灰烬。幽狼兽这次受伤不轻啊！不错不错，总算看到一个有点出息的了。白羊，差不多了，让你的召唤兽停手吧。怎么了？我的幽狼兽不听我的命令了。你说什么？不知怎么的，他就是不受控制了。糟糕，那些学生，幽狼兽可是特意手下留情，才不至于让学员有生命危险。但如果失控的话，赶紧救人！不知怎么的，他就是不受控制了。糟糕，那些学生，幽狼兽可是特意手下留情，才不至于让学员有生命危险。但如果失控的话，赶紧救人！地方躲起来。不行，再这样下去，大家都会被他杀死的。这里稍微有一点战斗力的，就只有慕白、徐昭庭和周敏，可他们……
进山洞的话，就一定会被毒焰魔狼杀死的。他们为了救我们，我们不能辜负他们的牺牲，所以我们赶快逃吧！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不行，我们也跟进去。那不是去送死吗？你又不是没见到这只独眼魔狼的实力，太可怕了！妖魔实在太可怕了。可我们不去，魔法和张小猴就死定了呀！要去你去，反正幽狼兽呢？去哪里了？被莫凡和张小猴引到山洞里去了。什么？他们这样做，避免了发狂的幽狼兽造成更多伤害，但他们两个恐怕……你这个畜生！你以为我只有火焰之力吗？这里就是你的墓穴！啊！啊！畜生，还想伤人？你当真以为我杀不了你吗？给我去死！小猴，这是风系高阶魔法风之翼。死了。这发狂的幽狼兽已经死了，是你杀了他？你的火子粉骨根本不可能将他杀死，所以我才弄断了钟乳石。我以为你们死定了，没想到这个实力跟毒液魔狼很接近的幽狼兽，竟然被你一个历练生给杀了。张小猴为了救我受了重伤，先带他去疗伤。你究竟是怎么做到的？不应该呀！以幽狼兽的反应和速度，即便这个钟乳石断了，它也能够及时闪避开。总教官，我们能先救人吗？小心！
太好了，太好了！多亏了总教官及时赶到，不然你俩凶多吉少。哎，对了，那只发狂的幽狼兽呢？在那儿躺着，死了。什么？死了？啊！老大，你既然已经赶到了，为什么要杀掉我的召唤兽啊？以你的实力制服他根本不难。我其实已经来迟了。啊！总教官，您要是迟了，他们两个怎么可能活下来嘛？难不成这狼还是他们杀的？确实是他们杀的，准确的说是莫凡杀了他。啊！莫凡杀的？怎么可能？他一个历练生，怎么可能杀得了我的幽狼兽？这可是比普通妖魔还强的召唤兽啊，连一些成年老刀的法师都做不到。掌控老大，你就别推卸了。是啊是啊，连我都不是这幽狼兽的对手。莫凡只是一个学生，不可能，不可能的。莫凡，是你做的吗？确实是我杀的。他想杀我和张小猴，我用火姿打断了钟乳石，钟乳石刺穿了他身体。不过我没有想到，这竟然是白羊教官的召唤兽。原来这是一场演练啊！一开始这确实是演练，但白羊教官的幽狼兽不受控制了，发狂的对你们开始下杀手。幸好你将他引到了这洞窟内，否则伤亡的人数会更多。来，确实，小心点。这发狂的幽狼兽已经对你们有杀心了，你除掉它也是保护了大家。只是，我的幽狼兽被一个历练生杀了。我的幽狼兽竟然被一个历练生杀了！我的幽狼兽，我的幽狼兽！算了，这也确实够伤自尊的。我的幽狼兽，让他好好哭一会儿吧。这么说，是莫凡救了我们大家，不愧是我们年级成绩第一的呀！莫凡，你太了不起了！莫凡好勇敢啊！我看到幽狼兽都两腿发软，学的东西全都忘光了。莫凡在面对幽狼兽的时候，竟然可以冷静地完成魔法星轨，而且用的火焰可是第2级的火姿啊！是啊是啊，还以为慕白和许昭婷才是最厉害的，原来莫凡比他们还强。没听徐木生老师说吗？连他都打不过这幽狼兽。你们确实应该好好感谢莫凡，避免了这次事故的发生。但这件事也希望你们明白，若幽狼兽一开始对你们就产生了杀意，你们这些连魔法都释放不出来的人会是怎样一个下场？而真正的妖魔是要比幽狼兽凶残冷血得多。确实，你们的表现让我并不是很满意。真正能够面对敌人而冷静释放魔法的并不多。慕白、许昭婷、周敏、张小猴都表现不错，但也仅仅只是拿到一个 A。莫凡的评级为 S。占空老大，他能够释放出第2级火姿，打伤幽狼兽就该给 S 了。现在是杀了幽狼兽，您之前不是答应过表现杰出的会赠予一个防御模具作为奖励吗？我觉得莫凡理应获得。我有说过吗？有。而且由于这次悬赏任务完成了，所有历练生都将获得 A 的评分，集体通过。都差点忘了这件事了，我们所有人都得 A 了。对呀，我们都是 A 了。你很出色，毕业后不如跟我混吧。我展空作为这里的头头罩你不说，更可以保你将来吃香的喝辣的。啊？总教官，你是军人还是土匪啊？怎么满嘴的行话？甭管那么多，跟不跟我混啊？
我还是做好我的学生吧。不识抬举。别忘了，你答应我的模具啊。你说什么？莫凡好厉害，真厉害，真的好厉害的。这小子到底是怎么做到的？难道说他还藏着什么秘密？我记得幽狼兽尸体旁有一片焦黑的痕迹，难道是……战空老大，西面发现真骨魔狼的足迹。什么？这些不知死活的东西，敢在老子的地盘上撒野！兄弟们，抄家伙！妖魔胆敢越视人类安阶半步，我们军法师就有义务将其斩杀。天鹰法师听令，锁定真骨魔狼。是。莫凡好厉害，真厉害，真的好厉害的。这小子到底是怎么做到的？难道说他还藏着什么秘密？我记得幽狼兽尸体旁有一片焦黑的痕迹，难道是……战空老大，西面发现真骨魔狼的足迹。什么？这些不知死活的东西，敢在老子的地盘上撒野！兄弟们，抄家伙！妖魔胆敢越视人类安阶半步，我们军法师就有义务将其斩杀。天鹰法师听令，锁定真骨魔狼。是。有了它，让我的修炼速度提升20%，我才能够顺利的将火系初阶魔法火姿提升到第2个级别。火姿，焚骨，哎呦！周敏的火姿灼烧，即便击中了幽狼兽，也顶多烧伤它的皮毛，而我的火姿焚骨却强了很多。看来，真正能够伤到妖魔的还是第2级的魔法。不知道雷印修炼到第2级会是怎样，一定更强吧？毕竟雷是元素之首啊！我有2个系要同时修炼。上学期我把大部分时间都放在了火系的修炼上，雷系都有些耽搁了。可我已经把所有能用的时间都放在修行上了，要怎么做才可以再继续提升呢？
哥！实力还是太弱了，要不是正好有钟乳石，以我现在魔法的威力，其实很难杀得死那只发狂的幽狼兽。唐月老师说过，小泥鳅坠是成长型修炼魔器，可以通过吞噬庞大的能量或者精魄晋升到更高级。小泥鳅坠提升起来，我的修炼速度也会随之大幅度提升。似乎0级的星辰魔器可以让我的修炼速度增加40%，这非常可观了。要不我去做猎人法师？小泥鳅提升的东西都需要用钱买，当猎人法师有钱不说，还可以提升我的实战能力。有人想到安监外去采集珍贵药材，需要雇佣一队经验老道的法师负责保护，出价是15万。啊，这个应该没什么难度，我们拿下来吧。得了吧，要去的地方是北山谷，那里独眼魔狼出没频繁，就算是一队猎人法师，若遇到2只以上独眼魔狼出现，也得全军覆没啊。那这个呢？军方发布的悬赏。需要几位猎人法师帮他们侦查环山一带，说是有一只受重伤的战将级的真骨魔狼跑了，悬赏竟然30万。我说你一个初阶法师，还好意思去找战将级妖魔的麻烦？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啊？那我还是去城市猎妖队吧。我听说城市猎妖队福利特别好，况且在城市里待着，基本闲着没事做，简直是法师中的公务员，根本不用像其他猎人那样风餐露宿的。那更别想了，城市猎妖队招的都是精英，像你这种菜鸟啊，省省吧。那我能做什么呀？啊？哥们儿，那城市猎妖队是在招人吗？对啊，你没看到那么长的队啊？这么多人，怎么你也想去试一试？劝你还是别浪费那个时间了。就你这年纪轻轻的猎人，有队伍要就不错了。猎人法师那可是和妖魔对抗的，新人看见妖魔都吓得腿软，只会成为队伍累赘。城市猎妖队应该就是在市里的，我平常还要上课，出城不太可能。要是能进城市猎妖队那就好了。哎，你是什么系的？假如是火系的，那还好混一点。这个还分系吗？那是当然。合着你是第一次来猎者大厅啊？最抢手的系就是火系，即使是新人，队长也会考虑培养一番。其他系的话不好说喽。那雷系呢？啊？雷系啊！你小子真是逗，上千个法师中才有1个雷系。要是有雷系，甭管你是新人还是老鸟，都是任何队伍拉拢的对象啊。问题是大雷系法师怎么可能跑来这里混野队啊？那多半是有家族势力供着的好吗？那城市猎妖队收雷系吗？收，当然收，绝对收。问题是你是吗？啊？哎。都什么玩意儿？这种货色也好意思来城市猎妖队？中级猎人资格也好意思拿出来说事儿？还有这个
什么击杀过独眼魔狼，经验丰富，应对能力极强，连2级的风鬼都运用的不清不楚，有毛用？还有这个自以为是的火系法师，他那点火系本能能跟我比吗？要他做什么？我要的是精英，无论是经验、实力、应变、心理素质，都要出色的法师精英，不是这些良莠不齐的菜鸟。队长，这种人才终究太少啊！没有也给我挖出来！哎呀，前面被淘汰了那么多人，你们又何必浪费时间呢？那你为什么也派上？我这不是碰碰运气吗？哎，是那小子，还真不知天高地厚。一个第一次来猎人大厅的法师，也好意思来城市猎妖队面试？队长发飙了，要再招不到靠谱的，就要有大麻烦了。哎，你还没毕业吧？毕业了。别人都好歹是初级猎人，你什么都不是，凭什么来这里面试啊？别那么不友好嘛！你叫什么名字呀？樊墨。啊，我们这里可是城市猎妖队啊，一般至少是中级猎人才有资格报名。你连猎人资格证都没拿到。我听说你们这里收雷系法师。哪里不收雷系法师？那个，我就是雷系的。你最好别和我们开玩笑。据我所知，雷系法师都很少露面的。竟然是雷系法师！啊！是第一次见到雷法师，我从没见过。我的天，是个年轻小伙儿。城市猎妖队不是只有一个，雷系法师都跑出来和我们抢饭碗了。啊！这小子真的是雷系呀，1/1000概率都不到的雷系法师啊！哎呀，如何？收还是不收？你等等，我请示一下队长。请示个屁呀！樊墨兄弟是吧？以后你就是我们博城猎妖队的一员了。我没猎人资格证。我给你办，小事儿。我没什么猎妖经验。谁天生会猎妖啊？可以慢慢学。我雷印只是第1级的。第1级，很了不起啊！我听说雷系比其他系更难修炼。我听说你们还要应变能力强，我也不知道。无所谓。我心理素质……没事，我们多带你杀几只妖，心理素质绝对高。那以后多多关照。欢迎加入，欢迎加入啊！说好的精英呢？那这些面试者呢？各位，我们已经招到人了，不用排了，不用排了，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吧。这是副队长彩藤，冰系法师。竟然是他，穆状元的人，穆宁雪的表姐。但愿他没认出我来。虽然你是雷系，但我希望你明白，我们队伍真正需要的是精英，可别成为我们的累赘。这是我们队伍的水系法师小可。你好，欢迎加入。你说什么？竟然有这种事？有妖魔出没了吗？不会是上次明文女子中学的事情吧？又有女孩失踪了。对，这是非同一般，多半有妖作祟。樊墨，看来今天不能够给你开个加入派对了。你先回去整理一下资料，过几天到这儿来找我们。我们这会儿有活要干了。我也跟你们去吧，毕竟我也是其中一员了。好。名门女子中学，新下载的学校。有妖魔出没了吗？不会是上次明文女子中学的事情吧？又有女孩失踪了。
心夏，你可千万不要有事。真出事了！飞石，你往宿舍那儿去，保护那些女生。好，李文杰，你到操场，务必找到那个妖怪。我去那边，看看能不能找到那个被抓走的女孩。樊墨，你去食堂那边检查检查。木凡哥哥，学校紧急疏散，我手机落宿舍了。我是用公共电话打给你的。木凡哥哥，我没有事，只是我好像感觉到学校有什么东西。当时我在回宿舍的路上和一个女同学擦身而过，女同学往另一个方向去了，我想叫住她。事实上，我应该追上去提醒那个女孩的。笨蛋，你先保护好你自己。食堂，他好像去了老食堂。撞枪口上了，这东西竟然就在食堂。刚才那种光，没地方躲了，得动用它了。雪玉，化解！樊墨，你到旁边去，我们来对付他。嘿嘿，原来是这地沟老鼠在作怪。哼。哼，想攻击我，蠢货！就这点本事还想出来害人？好快的施法速度！风鬼，闪步！第2级风鬼闪步，这可比猴子的风鬼强了太多了。来，让你尝尝火焰的滋味，火姿！哼，躲有用吗？爆裂！
难道是第3级的火姿爆裂？啊！好强的威力，几乎秒杀了。这巨眼星鼠身体虽然没有幽狼兽那么强壮，但也是一只正统的妖魔，竟然被这么一个魔法给轰得半残了。哦，还以为是什么大妖在作乱，哼！这个时候他应该要逃跑了。冰曼，小可，水玉，快！水玉，化解！雷印，蟒痕！干得好，范墨！靠，这巨眼星鼠是变种的吧？怎么会在半残的情况下爆发出那么可怕的速度啊？巨眼星鼠不是受了点伤就会被吓得逃窜的吗？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作为队伍里的水系法师，你分分钟要把星鬼捏在手里。即便其他人放松了警惕，你也绝不能。你负责保护大家，你是水系法师，知道吗？我不要听到道歉，因为一旦你道歉，就意味着我们队伍里会有人死去。你要感谢范墨，是他弥补了你的过错，救了彩棠的性命。这次多亏了你啊！真没想到你能够及时做出反应，让我有些不敢相信你只是个新手。基于你这次的表现，我就直接破格提拔你为我们队的正式成员了。我相信你一定会成为一个很优秀的猎人。貌似正式成员就可以领工资和奖金了。是残破。上次杀死幽狼兽也有这东西。他们看不见，好奇怪啊！残破好像不是很值钱，只有唐月老师说的精魄才对小泥修坠的升级有效。也不知道什么妖魔死后会出精魄啊！哎，队长，我们没看到那个失踪的女孩，不过食堂后厨有一个洞，洞很深，有不少巨眼星鼠的足迹。我想应该是其他巨眼星鼠把女孩拖到洞穴里了。看来他凶多吉少了。我们要不要下去？通知魔法协会的人，这事儿恐怕不是我们能管下去的了。怎么会一下子跑出这么多巨眼星鼠？好诡异啊！魔法协会那边的人已经接管了此事，应该用不了多久就会有消息了。范墨，没有想到你反应还挺快的。我本来还以为你是那种一看到妖魔就吓得腿发软的应届法师呢。是啊，我还以为起码要带你大半年，没想到你心理素质这么好啊。彩棠，我觉得你今天应该以身相许啊！今天范墨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呢。彩棠想嫁，没准还没机会呢。我们在食堂里捡到了范墨的手机，里头有个女孩打了几10个未接电话呢。原来范墨已经名草有主了。心夏，我听到电话那头传来的声音，我以为，我现在可是一名法师，妖魔见到我得逃才是。放心吧，那只在你们学校作怪的巨眼星鼠已经被我们解决掉了，以后啊，不用为我担心。你最需要担心的是怎么保护好你自己，毕竟我不是时时刻刻都在你身边。莫凡哥哥，是你杀了那只怪物吗？那是当然。来，我跟你说啊，当时的情形是这样：
那个怪物突然就扑了过来，紧接着就被我用魔法给打回去了。这一下子那个怪物就着急了，紧接着又向我扑过来，然后我一个闪身我就躲过去了，然后那个怪物呀。这次我们出手及时，上头给我们发了一笔钱。范莫，你虽然是刚入队的，表现杰出，给你发的也是正式队员的钱。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宇昂，老爷找你。宇昂，你的冰系星辰真是越来越强了，修炼的如何了？进展有点慢。你这还叫慢？家里的其他子弟现在还是冰蔓的1级状态，你已经是掌握了冰蔓凝结了，用不了多久，你肯定可以达到3级覆盖。那可是大面积的寒冰蔓延，你一个人就可以冻一大片。也还得1、2年，不慢吗？你怎么总嫌慢呢？你和其他人比已经很厉害了。宁雪呢？我还是比不上他。你就别和宁雪比了，他有他的特殊性，你把心思好好放在自己的修炼上。只要你可以把莫凡那个小子好好收拾了，你父亲会给你一份大礼的。我对跳梁小丑没有兴趣。父亲，你为什么要帮我安排这么一个无聊的决斗？这不是为了让你的成年礼更隆重一些，更有看头一些吗？光请一些上流人士、各大势力高层来吃饭、喝酒，多无聊啊！那你也给我找一个势均力敌的对手啊！我本来也觉得找这么个小角色决斗有些儿戏，而且胜之不武。但是既然朱校长和邓凯要做这个宝，那我们就顺水推舟好了。你听我的，这对你以后掌控这个博城有好处。父亲，要是这样的话，还有点意思。当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要告诉你。什么事？这次魔法决斗更关系到地圣泉。我们博城每一届只会选1个人进入地圣泉中修炼。校方那边想要这个名额，但是我们各大家族也想要。我需要你借助这次魔法决斗，展现出自己碾压性的实力来，让其他家族和校方都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来跟你争。地圣泉，父亲，我明白了。叔叔，现在老爷这么培养宇昂，是真心的要让他当接班人吗？哼，怎么可能？穆家的继承人就只有一个，就是穆宁雪。宇昂只不过是老爷养来让宁雪当踏脚石的狗罢了。你还真以为他会真心对他吗？那地圣泉呢？地圣泉是个好东西啊！万一莫凡赢了，那岂不是他获得了进入地圣泉中修炼的机会？他绝对赢不了的，这你就放心吧。我是说万一呢？没有万一。
范哥，你这段时间都去做什么了？老看不见你人啊。维护博城和平。哎，话说你发现没有，周敏最近老是关注你。嘿，你瞧瞧，他要过来找你了，没准是想约哦。嗯。嘿嘿。莫凡，你晚上有空吗？难道是因为历练的时候我救了他，心怀感激，心生爱慕？哎，周敏，我知道你是个好女孩，可我们现在年纪啊，应该以学习为重。这种事情等我们再成熟一些再谈也不迟啊。有空。那好，傍晚我在校后门等你。别人第一次约一般都是小旅馆什么的，周敏这姑娘没看出来呀，喜欢在这种地方，有点刺激。震颤的地方就在那里，我打听过了，施工队因为资金的问题早就撤离了，所以绝不可能是施工引起的。哦，什么震颤？我奶奶住在这附近，每到深夜，那个工地就会发出奇怪的颤动声音。有人说他们看到了不干净的东西。本来我想叫奶奶搬走，可奶奶说住这很多年了，不想离开。可我又担心她会有危险，所以希望你陪我过来看看这里到底怎么回事。原来你叫我是为了这事儿啊？对啊，不管怎么说，你现在也是我们学校最强的法师。好，我去看看。不干净的东西，难道又有妖魔作祟？不过周敏，你找哥就找对了，哥现在可是城市猎妖队的，捉的妖没100只也有7、8只了。一般几点开始震的？寻妖粉？你哪里来的寻妖粉？这个东西卖的吗？你怎么会用的？我听说猎人法师才懂得使用的。你看。天哪，不会真的有妖魔吧？在我们的城市里？城市里有妖不奇怪，不然要城市猎妖队干嘛？那怎么办？要不我们现在就通知猎妖队吧？还用通知吗？这脚印不像是巨眼星属的，他应该就躲在那里。莫凡，要不然我们还是先走吧，我们毕竟是学生啊。是独眼魔狼，他在干嘛？他在吃宵夜。这里有一大群流浪汉居住，流浪汉也不会被警察划分到统计人口中去。这只独眼魔狼太狡猾了，在这里包吃包住，还不会被发现。要不是我们今天看到了，他
还不知道要吃多少人呢。周敏，你有没有觉得这只独眼魔狼和老师给我们的图片有点区别？它的体型好像比一般的魔狼大2圈，不像是一只普通的魔狼。莫凡，我们还是走吧。上次那个幽狼兽就这么吓人，现在是真的妖魔啊！再不走，我们就成点心了。没事，他应该没发现我们。你先去找你奶奶，把那边街区的人疏散开。等离这里远一些后，再打电话给警察封锁这一带。啊，为什么要离远点再打？我已经拨过去了。啊！大姐，老师没教过你，妖魔对各种通讯设备有极强警觉呢。你刚才等上那家伙发送了一个微信定位。火字焚国。这只独眼魔狼好变态呀！这边，周敏，你赶紧去找你奶奶，让劫走的人赶紧跑，我来拖住这家伙。你怎么拖啊？我有我的办法，你快走。啊！狗日的，力量这么强，还好有掌控老大送的盾魔具。同学，怎么回事？有妖！我同学莫凡还在里面。哪个位置？就在前面的废弃街道那里。那不是范墨向我发信号的位置吗？还好我在这附近。啊！来吧，让你看看我的厉害！兵马，迎击！哇！小畜生，是你！看什么看？还不快滚！想被这独眼魔狼吃掉吗？那小子是谁？你认识？哼，就是骂穆卓云舅舅的那无法无天的小子，莫凡。哼，我以为是谁呢？跑得比什么都快，还是天蓝高中第1名，真是有意思。看他现在吓成这样，当时杀掉幽狼兽的传闻，都可能是他自己编出来的吧？哼哼。
别管他了，你赶紧帮助我控制住他。这家伙比普通的毒液魔狼更强。队长，这是一只进阶的毒液魔狼，很可能与地圣泉能量外溢有关，极难对付。你们看见范墨了没有？看见的话，赶快把他叫过来，必须要他的雷系来麻痹住这只毒液魔狼的身体。范墨，听到回答。我马上就到，你们先坚持一会儿。好。丫的，又得跑回去。不过这样做也保险点。我在学校展示的是火系，用范墨的身份是雷系。还是暂时不要让别人知道我是雷火双系的吧。范墨，你来了。哎，范墨老弟，不是你给我们发的信号说这里有妖魔吗？怎么你最晚到？别分心，这是一只进阶期的毒液魔狼，分分钟可能要了我们性命。大家集中精神。还好今天彩堂带来一个帮手，2个冰系法师。范墨，你赶紧用雷麻痹他的身体。现在问题很棘手，我要是出手的话，火焰可能会让菜堂和宇昂的冰幔破碎，等于让这只魔狼重获自由了。可我不出手，单靠冰幔和雷印又很难伤到这个皮糙肉厚的家伙。老大，那怎么办？我已经请求魔法师协会做增援了，杨佐贺已经在路上了。我们现在这样暂时压制住他，不要过分刺激他。不远处就是闹市。让他窜到那里，就会伤及无辜了。是水系杨佐和老师吗？是，有他在，杀掉这个毒液魔狼就没问题。宇昂，快，再释放一层冰幔。不行，这家伙气息太强了。糟了，还要进阶到战将级了。战将级，我们都会死在他的爪下的。啊！老大，我们还是赶紧撤离吧，不然全都得牺牲。撤？这种话你也说得出口？不看看身后是什么？他好像要进阶成骨刺蟑螂了。哦，我们这些初阶法师不可能对付得了战将级的妖魔呀！大家不要慌，他还没有进阶成功，必须趁现在将他宰了。等他变成骨刺蟑螂，后面的街区将血流成河。飞石，准备地波迟缓，如果冰幔碎了的话，绝对不能让他跑起来。好。小可，你随时准备好水域，这家伙速度非常快，你要更快。呀！不好，他还是在进阶，身上的血是沸腾的，冰幔要撑不住了。火姿猛烈！
还是队长厉害，直接把他给轰。火姿，反骨！队长，小心！不好，小可，快给队长保护！水玉，守护！队长，海棠，快救队长！完了，队长要死了！队长，雷影狂策！粉末干得漂亮！独眼魔狼是惧怕雷的。2级雷印，这是2级雷印。粉末，把它打回原形。飞石，快把队长挪走！好。适应了雷击鞭策。独眼魔狼太强了，该死的畜生！我们就看看谁先倒下。队长，我们不是这独眼魔狼的对手啊！我们可能要死在这里。我们还是逃吧，趁风们还支撑着。混蛋，你们还没明白吗？我们撑下去，就算死的也只有我们几个人。可如果我们逃了，会有成百上千的人丧命。作为城市猎妖队的骨干，你们的觉悟还不如一个新人。范墨，你做得好！该死的畜生！火姿，大不了和他同归于尽。不要宰了他，否则我们城市猎妖队的尊严何在？给我去死！中介魔法，是水系中介魔法，暴浪！啊！年轻人，你做得很好，剩下的交给我吧。
这死活的东西竟然侵犯城市。他死了？是的。之前的暴浪和刚才的风盘都是中阶魔法。是的，中阶魔法简直屌爆啊！我们几个人对他使用了那么多的初阶魔法，都起不到明显效果。还好你来得及时。你很出色，相信不久之后会成为中阶法师。雷系的中阶魔法可比水系和风系强多了。是吗？那我该好好期待了。杨先生，我们还是拉响警戒吧。妖魔在城市里的出现率有些高了，之前就涌出过不少巨远星术，这次竟然连深山中的独眼魔狼都出现了，太过反常了。我知道，但拉响警戒的话，更会弄得人心惶惶。我们现在只能再多加派人手支援，暗中调查。总之，还是要辛苦你们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你们什么时候添加的新成员？还是一位如此出色的雷系法师？招聘招的。啊？莫凡，你怎么在这儿？莫凡，好软，好弹。莫凡，谢谢你救了我奶奶，今天真是谢谢你。我奶奶从小带我长大，要是没有你，我想都不敢想。没事了，没事了，别哭了，不哭不哭啊，没事了。怎么回事啊？自从吃了独眼魔狼精魄后，就一直这样。哎，难道你进阶了？唐月老师说过，你可以通过吃精魄来进阶。没有想到是真的，那你现在岂不是0级星辰魔器了？可以让我修炼速度成倍提升。这么说，在和羽王那傻叉决斗之前，我可以将魔法修炼到第3级了。太好了！这钱给你，你可以随便买点自己喜欢的东西。哦，再买个手机，别再像上次那样遇到危险还联络不到你。莫凡哥哥，你哪来这么多钱啊？我不要，你把钱自己存着吧。我打工赚的，你也知道，魔法师赚钱比一般人容易，何况我是雷系法师。你收着吧，上次你们学校有妖魔又联系不到你，可把我吓坏了，所以你就收着吧。买点漂亮裙子，哎，我可喜欢你穿裙子了，像超短裙啊什么的。莫凡哥哥，莫凡哥哥，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我觉醒了治愈系，
治愈系，那不是白魔法吗？是啊。不是说魔法师在初阶只可能觉醒元素魔法，像白魔法、黑魔法、次元魔法都要到更高的境界才会觉醒吗？我也不知道，老师说是会存在一些特例的。莫凡哥哥，我知道你在做很危险的事，以后我也可以帮到你啦。哎，不危险，不危险，就是打点怪，捉点妖。哎，话说我还没有见过治愈系的魔法呢。我很快就可以完成7颗星子啦。那要不要我去受个伤什么的，给你练练手啊？开个玩笑。时间过得好快啊！是啊，白天修炼，晚上猎妖，过得越充实忙碌，时间过得就越快。什么猎妖啊？没什么。话说起来，你打算考哪所魔法大学啊？我也不知道啊，走一步算一步吧。方哥，你还有心思问我呢？你和穆卓云那个老混蛋约战的时间就快要到了。方哥，我听说这次那个老狐狸特地把博城所有有名望的人都找来了，这次决斗还放在宇阳18岁成年礼上，明显就是坑你的。意思说那天决斗的场面会很大？那是当然，你现在怎么说也算是天蓝魔法高中的第1名，已经不是以前的莫凡了。穆卓云故意把你们的决斗放在宇阳的成年礼上，用意很明显了。就是想在大庭广众之下让宇昂把我击败，好显得他穆卓云的养子宇昂有多优秀。莫凡，莫凡，校长找你，你去一下。汤圆老师，我有事找你，一点关于火系魔法的变化，要不晚上我去你公寓好吗？你终究要为当初的鲁莽付出代价。这次穆卓云把你和宇昂之间的决斗搞得非常隆重，你知道其中的原因吗？决斗那天是他们穆家接班人宇昂的成年礼，他请了博城很多上层人士到他们庄园参加晚宴。晚宴之后的重要节目就是我和宇昂之间的约定决斗。这只是其一，还有别的原因？这场决斗还关系到了帝圣权。帝圣权？你听说过？没有。上次那只独眼魔狼就是吸食了帝圣权的气运，便差点进阶成了战将级的古刺真狼。法师让进入其中修炼，岂不是有希望从初阶法师进入到中阶？这帝圣权可是个宝贝啊！我们博城有一口上千年历史的圣泉，魔法师在圣泉中修炼，修为可大幅度的提升。由于帝圣泉非常稀有，并且随着岁月正逐渐枯竭，我们博城约定俗成，每年只会让1名最优秀的年轻法师进入其中。1名？这么稀有？学校这边，你毋庸置疑是我们的最佳人选，而家族势力那边，宇昂已经碾压了其他家族的年轻一代人。也就是说，这个帝圣权名额就在我和他之间产生了？是的，这个穆卓云真的太会打算盘了，一箭3雕。成年礼上，在博城高层人士面前捧高了他的接班人宇昂，又教训了你当年对他的不敬，更获得了重要的帝圣权名额。他算盘打得好又有什么用？他真的以为自己必胜无疑吗？讲实话，宇昂背景雄厚，无论是修炼资源还是魔具魔器的辅助，都要比你优越太多。你胜算不是很大，但搏一搏吧，别输得太难看。你尽力而为，至少在各大业界人士面前展现出你的实力来，给我们天蓝魔法高中争点面子。我说，你们2位对我有点信心行不行？
哎，听说穆老爷把以前后勤司机莫家兴也请来了，还是宾客席呢。什么都不懂还瞎说，那能叫请吗？难道你不知道莫家兴的儿子莫凡要和宇昂决斗？哟，在那天的大宴上，那这个莫凡可是翻了身啊，那么多人看着呢。哎，翻什么身呢？就是给宇昂当配角的。宇昂实力在所有同龄人之上，穆老爷肯定要拿出来秀一秀。正好那个叫莫凡的小子自己作死，哎，我就不明白了，怎么会有这么不识好歹的人呢？原来是这样啊，那个莫凡也太蠢了。换作是我，当着那么多大人物的面给别人当陪衬当沙包，不如找个坑钻进去呢。就是，莫家兴看上去老老实实的，怎么生这么一个折腾事儿的儿子？你来穆家比较迟，我跟你说呀，好几年前这个叫莫凡的还和穆宁雪大小姐，那这小子还有脸来啊？谁知道呢？莫家兴蠢的不行，他儿子一个德行。哎。宁雪，本来这个成年典礼爸爸应该给你的，可这小小的伯承远不在你的眼里。宇昂也算是我一手培养，对我们也是死心塌地。往后啊，他也可以成为你的左膀右臂。就一定要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安排决斗吗？你是担心宇昂呢，还是担心那小子？哼，那小子现在好歹也是天蓝魔法高中的第1名，宇昂又是我们家族除你以外最出色的继承人，他们2个之间的决斗怎么可以小打小闹？莫凡那小子一而再再而三的惹恼我，我绝不会对他心慈手软。哼哼，天蓝高中的第1名，在我穆家培养出来的弟子眼里又能算什么？他莫家兴能给莫凡的，和我莫卓云能给宇昂的，能相提并论吗？你去哪儿？随便逛逛。你怎么来了？我问了星夏，他说你在这里。来这里吹吹风，顺便看看决斗那天我的舞台有多华丽。你家就是财大气粗啊，弄个成年礼，半座城又头又脸的人都请来了。你最好别去了，宇昂不会对你手下留情的。这么说，你这次来是带我跑路的？是你离开，最好是离开博城。宇昂7岁的时候流落街头，被我爸爸带到穆家，用一手栽培，对我爸爸言听计从。决斗那天，宇昂一定会对你下狠手的，往后也可能处处打压你。那一案呢？我看他不顺眼没10年，也有8年了。他是有些古怪，所以明天正好收拾他一顿。你有没有听懂啊？我是叫你明天不要去。我问你啊，你到中阶法师了吗？你别去，1个多月后就是魔法大学的考核了，宇昂一定会重创你，让你连这场重要的考试都没法参加。我会去。为什么？我问你，你爸蛮横强势，为人势利，还逼迫你做你不想做的事，那你会讨厌他吗？我爸关心我，体谅我，我无论闯下多少祸，他都帮我担着。我考试一塌糊涂，我却固执的想要到天蓝魔法高中，他连问都没多问，就倾尽一切送我入学校。
他待人宽厚、诚恳。心夏妈妈与他重组婚姻不到1个星期便不辞而别，丢下心夏。他没一句怨言，还继续照顾着心夏。你爸是什么样，你自己也清楚。那种情况下，你都不讨厌他，那我有这样的父亲，我是不是该用尽一切去敬重他？所以，你能明白，当我看到他需要对别人低声下气，看到他总是被人嘲笑愚蠢，看到他从没被人尊重过时的心情吗？居然敢和大小姐私奔，是不是不想活了？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你要怎么样都行啊，别为难莫凡，他只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哼！哪儿不懂事了？懂事的很呐！哼，懂得攀龙附凤，懂得蛊惑我女儿了。莫凡，我最后一次警告你，以后要是再敢在他面前出现，我打断你的腿。现在有一场可以证明他所做的一切并不愚蠢的绝佳机会放在面前，你觉得我会逃吗？而且，谁是配角，还说不定呢。这天总算来了。飞石、文杰，你们总算来了，我等你们好久了。今天来的都是城里最好的厨师，保证能合你们胃口。借光啊！没想到今天还能到大家族里混餐饭吃。是啊，我们也是第一次到这里。彩棠，你也太低调了吧，一直住在豪宅里，也没听你提起过。你们也没问吗？彩棠姐，有邀请你这小混蛋吗？我差点忘了，你是给宇昂当沙袋的，还一副贵宾的样子，我都嫌你丢人呢。以后不许叫我姐。差点忘了，他们不认识我。我去猎妖队时都戴着口罩和帽子的。好歹从小认识嘛，别这么见外。一边去一边去，别妨碍我接待我的队友们。好可惜啊，范魔说今天有事不能来呢。那小子要看到彩棠是大户人家，估计立马倒追。是啊，是啊。怎么了，小可？干嘛盯着人家看啊？没什么，只是好奇他是谁啊？就是那个不自量力的要和我表弟宇昂决斗的家伙。宇昂你们也见过的吧？那次帮助我们杀独眼魔狼的。他背影看上去有点眼熟。我也觉得呢。那天夜里他也在啊，是他发现独眼魔狼的，结果灰溜溜的就跑了，还添了魔法高中第1高材生呢。好像范墨和他年纪也差不多，但实力和勇气，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呢。你小子现在还有心情大吃大喝？教官，你怎么也来这里骗吃骗喝的？怎么说话呢？我能来这儿是穆卓云那老货的荣幸。我看你是得罪了博城大户了，要不毕业后就跟我的军队混吧。谁敢欺负你，我斩空的人把他豪宅给拆了。那还是算了，我喜欢大城市，不喜欢深山老林。不识抬举。哎呦！
今天穆家真是大手笔啊！博城能叫得上名号的都来了。哎呦，看来这宇昂真是穆家未来的接班人呐！肯定是了。穆宁雪在帝都发展，这博城怎么也得有个接手的。莫凡，你怎么在这里？你们怎么也都来了？学校给的名额呀。你可是我们天蓝魔法高中的代表，怎么可以没有我们学校人过来助威呢？真是，这名额本应该是我的，勉强让给你了。你可别给天蓝魔法高中丢脸啊！老大，刚才我看到你爸爸也在受邀名单里，是不是他们搞的鬼啊？没什么，也是好事，让我爸爸来看看我是怎么赢的。诸位，欢迎大家今天来参加犬子宇昂的成年典礼。时间飞快，我一直深信博城的未来是掌控在这一批年轻人的手里的。俗话说得好，青出于蓝胜于蓝。我穆卓云能为博城做的也就这么多了。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博城的年轻才俊可以从我的手上接过这一切，建设更好的博城，并会涌现出更多像我女儿穆宁雪这样震惊全国的天才。好，让我们举杯，为了博城的美好将来，干杯！干杯！当然，为了今夜更加有气氛，我安排了一场年轻人的决斗。待会儿就让我们见识一下博城年轻人的风采吧。就是啊，好期待他们表现呀！也是，应该是吧？是啊。卓云呐，他身上的模具至少有3个吧？今天各位到场为我儿宇昂庆祝18岁成年礼，我卓云感激不尽。多的话我就不说了，就让宇昂为大家展示一下他多年修行的实力吧。切，从头到尾连莫凡的名字都没提一下，这个穆卓云太不把莫凡当一回事了。哼！莫凡本来就是来当配角的，配角都算不上，就是过个场，好衬托宇昂。嘿嘿。哼，哼。做我的沙袋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至少会让你在病床上躺上3个月。
你还是担心你自己吧。决斗开始，营慢，凝结。拿1级的火姿或2级的冰蔓，很好，很机智。是，这家伙有恃无恐。该我了，火姿焚骨。他的速度怎么一下子变快了那么多？算了，再试一试。啊！是魔具，吐息的铝魔具。那双靴子可以让魔法师在地面上进行快速挪动。这也太赖了吧！莫凡那家伙法术的精准度已经很高了，可宇昂这铝模具一开，完全没法命中啊！哼，这种2级的火系初阶魔法是奈何不了我的。说实话，我并不想在这里跟你浪费太多时间。你得知道，有些人是你一辈子都不能去招惹的。好强的冰蔓之力！啊，冻结的速度怎么会这么快？这是3级的冰蔓，冰蔓覆盖，宇昂真的已经到了第3级。上一次看到宇昂，他还只不过是2级冰蔓，1年时间居然可以到达覆盖的程度。冰蔓覆盖的威力，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将独眼魔狼那种大体型的生物都彻底冻成冰雕。那小子要出事儿了。没用的，你的小小火焰是抵挡不住我这么强的冰蔓之力的。我看还是停止吧，要是冻得久了，会出人命的。火系的魔法师怎么可能这么快就冻死呢？胜负不是没有分吗？不让你吃点苦头，你真以为我穆卓云是那种随便可以辱骂的吗？哦，没想到穆家的子弟18岁就可以3级冰蔓，真是了不得。那个孩子表现还可以啊，只不过穆家培养出来的确实太强劲了。哎呀，结束了，3级冰蔓都施展出来了，同龄人里面还有什么不能碾压的？不少成年法师都还用不出第3级的初阶魔法呢。可恶，这家伙竟然也修炼到了第3级，这兵力太强了！火系星辰被压制，导致我的心轨总是断裂。不行，再过几秒钟，我的身体会彻底冻僵。这一次一定要完成7颗橡子。第4颗，照这样下去，到第5颗就会断裂。不行，一定要成功！燃烧！这火焰，好熟悉的力量。这小子竟然没被冻住。
就知道这小子没那么容易被打败。这股火焰让那些冰雪都没法靠近的。哼，别以为只有你到达了第3级，我自啊！你是打不中我的。是吗？爆裂！这是3级火姿，是火姿爆裂。3级，这个莫凡竟然也是火系初阶的第3级。很少能够见到学校子弟可以与世家子弟旗鼓相当的。哦，玉昂好像被重创了，他爬不起来了吗？真是没有想到，你这废物也修炼到了第3级。不过，即便这样，你也赢不了我。还以为对付这小子根本不需要使用这件楷模具，真是低估他了。穆卓云，这未免也太过了吧！一场年轻法师之间的决斗，你让宇昂穿上了一件如此奢侈昂贵的楷模具，未免太不公平了些。有没有搞错？之前铝模具就已经够不地道了，现在又一件无敌的楷模具，这还比什么？莫凡刚才的反击本可以赢的。他莫凡要是能够得到模具，我也没阻拦他穿呢。更何况背景也是一种实力。莫凡，别比了，他身上那件楷模具克制你的火，你耗尽了魔能也奈何不了他。再比试下去没有任何意义，你已经展现出你的实力了。他说的没错，你是不可能赢我的，乖乖认输吧。我义父说得好，背景也是一种实力，要怪就怪你自己的父亲是一个拉破车的，哼，什么都给不了你。你进魔法高中的事情啊，爸爸搞定了。来，我有一个老同学，现在正好在魔法高中当教导主任。我和他一说，他马上就答应了。你这次去了，可得好好学习啊！莫凡，爸爸相信你。像你这种人，根本什么都不懂。他给了我一切，背景也是一种实力。那我就让你看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实力！这怎么可能？雷系，那是雷系！莫凡怎么会有雷系的力量？我的天哪，这小子有2个系！他不是没有达到中阶法师吗？为什么会有2个系？我就说嘛，我说这小子怎么这么面熟啊？他不是范墨吗？我们的雷系队员，好像真的是他呀。可他为什么会有2个系？
竟然跟许超田一样，是1/1000的雷法师。不可能的，不可能的，这绝对不可能的！忘了告诉你，我雷系也是第3级，而这才是我真正的实力。雷印，怒击，让你尝尝怒雷的滋味！啊！啊！雷系具有穿透力，这就是1/1000的雷系最霸道之处。那冰残铠甲抵挡不住的。双系？难道是天生双系？一定是了，一定是了！我的天，掌握雷系已经天赋异禀了，这雷火双系是得多惊天动地呀！最重要的是，莫凡竟然将这2个系都修炼到了第3级。不得不说，这家伙简直是个魔法妖孽。今天我才是主角。哼，这种程度的魔法，竟然想和我斗，这就是你的实力？哼哼，没用的，你根本什么都不懂啊！哼！啊！1、2、3、4、5、6、7。怎么会？这是双系！这才是我的实力。记住了。真不敢相信，他竟然能用双系，而且都是3级。天才啊！他是一个天才。你欠我一个道歉。莫凡，你不要太过分，我并没有让他向我道歉。大哥，莫老弟，
当年是老哥我对不住你，不应该那么鲁莽，请你原谅。周云老哥，我可受不起啊！快起来，快起来！大哥，够了吧？胜者莫凡，现在给予莫凡去地圣泉修行7天的资格。来，为前几日一鸣惊人、为校争光的莫凡同学，干杯！干杯！好了，凡哥，你当时简直太厉害了。哼，那是，天生双系啊，完全就是开挂嘛。来，哪里开挂了？莫凡，我好妒忌你啊！你的火系已经够强了，结果现在又多了个第2系，还是前途无疑的雷系。莫凡将来肯定有一个很好的前景，无论是猎者联盟、魔法协会、军方、名校，相信都可以任由他选择。而我们大家呢，也不能因此失去斗志，抓紧时间做着最后的冲刺，争取考上自己最理想的魔法大学。凡哥，后天你就要去地圣泉修炼了吧？是的，去7天。修炼结束了就可以使用终极魔法了吧？呵呵，能去地圣泉修炼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加油啊，凡哥！好。喂，哎爸，给我留门，我一会儿就到了。哦，我来给你准备点吃的啊，想吃啥？哎呀，您别忙活，我跟同学在外面吃过了，我呢就是回去看看你。好，我知道了。没想到这个莫凡天生双系，我太轻敌了。宇昂没有拿到进入地圣泉的资格，计划失败了。上头不愿意再继续耗下去。啊！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下次一定成功。但这次的失败，必须给你点惩罚。你真的来了？我那天只是倾诉了几句。你让我教你释放魔法，我答应了就会来的。只要一紧张，我的心轨就断裂了。我真是一个失败的水系法师。哎呀，不要总想着失败了会怎么样。你得把那些星子当作是一个个有灵性的小精灵。臭小猴。怎么了？那不是凡哥和星夏吗？凡哥不是去地圣泉了吗？约会啊？逛个街怎么就一定是约会了？孤男寡女出来逛街，差不多就是约会吧？啊，那你现在也是在和我约会喽？已经是训练的时间了，我得先走了。哼！啊！喂，我刚才是开玩笑的呀。你真的喜欢这个颜色吗？真的啊，这个是特别的。里面这么多好看的，为什么就看中了这么难看的一条？没关系，因为这个是莫凡哥哥给我的生日礼物，而且是和我一起选的。16岁，生日快乐！谢谢。凡哥，你怎么还在这里啊？今天不是去地圣泉修炼的吗？你怎么在这里？哦，现在在陪妹妹选生日礼物呢。莫凡哥哥，你今天要去地圣泉吗？那赶紧去吧，不用陪我了。凡哥，放心吧，星夏我会负责送回家的。
好，那我就先去了。修行要加油哦。哦，哈哈哈哈！范莫哦不，莫凡，你来了。徐大荒，嘿嘿，真没想到范莫竟然是你莫凡呐！地圣泉可是我们每个法师梦寐以求的修炼之地，你要好好珍惜啊！你怎么会在这里？你还记得明文女子中学失踪的那个女孩吗？她是地圣泉的守卫者，也是那次明文女子中学失踪女孩的姐姐。过去了这么久，她还在寻找线索。那个少女的失踪和这个地圣泉有关。那些液体会不会和地圣泉有关？怎么会这样？哎，行了行了，你就专心修炼吧，争取成为我们博城第2年轻的中阶法师。啊，那第1年轻的中阶法师是谁啊？当然是穆宁雪呀！怎么样？检测结果出来了，您的判断是正确的，这是一种跟地圣泉非常相似的泉水。果然，但效果却截然相反，它会让生物获得一种狂暴力量，并激发出它们的血性潜能。以往那些巨眼星鼠都是躲藏在阴暗中不敢露面的，今年却肆意作乱，这就是原因了。恐怕是，这种污水，你可以叫它狂力之泉。
厉害啊！光是坐着，就已经有经验升级了的感觉。这就是地圣拳的力量了。怎么了？你激动个什么？一副你能够喝的样子。哎，冷静点儿。从这里出去后，也给你找个女朋友什么的。哎。这批货就废了，还好及时赶到。哎，莫家兴，听说你儿子在穆家庄园一鸣惊人，各个势力都抢着要他加入。托您的福，连我们掌空老大都豁出老脸跟你儿子莫凡称兄道弟，你还拉什么货呀？这么辛苦。哎，活还是要做的，而且啊，你们在这里保护我们博城安危，多辛苦啊！我能做的就是帮你们多运一些生活物资过来。我跟我家儿子一样，都为自己的工作而自豪。话说回来，这雨的颜色真奇怪呀，嘿嘿，像药色。没有异常吗？是，一切正常。各个巡逻队加强对山中的警备。是。有了新的情报，我会马上联系你的。拜托了。还有，如果莫凡出来了，照顾他一下。1周的时间还真长啊。好。这雨下得真难受。第4巡逻小队还没回来吗？还没有。是吗？每一个光系法师都有重要的职责，那就是在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发出光耀信号，让军事驿站第一时间获知。用通讯设备不是更简单直接吗？学校没有教过你吗？通讯设备会让妖魔感知方位，你想成为妖魔的食物吗？那个是光耀信号，是第4巡逻队吗？第2道蓝色警戒，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蓝色警戒信号，马上通知斩空老大。我已经在了。别使用通讯器，那会暴露你的方位。长官，事态紧急，2位光系法师都死了，他们最后的生命发出了2道光耀信号。发生了什么事？还有2道没来得及发出。愿上苍保佑博城。长官，现在就拉响蓝色警戒吗？是4道。4道是血色警戒啊！斩空老大，血色警戒可是一场灾难啊！从现在开始，你们每浪费1分钟时间，都会让博城多死去上百人。发布血色警戒。
看样子这个泉水是不会让我简单的使用终极魔法的。不过，在这地圣泉分不清白昼黑夜，也不知道过了多少天了。不知道猴子他们在干嘛。警报！火灾吗？是哪个火系的学生发生意外了吗？如果只是那样，警报是不会响的。快回去！大家快回教室去！薛老师，发生什么事了吗？街道里好像出现了妖魔。妖魔？怎么会？没事吧？怎么会？一苍狼！快，往里走！放！绿拳！不愧是终结火系法师啊，根本不是我们能比的呀！任何时候都不要放松警惕，谁都有可能在下一秒丧命。报！首领，有大量妖魔出现在博城内。怎么可能？城市里有妖魔？博城内，请求我们军队支援。怎么会？雪峰山还没有失守，为什么城市里会出现妖魔？目前尚未查明。组织好魔法师，马上让市民到安全结界避难。再派遣回去的话，怕是雪峰山驿站会……市民的生命安全才是最重要的，守住这里又有什么意义呢？是。分成2队，一队负责保护市民，另一队负责消灭妖魔。是。市区里我也去。你去的话，我就放心了。拜托了。这雨越下越大了，赶快回家吧。只有让星辰更加壮大，才有希望突破成为星云。那样，我就是一名中阶级的法师了。继续修炼的话，星辰会产生一次质变，积累到一定等级之后，就会变成更强大的星云。这就是从初阶法师到中阶法师的晋升。到了中阶，我就可以释放中阶魔法了吗？还不行。星辰变成星云，只是让你的魔能更充盈，星子变得更加容易把控。你想要释放中阶魔法，还需要跟之前释放初阶魔法一样，连接7颗星子变成星轨吧。唉，我知道的，我很熟练了。是要连接星轨，不过在星云里面将会有49颗星子，你需要不出一丝差错的将这些星子连成7道星轨。再将7道星轨描画成一幅完整的星图，这可是一个漫长的练习过程。难怪唐月老师要送我这个星图之书，有了它，即便我还不会描画那么复杂的星图，也能够临时使用中阶魔法。唐月老师对我可真好，难不成这是……莫凡，我会
等着你学会终结魔法的哟。如果你学会的话，到时候……老师，再连49颗星桂签，我们的嘴唇也会相连吗？笨蛋！好疼啊！这难道也是地圣拳阻止我修炼的试炼吗？唉，正好看我怎么攻略你！不好，这里已经被占领了。爸爸，这里面还有人，莫凡还在地圣泉里。来不及回去救人了，赶！可恶，我们被包围了。爸爸，朱元先生，快撤离这里吧！但是，凝血，快！莫凡。这家伙的失败导致我们只能强攻了。原本这次计划我们连一个面都不需要露，到头来却会被审判会的人察觉。大厦下面的守卫有不少，就算城市一片混乱，那里也不会出什么乱子。如果有那些巨眼星属的帮助，要拿下应该也不算是什么困难的事情。不要像这个废物一样再让我失望。就差一点了。怎么了？妖魔，这里拜托了！喂，修行结束了就快逃！快走！你是林雨欣，这里的副队长。为什么这里会出现妖魔？现在没时间解释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现在唯一的出口被封住了，我们该怎么出去啊？喂，这个里面是什么呀？地圣泉啊！那些水全都在这个瓶子里？这是地圣泉的紧急保护方案。好了，走吧。哦，绝不能让地圣泉落入那些人手里。嗯，哪些人啊？哇，竟然还有这样的地方！这是去哪里的通道？不清楚，这是以前一个很古老的通道。反正留在这里，不是饿死，也是成为妖魔的粮食。走吧。两种都不行。唉。爸爸，洗下。
前面你说不想把地圣权交给他们，不就是老鼠吗？虽然是妖魔。事情没有这么简单。你还没告诉我发生了什么呢？黑教廷创造了一种类似于地圣权的狂暴之权。狂暴之权？它可以让妖魔变得狂躁无比。现在黑教廷将这种狂暴之权融到了雨水之中，引来了大量的妖魔。雪峰山驿站已经失守了。怎么会这样？雪峰山驿站不是有掌控宗教官在守着的吗？那么多军法师，不可能才几天就被摧毁啊！那伯城呢？一定是刚才被血纹巨魔鼠给打伤了。这里不是天蓝高校的后山吗？为什么在这种地方？老大，前面胡同就是我叔叔家，我们先躲进去吧。街上全是怪物啊！好，是前面这个胡同吗？快走！发生了什么事情？血色警戒已经发出了，最高1级警戒，那得是成百上千的妖魔呀！我也是头一回遇见，一直以为这种危机只是预想，没想到真的发生了。可恶，我爸和心夏没事吧？躲进来，快，不然就没命了！快关门呐！你想我们都死吗？
快关门！还有人没有进来呀？哪里还管得了他们的死活？再不关门，我们这里的人都别想活了。我们还想活，我们还想活呢，我们还想活呢。对，哎呀，滚，让开！这里也不安全了。去地下超市的话，那里有比较厚的铁门。你打算去哪里？这不是废话吗？当然是去找爸爸和心夏。等等，有一件必须拜托你的事情。啊？把这个一定要送到安全结界。地圣拳？为什么给我？军法师的身份比较敏感，你拿着的话不太容易被人发现。目前有限的兵力根本无法完全抵挡得了妖魔的入侵。我是军法师，波虫虽然已经在劫难逃，但我还得回去战斗。你一定要保住地圣拳，这地圣拳一旦落入黑教廷手中，那就不仅是波城的灾难了。地圣拳什么的，关我什么事？我父亲和我妹妹现在生死未卜，他们绝对还活着，我不能放着他们不管。就你有家人吗？那些为了守护地圣拳密室的守卫没有吗？就是因为他们守卫地圣拳，才给你赢得了逃跑的时间。我以前也有家人，但是1年前，妹妹被巨眼星鼠带走了。那个时候也是，我在任务中，但是我没离开自己的任务，因为我觉得我必须这么做，因为我是魔法师。难道你不是吗？如果你在城里遇见他们，一定要保护好他们，拜托了。我答应你。儿子，你一定要没事啊，一定啊！哎，木鹤哥，你怎么跑这里来了？嘉兴老弟，是你呀！好好，我准备去安全结界，车子在半路抛锚了，幸好遇见你。哎，快走吧，我得先回市区。城里全是妖魔，你还去做什么？我得去救莫凡。莫凡？对了，他在地圣泉，你不用去了，那里一开始就被攻陷了。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总之还是去安全结界吧，也就去了那里的人有可能活到最后。莫凡要是活着的话，也会往那里去的。你要么下车，要么先跟我去市区。你好，随便你，走吧。这该死的雨终于停了，狂暴之拳之前太大意了。报！老大，城市的灾害正在扩大，出现了很多的伤亡。首领，我去市里指挥战斗不能没有你，还是我去吧。不好意思，市区的人拜托你了。就算是死，我也会保护好的。不是啊，你也一定要安全的回来，杨佐和。
水域守护，应该顶不了多久吧。也不知道张小猴他们怎么样了。快跑！快跑！不要！你不能移！你不能移！你不能移！火姿分火。慕白，拿着，防身，紧要关头，不是每时每刻都能冷静释放魔法的。跟我走。住手！所以就放着不管吗？冷静点，不能让你也死掉了。走了。不要吃我，我没有用啊！慕白，救命啊！冰万，凝结。楼上还有巨眼星术吗？有啊。没办法了，去体育馆吧。哦。光耀闪烁。没事吧？地步陷落。可恶！上课的时候明明可以做到的。这不是上课，是实战。看到没？这就叫战斗。别怕，我带你出去。信不信得过我？风鬼，闪步。喂，张小豪，快逃！何云，你不要管我！不要啊，张小豪！走！
寒。哟，小侯、何宇，没事吧？凡哥，啊，这家伙还没雷印莽寒。凡哥，这次我来打破他的防御，你来了结掉他。疯鬼，就是现在，凡哥！破子，焚骨。哇，好厉害啊！真是千钧一发呀！凡哥，还能见到你，真是太好了。哎，你不是在地圣泉修炼吗？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事态竟然如此严重。为什么会突然冒出这么多妖魔？走吧，大家好像都在体育馆里。你没事吧？吓死我了！你也在？慕白、许昭庭、王三旺也在，你们都没事吧？好，现在避难成功的就只有这些吗？应该说，这里应该是全部还活着的吧？主人，在这里待着也不是绝对安全的。后山有一大群独眼魔狼过来了。我也知道啊，可我们能怎么办？哪里都不安全，这是血色警戒。唉，城都要沦陷了。安全结界，我们博城有一个安全结界。我们继续缩着，迟早都会全部死在这里。必须全体撤离到安全结界。对，还有安全结界。我们这么多人集体迁移，很容易吸引大量的妖魔过来。万一走过去的时候，有几十头、上百头妖魔在等着我们，我们岂不是会全军覆没？我们这些老师应该没什么问题，但是带上这么多的学生啊！你在说的什么话？老师就应该保证学生的安全，怎么可以把这么多人扔在这里？城都要没了，谁还管老师学生啊？扔下学生，我们自己逃的事情，我做不出来。我也不会这样做。好，我们可以组织一个先锋队，让先锋队在前面探路，然后大迁徙部队再跟着他们的路线前进。啊，先锋队，这个办法好。对，可以让一队人先去探路，这样就不会被妖魔守株待兔了。但是先锋队是一个危险的任务，我们哪里来这样的人才啊？啊，我的尖子班里就有几个实力很强的学员呢。啊，那薛老师，拜托了。我现在就去征求他们的意见。老师在说什么？老师是不是有什么消息要宣布？你知道吗？我不知道。我们人手不足，只能够从你们这些最优秀的魔法学生中挑选。假如你们不愿意参加，我们不会勉强你们的。就凭我们这点实力，还为大家开路，我可不要去送死。我还是跟着大部队吧。这种事情我们义不容辞。我加入先锋队。我也加入。许昭庭，你要不要考虑一下？不用。那好吧，我跟着你。范哥，我们呢？其实跟着大部队反而很不安全。这是为什么？你也看到了，这里有那么多的学生。
其中一大半都是遇到了狼的绵羊，数量再多也没有反抗的勇气，只能任由妖魔宰割。仅靠那么点老师保护着是不可能安全的，而且人数这么庞大，很容易招来一大群妖魔的攻击。1-2只妖魔面前，我们还勉强有应对的能力。一大群妖魔冲过来，那就完全要看运气了。运气好，别人被吃，我们就躲过一劫；运气不好，哎，木白，别冲动啊！我们就跟着大部队，没准能够活命。哼，跟着大部队就是看运气，命还是要掌握在自己手上。不会吧？老师，我们也加入。啊？我不加入啊！范哥，为什么这种时候你还能冷静下来分析啊？不冷静下来，难道慌张的送死吗？我可不想把命交给老天来掷骰子，宁愿自己杀出一条血路来。好，我们也要加入先锋队。啊！莫凡啊！他们还活着？是不是莫凡听到？你还活着？莫凡活着！想不到！钟敏，看，是莫凡，他还活着，看着就知道了。太好了，不愧是莫凡。哎呀，大家好啊！大家都等着我们呢。英雄真是辛苦啊！切，谁在等你啊？大家在等的是莫凡呢。哎，哼。杨先生，你没事吧？多亏你及时赶到，我已经精疲力尽了。杨先生，谢谢你。黑除妖，这些黑教廷的爪牙，每一名黑教廷成员都至少拥有1只。看来这次的灾难确实是黑教廷所为，没错了。他们最终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这个尚且不知。不过能看得出黑教廷现在的计划是抢夺地圣泉，他们要利用地圣泉的庞大能量，诱使另外几只妖魔统领一起袭击博城。对了，地圣泉是你带出来的吗？我知道黑教廷的人想夺地圣泉，我目标太明显了，所以将地圣泉交给了莫凡。那个天生双系的小子，他现在在哪儿？应该往安全结界去了，具体在哪儿我也不清楚。你的决定是对的，他们暂时不会察觉到地圣泉会放在一个学生身上。可是，他一个初阶法师，在这场灾难中存活下来都很难。我们分头行动，得尽快找到莫凡。好，我们出发。是。大家出发吧。
大家散开探索一下周围吧，一定要注意安全。是。前面树报停处有2只巨眼星鼠。切，巨眼星鼠有什么好怕的？那只巨眼星鼠，它在看一个小孩。在哪儿？在那儿。怎么不见了？老师，往那里去找找吧，不能放着不管。是的。风系的同学前面探路，速度快的你们在前方，我们随后跟在后面。好，知道了。当心。交给我吧，凡哥。风鬼急行。奇怪，刚才他明明还在。张英路！什么声音啊？怎么了？怎么回事？张英路！大家小心，要注意周围有没有其他的。快，不然连我们都会死。何宇，你后面有一只！给我去死！畜生，竟敢这么猖狂！猴子，跟着他，别让这畜生跑了，给张英路报仇。好，绝不会让他跑掉的。光耀，失明。哇，杀掉了吗？凡哥的雷麻痹了他，所以他根本跑不掉。你是怎么一下子击中他们的？他们明明速度那么快。你不能攻击他站在那里的位置，而是要计算打击提现量，释放的时候注意观察他的身体动作。才刚开始就有人死了，怪我没有注意到那里藏着一只，没有保护好张英路同学。应该是怪我们太弱小，被2头妖魔同时攻击的时候都会束手无策。凡哥死了便算结束了，可我们活着的还有我们活着的使命。走吧，留在这里也没有意义。已经不想再看见出现任何牺牲者了。莫凡啊，我看你在应对妖魔的时候非常的果断冷静，这是为什么？老师，我高2的时候就进城市猎妖队了，跟妖魔打交道了2年，但说实话，这种到处都是妖魔的情况，我也没有遇到过，我也害怕。前面有3头毒液魔狼在游荡，一头在喷泉那儿，一头在小树林里，还有一头在假山那里。确定没别的妖魔了？只有3头，以我们的实力，应该能够对付吧？独眼魔狼可比巨眼星鼠可怕多了。独眼魔狼有那么危险吗？莫凡杀过独眼魔狼，还是一头进阶期的。对啊，凡哥可是城市猎妖队的。猴子，除了公园这条路，
别的路都走不了了吗？只有这条路妖魔最少了。猴子，你去引开喷泉的这只。独眼魔狼直线奔跑的速度非常快，你风鬼如果没有到第3级的话，它是能够追上你的。所以你在引开它的时候，一定要多多注意变化方向。独眼魔狼一旦变向奔跑，速度就会慢下来很多。就是说，像前面凡哥一样预测动作吗？我能做到吗？不要怕，小猴，你可以做到的。我知道了。慕白，你就用冰系魔法拖住树林的那只，一定要尽可能的迟缓冰冻住它，动它的关节会有效很多。我知道了。我们其他人就以最快的速度杀掉假山的那头，这样一来，我们只要一直对付的话，危险性就会小很多。确实，我们队伍里有2个雷系法师，即便是防御能力比巨眼星鼠强很多的独眼魔狼，也未必经受得住。先杀掉一只，再对付另外2只，是一个好办法。我们魔法师单独为战的话，是很难威胁到一头成年的妖魔，但如果是不同的系运用在一起，足够默契，就可以不损伤一丝一毫的将它杀死。到时候你们会发现，妖魔其实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我们都听你的。我们会听你指挥。莫凡，我们能不能活下去，全靠你了。能够让大家团结起来，真是太好了。相信我们一定会渡过难关的。大家加油啊！你一定会，到时候有危险，一定会加油，没问题，知道了吗？我也希望。猴子，你去引开喷泉的这只，我们其他人就以最快的速度杀掉假山的那只。这样一来，如果我们一只对付的话，危险性就会小很多。凡哥可以做到，我一定也可以做到。不能给队伍拖后腿。走过去，激怒他，然后加速跑。记得变换方向不能跑直线。哥他争取时间。怎么直接跳过来了？疯鬼！该死！这家伙竟然用树木做弹跳！完了，他的速度要比我快很多，用凡哥教的办法也不管用了。疯鬼！
怎么办？我甩不开他的话，就会被他吃掉的。我还不想死在这里啊！这个时候，有人帮一帮我就好了。该死！我都在想些什么？现在谁还能救我？而且我死了的话，这头失血状态的独眼魔狼就会去梵哥他们那里。到那个时候，大家都会被我害死的。风鬼飞影，这就是第3级风鬼飞影，太厉害了！连嗜血状态的独眼魔狼都看上去迟钝很多呀。飞影，确实，独眼魔狼其实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嘛。不行，我一个人的冰系魔法是冻不住这头大体型独眼魔狼的。快！去通知他们，这里快顶不住了。木白，我们还是自己跑吧，这家伙太可怕了，我们会死的。你以为我们2个没有其他人就能够活着进入安全结界吗？走。哦，好。继续，他快支撑不住了。我知道，我的雷不比你弱。帆哥还在努力啊。小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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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小红，好严重的伤，你伤得好严重啊！谢老师，这个伤好像止不住血啊。薛老师啊！不好，要被追上了！让我来，你们其他人对付这个半残的家伙。知道了。木白，召回3，趴下！没事吧？啊！喂，更危险的知道吗？盲测。我烧！
快去修吧。但是在这种地方，万一有妖魔出现的话，所以说让你快点儿。老哥，快来帮帮忙！我一个人搞不定啊！啊，老哥，去哪儿了？大家都没事就好。没有想到，我们真的对付了3头成年独眼魔狼。说出去，相信许多老师都不会相信的吧？多亏了莫凡的指挥啊！是啊，是啊。凡哥，以你的实力，应该可以单独杀死一头独眼魔狼了吧？可以是可以，但其实也蛮吃力的。说起来，刚才那头独眼魔狼，要不是被木白给冻僵了的话，当然我也不可能那么安全的就连续施展魔法。切，那是。法师之间团队的合作更为重要。土系法师可以迟缓和挪走敌人，风系的法师可以缠住强大的妖魔，水系法师更可以在关键的时候救队友性命。各位，我希望大家能够好好记住我说的这番话，不说顺利抵达安全结界，但至少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死亡。我们面对的妖魔主要有2种，巨眼星鼠和独眼魔狼。巨眼星鼠其实还算好对付的，更可怕的是独眼魔狼，他们的凶残和狡猾程度远在于巨眼星鼠之上。不用你说，我也知道。慕白，在这些人里，你的能力最强，你随时都要把冰腕掌控着。记住，冰腕现在是用来保护大家，别指望冻住移动速度超快的妖魔。木白应该主动攻击，凭什么他要做些打杂的活？莫凡，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想压制着木白？你再废话一句，不等妖魔来撕你，我先把你废了。我知道该怎么做。何宇，你要配合薛老师负责保护好大家。何宇同学，你也不要太内疚。我见过很多水系学生，都远不如你出色。每个人遇到妖魔袭击的时候，都会慌张的。莫凡不也是在猎妖队待了很长时间，才慢慢的磨练出这种意志力吗？是不是我当时释放出水域来，张一路就不会死了？他的死怎么能怪你呢？大家都好了不起，可我自己却好像没什么用。我调整好心态，对自己多一点信心。小红，小红，小红，啊，怎么了？小红，你他的伤口止不住血。小红，这样下去，张小红会死的。伤口止不住是会有生命危险的。你被独眼魔狼的撕裂爪给击中了，这种爪伤会让你一直血流不止，绷带捂住和火焰止血都不管用。必须找到特殊药，血剂。我们时间不够吧？这样下去还怎么给大部队找安全路线啊？那也不能让张小猴这样流血。对了，我想起来了，就在公园前面的美食街有一家药剂店，过去一趟不会耽误太多时间。拿到了血剂，我们继续沿路线前往安全结界。好，我去一趟。你们别耽误，继续前进。我一会儿跟上来。不用了，我觉得大家没有必要为我浪费宝贵的时间。我们身后还有几千人。猴子，你别说了。没有你这个风系法师在前面站岗，我们这个先锋队也根本走不了多远，便会全军覆没。我马上会回来的，等我。
我用地波感知过了，这附近好像没有什么妖魔。那就好，我们可以顺利到街道尽头了。不难受吗？稍微有点，但是没事。凡哥一会儿就会拿药过来的。加油！还是小心一些，太过安静反而不是什么好事。慕白说的没错，小心为妙。奇怪，这里确实很安静，难道附近真的没有一只妖魔？我听凡哥说过，在野外一些妖魔密集的地方，太过安静反而是危险的征兆。这是为什么？王三胖刚才也用地波术检查过了，附近也没有妖魔脚步声，怎么会有危险呢？嘘。那究竟是什么？好可怕！骨刺征狼是战将级的妖魔。快走！快点跑！等等我！请快点撤离！白羊教官，白羊教官，谢谢你救了我。林雨欣，你怎么跑这里来了？你是要出城吗？处理一些事情。对了，白羊教官，你从雪峰山驿站那边过来，你知道雪峰山驿站现在的情况吗？雪峰山驿站已经放弃了，我现在正前往天蓝魔法高中去保护一名学生。你的幽狼兽在这种破败街道和妖魔环境下，确实会比其他法师活动自如很多。不管黑教廷的人现在相不相信地圣权在我手上，我依然要吸引黑教廷的注意力，这样可以多争取到一些时间。找莫凡和保护莫凡的事情就交给军方吧。白羊教官，这边我能处理，你还是尽快前往吧。好的，你自己小心。小侯，撑住！我不会让你就这样死了。我当然喜欢博城了，喜欢这里的所有，但我也想去一所好的魔法大学，想去更大的城市，去接触更多有趣、有意义的事情。当然了，最重要的是，我希望可以继续跟着凡哥混。为了不被你甩开，我会比以前更努力的。更大的城市，美女也更多哟。对，对。战将级，我还以为战将级的妖魔只比普通的大上一点儿，没想到会这么夸张。战将级是什么意思啊？和我们魔法师的初阶、中阶、高阶一样。
凡哥如果遇到了怎么办？没有，血迹到底在哪里啊？啊，这里怎么会有一个洞？这不就是血迹吗？太好了，张小厚有救了。深山老林之中吗？难怪这么安静，其他地级的生物完全都不敢靠近这一带。啊！继续前进吧。莫凡怎么办？还能怎么样？原地不动，在这儿等他，还是等死？他自己说的，死了的人便结束了，活着的人却还要继续前行。他死了，我们难道也去陪葬？就是，血色警戒下，只要没有抵达安全结界，谁都会死的。赶紧走吧。周冕，我们还是走吧。我想莫凡也希望我们能够抵达安全结界，那样至少他的努力不会白费。莫凡，莫凡回来了。凡哥，是莫凡回来了。莫凡，你没死太好了。确实，差一点就没命了。可是你这样也太冒险了。拿到了这个就值得。可吓死我们了！你没有看到那古斯蟑螂有多可怕？哎，那家伙估计也以为我被他踩成渣了。不疼了。多亏了血迹啊！小红，谢谢你，凡哥。哎，谢什么？我们还是快点出发吧。是这里没错吗？是的，没错。看那边啊，是先锋小队消灭的吧？看来是的。老师啊！是这条路啊！这个是我们的学生。这不是先锋小队的成员吗？怎么会？先锋队为了大家正在战斗。大家不要慌，
一起努力的话，一定能够到达安全结界的。是啊，莫凡和慕白他们为了咱们那么拼，我们更不能放弃。是的，还有，我们把他一起带走吧。1公里的样子，他们顺着我们这支先锋小队正往安全结界来呢。教官，您是不知道这一路有多危险，您快带我们去安全结界吧。莫凡，我正在找你呢。找我？是啊，地圣拳是在你这儿吧？快交给我吧，这件东西太至关重要了。落入到黑教廷的手中，我们博城就完了。莫凡啊，快把地圣拳给白杨教官，放在他那里安全些。放我这儿也很安全，还是我亲自交给掌控老大吧。白杨教官，请赶紧为我们带路。说的也是，说的也是。那么，那你就去死吧！竟然有如此多的妖魔！这样下去，雪峰山就守不住了。之前外勤的第4巡逻队成员，其中有1名活着逃回了这里。啊，还有活着回来的，太好了，一定要好好照料。没有他们的信号提醒，我们恐怕根本无法知道这场灾难的到来。可是，这名幸存者表示，他们队伍中的光系魔法师本可以及时发出完整的4道信号，却忽然被一头幽狼兽给杀了，最后变成了2道。什么？幽狼兽？他确定不是独眼魔狼？他很肯定是一头召唤生物中的幽狼兽，而非独眼魔狼。我们的军队里有幽狼兽的，似乎只有1个人。到前面就安全了。穆先生，现在难民们不断涌入这里，情况非常混乱。现在我们这里也人手不足，请在这里暂时休息。我知道了。
等一会儿给我们安排一个像样的房间，让我女儿好好休息。我们会安排的。哎，我听说天蓝魔法高中的大批学员正往安全结界这里撤离啊，是吗？但是不知道他们路途上会遇到什么危险。那么大一批人迁移过来，路线很重要啊。要是不小心走到了妖魔堆里，后果不堪设想啊。是啊。天蓝魔法高中，莫凡、张小虎，我得去帮他们。明雪，爸爸，外面还有很多人需要帮助。血色警戒已经到来，一整个军队派出去，都可能全部死在外面。你一个人又能做什么？总好过待在这里什么也不做。我只有你一个女儿，我不会让你涉险。你们给我看好她，没有我的允许，绝对不许她离开这里。哼，你果然有问题。你倒不像其他人那么蠢，刚才来的这一路，不少蠢货到死可能都没反应过来是被我杀的。这家伙，别过来！不用担心，我对他们没兴趣。莫凡，只要你把地圣拳交出来，我保证给你一条活路。你是黑教廷的人？哎，我都不禁有些好奇了。你是怎么怀疑上我的？我可是你们的教官呢。最初，我们的训练课上，确实是他们杀的，准确的说，是莫凡杀了他们。什么？死了？黑教廷创造了一种类似于地圣拳的狂暴之拳。狂暴之拳？它可以让妖魔变得狂躁无比。你不说也没有关系，反正只要把你杀了，地圣拳就是我的了。但是你太不听话了。我杀过你一头幽狼兽，就可以杀第二头。是黑触妖，小心！你还有时间担心别人吗？凡哥，小恒，风，来不及了，我死了吗？这个畜生的爪子好快，都感觉不到痛苦。何云，何云。明万，土流，火姿灼烧，火姿爆裂。小虎，何云，你不会有事的，你不会有事的。我做到了。你是我第一个有魔法保护的人。为什么要保护我？先保护你自己啊，笨蛋！
你很重要。阿姨，在你不能动的时候，你朋友们的伤亡可是在不断增加的。哼！啊！1、2、3、4、5、6、7。看来你们这些小鬼也不是没有半点进步嘛。我竟然在这种家伙身边一直……本来可以多给你们传授点东西的，但今天好像就只能给你们上人生最后一课。我想你们大概已经学会了，那就是别轻易相信任何人。莫凡，这节课很生动吧？难不成要我把你的伙伴们一个一个都杀了，你才肯交出地圣拳来？这就是你要的地圣拳。哟吼，总算有点觉悟了。莫凡，对，来，给我。你就这么想要这个东西？快给我！你在做什么？啊！你竟然做出这种事情！想要地圣拳，那就先来试试要我的命吧！要你的命？说得好，莫凡，我要把你开膛破肚！1年前我就宰过你这种东西，今天杀你就跟杀狗一样。雷印，怒击！你的本领倒是提升得很快，但你以为就可以和我较量了吗？愚蠢的东西！等那头幽狼兽恢复过来，我的情况就更糟糕了。我们得去帮他。但这可是连莫凡也对付不了的对手。只要能帮莫凡稍微拖一下，让他有施展魔法的机会。这种东西速度虽然快，但是我们的魔法能妨碍他的动作。那好，我拖住那只，你帮忙拖住另外一只。冰万迎起！火姿灼伤！别理这2个废物，给我把莫凡撕了！火姿焚骨！火姿焚骨！第2级的火姿焚骨可以让原本已附着在敌人身上的火焰变得更剧烈数倍。周明补的这个火姿，基本上可以活活烧死这黑除妖了。周明，该死！让这个畜生恢复过来了，雷系魔法麻痹的时间才这么短。呵呵，和你们这帮渣渣的战斗就这么结束吧。
面对召唤系法师，若是绕开他的召唤生物，直接将其本人杀死，他的召唤生物也会随之消失。真没有想到白羊教官会是这样一个畜生，我不会再让这家伙再伤害我的学生。都结束了，莫凡。嘿，啊！光耀失明，雷印，诺基。你竟然！以为我会蠢到一个人站在这里被你攻击？这家伙竟然一直藏着一只黑除妖来保护他自己。省点力气吧！你这只有一大堆理论，却没有什么实战能力的废物高中老师。不要小瞧我，看我净化掉你的黑暗生物！光耀净化！真是蠢材！黑除妖是诅咒生物，你的光耀净化对他没有用。不用那么心急，我会一个一个把你们都杀了的。无冰斩！怎么会这样？啊！莫白！啊！阿姨，莫凡，啊，没事吧？没事。这家伙怎么自己化了？黑除妖是和主人灵魂相连的，他们的主人死了，黑除妖也随之消亡。原来是这样，总算结束了。猴子，凡哥，我一定要变得更强。莫凡，莫凡，总算找到你了。你们这是干嘛？大家别太紧张。莫凡，能在这里找到你真是太好了。你没事吧？怎么总这样套路？跟电视剧似的，非要等事情解决完了，救援的人才赶过来。赵坤三，别胡闹！我们来晚了。杨作何，杨先生，他们杀了我们一位同僚。这家伙就是一个混蛋，他先对我们出的手。都别冲动。莫凡，这是怎么回事？白羊教官是黑教廷的人，你检查一下那几个地方，有黑除妖死后留下的一滩黑色的东西。白羊怎么可能是叛徒？这里并不安全。有什么情况，先回安全结界。
你们几个留下来检查一下那几滩黑色的尸水，其他人护送他们回安全结界。可是，黑教廷渗透极深，即便是军队里，也不排除有他们的人。白羊究竟是不是叛徒？将那些尸水和白羊的尸首带回去一验即知。为什么要在这里做无意义的事情？是。这里就是安全结界吗？是的，到这里的话，大部队也就安全了。各位，还是我进去吧。我们要进地圣泉去吗？没必要吧，里面肯定已经没有活口了。不断有毒焰魔狼涌到异苍狼的周围，就连骨刺征狼的数量也不少。我们派再多人过来，都没法清剿。这样的话，斩杀异苍狼的计划就更难执行了。这些该死的毒焰魔狼们到底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我们雪峰山驿站明明没有被攻破，他们却无缘无故出现在城市里，数量还越来越多。难不成是空间系魔法？没可能啊！即便是黑教廷，也没有可能掌握这种能力。我们返回安全结界吧。这么多生物围绕着异苍狼，斩空老大和他的10位副官很难靠近异苍狼的。必须把这里的情况尽快递送回去。这个情况必须去汇报。我们勘察队撤离。他是怎么发现我们的？高等级的生物拥有感知气息的能力，没想到是真的，感知范围还这么广。这样，那太好了！大家，薛老师来电，安全结界还健在，先遣队已经到达了。我们也快点出发吧。是。真是太惨了。大家逃到这里，遇到了不少的事情吧？但是这里是安全的，大部队也快到了。上去吧，老大正在等你。老大，刚才杨作和先生送来了关于白羊的尸检报告。发现他的心脏有黑除妖腐化痕迹。白羊为一名潜伏在我军中的黑教廷成员，他先我们一步解除了学校的先锋小队，谢谢将他们杀害。老大，莫凡到了。莫凡，看到你活着，我很高兴。我是活着。可是我的伙伴却有人丧命，而且死在你的手下白羊手里。白羊是黑教廷的人，确实也让我很吃惊。是我管教不严，太没有警觉了。张英露那么乐观的女孩子，为了给大家探路才被巨眼星鼠突袭，都来不及反应。
何宇一直胆小谨慎，魔法总是施展不好，但是最关键的时候竟完成魔法，为的是保护别人。他们都是了不起的人，作为你们这一届的总教官，我很自豪。对了，莫凡，连我们都没有察觉白羊沦为了黑教廷的人，你是怎么知道白羊有问题的？我不知道他有问题，我只是稍微留了一个心眼。白羊见我不交出帝圣权，于是就撕掉面具了。你做得很好，那么帝圣权呢？交到我手上，你总应该放心吧？这不是放心不放心的问题，事实上，帝圣权被我给喝掉了。你逗老子玩呢？你知道帝圣权代表着什么吗？它每年可以让我们博城多一位中阶级的法师。我没开玩笑，当时情况紧急，我就一口气。还真喝掉了？喝了。吐出来！听说这帝圣权也会有枯竭的时候，这用不了多少年了，没有就没有了吧？那这掌控你别这样，能够保住博城才是重中之重啊，总比落到黑教廷手里好吧？老大，冷静啊！你干嘛呀？松手！啊！算了。啊！唉，帝圣权没了也好，这东西。各方部署已经完成，现在我们面对的最大的敌人是一只统领级的异苍狼，杀了他，博城才能保住。尔等是博城最强的军法师，也是跟着我一起出生入死多年的兄弟。今日一战，不是他死，便是我亡。犯我家园，虽强必诛。取异苍狼首级，祭献博城亡魂。众将听令，随我一起去把那畜生给宰了！是。假如你能够知道当初舍身救下的弱男孩，
将来也可以成为镇守一城的军法师，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救下数以万计像你这样的女孩，天堂的你也会欣慰的笑吧。活着真好。莫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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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儿子，莫凡，啊，宁雪，我相信你一定活着。宁雪，宁雪，你果然来找这个臭小子。哼，莫凡，你不管其他的学生，竟然自己逃进安全结界里。我们不是逃跑，为了没有及时逃跑的人，我们为他们打开了道路，拼了命。像你这样有金钱和权力的人，本应该还能多做些什么的，但是却在这里。不要这样指责我爸爸。走开，我还有很多事要做，没那么多时间和你说话。心夏，爸爸。你是莫凡的爸爸？是。你没事吧？快醒醒！我……你醒醒！快醒醒啊！啊！该死！莫凡，是你！你还活着，真是太好了。路上发生了不少事情，能不能让我看下在安全结界避难市民的名册？莫嘉欣和叶心夏，很遗憾，名册上没有他们的名字。是吗？莫凡，一名巡逻小队成员冒险带回了消息，暗界之外的不少洞窟下有着明显被挖掘过的痕迹。你是莫凡？他在这里找他家人的下落，能找到就好了。是的。根据这次的消息，也就是说，博城会突然间冒出这么多妖魔来，多半是他们利用地下通道越过我们的安全结界，直接进入博城的。当务之急是找到那几个妖魔洞口，将妖魔地下通道给直接填埋摧毁，否则博城会有源源不断的妖魔出现。
只是我们现在还不清楚，通到我们博城的那几个妖魔入口究竟在哪里。洞窟、地道、下水道。新夏读书的学校食堂是第一次出现巨眼星鼠的地方。林守卫的妹妹也是在这所学校里失踪，后来调查也一直没有结果。所以说，潘教官，我想我知道妖魔入口的线索。你知道线索在哪里？城市猎妖队。这次妖魔侵城看似是突然爆发，其实早有征兆。最明显的正是巨眼星鼠的猖獗。原来如此，巨眼星鼠是挖地道的能手。就是说，由此可以推断出，从外界通向博城的妖魔通道，就是巨眼星鼠所为。城市猎妖队每狩猎一只妖魔都会有记录。想必之前巨眼星鼠在博城的行踪，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妖魔洞口的位置。是啊，最了解这座城市有什么问题存在的人，当然是城市猎妖队。马上去联系城市猎妖队。莫凡，城市猎妖队的人到了。莫凡，妖魔入侵城市的路线是怎么回事？城市猎妖队每次行动，我都跟你在一起啊，有线索我怎么不知道啊？你加入了城市猎妖队？经过上次学校安排的校外历练，我意识到自己的实力还是太弱，于是进了城市猎妖队。你还真是让我们感到不可思议。莫凡，说说你知道的线索。好，小可，能看一下猎妖日志吗？好，我把城市猎妖队的记录列出来。看一下灾难之前巨眼星鼠在博城内出现的记录。你是想说妖魔入侵博城都是通过巨眼星鼠挖出的隧道？那可得是从外界山岭一直通向博城的巨大工程啊！短短数日，再多巨眼星鼠都做不到吧？所以，这场阴谋其实酝酿的比我们想象中的更久。一场蓄谋已久的人为阴谋。小可，能查到巨眼星鼠曾经频繁出现在城市的哪些区域吗？可以。这些地方在之前都有巨眼星鼠出没，最集中的就是明文区。如果没猜错的话，最大的妖魔入口应该在明文女子中学。学校？快命令下去，重点查找明文区的妖魔入口，尤其是明文女子中学。是。从现在起，军队和猎妖队组成特殊部队。是啊，还疼不疼啊？如果爸和心夏已经到了安全结界的话，别怕了啊，没事没事。儿子，爸，儿子，爸，你没事真是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我终于找到你了。爸，你是怎么到这里的？是一个女守卫救了我。林雨欣？莫凡，我们在来安全结界的路上发现了你父亲和林守卫。李文杰、肥石，多谢你们了。林雨欣人呢？我们发现林守卫的时候，他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了。林雨欣她……是的，她牺牲了。谢谢你了，林雨欣。莫凡，我尽力了，寻找心夏的事情，我没法完成了。心夏，明文区受灾严重，他腿脚不方便，可怎么？
脚不方便，所以应该不会走得太远。现在也可能在学校附近。拼死拼活，总算到安全结界了。不用担惊受怕，真好啊！哎，那些人好像是要出去啊。给我1000个胆子，我也不会离开安全结界半步啊！这些人究竟是怎么想的？应该是去完成特殊任务。喂，等一等！我跟你们一起出去。莫凡，他这是要出去吗？你要出去做什么？救我妹妹。莫凡，你这是干什么？咱们好不容易抵达了安全结界，你伤都没好就要出去？可不是嘛，出去的话随时都可能死啊！莫凡同学，你可要想清楚啊！儿子，爸，儿子，在这样的境况面前，说不定心夏……爸，说不定心夏还活着呢，他肯定在某个地方等着我。我从没让他失望过，所以我非去不可。儿子，莫凡啊，鉴于你对我们的帮助，我们这个特殊小队可以破例带上你，但我们是去执行重要任务，无法帮你去营救你要找的人。我不会给你们添麻烦，只要捎我一程到市区就好。既然这样，你就跟着我们吧，上车。特殊部队，出发！这下怎么办？怎么办呢？不知道家里人怎么样。等一下，这是要无路可退了。怎么办呢？给，喝点水吧。谢谢。爸爸，妈妈，根本就不会有人来救我们。
每个人都有活下去的权利。猎妖小队的装备真不错呀！靠这辆车的引擎的话，妖魔是不会发现我们的。哼，那是。各位同仁，最大的妖魔入口现在已经确认，在明文女子中学操场上。我们此次的行动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毁掉这个入口。是。为了避免引起妖魔注意，参与此次任务的人数不宜过多。在场的各位都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守护博城的重任就拜托给大家了。程军官，你就放心吧，大不了跟那些怪物同归于尽。就算拿我徐大荒这身躯去当洞口，也能堵起他一半来。嗯。心想，我来了，一定等我。这是去明文女子中学的必经之路，越接近，妖魔肯定会更多。我们步行过去吧。待在车里，万一被群攻，就完蛋了。我去前面探路。风鬼，急行！不好！别急。风鬼，飘羽！厉害呀！利用自己的风鬼魔法，将近在眼前的妖魔给转移走，不损一兵一卒。对于魔法师来说，丰富的实战经验确实重要。继续前进吧。之前为了解决学校食堂出现的巨眼星鼠，我们对周遭环境做过调查，所以我来给大家带路吧。冰锁，炎毒。冰系中阶魔法，冰锁，还是第2级的冰锁。程军官实力很强啊。中阶魔法也分3个级别吗？那是当然。首先冻住他们，是为了不让他们发出惨叫声，惊动周围其他妖魔，再将他们碾碎，当场秒杀。好想突破中阶啊！你底子比我好，又在地圣拳中修炼过。可总感觉有个东西阻隔着我。到了第3级是会出现瓶颈壁垒的，只要将星辰变成星云，就能晋升为中阶法师了。你应该用不了多久就能到达中阶了。进入了中阶，星子的描绘会变得更困难，短时间还是很难施展出中阶魔法的。好像有了它，就可以跳过衔接星子的步骤，直接释放中阶魔法。救命啊！救命啊！陈军官，不要管，前进。是。这是要见死不救吗？出发的时候我就说过，我们的任务是摧毁妖魔入口，沿途哪怕是遇到亲人，也绝不出手相救。这里只有莫凡是来救他的亲人。但是，我希望其他人都能够明白自己要做的是什么。但是，前锋的妖魔清除的差不多了，大家快走吧。走吧。救命！这里没有打斗的痕迹，他应该是想从下水道撤离，结果下水道就是巨眼星鼠的巢穴，他们这是自寻死路啊！走吧，我们不摧毁妖魔入口，死的人会更多。
莫凡哥哥，你觉得哪个比较好？哎，这个怎么样？和其他的珠子不同，这颗珠子代表了你在我心目中独一无二的意思。我怎么记得以前莫凡哥哥和慕宁雪也说过同样的话？没这种事的，这都什么时候的事情了？但是仔细想想，这个链子乱七八糟的颜色混在一起，不是很好看。没关系，因为这是莫凡哥哥给我选的礼物。这是心夏的手链，莫凡，是别人，但是我有线索了。怎么回事？他手上戴着心夏的手链，我想他应该活着的时候跟心夏接触过。刚才那人穿着明文商场超市的工作服，我想这群人可能是从超市那里进入到地下道的，结果在地下道行走的半途中遭到了巨眼星鼠的袭击，在拼命往地面上爬。我的人之前下去检查过，没有你要找的女孩。你可以去商场超市里看看。我现在就去。但我能为你做的也只有这些了。我们现在要前往明文女子中学，得在这里分开了。莫凡，祝你好运。你们也是。那就在此别过了。奇怪，如果那个叫心夏的女孩也被困在超市里，为什么不跟这群人一起走？哦，那个女孩是坐着轮椅的。地下道普通人行走都很费劲，这么说，她有可能被这群人抛弃了。应该是了，那种滋味应该很不好受吧。但愿她不会因为这些糟糕的人放弃求生的念头，给莫凡这小子留些时间吧。那么根本抵挡不了多久，我该怎么办？不够，远远不够。整座博城必须一个
认识？当然认识。你在这里守着，我去将他给杀了。你一个人行吗？不要耽误太长时间，我们还有任务在身。知道。前面的事。躲得还蛮快，可惜这次你是怎么都不可能活着见到明天的太阳了。什么人？哼，你不认识我了？是啊，我自己都认不出自己了。你是宇昂？不认得了？哼。我这半边脸会变成这个样子，全是拜你所赐。自小被安排在穆家，给穆卓云当狗，随意被使唤了整整10年，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拿到帝圣拳。结果呢？就在我快要完成我使命的时候，你跳了出来，破坏了我向教廷立功的绝佳机会。我的脸。这半边脸变成这副鬼样子，就是上面对我的惩罚。你当然可以不认识我，但你莫凡化成灰，我也会认的。你也是黑教廷的人？明明就差那么一点，就差那么一点。一拿到帝圣拳，这个博城就再没有半点生机，我也将获得成为蓝衣的资格。哼！偏偏你抢走了我进入帝圣拳的机会，还让我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今天我要将你身上的肉一片片撕下来，不然无法解我心头之恨。但你不是我的对手。哼，你以为就你隐藏了实力吗？这种货色，再来个4、5只也没关系。天哪，这家伙怎么可以召唤这么多？天生双系不是很了不起吗？现在我倒要看看你的雷和火怎么和我的黑触妖们对抗。真好啊！一切即将结束前，还能亲眼目睹你死得这样凄惨。死得这样毫无尊严，切！我可没闲工夫陪你玩。给我上！火姿爆裂！可恶！我要赶快找到心下才行。天生双系在我这些黑触妖们面前，也不过是一个笑话。呀，军方小队已经突破到明文女子高中了。上头命令我们见机行事，你赶紧过来吧。我现在正在忙。要是被上面发现你擅离职守，你那半边脸也完了。真是可惜，不能够亲眼看着你死。就让我的这些黑触妖陪你慢慢玩吧，它没有太大关系。我解决完那边的事情，再过来欣赏你的尸体。数量实在太多了，根本应付不过来。
被包围了。求你了，别是锁着他。 这个数量，我如果能用中阶魔法的话，应该就能对付了吧？啊，那是。 西夏，西夏。 可恶！我这样出去，不到半分钟就会被这些黑猪妖给撕碎，这样根本救不了西夏。巨眼星鼠的视觉能力其实很差，更多时候是通过。 想杀我是吧？那就尽管来吧！这扇门被你们打开的时候，看看谁才是被猎杀的那个。这次一定要突破神功！啊！这是怎么回事？他怎么在晋升？难道是地圣泉？小泥鳅把我喝下去的地圣泉给吸收了？星辰化星云。 在星云里面，将不再是7颗星子，而是49颗。你需要不出一丝差错的将49颗星子连成7道星轨，再将7道星轨描画成一幅完整的星图。中阶，这就是火系中阶，这种感觉。
劲吧！猎拳！跑！你们能有我的火焰快吗？去死吧！雷印！你们就应该全下地狱！莫凡哥哥，心夏，莫凡哥哥。心夏，心夏，心夏，你快醒过来啊！我是莫凡，我来救你了。好冷。莫凡哥哥，还活着，我的心夏还活着，太好了！莫凡哥哥，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怎么会呢？你看这是什么？你是在哪里找到的？我记得我将它……记不记得我在给你买它的时候说过的？这颗珠子代表了你在我心里独一无二的位置。你看，我没有骗你，心夏，以后不管发生了什么，我都会找到你，陪在你身边的，知道吗？咱们走。莫凡哥哥。他们为何看见你就跑？不跑，难道等死吗？只能说他们有点自知之明。莫凡哥哥难道已经达到中阶法师了？火系中阶，也多亏了唐月老师送给了我几张星图之书，让我可以直接使用火系的中阶魔法，不然我们可就真的见不到面了。好厉害！这么说，那些低阶的妖魔数量不多的话，就很难对莫凡哥哥造成威胁了。奴仆级的基本是别想伤到我们了。不过这个城市里还存在一些战将级的生物，比如说骨刺征狼。我想，即便我现在是中阶火系法师，也不一定是骨刺征狼的对手。稍微休息下吧。谢谢。
城市一下子变成这个样子了。这么多妖魔，也不知道程军官他们有没有把你们学校的那个妖魔洞口给摧毁掉。要是失败了的话，安全结界也未必安全了。对了，莫凡哥哥，我发现了一个很有问题的人。你还记得那个在我们学校失踪的女孩吗？当然记得，我们猎妖小队在那里发现了第一只狂暴的巨眼星鼠，可惜那个女孩没有找到。我想那个女孩未必是被妖魔给叼走的。在女孩失踪的那天，我看到了一个穿着灰色衣服的人，他跟女孩走同一个方向，随后女孩就失踪了。你具体形容一下这个人。这个人身上有一股很奇特的腐味，就在城市的这些妖魔出现不久前，我又在广场这里闻到了一样的气味。是不是有点像沼气池飘出来的味道？嗯，是的。黑楚瑶是黑教廷的人，难道说之前在明文女子中学的女孩其实是不小心发现了妖魔洞口，黑教廷为了不让她说出口，便让她人间蒸发？莫凡哥哥，如果是黑教廷的话，我想他们应该一直有人在妖魔洞口附近巡逻的。对呀，不然宇昂怎么会出现在这里？糟了，程军官他们有大麻烦了。去！怎么了？没事，头有点昏而已。好严重的伤！刚才对付黑除妖的时候，来，这是要……伤口没有？给我看看。哎，我没事。哎，对了，心夏，你这个治愈效果有多强啊？假如被割了喉，你马上释放治愈魔法，能够把人救下来吗？生命在瞬间流逝的话，治愈是没有用的。也是，不过你这样已经很不错了。咱们快走，这要是在安全结界内，你会瞬间变得炙手可热。毕竟任何医药手段都没法和你这本领比啊。哦，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我去安全结界，你呢？心夏，你有没有看到，在明文女子中学里，有什么可疑的洞口？刚才逃出来的时候，我是看见操场上有个巨大的地洞。你想要做什么？这里是我们居住的城市，我们在这里长大。我学习魔法最初的意愿是想要出人头地，想要你和老爸都过得好一些，在你们受到别人欺凌的时候，不用忍气吞声，不会被生活压迫的做一些身不由己的事情。莫凡哥哥，可看到博城变成这副样子，看到那些独眼魔狼把我们当圈养在笼子里的牲畜一样活活吃掉，那些我认识的和那些我不认识的。朱校长在开学典礼第一天就告诉过我们魔法师的职责，可是我从没有想过这一天会真的到来。现在这些就在眼前，我不能退缩，躲在安全结界里面，等着总教官他们来结束这一切。可是我们还不够强大，没法做到像你的那位总教官一样和蚁苍狼对抗。我知道我力量还远远不够，博城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不知道，我所做的究竟能不能改变这一切我也不知道。可如果总教官他们也败了，我们唯一能够栖息的安全结界就会被击垮。面对潮水一样的妖魔，赐予我10倍100倍的力量，都不可能保护得了你和老爸。到那时我一定会发疯似的后悔。
后悔自己现在没有竭尽全力的为博城做点什么。我要去那里，把妖魔的入口毁掉。好。可这是九死一生的事，所以走吧。什么？我跟你一起去。但是，如果莫凡哥哥出事，我即便是爬，也会从安全结界爬出来。不如带我一起去学校吧。欣赏，我现在能做到的事情，如果不去做，我也会后悔的。抓紧了。嗯。我发现洞口了，你们快来！郭子堂，你先乘军方的召唤兽去明文女子中学打探洞口的位置。是。啊！这就是妖魔入侵的洞穴。救命啊！好，没想到这里还有活人。只能算这女孩幸运了。小可，这个孩子交给你了。好。呼唤同伴，现在就动手，不能再等了！必须冲进去堵住妖魔入口，否则将会有更多的妖魔进入城市。全体进攻！巨眼星鼠，他们短时间内是别想靠近了。是吗？那你就在这里看着。没信心的话，就在这里待着，我去一拳干了。哼，这次定叫他们一个都活不成。我这就去。这条路不是往明文女子中学的，你还是要送我去安全结界。我不去。我不能让你冒险。这条高架桥是暗石车唯一能够行驶的通畅道路，这可怎么办？糟了！莫凡哥哥，他好像往这里走过来了。抓紧了！莫凡哥哥，那东西很可怕吧？我上次差点死在他的爪下，不过好像不是同一只。这里竟然也有一只骨刺蟑螂，这种战将级的妖魔，也不知道要怎么才能够杀得死。从灾难爆发到现在，我只是躲在一个角落里，什么也没有做。莫凡哥哥却为学校那么多人闯出了一条抵达安全地带的道路，并且特意从安全结界走出来，到这里来救我。这一路上一定很危险，很不容易。我知道之前没有人在你身边，你有多艰难。每个人在灾难面前都那么脆弱，这一路上我已经看到太多太多了。
其他人都还好吗？很多人没有我们那么幸运。可恶，没完没了的一个接一个的出来。洞穴不是只有这里，去下一个吧。我以为是什么厉害的角色，没想到是你们这帮杂鱼，自不量力。黑教廷的人，你是？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一群小喽啰，想要破坏妖魔入口，简直不自量力。我劝你们还是赶紧滚吧。哼，念在你们平时也没亏待我，如果你们归顺黑教廷的话，这次就放你们一马。你是宇昂，你的脸怎么会变成这样？穆家如此栽培你，结果养出一个畜生不如的东西。都给我去死！你去哪里？太嚣张了，畜生！博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就在前面，现在动手吗？该死！他竟然不和我们正面对抗。高阶的妖魔都拥有一定的智慧，在我们没有将他身边这些手下杀光之前，他是不会浪费力气在我们身上的。我们几个拼尽全力的话，倒也可以杀死这些独眼魔狼和骨刺征狼，就怕其他洞口涌出更多妖魔来。至少铭文女子中学的洞口就离这里很近。管不了这么多了。不自量力，给我滚开！想来送死，就尽管上来！首领，只要一苍狼不出手，您就不能浪费一丝魔能。这些独眼魔狼和骨刺征狼，就交给我们。可是，首领，我们跟您一样视博城为自己的家，要为博城付出一切，包括生命。一苍狼唯有您可以对付他，在没有与他交手之前，请您不要再释放任何一个魔法。这些就请交给我们，请相信我们。所有人听令！向前，坚决不后退，为首领杀开一条道！杀！
堂堂的妖狼，拿命来！一力红顶！高阶魔法的只有一个人，总教官还是出手了。可明文中学的妖魔洞口，我本想带着你回到安全结界，可我现在恐怕没法这样离开了。莫凡哥哥，糟了，这边洞口还没有摧毁，涌出来的独眼魔狼全部往总教官那里聚过去了。到时候如果总教官他们被围个水泄不通，那就真的没有活路了。莫凡哥哥，你在想什么？我说过了，你要有什么事，我也没办法活了。灾难之下，没有人可以保全得了自己，死亡终究会降临到每个人的头上，唯有结束这一切。好，让我们去结束这一切。蟑螂怎么会出现在这里？他之前不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吗？就只差一点点，为什么这个可恶的家伙正好出现在这里？我们就这么失败了吗？莫凡，你在这干什么？快逃！快逃出这里！队长，现在说逃又有什么意义？那是骨刺蟑螂，我们的力量根本不可能战胜，我们失败了。莫凡，怎么会失败？怎么会失败？这是魔城，是老子的地盘。这个肮脏的怪物在这里肆意践踏，都给我滚出魔城！火系终结，这是猎犬。
功了。是，我们成功了。弄不死你莫凡，但是博城毁掉了，结果也一样。结束了吗？哎，心夏，这动车线路上要是跑出妖魔来怎么办？动车线路都有结界保护的呀。啊，那就好。感觉莫凡哥哥就像穿越过来的一样，好多常识都不知道。是啊，我呢来自一个科学世界，一切现象都用科学来解释。魔法在我们那儿都是迷信，好吗？瞎扯些什么东西？没有那些伟人对魔法的探索，哪有你们现在的生活？更别说坐上动车这种以雷系驱动法图来实现的巨型汽车，一点都不懂得尊重历史。老先生，我儿子就爱说些稀奇古怪的话，别往心里去。哎，老先生，听您的语气，莫非您是一位老教授？明珠学府历史教授。明珠大学？哎呀，那可是所有魔法师梦寐以求的大学啊！老先生，明珠学府有特招吗？你想进明珠？原计划是要考哪里？特招是有的，但你就不要想了。本市明珠学府招生要求就高，要想在数千万考生之中脱颖而出，得是相当特殊才行。现在已经是中阶了，得尽快找到一个可以让自己第2次觉醒的组织，这样才有可能考进魔法大学。前方到站是明珠火车站，请下车旅客提前整理好行李。幸好明珠市给我们博城提供了安置房，要不然真不知道去哪儿落脚呢。进来吧。原本以为到了明珠市能够马上看到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谁知道这么荒凉。至少我们从博城灾难中活下来了，不是吗？你想好去哪里上学了吗？想在家自学，来年直接参加魔法高考。我们心夏可是治愈系的法师，到哪儿都会非常抢手的。莫凡哥哥有什么打算？赚钱，等我赚到钱，带你们过更好的生活。生活怎么样都能过得去的。虽然我不了解这个社会，但是我知道那些大家族为了他们的孩子能出类拔萃，都会动用所有的资源，花很多钱，而莫凡哥哥只能靠自己了。可是你一定会比他们都出色。我希望莫凡哥哥能按照自己的心愿去做，成为最出色的魔法师。初阶魔法只要将7颗星子连在一起，可到了中阶难度高了不知多少倍。得将星轨绘成一个完整的星图，才能开启中阶魔法之门。小泥鳅啊，能不能成就靠你了。你可是吞了地圣拳，跳了不知道多少个级别的修炼魔器啊！好，开始冥修吧。才迈入中阶，想要零失误的将整整49颗星子给连起来，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就为买这2卷魔法字帖，之前在猎妖队好不容易赚的10万块钱，一下子就花光了。得抓紧冥修，尽快开始练习星子的把控。喂，哪位？喂，莫凡吗？哎，唐月老师，博城遇袭之后，我很担心你呢。哎，唐月老师怎么突然想起来找我？有件事想找你帮忙，我在宋城市附近的一个名叫细水的古镇上，你要不过来一趟，咱们见面说。哦，细水啊。你来还是不来？哎，来，当然来。
就这还好意思取名叫戏水镇呢？唐月老师还是这么的美丽动人呢。你也不赖，小小年纪已经是中阶魔法师了。可我星图还没练成。刚迈入中阶，想要控制星图的确是非常困难。要在保持主星轨不断裂的情况下，再开辟新的星轨，稍有不慎就可能连成一个莫名其妙的星之图。所以多亏了你送我的星图之书，不然我这条小命就交代在博城了。不过星图之书说送就送，感觉唐月老师不仅仅是中阶魔法师那么简单。你其实是想问博城之灾的事，对不对？魔法协会的审判会你知道吗？据说是专门抓捕触犯了公约的魔法师的组织。我就是其中一员。事实上，黑教廷在博城的计划我们是有所察觉的，只可惜没料到他们竟然铺设了这么大一个阴谋。我当时在想办法牵制黑教廷一个叫萨朗的家伙，但也无济于事。如今审判会高层接手此事了，相信用不了多久会给博城一个公道。哦，对了，你找我来究竟什么事？这里本是水乡小镇，但顷刻间水资源全部干涸。我来这儿正是为了调查此事，但是我身份比较敏感，所以才需要你过来协助我。待会儿你去跟踪那个人，不出意外的话，这家伙身上会有一些答案。那人有什么问题吗？一个心术不正的魔法师，人称杀人魔朝鹤。他杀的魔法师不比妖魔少。这么危险的事情也叫上我？你要是这次帮了我，条件随你提。觉醒石。行吧。这些星图之书你先拿着防身，事成之后我帮你觉醒暗影系。老师，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现在就去跟着那家伙，保证把他户口本都给查一圈。老伯，这里怎么都干涸了呢？谁知道呢？我只记得大概是10天前吧。那溪水就开始变魔术一样的没了。哦，是这样。年轻人，劝你别过去啊！我听说那里跟烧起来一样，温度特别的高。没事的。看上去不像什么十恶不赦的杀人魔。唐月老师是不是找错人了？溪水上游，他去那里干嘛？事不宜迟，我们赶紧跟上去。谁？唐月老师，你吓我一跳！灰暗影技能了不起啊，神出鬼没。朝鹤呢？跑哪儿去了？按照老农的说法，干涸是在半个月前出现的，可这里为什么感觉是干旱了有1年的样子啊？眼住气息。相信我，这里一定出现了一个火系的灵种。潘兄，你可别耍我。消息多半是真的。如果是干旱的话，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将这里变成这副样子。这次真要发财了。火系灵种是个什么东西啊？天地孕育元素，一些特别的地方会产生有灵性的火种。这种火种能成倍的提升魔法师的技能威力。成倍的提升？最普通的火系灵种价格也高达2000万。我说这个亡命之徒为什么敢冒险跑出来游荡？原来是被这火系灵种给引出来了。我的乖乖，这么值钱！哦，对了，我记得穆宁雪就是天生啥种来着？有些大家族的人天生拥有某种灵种，生来技能就比别人强上很多。果然草根没活路。你的天赋也很逆天了，天生比别人多一系。真要评价的话，你这天生双系比穆宁雪还更受宠。
这样说，我的内心就平衡了。坏处也有。啊？你修炼的时间和耗费的资源要比别人多得多。总而言之，很费钱。哎，唐老师，不补刀的话，我们还能愉快地做师生。说真的，我建议你投靠一个财大气粗的势力，资源让他们给你出。哎，唐岩老师，不如你包养我吧，日后刀山火海在所不辞。放心，上刀山下火海的机会估计就要来了。有人来了。哎，又不见了。大家当心，是东方世家的人。潘雄，不想以后在宋城市乞讨的话，就乖乖的带着你的人滚蛋。东方俊，凡事都讲个先来后到吧。我们东方家要的东西，还用跟你商量吗？哎，刚才那个杀人魔呢？朝贺，可能躲在某处，想让这两拨人鹬蚌相争，他做出渔翁之利。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是后驱在后。哎，他们好像要打起来了！哇，4个都是中级魔法师啊！都不是省油的灯，多人的灭得波及我们。哎，这叫遁影，暗影系初阶技能。身为中阶，上手使用的却是初阶魔法。啊，威力虽没中阶强，释放速度就快太多了。你们掩护我，我要让他们尝尝猎拳的滋味。猎拳轰天！元杖明石！重击元气技能元杖，中阶前期最强的防御类魔法。长知识了。风盘，龙卷。和初阶的风鬼比起来，这中阶的风系魔法简直就是一个暴龙啊！快，防御魔具！我今天卖你们猎者联盟一个面子，再不滚就把你们全部烧成灰烬。相信审判会的人来了，也找不到一点证据。我们走。为什么要放他们走？要是继续死拼，估计我们损失也很大。我星云都快要枯竭了。开始收宝贝吧，这些东西归我了，自会给你们别的好处。东西归我了。如果我心情好的话，可以让你们死得稍微痛快一点。朝贺，看来又是一场恶战呢。你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赶紧滚吧，不自量力的东西！我的名字，没准你们听过呀。啊，朝贺，东方世家。啊，我印象中你们有个叫东方青儿的女孩吧？
蛮有味道的。你这个畜生，竟然戏弄我们东方世家的弟子！我是说，它吃起来蛮有味道的。这家伙丧心病狂啊，跟妖魔有什么区别？所以这次绝不能放过他。东方世家的这4个人实力不弱，应该……这个血猪之节，就是我为你们准备的见面礼。是诅咒系，大家快逃！烈焰！好恶心的诅咒系啊！诅咒系素来阴险狡诈，防不胜防。东方世家4人之前把底牌几乎用光了，超贺开启中阶的诅咒魔法，直接一网打尽，不费吹灰之力。况且，这第3级邪恶狂猪会变成一个进攻人精神的鬼怪，让落入陷阱的人根本没有一点反抗的能力。现在还有什么办法能救他们吗？但愿他们之中有人是心灵系或者光系，不然就没得救了。雷系管用吗？你杀了我们，东方世家绝对不会放过你的。审判会我都不怕，会怕你们这种所谓的家族？炼化了这火种，晋升高阶魔法就更有希望了，实力大增就可以为所欲为了。怎么回事？这种火种藏得并不深，当灵种周围的环境出现巨大的变化，就意味着它已经暴露出来了。是梅叶火种，是梅叶，相当纯净的梅叶火种啊！是不是疯了？谁遇到都会兴奋。一般火种都是赤红色，那些只能够称为凡种，而这种被称为炎的火种，是天地孕育而生，富有特殊灵性的。像这遍体嫣红色的梅炎，更是瑰宝。内线人冒再大的风险，杀再多的人都在所不惜。你在这里静观其变，我先上。啊，我不用出手吗？要不是审判会那边实在调派不出人手来，我是绝对不会让你涉入到这么危险的行动中的。对手是一个杀人魔，让你来也只是多一层保障。你还是个学生，不能让你直接对付这种变态。哦，那你小心。巨影钉，暗影系的中阶魔法。朝贺，你被捕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真是越来越有趣了。你的手上又多了4条人命，你何止要上死刑，连灵魂都得一起被审判。我想还得再加上一个罪名，那就是杀死审判员。跟你这畜生没什么好说的。哟，这样就想拿下我？唐月小姐，你是不是太天真了？
忘了告诉你了，你这几天餐馆吃的饭里都已经被我悄悄放了东西了。不可能！是吗？你现在没有觉得口干舌燥吗？你们审判员警惕性高，我知道，所以我并没有下毒，只不过放了一些有益于你身体的东西。嘿嘿嘿，哦，开始起笑了。哈哈哈哈。我吃。你们审判会想从我这里得知暴躁之泉的由来，于是派了你这样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审判员来缉拿我。可难道你们不知道，我除了是一名魔法师之外，还是一名出色的药剂师吗？混蛋！怎么回事？他们在干嘛？哎呀，到底什么情况啊？我是不是得出手啊？畜生！我要把你烧成灰烬！血液，猎拳，成功！这下肯定完了！啊！他有魔具，竟然毁掉了我宝贵的炎君魔铠！该死！要不是你真把我惹急了，我还真舍不得对你使用诅咒魔法呀！猎拳轰天！还没死，这家伙到底有多少张底牌啊？臭小子，想英雄救美也得看看自己有几斤几两。都是火系，你以为能够伤我多少？一个刚刚迈入中阶的魔法师也想跟我斗？糟了，他能感知到我的修为，我站在这里就能把你灭了。哈哈，你大可以试一试。不过再这样耗下去，唐月就会和之前那几个人一样，被吸走所有的生命。你想要用我美女老师来要挟我？事实上，我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不会做没有意义的牺牲。不如这样，我也不尝试去轰破你的水饶之盾了。你也解开你的诅咒，放了他。火系灵种归你，东方世家4人的遗物归我，如何？好。难道他也不是什么好人？水饶之盾到底能挡下几次他的猎拳轰击，还真不好说。损失了这么一个诱人的尤物，真是太可惜了。可能够收纳火系灵种，那目的也达到了。哎，你得到的不仅仅是东方世家4个人的遗物吧？那你就是答应了。合作愉快啊！放我老师过来。哎，别急，我现在还不会让诅咒魔法直接要了他的性命。等我先炼化这眉眼，你才可以带他离开。我怎么知道你不会在炼化完成后马上对他下手啊？诅咒缠上命魂需要一些时间。当然，你要是敢轻举妄动，我现在就能让他一命呜呼。放心吧，利益交易我一直都很讲诚信的。
变态杀人魔也讲诚信，这倒让我一个大好魔法主义青年怪不好意思了。你说什么？没什么，只是谁说老子一定要有火系？多亏你给了我这么长的时间来拖延，呼唤雷系星图之书确实要费点功夫。你有双系，一力红顶。手指雷落，简单粗暴。哇塞，中间雷系魔法简直是太帅了！啊，唐月老师，你没事吧？别过来！啊！你去把梅岩炼化了。不，梅岩什么时候都可以炼化，你的安危要紧。赶紧给我滚去，把它炼化了！别告诉我你不知道我现在是什么情况，再敢前进一步，就把你剁了喂狗！那灵品火种很快就会消散的，你赶紧去！真的给我？是。那，你自己照顾好自己，我先去炼化梅岩了。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滚！猎法师和大世家，甚至包括被通缉的杀人犯，为了这梅岩，他们都争得头破血流。没想到这种瑰宝最后会落到我的手上，真的是太走运了。真的便宜这家伙了。本来这梅岩得上交，要不是我现在无法回收，是断不可能给莫凡的。不过这次把莫凡带来，看来是对的，否则事情更加麻烦。啊！等等。模具遗物全都要上交。那是当然，那是当然。唐月老师，你没有事吧？我很好。哎，唐月老师，朝贺的这枚戒指看着有些奇特啊，是做什么用的？跟我讲讲呗。没心情。灵火会改变魔法师的体质，将来除非遇到更高级的火种，任何火焰对你造成的伤害都会相应减弱很多。原来如此，还以为魔法师的体质永远都这么弱不禁风。如果能对烈焰有一定免疫效果，这可是最大的生命保障啊！以后遇到同样是火系的魔法师，那我就基本上立于不败之地了。所以你追捕朝贺是因为要查暴躁之拳，也就是博成的那件事。暴躁之拳是很特殊的药剂，不可能轻易落到黑教廷手上，还是那么大量的。我们怀疑，以前有哪位不守魔法师公约的药剂师，为了谋取利益，将这种最高级精品卖给了黑教廷。朝贺这里应该有一些线索，可惜他死了。但愿他的戒指里有什么可以找到的吧。唐月老师，你真的没事？唐月老师，你这样，年轻人玩得开，老汉我是知道，可这是出租车呀！再看一眼你就死定了。
啊，这，搞什么呀？这样来来去去的，很折磨的。你闭嘴！这件事情不许说出去。其实，我是会负责的。审判员一生可以有2次误杀的机会，你需要我把这个名额给你吗？算了，不说了，这事我会保密的。我今晚就要回明珠市了，下次来宋城时，唐月老师赏个脸，出来喝个咖啡。你是想跟我提2次觉醒的事，又不好意思开口吧？想要继续提升实力，是不能过度依赖星图之术的。使用的次数越多，星子就越能把控，产生的副作用就得不偿失了。毕竟以你现在的修炼进度来看，很有望达到更高境界。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把星图也把控住，不如在家冥修，等修炼差不多了再去大学，也能有更多的时间接触新东西。既然答应了帮你2次觉醒，就不会食言。我已经跟那里打过招呼了，你自己过去就行了。唐月老师真是太讲诚信了。明珠塔在这个魔法世界里竟然成了魔法协会，厉害厉害！不好意思啊，挤一挤，挤一挤。有什么需要帮助您的吗，尊贵的魔法师先生？哦，我来觉醒，有人帮我预约过的，叫莫凡。好的，莫凡先生，觉醒屋在这边，请跟我来。魔法协会一直是世界上最权威的魔法组织，只要是魔法师都需要遵守魔法师公约，达到中阶的魔法师就能享受1对1的服务，诸如物品交易、悬赏信息，我们都会代为处理。节省客户时间的同时，可以免去很多繁杂的程序。郭先生，需要觉醒的那位已经来了。让他坐那儿吧。小棉，觉醒师准备好了吗？释放什么系的引导师？雷系的。您不问一下？我最烦这种不学无术的2世祖，以为用钱就能砸出一个雷系。要不是我正缺进货的钱，根本懒得给这种人浪费觉醒石。2世祖？什么？小子，过来吧，我得事先跟你说好，觉醒什么是由老天爷和你自身血脉来定的，就算是引导觉醒，成功率只不过提升一些，所以你要是觉醒一个光系、水系什么的，也别怪我。这个我知道，我要觉醒的是暗系，怎么放的是雷属性的引导石啊？给他暗些。第1系就想觉醒黑魔法，想多了吧？怎么回事？危险！这就是暗影系，引导成功了！耶！在大学这样一个风花雪月之地，没有一点像暗影系这样酷帅的技能，怎么万众瞩目？怎么脱颖而出？怎么泡风华正茂的女同学？
这种感觉似曾相识啊 ！Oh my god！ 又杀出了一个新的能量，第4系，没错了，出现了第4系。啊，星辰怎么没有颜色啊？透明的。你好了没有呀？外面还有魔法师等着呢，你可别……哎，你觉醒的系怎么没有颜色？召唤系，你竟然觉醒了召唤系！小子，你家花的10万是值大了！哇，太棒了！好了，觉醒了就赶紧走吧，我还忙着呢。谢谢您了。觉醒了特殊的系，不努力还是渣，更何况你年纪这么大了，比正常人慢了不知多少，没啥值得兴奋的。我年纪很大吗？啊，你就是唐月介绍来的那个中阶魔法师吧？莫凡，是叫莫凡。快，小棉，看茶。我叫杨大海。刚才走的那个青年才是莫凡呀！师傅，咱是不是弄错人了？那他其实觉醒的是第2系了。这么年轻的中阶魔法师，第2系觉醒的还是召唤，我郭丽宇是彻底服了。我来觉醒雷系。小棉，带他去觉醒室。嗯，师傅，你不是叫我去泡茶吗？泡什么泡？我说错什么了吗？西夏，有个好消。莫凡哥哥，你说我会不会一辈子都没办法正常走路了？假如你一直不能走，那我就送你一双翅膀。异魔具，以前这对我来说遥不可及，但现在4系魔法在手，只要再努力一把，终有一天我会亲手送给他一双美丽的翅膀。心夏，你等我。很好，接下去是第10课。来了，好样的！终于掌握了中阶魔法星图的要领了。哦，半年。还有半年，明珠学府将再次面向社会招生。好，再来。再一次仰望着星海，最初的梦还在，坚定才能勇敢，热血不散。再一同搏击未来，棋子练心一举成败，不被谁称赞才最不凡，只有我能主宰。再一战，全力以赴，不留遗憾。我踏着白的女来去开 ，Every time you remember how you get high， 有梦就必要万古未来 ，Sorry 再 run till we start。时间过得可真快啊！一转眼，咱们来这明珠市都1年了。爸，这1年来，我光顾着闭门明修，家里都靠您一个人撑着，辛苦了。哎，你们俩现在就应该把心思放在学习上。明天是你重考的大好机会，希望你考上一个好的魔法学府。以你的双系天赋，估计名校都很希望录取你的吧？我不打算把双系天赋暴露出去。那你用什么考试啊？想要进明珠学府的考生数以万计，
雷系很难从中脱颖而出。如果我将召唤系作为第一系去报考，并且星辰确确实实达到第3个级别，那我就可以被破格录取。不是，你啥时候又觉醒了召唤系啊？这次闭关还真让我充分体会到，无论是血海无涯还是魔法无边，都是路漫漫长，修远兮。所以，大学，你爷爷我要潇洒来了。召唤系，天赋还是很难得的。不走正规的考试形式，而是选择面试考，你是不是对自己的真实实力没有信心啊？毕竟第一系就是召唤系，先天的优势就在这里了嘛。星辰测试算是达到我们录取的最低标准线了，不过你至今没有使用过召唤技能，这让我们有些为难呐。这一届报考的召唤系学生真心有点少啊，别搞得连一个宿舍都凑不齐呀。哎，肖院长，有一个各方面都非常出色的土系魔法师，地波的使用独具匠心，竟然制造出类似于流沙的效果，将一只试炼兽给困住了。这样的话，按照现在的名额，他们2个只能收1个。哎，老师，我明明达标了，怎么能临时被替换掉呢？先别着急，莫凡同学。这样吧，你既然已经能够把控7颗召唤系星子，那我们就看你的第1次召唤的表现，然后再做决定。这样还算合理。给你1个星期的准备时间，1个星期后让召唤学系的老师来做一个评定。这1年来，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基本功的修炼上了，现在要我盲目召唤，万一召出个莫名其妙的东西，还真没处放生了。哦，喂，唐燕老师，近日可好？你别挂电话呀！学生是有正事要请教你。等很久了吧？刚到一会儿。唐燕老师今天打扮得真好看。散散步吧。召唤系的事还蛮复杂的，跟你慢慢说。召唤系应该是所有魔法类系中浮动最大的一个系了，用得好，等同领域里便是无敌的存在；用得不好，跟出门遛狗玩的普通人没啥区别。所以说我才这么着急来找唐月老师你嘛。次元召唤本身也是一个充满未知数的技能，在你使用了次元召唤之后，你的意识将会进入到一个不属于我们世界的位面之中，那个位面称之为召唤兽位面。在那里，你的意识会飞快地在整个召唤位面游荡，并且搜寻着最近的生物。另一个位面？好了，这里没人，就这儿吧。老师，来这林子做什么呀？不会吧，来真的？是真是麻烦，上个大学还要拖这么久。老李，你觉得召唤系有什么了不起的吗？和你比起来，确实没什么。我倒要看看那小子有什么本事，敢跟本少爷斗。要是他们不收你，咱们就去燕都市吧，毕竟那里才是我们的根基。不去，我就让那些嘲笑我的家伙们看看，不靠我爸，我一样可以比他们强。更何况踩踩这些自以为是的家伙，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好吧，只要不惹出大事来。罗松啊，坐这儿吧。你这小子不去燕都市，非要和一个召唤系的学生争，李叔，区一个召唤系怕什么？你没有准备任何辅助道具吗？太贵了，买不起。好吧，那开始吧。没钱还学召唤系？看，他开始了。陶冶老师，这么直截了当啊，我都没准备好。什么？我是让你在这儿试炼使用次元召唤。那咱们开始吧。我在旁边控制，万一有问题，我来帮你。这个世界上位面不是单一的，
召唤位面算是我们人类比较熟知一些的小位面。更准确地说，召唤位面本身就是依附在我们的世界的。你的意识在召唤位面之中游荡，遇到的召唤生物也将完全不同。以你中阶魔法师的意念去召唤，多半是能够召唤出实力较高的召唤生物，但是还是得看你自己本身的意念强弱。别忘了用你的意念去说服他。就你了。怎么回事？要不要去帮忙？现在是考试，怎么帮？莫凡同学，你和召唤生物并非是主仆关系，你是借助次元的力量，请求他们从另一个位面到你的位面来协助你战斗，不能强制捆绑。将意念化作绳索，绳索就是绑架，这样不行。精神烙印一旦成功出现在召唤兽身上，就算是召唤成功了。吃软不吃硬的家伙，果真跟我脾气相投啊！血统很优质的幽狼兽啊！第一次召唤，怎么可能召唤出幽狼兽？他确实是第一次召唤，这点我很肯定。他的意念比我们想象中强大。萧院长，这名学生我们召唤系要了。召唤个幽狼兽有什么了不起？这样的宠物我一个人可以灭一群，底不挪阴。让你的这只幽狼兽和我玩玩。那正好，幽狼兽骁勇善战。如果叫他来仅仅做个展示，我也没法交代。他要挑衅你，你就应战吧。哎呀，这种破狼跟看门狗没什么区别。来呀！飞沙走石，一波陷落。快，再快点，跑起来！该死！让你第一次召唤的东西直接变成一具尸体。罗宋同学竟然会终结魔法！哎，没想到少爷这么早就暴露了真正的实力。我们罗宋少爷不仅是土系法师，还是冰系中阶法师。见识一下冰锁的厉害！遇到了
我罗宋算你不幸。住手！战斗本来就没有手下留情的说法，我要给这家伙好好上一课。别打了，别打了，莫凡同学，稍安勿躁，稍安勿躁。什么情况？紫色。雷系中阶，敢对我的狼动手，我就直接把你灭了，胖子！哎呀，试炼而已，不要动真格的呀！哎呀，莫凡同学，你早说你是中阶法师，我们就直接录取了。灵系中阶了不起啊，就非得逼我动粗？少爷，你先收手吧。小郎朗，快回来！表现得不错。莫凡同学，虽然我们不知道你一个雷系中阶魔法师为何会选修召唤系，但我们尊重你的选择。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们明珠学府的召唤系学生。小胖子，你也入土系学院吧。开学初你就上了重要一课，对你来说是好事。少说两句吧。你是来自博城，啊，挺好的。从你身上我看不到一点灾难后懦弱的阴霾。谢谢院长，谢谢各位老师。你给我等着！莫凡哥哥，我考进宋城学府了。太好了，恭喜你啊，心夏！我一有空就去看你。学校里有谁欺负你了，你一定要跟我说。心夏，我一定会混出个样来，然后给你买最顶级的异模具。好，人都到齐了。到齐了？难道全系总共就7个学生，而且连一个妹子都没有？这是要养葫芦娃吗？召唤系可以说是所有学系中最与众不同的，上课方式也和其他系有很大区别，基本上对你们是放养状态。要是实在无聊没事做，到别的系的课堂上去坐坐也行。明珠大学有一个传统的迎新节目，这是我们召唤系要面对的头等大事。表现优异的前2名会得到一瓶炼兽之血。那个炼兽之血是干嘛的？炼兽之血可以让你的召唤生物进行一次洗髓，实力也因此大幅度的增长。哦，姜老师，您快说说迎新节目是什么？海大富同学，你很快就会知道了。这有可能让你们成为我们全校新生的焦点，也有可能让你们成为全校的笑柄。哦，全校的笑柄，难道迎新节目就是单为我们召唤系准备的吗？哟，我还以为我是第一个来的呢。呵，这货差一点就帅过我了。自我介绍下，我叫赵满言，主修光系。莫凡，主修。大家好，我叫张平谷，以后哥几个多多关照啊。哎，兄弟，聪明。这个位置一眼就可以看到窗外的景色，以及对面的女生宿舍。嘿，这是我的床。原来是赵哥啊，没事没事，这床为你用。哎，你主修什么系来着？召唤系。哦，这么说那位学姐说的没错，我们宿舍应该是一个混系宿舍。兄弟，我听说你们召唤系有大麻烦了。大麻烦？什么意思啊？就是迎新节目。历届明珠学府都会在迎新大会上举行一场斗兽大赛，在斗馆的超大铁笼内会放有一只怪兽，所有新生都可以自发地走入这个大铁笼里，与这只大兽进行战斗，相当于向全校师生们展示自己的实力。斗妖魔，这么刺激？谁说是妖魔了？斗的这个兽就是用你们召唤系新生的召唤兽。什么？这不是坑我们召唤系吗？谁让你们召唤系是最为特别的一系呢？我真羡慕你们能够在全校师生面前展现自己召唤兽的强大呀！到时候不知道有多吸引妹子呢，说不定连木奴娇都会爱上你哦。哎，想多了吧你？木奴娇又是谁？
不会吧？全校男生心中的女神你都不知道啊？我哪有空管这个？哎，这斗兽大赛简直丧心病狂啊！你呀，自求多福吧。大学的竞争是很残酷的，为了一点资源而动用家族背后势力来谋取利益的大有人在。校方对此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要谨言慎行。当然了，哪个家伙要是做了太过分的事情，你尽管来找我，老师会给你做主的。上个大学被人蹂躏了，还要找老师出马，那自己真就是个小屁孩了。好痒，好痒！哎，饿了吧？我现在已经达到3级的召唤系星辰了，这些魔能对你会有好处的。哎，莫凡兄弟，你瞧，斗兽比赛还真是隆重啊。可是，一共才7个人，要对付全校学生，够呛啊。听说你们系其他6个人是住同一个寝室的，他们早就开始强化训练了，就是没带上你。哦，是吗？你还挺神秘的。哎，看在我们同个宿舍的份上，剧透一下你的召唤兽吧。幽狼兽，幽狼兽，这家伙的战斗力可比普通的成年妖魔还强几分。看来你是要在斗兽大赛上大显身手了，小心成为所有人的目标哦。你这个朋友我交了，有什么问题可以来找我。你同样也是初阶魔法师，能帮我什么？以后你就知道了。怎么了？不好！那家伙肯定又跟别的召唤兽打架了。幽狼兽！我就没见过像你这么好斗的召唤兽。哎，你可别真死了！还活着就好。看来怨兽之血是没希望了。你这样根本不可能参加斗兽大赛啊！那7名召唤系学生的召唤兽都打听好了吗？打听的差不多了。那个叫海大富的召唤兽是白铠战折，战斗力不会输给一只成年的妖魔。郑冰晓的是一只炎魔士，力量与防御都相当强大的召唤兽。哦，对了，还有一只石骨妖。石骨妖，这东西可相当不好惹啊。还有一个好像叫莫凡，我至今没有打听到他的召唤生物是什么。总之，到时候我们就找软柿子捏，哪怕打赢1个，学校都会有大奖励的。杨毅，人呢？感觉好紧张啊！哎呀，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就喜欢这样的场合。那家伙到现在还没有做准备，他难道打算临阵脱逃吗？在我演讲之前，我想先向你们确定一件事：假如你们只想将来拿着相当高的俸禄，过着高品质生活，那么我很负责地告诉你，你来错了地方。明珠学府中走出来的魔法师，必定是拥有改变世界的能力，必定是能够担当起守护人类使命的英雄。财富名声我们并不缺，缺的是一颗追求至高魔法的永恒之心。今天就是你们尽情展示自己能力的时候，请上今日的7位主角们，召唤系的新生。莫凡，你怎么了？没什么，看到自己的老同学了。你别紧张，召唤系虽然是很特殊，
但这并不代表将来就一定比我们强啊。我们雷系从来都不惧怕任何系别。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还不是召唤系。你是说他是双系？或许很多人会有所不满，凭什么他们召唤系一入学就成为了焦点？没有关系，击败他们，你们就是今日真正的主角。那么你们谁先来？我来。那这里就交给你了。当心啊，大副！加油，大副！加油！你们几个渣渣一起来吧，免得浪费时间。臭小子，信不信我一招就把你的破召唤兽给灭了？走！哼，才这几个，完全不够给我召唤兽塞牙缝。快散开！我这白铠战者很多时候不听话，等会儿你们缺胳膊少腿儿，可别来找我要医药费啊！顾老师，你快出手吧！再这么下去，那学生恐怕就没命了。光耀失明，这么近的距离，你的召唤兽必定会被灼瞎。遇到我，算是你的不幸了。停！干得漂亮，好样的！干得漂亮！你玩阴的。对技能的运用不仅熟练，而且巧妙。啊！哈哈！难道你不知道虫族妖魔本来视觉就很弱吗？没事，快，医疗队！好。啊！尝尝我的雷劲！雷系又怎么样？啊！还有谁？来啊！这么厉害！海大夫已经撑了3轮了，看来我们召唤系胜利在望啊！不见得，你看，白铠战者有些体力不支了。啊！海大夫顶不住了，这下麻烦了。哼，那不是更好？直接出局一个，就剩下5个人竞争炼兽之血了。喂，王立挺，你的数理论是魔法老师教的吧？我们还有6个人呢。他有必要算进来吗？别这样说呀，怎么说也是一个系的。况且蒋老师也说了，假如我们累积人头数没有达到100，就会将我们的资源给其他系了。没啥大不了啊，你们所有人没达到的数目，我1个人就可以补上了。真能吹？我吹？行，那你上吧。不，我很差劲的，要不莫凡你先上。我的召唤兽受了重伤，所以我的数据就靠你们来补了。哼，早知道你是一个废物。召唤系的是都死了吗？没人敢出来呢！死了吧！快上！哎。
吧。我来耍耍这小书生。哎，不要耍他！哎呦！啊！等这头幼崽长大，看你还敢猖狂！我会很勤奋修炼的，以后绝对不会给你们丢脸的。我的游浪兽，你什么时候能醒过来？没事，我们会最大程度的补回来。接下来由我上场吧。他的召唤兽是什么？是郑斌晓哎，他还挺出名的。看来实力不凡嘛。哎。各位，不好意思了，炎魔士不惧攻击，甚至连雷系技能对他来说也不过是隔靴搔痒，你们就别忙活了。好样的，郑明晓，不愧是我们班长啊！看看雷系和火系那些人脸上的表情，站着他们是进攻系就嚣张猖狂。结果碰到郑冰晓的召唤兽，一个个都变孙子了。哎，怎么是他？小棉，有你认识的人吗？也不算认识吧。师傅，我遇到1年前在我们那儿觉醒的那名很年轻的中阶魔法师了。他竟然也是明珠学府的新生。对呀，才觉醒1年，竟然就考进了明珠学府。说什么呢？都还不认识他，怎么就叫人家谈恋爱啊？竟敢跟我抢秦小棉，我要让你死得很惨！召唤系原来这么变态，这一个打我们一群的本领，叫我们其他系还怎么活啊？等到了终结，谁强还不好说呢。他们修炼起来太过依赖召唤生物，在没有一定昂贵辅助道具帮助的情况下，是很难俘获强的召唤生物的。快看，那只野魔士好像顶不住了。我认输，炎魔士不行了，我没办法为了奖励不顾炎魔士的安危。炎魔士应该是他们召唤系最强的吧？不出意外的话，他们中还有一只石骨妖，这生物凶残至极啊！那我们还是挑软柿子捏吧。主角都是压轴出场的，现在该我了。估计轮不到你们几个上场喽。我听说他们召唤系是有指标的，需要干掉我们100人，这石骨妖估计就可以揽下一半。是不是我们让他们不达标，原本给他们的资源会到我们土系来？那是当然，能者多得啊。可我们土系对付那石骨妖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你们等会儿不用谢我啊！谢你？莫名其妙。尸体的味道。我这召唤兽，它不光吃尸体，也吃活人。你们谁有胆量就过来试试。我。这次的资源归我们土系所有。土系也有胆量上来。小胖子，你知道我的石骨妖最喜欢什么吗？就是你这种有肥肉的人了。知道一块冰从30米高的地方砸下来会碎成几段吗？说什么？我看你是脑子有问题了吧？你就祈祷自己的石骨妖骨骼硬朗一些吧，不然收拾都是一件麻烦的事。
明锁。终结魔法。顾老师，是不是得把场面控制一下？既然是斗兽大赛，受伤在所难免，得让这些孩子历练历练。你们几个一起上吧，免得浪费时间。现在怎么办啊？还有谁能上吗？都不是他的对手啊！要不我们一起上，跟他们拼了！哼，我对你们根本没有兴趣。不是还剩下一个，留给你们了。还剩一个，是个弱鸡。兄弟们上呀！上呀！资源就没你们的份儿了。尸骨要被解决了，我们就没有什么好怕的了。走，我们上。李俊威，你们要挑战他？有什么问题吗？没什么。祝你们好运吧。喂，剩下的那个召唤系的小子，出来应战！别当死头乌龟啊！莫凡，不要过去，我去协商一下。今天的比赛到此结束。我感觉到了。什么？我的幽狼兽，它醒过来了。郑冰晓一共干掉了25个人，是目前数据最好的。我们今天的目标是多少？看你心情吧。好像比上次看到的时候更强了。怕什么？一只幽狼兽而已，又不是石骨妖。我怎么感觉不是普通的幽狼兽啊？灭掉它再说。元之阵。风水雷火土一次性凑齐了，这次你可以打过瘾了吧？大头，干扰牵制住他。风鬼，飘影。好，动手，让之前那帮虾兵蟹将看看我们之间的战斗默契。上，动！水域保护。怎么会？3级的水域都抵挡不了！畜生，尝尝我的雷印！干得好！这些对他根本不起作用的。好了，现在该你了。快散开！看我后面！我释放不出魔法了，只好有防御魔具了。增强！这名学员不错，伊蒂博迅速地将2名没有任何防御和逃跑能力的火系、雷系队友推送到安全地带，再以自己的魔具护住自己和身后的水系同伴。那只幽狼兽的飞沙走石明显强到足以将他们全部打得千疮百孔，结果被他一个土系法师给化解了。可惜啊，最终还是败了。那只幽狼兽应该能做到3段爆发。回来吧。这家伙太不可思议了！小熊没事吧？可恶，这只破幽狼兽竟然又变强了！莫凡，你太帅了，把我们的数据给补回来吧！你们未免太乐观了一点，要知道离大败100个人的目标还差很多呢。资源是可以掠夺的，要么永远缩在后面，用那怯弱的目光看着别人在舞台上光彩夺目，要么咬着牙狠狠地提升自己实力。
在将来的某一天一鸣惊人，受万众瞩目。肖院长，我有一个疑问，尽管问。我们召唤系没有达到抵挡100人的成绩，这学期的资源将分配给别的系，这对我们召唤系是不是有些不太公平？我们输，原本属于我们的资源给别人，我们赢，那也不过是保住了已有的资源。这个其实我们是考虑过的。在这100人的标准线之后，我们还有另外一条标准，那就是假如召唤系学生能够抵挡下200人的轮番魔法轰炸，那么这一届所有院系的修炼资源都将归召唤系所有。这怎么行啊？怎么可以这样啊？不会吧？既然这样，我想对在座各位别系的同学们表一个态。我这人呢，比一般的魔法师更烧资源，所以，抱歉，你们的资源我全要了。什么？怎么办呢？对呀。这小子疯了是吗？太嚣张了，一点不把我们4、5千号学生放在眼里啊！我作为中阶魔法师都不敢说出这样的话来。莫凡，你未免也太狂妄了。叶主任，记得好好教训一下。一看就是没见过世面的，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同时要修4系魔法，却没有庞大的资源支撑着，那结果将是一事无成。现在既然有这样一个绝好的时机放在我面前，难道连拼都不拼吧？就让他这样从我面前飘过去吗？为了能成为最强的魔法师，拼了！我们并肩作战。最看不惯这种自以为是的家伙，兄弟们一起上，把他灭了！都放马过来吧！暴虐！地沟陷落！灵幻覆盖！来呀，继续呀！我叫张离峰，从你上场一开始，我就看你相当不爽，我会让你知道我们庄氏的厉害。哼，终于有大师家大家族出现了。我先灭了你这作威作福的畜生，再好好教训你。周立峰，干得好！一切之头，我来帮你，绝对不能让这小子拿走所有人的资源。我自爆裂！别去管那个风系的家伙，先把其他人解决了。缠绕！干得好！植物系，真的以为我只是一个风系的魔法师吗？哼，有点意思。可惜你根本不能描画出完整的星图，小小的初阶，休想治得住我的幽狼兽。愚蠢！难道我只能攻击你的召唤兽吗？这违规啊！怎么可以直接攻击召唤师？本身大赛定义就是召唤系与别系之间的斗争，至于目标对象，并没有规定的那么清晰。难道是雷系魔法？我可没说我不是中阶魔法师。雷印神策！他竟然也是雷系的！
一只进阶期幽狼兽配上娴熟的雷印，根本没有人打得过他了。那就慢慢磨，把幽狼兽的体力给耗尽。这里每个人还真不能小觑，其中肯定还有中阶法师。不管是什么级别的魔法师，我都不会再手下留情了。击败人数的数据还在增长。照这个架势，他还真有可能一个人打全系啊！院长，这都150人了，难不成真到达200，就把全系的资源都给他？一个不知来历的家伙，竟敢跑到我们明珠市的地盘上撒野！白桑风，你是我们中最早把控星图的人，这个露脸的机会啊，我们就让给你了。自然得给我。我奉劝你们几个修炼上点心吧，免得下次也只能龟缩在这里品头论足。我现在就去终结这个小子，让他们都搞清楚，这个明珠市是白家说了算。还以为我这个侄子会很耐得住性子。白家都动手了，这场风波该收场。学校给新生的资源，我们白家是不在意的。他是看到明珠学府被人灭了风头，才坐不住的。莫凡是吧？小风，我爱你。唉，不得不说，你的实力在这明珠学府新生中算排得上名号了。你也算聪明，利用中阶的优势来争取到更多的资源。或许你得罪那些并没有什么背景的学员，确实不会怎么样。但你别忘了，新生里面还有很大的比例是世家子弟，这些大……去！你怎么那么多话，跟个女人似的？我的铠甲模具，铠甲。宰了你这个混蛋！你出局了，凭什么？我自己有铠甲模具，根本不需要你保护。刚才那种情况，你确定你能稳定的启用模具吗？太滑稽了，他都还没出手就被判出局了。刚才还在那说个没完，说也说的不大气。莫凡，我要你的命！木无尊长。哎，你继续吧。啊，我们辛苦主修的召唤系，在他那儿竟然是自修，而且他的雷系都已经达到中阶了。都没打他吗？我想上，但是我没能力怎么办啊？199，还有人吗？哎，有人挑战了！是梦魔教。哇！经典。木秋啊，他竟然出手了！最高的女神，碧血，给我指！我来会会你吧。你就是木奴教，我们商量个事儿呗。你已经是我需要挑战的最后一个，我能够感觉得出来，你的实力挺强的。在说什么呢？这么说吧，你赢了，那也不过是帮你们系保住了那可怜的一点点资源。但假如我赢了，我得到的是所有原系的。所以呢？我们3-7分，如何？你还真可爱呢，辛辛苦苦战到现在，就把胜利果实白白送我3成。交个朋友吧。我作为一个对美好事物有着崇高追求的男人，是不介意将这种身外之物送出去的。那如果我要7成呢？不识相啊！别耍些小聪明了，开始吧。怪不得传闻说你是天仙之姿，视战如魔，果然没错啊！既然敬酒不吃吃罚酒，那么来吧！
封盘龙卷，5成，最多5成。往风小的地方跑！右狼兽回来！你要撞风盘吗？不！没事了，没事了。毕竟是一只难得的召唤兽，我不会下狠手。多谢手下留情，不过我也不会就此认输。那就拿出你的真本事吧。右狼兽，你先回去休息。霹雳跟你那风盘可是截然不同的，直截了当，从天而降，干净利落。风尾飘影，好厉害的女人，这霹雳都躲得开。之前我就在周围布置好了风之轨迹，看来你要输喽。是吗？你的风盘龙卷从那么远的距离卷过来，我早就躲开了。我有说过我要使用风系魔法吗？昆之灵囚牢。原本好好的斗兽大赛，最后竟然演变成了中间魔法师的战斗。女神发威，将你的秦风都铲除了！这个斗士就在这，从今天开始，她就是我的女神！认输吧。没有人可以躲得过我的昆之灵。你输了。暗影系，你怎么可能会暗影系的技能？这个你别管，你现在应该说什么，知道吗？输了。全部给你们大波涛！不会输啊！萧院长，这该怎么办呢？要不我们劝莫凡主动放弃，否则影响太大了。好了，今天的斗兽大赛到此结束。萧院长，事实上，分配下去的公共资源对你们的修行构不成绝对的影响。你们真正无法接受的是这些好处落到一个人的头上。都忘了我开场对你们说的话了吗？一成不变的规矩是该改改了。今天我很高兴，虽然这离改变世界还差得很远，但这至少是一个很好的兆头。萧院长，你是否考虑过，像我们这种出身贫寒，从来就要靠学校的资源来维持修炼的学生？既然你这么问，那么我就告诉你们。现在夺走你们资源的这个令人无比憎恶的学生，他来自博城。萧院长，我这枪躺的，你这不经过我同意揭我老底，不太好吧？我宣布，
该学期全系公共资源都将归莫凡所有。莫凡，你做到了，简直是神了！你还真给我们召唤系长脸啊！哎，赵满烟，咱们宿舍的人呢？哦，他们都搬走了。搬走了？为什么？还为什么？被你这个大人物给吓着了呗？被我吓？兄弟，你这回虽然出尽了风头，可是也结下了不少梁子哦。哦，那又怎样？你瞧，你就没有那些大世家的子女会做人？什么意思？你还不知道吗？斗兽大赛之后，木奴娇将新生大赛的责任揽在了他自己身上，并以木大世家的名义捐赠出了大量资源给全系的学生。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别说你了，连学校都没有想到他会这样做。谋略而已啊。怎么说？来，哥哥给你好好上一课。这每年呢，各大世家都会花费大量的资源用来争夺从名校当中走出来的学员，甚至学员还在就读的时候就早早预定了。木大世家无非是将这笔资源更早的透支出来，一次性收买全校的新生。啊，果然是大世家，出手不凡呐。那也算是大出血了吧？虽然明珠学府的人不是个个都能飞黄腾达，但成功的概率还是很大的嘛。就算最后很多人还是不加入他们木大世家，可他们名声却相当好，咱们都是值得的嘛。赵满烟，看来你也不简单呐。哎，莫凡，你到底是怎么逃脱出那中阶植物系魔法的？那一大片丛林太茂密了，我们谁都没看清你使了什么招数。这能随便告诉你？你这大嘴巴，不要一顿饭功夫，全校都知道了。哎，你偷偷告诉我吧，我嘴很严的。哎啊！滚犊子！你好啊你！你说不说？你打我！我就告诉你怎么样啊！院长，这里的藏书是全国最多的，暗影系的书籍也很齐全。哦，考核那天我就知道你还藏着别的什么能耐。尽管我并没有看到你是如何逃脱出昆之林的，但我嗅到了黑暗气息。有些情况我不太方便透露。你不想说，我自然不会多问，但终有一天你会自己暴露出来的。好了，我们该说是今天主要的事情了。哎呀，就等您这句话了。公共资源本身就分成无数份给各系学生。校方决定将这些资源折算成你能够使用的资源，只要别层层拨扣就行。你这个小鬼头啊！这里有几件高品的模具，适用于中阶魔法师的战斗。每一件都价值不菲吧？你先挑吧。还有修炼资源、召唤兽资源和奖金，稍后再给你。哇！你手边这件模具是血兽靴，由长白山血兽的骨血炼制而成。穿上它，双腿将获得血兽那强大的奔跑能力，腿部力量能劈山碎石，还能做主动攻击啊！好家伙！哎，这个呢，有点像一件铠甲。不错，这是一件铠模具，全称是青灵铠。最大的特点就是灵活柔软，但防御能力不够强。这种铠模具应该是最下乘的了吧？但是抵挡奴仆级妖魔的攻击还是不成问题的。哦，来，看看这件斩魔具有没有兴趣？它叫巫斩，激活它之后可以幻化出一只巫者的前臂。杀伤力堪比2只进阶期妖魔的合力一击。还有这个，哎，院长，我想好了，就这个血兽靴。暗影系并不是无敌的，它不像风系、土系那样能随意移动。血兽靴确实会对你有所帮助，穿上试试吧。
给你的修炼资源是进到三步塔修炼一次。三步塔？明珠学府之所以能够独占鳌头，跟三步塔有很大的关系。那是一处修炼圣地，可以帮助你一口气冲破修为的堤坝，所以这次机会相当难得。谢谢院长。你自己努力得的，谢我做什么？不过我想给你一个小建议，由于机会宝贵，你最好选择一个恰当的时机进去。以我的观察来看，现在去对你的收益达不到最大化。行，我明白了。这张卡里面有200万元的奖金，这学期所有系的公共奖学金都归你了。对魔法师来说，钱财本就是辅助之物，最重要的是追求更高的魔法之道。你应该明白，一个真正的魔法师，他的职责是什么？人类又是处在一个怎样的境地中？路漫漫其修远兮，我不会满足于小小的终结。但愿更大的灾难到来之时，你也可以像在博城一样出一份力。谨记院长教诲。煤岩火种市场价都已经超2000万了，那雷种价格肯定更高。至于异魔具，更是想都不要想了。这200万奖学金是远远不够的。爸，我给你打了一些钱，你去市区重新找个房子。哦，还有，心夏行动不便，有一个人在宋城市，我想给他找个保姆。是学校给的奖学金，放心吧，我够用的。范默先生，刚咨询过了，在明珠市做城市猎妖人需要达到猎人精英的称谓。您以往这些猎妖资历还未达标。竞争这么激烈，那猎人精英称谓要怎么获得？需要您完成的悬赏委托足够多，增长猎者贡献值。目前的数据表明，您仅仅是中级猎人，也就是俗称的菜鸟猎人。我的实力可以胜任高难度的委托。可是我们猎者联盟是需要对雇主负责的，不能善用没有达标的猎法师。你可是专业的猎者助理，就不能想想办法吗？那你退我钱，快点！这样吧，您这种情况可以考虑进入私人猎所。私人猎所是一些猎人大师创办的，他们凭借自己的好名声来直接吸引雇主，往往收费更高，完成率和效率那也是相当可靠。好，就这么办。范某先生，这家私人猎所是明珠市老字号了，名声相当好。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很多猎法师去了没几天就辞职了，兴许是头儿要求比较苛刻吧。啊，这是他们的地址，您直接去那里面试就行了。嚯，好霸气的名字！是委托的难度定价钱，起步价30万。我是来面试的。你想做猎妖师？年纪太小了吧？我年纪小，小丫头，你12岁最多了吧？玲玲，有人委托吗？爷爷是来应聘的，年纪太嫩，不要了。这小丫头。啊，爷爷有肥羊。怎么说？神色慌张。穿着打扮来看，应该是有钱人家的少奶奶。这猎所感觉像谋财害命的黑店呢。欢迎光临。来都来了，进去看看再说吧。
是说你的丈夫可能是妖，会半夜出去行凶？本来我是不敢相信的，直到今天早上给我老公洗衣服，发现他的衣服里全部染着血迹，我真的很害怕。假如你丈夫真是妖魔，你还能活着过来找我们吗？我也不知道，白天他看上去倒是很正常。老人家，你可要救救我呀！还有我的孩子。哎，那你赶紧报警啊！警察肯定不会接这种事的。你说的这些还不足以成为有妖魔的铁证。乐观点想的话，你丈夫或许不是什么妖魔，只是一个普通的杀人犯罢了。普通的啥？求求您帮帮我，我可以马上付你们钱。很抱歉，我们无能为力。你们怎么可以这样见死不救？要是我的家庭出了什么事，我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为什么不帮帮他？小伙子，凡事不能看表面呐。难道其中还有什么隐情？看看这个。哎，这户人家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看这个地址，和刚才那个女人说的是同一个地址，这是怎么回事？这是刚才那个女人的丈夫跟我们签订的，但他的说辞是半夜行凶的人其实是刚才那个女人。你说的我浑身鸡皮疙瘩都冒出来了。小伙子，这个委托就由你来解决了。哎，你决定录用我了？怎么怕了？那倒不是，只是我根本搞不清楚他们谁说的是真的。不用在意真假，委托人只希望我们保护好他们的孩子。好，那我有队友吗？有啊，啊。带这么一个小丫头去猎妖，开什么玩笑？看清楚了，是我带你这个菜鸟去猎妖。猎妖大师，爷爷，我不要这家伙，看起来笨头笨脑的。招人这么难，好不容易来了一个不怕死的，就他吧。时候不早了，范默留下来吃饭吧。大师好，大师好。范默，我看你还是个学生，怎么想到出来做猎妖师呢？我们院长说了，不能一味埋头苦修，要结合实践战斗，要像猎法师那样真正面对危险，才可以让自身更强。危险才有钱赚，这才是你的真实想法吧？是。我这个孙女儿心智不比一般人，也有些清高，冒犯的地方别介意啊。哦。这次这个10几万的小单子，你就当练练手吧。10几万，还小单子？忘了自我介绍，我是青天猎所的会长，姓包，以后叫我包老头就行。姓包，还是个办案的。你老跟包青天什么关系啊？不好笑啊。爷爷，你为什么让那个人进来？这小子是个好苗子，我相信他会带给你惊喜的。爷爷，简历里写着他来自博城。是啊，冷清正在协助审判会追查萨朗，不出意外，这个萨朗就是博城灾难的主谋。哦，这些你别和范默提，他现在的实力还根本涉入不了此事。
喂，范默，今晚7点约定地点集合。师傅，去杰作私家花园。哎呀，你们拼个车吧，反正他们也是要去那里的。当然，我从不赶美女下车的。斗兽大会上，你让白苍风那么难堪，我们没有赶你下车算客气的了。哼。师傅，开车吧。丫头，别坐那儿，危险！怎么才来啊？怎么样，有什么发现？自己看。哦，哎，你什么时候到那户人家里安装了这么多摄像头啊？估计一会儿就有动静了。这么美的城市里，到底有多少妖魔啊？至少这里就有1只。我去洗个澡。玲玲，你也监视的有些累了，让我来吧。起开！当我3岁小孩吗？死狼！范默，你记不记得这个女人上次说过，她早上起来发现她丈夫衣服上有血迹，就立马来找我们了。对啊，这有什么问题吗？当时她化妆了。假如她是一早发现她丈夫有问题，哪还有心思化妆？更不用说像现在这样淡定自若的洗澡了。哎，有道理，快切到浴室看看。你转过去。那个女人，她……哎，小孩子不能看。哎呀，别闹！他是像蛇一样把皮给蜕掉了。哼，果然是这东西。这到底是什么鬼？那不是鬼，是活人。等等再给你解释。不出意外的话，那女人准备行凶了。活到老学到老啊！世间真是无奇不有。他要谋杀亲夫了。啊，不见了！啊？什么不见了？那女人。走，你去找她。我去找。据我所知，这种东西喜欢吸年轻女人的血。假如是魔法师的话，他的兴趣会更大。我去看着那个小孩，你去小区里把那个女人找出来。好。根据楼房不同的光暗差变化完成坠落遁影，是暗影系。不要啊！关系呢，就亲一下。小心有没是。好，玲玲，林子里没有。到物业那里去问问，年龄在20岁以下又是魔法师的女子有哪些？好。哎，你们继续啊。问过了，符合情况的一共有70多户。不过，有直接登记是魔法师的，大概有6户左右。哪户离那个女人的家最近？最近的一户是3个女生一起合租的，我正在赶过去。要快，尽快找到她，不然会出人命的。怎么是你？你们没出什么事吧？喂，说什么呢？你巴不得我们有事是吧？不在这儿吧？难道推算错了？说话呀！抱歉，我走错了，我还有要紧事。啊，奶奶！别过去，
他是魔法师，能撑得住的。你是什么系？光系的。跟在我后面。有妖魔吗？嘘，别出声。好。死妖怪，总算逮着你了！猎拳！别跑！我去，灯全是亮的，没有暗处根本无法施展暗影技能。范墨，有情况，你快回来！又怎么了？那女人的丈夫，他也在蜕皮。玲玲，怎么回事？这对夫妇都有问题吧？捉到那个女妖了吗？让她跑了。现在什么情况？我这边还有3个姑娘等着我救呢。放心，她们暂时没有性命之忧。你怎么知道？别问了，快！现在保护孩子最重要。好。就是哭，我最烦的就是你哭。范墨，快！他还没有完全蜕皮成功，等他蜕了皮，小孩就死定了。盾影。从现在开始，我就再也没有听到你这刺耳的哭声了。不好，雷印！竟然麻痹不了！快显示东西！啊！范墨，蓝妖力大无穷，小心呐！怪物，今天你莫凡爷爷就要替天行道！啊！什么？不是吧？你们还夫妻联手啊？2个一起太难对付了，我来救你。你不用担心我，暗影系用不了。那好吧，血兽靴。有血兽靴，太好了！快带着孩子走，别恋战会伤及无辜。爸，我会把这不学了。把灯开亮点，免得伤了眼睛。啊！敷个毛线洗呀，差点把我害死了。怕连累楼里无辜的人，所以在屋子里不敢轻易释放魔法。既然你们现在追过来，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梅焰猎拳轰天！范墨，你没事吧？啊，孩子没事吧？都挺好的。我得到刚才那3个女学生那儿去看看。你快去天台，我的猎拳威力比普通的终极魔法还强1倍多。那2个妖怪吃了一个满满的轰天猎拳，就算没死也残废了。没想到你还挺厉害的。嘿，被一个小学生夸2句，怎么那么高兴？那只母的呢？
可能刚才那只鳞皮母妖用弓妖挡住了自己，保住一条命，然后跑了。好狡猾的东西！那3个女生没事吧？不在房间里了，其中一个女生没有受伤，想必是带着她们去医院了。这只呢？死了。这家伙到底是人是妖啊？是鳞皮妖，吸人血，然后寄生在人的身上。短时间内只要将它杀死，它就会再蜕皮，被寄生的这个人就能恢复，继而得救。那赶紧去找那个母的，然后救那个女的呀！不，我们委托算是完成了，剩下的琐事交给城市猎妖队吧。救我！叫救护车！他是人，别让他死了。丫头，你确定不会再变妖怪吧？他是委托人，要是死了，我们另外20万就没了。对。喂，120，我们这里有人受伤了。哟，醒了啊？够能睡的。这不才中午吗？我很晚才回来的。兄弟，你睡了整整2天了。啊？哎，那天晚上你到底干嘛去了？累成这样。别提了。那只母妖会逃到哪里去呢？真的就这么放任不管了吗？这大城市的妖魔看来更是防不胜防，我得更快提升自己的修为才行。耽误好几天了，这段时间一定要安心的修炼。我记得火系和雷系即将突破到中阶的时候，星辰周围也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好家伙，今晚就把你破了！小泥鳅，看你的了！来，给我冲破它！火姿、猎拳、雷印、霹雳、遁影、巨影钉、次元召唤，整整7个技能，我看谁能挡我！哎，莫凡，终于找到你了，我们都快要报警了。报什么警？我好端端的在闭关修炼。哼，你一向神出鬼没的，我哪知道啊？哎，对了，有个姑娘满学校找你啊。姑娘找我？哎，漂不漂亮？性不性感？未成年的小姑娘。玲玲。啊？喂，今晚咱们学校体育馆有一场明星演唱会，我正好有2张票。寇有约没空去，要不给你吧？一边待着。你跑远了。您的饮料。
哎，真的假的？只要我们把那个女人救回来，那家男主人就给100万的酬劳。不是酬劳，是委托金，这钱是预付的。那你赶紧找啊，我去逮，不对，我去救他。草莓奶昔，当我是小孩子？好，猎人大师。你看，地图，这次你不会在全城都安了摄像头吧？才没那么麻烦呢。这不是一般的电子地图，只要我接入那个女妖的血液数据，这上面就会马上显示出她所在的位置的。哇，你可真厉害，这么高科技的东西都会做。待会有血色红点出现的方位，就是那个女人所在的位置。怎么还没有啊？太阳快下山了，再等等。这种寄生妖魔白天和正常人没有一点区别，只有到了夜里，妖魔需要汲取养分才会出来行凶。哇，好好喝啊！小孩子就是小孩子。哎，这个黑点是什么？那是我们在的位置。哎，有红点了！哦，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了？玲玲，你这仪器是不是出问题了？不是说追踪那个鳞皮女妖的吗？怎么出现了这么多的红点？你别告诉我，这鳞皮女妖还有分身的本领？不可能的，我的这个仪器是不会出错的。那这是怎么回事？你看这些红点，多的都快组成一个红斑了。你快告诉我，这寄生妖怪有没有可能像传染病一样传播？寄生妖魔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潜伏，可以传染。只是这种拥有传染能力的寄生妖魔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了，怎么会？啊，等等，为什么这些寄生妖魔要往学校跑？难道目标是我俩？可能是那3个女孩。什么女孩？那天晚上我追踪母妖的时候，被母妖袭击的那3个明珠学院的女孩。啊，那就对了。寄生妖魔肯定没有直接杀死他们，就为了能有新的宿主。快点，天已经黑了，等那些妖怪过来，整个学校都得遭殃。哦，今天学校怎么没什么人？周末都放假了。哇，那还好。可是今天体育馆里有一场明星演唱会。哦，那你不早说。不要进体育馆，里面危险。有病吧？我是今天的伴舞，别耽误我时间。你们不要进去！这个小孩真好玩。哥们儿，不要进去，危险呐！莫凡，你又要搞什么鬼啊？还有谁比你危险啊，大魔头？这样根本不行啊！我得马上通知猎者联盟的人。可是寄生妖魔发展同类的速度极快，等到猎者联盟的人赶到，整个体育场就成了那些怪物的食堂了，而且用不了多久，会蔓延整座城市，到那个时候就不可收拾了。我进去吧。我杀死过这种怪物，还算有经验。你现在马上联络猎者联盟和校方，让他们赶紧加派人手。我先进去，能救一个是一个。也只能这样了。有没有什么办法抑制他们蜕皮变妖？我总不可能对携带了妖血的正常人下手吧？那些妖血很可能寄生在人的拇指处，将他们的拇指部位割开一个口子就没有事了。但那些已经蜕皮成妖的，必须将妖杀死，便会像那个男主人一样恢复正常。我知道了，你远程指示我，告诉我哪些是携带了血液的。
你自己小心。你又不是没见过我的本事。哼！我去，一个明星唱歌而已，你们去那么多人看做什么？真是给老子添麻烦。玲玲，外面怎么样了？我联系到你们学校一个管事的，他说我在恶作剧。正常，你一个小萝莉的话谁会信？哎，猎者联盟那边通知了吗？通知了，有一位比我级别还高的猎人已经去联系校方了。那就好。范梦，入口处就有一个。啊，哪儿呢？离后面10米位置。没有啊，这里什么人都没。我这边显示黑点和红点重叠了，你还没有看见他吗？没啊。我去，他又趴在上面。范梦！还好达到了中级魔法师，感知能力会比以前强很多，否则刚才被这家伙直接从上面扑下来，小命多半就没有了。来，给我过来，让你莫凡爷爷看看你有什么本事。雕虫小技，雷焰怒击，雷炎火姿，爆裂。梅炎的威力就是霸道，一个火姿爆裂就把这妖怪给灭了。这和当初那个男主人蜕皮的状况一样，应该是没事了。水，是你？现在没事了。你另外2个室友呢？不知道。那天晚上我被吸之后就没有意识了。范梦，成功了吗？解决了一个。你在这里等，我会叫人带你去医院。别走！放心，很快就有人过来帮你。玲玲，你把外面这个女孩接走，给她准备一件宽大的衣服。要不，你先别往里走了，我们只要负责将委托完成就好。在事态一发不可收拾之前，我们及时发现了灵皮妖有传染的现象，我们已经把所能做的都做到了。接下来还是等校方和猎者联盟的人来处理吧，里面太危险了，千万不能再贸然行动了。告诉我下一个最近的红点。可是，好吧，你万事小心，你尽量到有监控的地方战斗，我可以帮助你。前面20米。加油！范梦，你没事吧？范梦，别叫了，我撞墙上了。前面没路了，哪儿来的20米啊？有门吗？没门。你等会儿，我看了一下体育馆的构造图，直接把墙给轰了。哦，拆墙？那肖院长岂不是要把我给杀了？快点，不然你要绕大概200多米才可能到墙的那一边。万一墙那边有学生呢？砸到怎么办？这，也绕就绕吧。给我去死！上逃！火姿灼烧！本来可以让你死得痛快点，但是你这么折磨这些女孩，也就不能让你太好过。幸好及时赶到。范默，割开他的拇指。
咦，好恶心呐！谢谢。没事。刚才见你的伤口很快凝血了，你难道是治愈系的？嗯。还能施展魔法吗？休息一会儿应该可以。那就好。那个同学也麻烦你一起照顾下。你们先躲到消防舱去，我记得那里有食物、水和医药品。这种怪物还有很多吗？很多。他们会寄生和传染，我帮你割开拇指，就是避免你成为他们一员。那你将和我一样的人都送到消防舱来，我来治愈他们。好。哎，同学，我能知道你叫什么吗？别告诉我你叫雷锋啊。算了，我名声不太好。玲玲，给我位置。右50米，正前方100米，左后方130米。今天的微信步数也真是够够的了。范墨，要快！他们开始大规模行动了，蜕皮化妖的成片成片。我勒个去！到底被寄生了多少人呢？没有蔓延到校外吧？暂时没有。这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都来学校了？我猜这是寄生妖的精神控制，让宿主待在学校里。这里都是年轻的魔法师，有很多符合他们口味的目标。真把我大校区当食堂了，你也太不把我这个校霸放在眼里了。范墨，有3只妖魔嗅到了你的气息。你说什么？朝你那边过去了。3只过来了，这里地方太狭窄。范墨，不能进！来，开酒，给我，小心！来了，同学，先别打篮球，有妖魔正入侵咱们学校，他们正朝这边过来了，我们联手干掉他们。范墨，我不是告诉过你，室内篮球场全是红点吗？啥？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玲玲怎么办？办法只有一个。说。好。血兽血。好，一网打尽。眉炎。猎拳。后天。1个、2个、3个、4个、5个，全给我去死！你说什么？我听不清了。我说，这些女妖的实力和智商好像都不如我们之前遇到的杰作私家花园那2只，尤其是那个女主人蜕变的女妖，速度快不说，还相当狡猾。是啊，这些最多就奴仆级的吧，数量如果再多，我也架不住了。像刚才那种情况，真的蛮危险的。我估计还有更厉害的女妖在馆内。要是有人来了，我们就糗大了。不会的，大部分人都在看表演，不会有人来的。妖怪！是，我就是那个要吃了你的妖怪。王佑，圣盾。打扰老子的雅兴！别杀他，他好像被附身了。难不成这2天学校传出的一些可怕事情，就
就是这东西在捣鬼。很有可能。你看，是个女生。救救我！救救我！看来外面的情况很糟糕啊，得先把她送到医务室。我们把这件事通知校方。我去！哎，怎么半天不接电话？你在哪儿？快点过来，帮我送一个女生到医务室，她好像被什么东西附身了。去你大爷的！这个时候打电话过来。你那边好像也挺刺激的，发生什么事了？老子真要被你害死！先不跟你废话，我得甩开这帮鬼东西。等等，别挂！我好像听到你的声音了。你是在体育馆吗？对。你在楼道里啊？是。往你右手边跑，这里有个创意屋，快进来！哎，这里！快进来！有血兽靴还怕什么？看把你吓的！别废话，注意外面！一个、两个、三个，什么？怎么有6个？学校很多女生被……没事了。你别误会，听我解释。他是从里面钻出来的。我早就知道，不用解释了。看来你比我清楚发生了什么。我等会儿再给你解释具体情况，先帮我处理掉门外这6个。好，我给你保护，你直接用霹雳轰了他们。不行，霹雳的威力太强了，会连同他们的肉身一起毁掉。我可不想成为杀人犯。刚才他撞到了炎炎的光系魔法上之后，便蜕皮恢复成人了。看来这种恢复身的怪物很怕光系的魔法。炎炎，介绍一下，这是我女朋友，这是我好哥们儿莫凡。哦，对，我们见过了。这是我第一次见你啊。先解决当前的事儿要紧。这6个灵皮女妖还在呢。准备好了吗？报告猎王，属下已查明，这种寄生妖魔叫做灵皮妖兵，受灵皮妖母统领。以往是没有传染性的，但现在可能出现了异变，进阶成了我们所没有了解过的生物。出现异变，不会无端异变的，到底是何人所为呢？这种妖怪，假如知道自己必死无疑的话，就会采取集体自杀的方式，将能量输送给灵皮妖母，而被寄生的人会因此被抽空生命，直接死亡。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打草惊蛇，至少不能让那只灵皮妖母察觉到我们有大规模的行动。光耀进化。早知道我就不费那么大劲了，你一个最低级的光耀技就能把他秒了。这种寄生妖魔似乎非常怕光。范莫，看来你找到了一个好帮手。哦，我该叫你莫凡，大骗子。原来如此。小心啊！
你果然也是中阶魔法师，新生斗兽大赛上怎么不出手？我一个光系中阶有什么用啊？而且我拆自家兄弟台做什么？哦，到底是什么怪物，竟然把如花似玉的女孩子变成这副模样？是寄生传染型的妖魔。这个体育馆里面被寄生的人不在少数。校方知道了吗？通知了，应该很快会采取措施的。那就好。你们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好像是自动门在启动。莫凡，体育馆所有出口都被封住了。封住了？是校方和猎者联盟的决定，他们不能让任何一个携带寄生血的人跑出去，否则后患无穷。所以必须采取封锁隔离策略。搞什么呀？如何是好啊？青校区里大部分都是初阶魔法师，面对这些有寄生能力的妖魔，可是一点反抗能力都没有的呀。李院士，体育馆里应该有6、7千学生，天知道被寄生的人到底有多少啊！万一酿成校园惨案，我们每个人都担不起这个责任呐。难道我们现在就在这里干看着？除了封锁隔离，就在这坐以待毙？得杀掉鳞皮妖魔，妖魔一死，所有的寄生鳞皮妖兵也将自行灭亡。鳞皮妖母实力如何？小朋友，这可不是你待的地方。玲玲，你怎么在这儿？封锁的时候没有弄出太大动静吧？放心，我们行动非常小心。要不是因为担心惊动鳞皮妖魔，我们早就冲进去了。这般小妖小怪，我和西敏长官根本不放在眼里。哟，这不是青天猎所的猎妖小天才玲玲吗？小丫头，你有什么好主意吗？啊？我和我的搭档之前对付过2只鳞皮妖怪，熊体被我的搭档当场击杀了。现在躲在体育馆内的鳞皮妖母，很可能就是之前逃走的雌体。经过我的观察，这些红点虽然很无规则的行动，四处行凶，但是总会有一些女妖会到体育馆的这个地方。这里是大场馆内的自动升降台。不用的时候都是吊在空中的，并且四周有防护网。这个装置平常不会用到。对了，今天演唱会上会使用。怎么过去？3楼有个小通道，可以直接进入到升降舞台。玲玲，你的意思是，那个妖母现在很可能是躲在那个升降台里面？从那个高度可以俯视到整个大体育馆吗？是的。事不宜迟，马上派人去把这妖魔给铲除了。不行，这鳞皮妖母明显颇有智慧，她站在高处，恐怕也是要把控全局。我们贸然进去，一定会被她察觉。那怎么办？总不能这样干等着呀。玲玲，你刚才说的那个杀死了鳞皮熊体的人是谁？叫莫凡，他正在体育馆里面救人。你的这个搭档实力应该不错，不如让他去对付鳞皮妖魔。没事了，是啊。你可真厉害！这种妖魔，我们多人联手都未必对付得了，你一个人却解决了这么多。还好吧，保护女生义不容辞嘛。哎，你别泡妞了，想办法出去啊！莫凡，怎么了？是这样的，馆内藏着一只鳞皮妖母。女妖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来不及跟你解释了。总之，妖母一旦狗急跳墙的话，所有被寄生的人都会有生命危险。叫猎法师赶紧行动啊！他们来了，连猎王都来了，可是无法进去。学校方面现在也不敢轻易出手，他们正在寻找一个妖母不会察觉的入口。哎，你是什么表情啊？事态很严重吗？莫凡，大家希望你能出手去灭掉那个妖母。我去，怎么样？他答应了，不过他说事成之后，学校要给他一份价值不菲的奖励。行，换作是别的学生，我还有一些担心。莫凡，我对他还是很有信心的。
让一个学生去对付灵皮妖魔，简直天方夜谭。论猎妖的本领，恐怕没有人会比我们更专业。我也觉得这个决定有些草率。入口找到了吗？没有。那就继续找。哎，咱们去哪儿？三楼升降台。哎，赵满叶，不是我瞧不上你，光系魔法对那些女妖有致命效果，但是3楼上可能聚集着更难对付的妖魔，而且对他们下手还得掌握好轻重，既不能摧毁他们的身躯，又要打得他们无法回击。所以待会儿女妖交给你，其他的你不要轻举妄动。那行，莫凡，事先说好，你为钱我为名，但有生命危险，我还是会转身就走的。我最多力所能及，不代表我要搭上自己的性命。走吧。哎，你等下，你为名什么意思啊？也不用瞒你，我是赵氏世家的，我家的影响力不输给木奴娇所在的世家，但世家弟子并非都是作威作福，我们既要出类拔萃，还要为世家招揽人才。倘若这次我能够成为解救危机的人，帮助世家提升名望，我会更加受到重视。世家之争确实复杂，名头对我来说无所谓，我臭名昭著了，就算解决了这次巨大的隐患，我估计也就一个洗白罢了。行，这件事要是解决了，头功归你。这么爽快，那我也不让你吃亏，开个价吧。那我就不客气了，一件一模具，怎么样？你呀，自己去吧。要不灵机雷手，不答应那我就自己去，反正你也没什么战斗力，保护手段我自己有。上千万的东西，你可真够狠的。成交了？成交。想要一模具就去参加猎人大赛，4年一次，奖励是国内最奢。3楼现在全是红点，你们还有心思在这里讨论妖功的事，真是幼稚！快干活去！我们快到了，一定要灭掉妖魔，否则你们可能被一大群女妖给包围，那个时候你们就没有活路了。莫凡，你不怕吗？比这更危险的场面我都见过，算不得什么。全是红点。这里交给我，你自己小心。是暗影技能的模具吗？得来吧，只是我怕你们会吃不消哦。木凡，再快点！
我到了你说的那个升降台入口，这里有一些人，那个明星身边围着一堆工作人员，都护着那个女明星。难道还要谢谢大家的支持了？哪里？我的大小姐，你可要注意一点呀！万一这升降台出了啥问题，我可没法跟老总交代。不会的啦，师傅，你可控制好了，别让我们家醋醋摔着了。放心，这装置不会有问题的。小姑娘，进来吧，你的表演要开始了。好了，下降了。你不用紧张，这么大的演唱会，当然会紧张啊。哦，但是今天我才是这里的主角。我的孩儿们，今天终于可以饱餐一顿了。这要感谢你的这次演唱会。天天有人伺候着，这细皮嫩肉的，你不起一个也很美味吧？作为魔法师，怎么一点胆量都没有啊？你瞧他们，真是快叫不出声。我们又见面了。我找你找的好辛苦。要是你，这一次你跑不掉了。小家伙，你可别轻举妄动了！我这身体里可有一个无辜的女人。别企图我会手下留情，让你再为非作歹下去。啊！你以为你能够阻止得了我吗？那就试试。好，那我就先宰了你，替我丈夫报仇。连骨盾。不好！该死，这妖魔的实力恐怕到战将级了，否则怎么可能随便撞击几下就能将连骨盾给废了？去死！去死！去死！盾影穿梭。你没事吧？你不用管我。我会将它移开，可以的话，让你的灯光师把舞台灯光交错在一起。火姿灼烧。这连片显然拥有很强的保护能力，灼烧火焰本应该有强大的攻击力，可惜即便是0级火种的灼烧火焰，都无法将它这表皮鳞片给烧毁。火姿反骨，火姿爆裂。还真是麻烦，
又来，有完没完？都离这里远点儿！连皮妖魔的速度太快了，血兽穴在之前已经使用过了，没有补充魔能的话，根本无法使用。连骨盾直接被打个粉碎，现在唯一有保护能力的技能便是盾影，可又不是每块地方都有阴影的，怎么办？谢天谢地，终于连接上了。莫凡，你没事吧？放心，我还没死，这妖魔到战将级了。我被包围了，用火系魔法。火系魔法内全是厉害，但也架不住他们妖多呀。现在这就是我的巢穴，杀你简直易如反掌。莫凡，这里根本找不到其他合适的入口了，情况危急，猎妖队打算直接杀进去。现在必须放弃那些被寄生的人，否则死伤的人会更多。你一个人想办法逃，肯定没问题的，快！救救我！救救我！你们打进来会打草惊蛇，那100多个被寄生的女生真的就死定了。那也好过整个体育馆变成他的巢窟啊！你根本杀不死那只鳞皮妖魔。你谁呀？决策者吗？不管你是谁，都没有权利牺牲这数百名学生。现在不是你一时冲动逞英雄的时候。是冲动还是别的都好，我相信只要是个正常人，进来看到这样的画面，也会去尽自己所能救活更多的人。再给我点时间。你杀不了他，那是战将级的生物，你怎么可能杀得了？我们已经在入口处了。混蛋！我说再给我点时间，你没听懂吗？你再给他点时间。可是他们也有活下去的权利。你怎么没事啊？不要以为只有你有帮手。上！帮我挡住这些小妖，辛苦你了。死妖孽，今天不把你灭了，我就不叫莫凡。盾影穿梭，蠢货！不
不知道镜子这种东西吗？眉眼，猎拳，轰天，给我去死！真难闻。竟然还没死！莫凡，他们要冲进去了，你快跑吧！别被灵皮妖魔杀死了。我知道了。好，现在跑的话就是死路一条了。星图之术，如果我的星图描绘速度比不上这个妖怪的攻击速度，那今天就只能死在这里了。成败在此一举。霹雳！去死吧！算是结束了。你要干嘛？好，知道了。这么恶心的灵魂你也要啊？这是精魄。对呀，灵皮妖魔那可是战将级的生物啊。小米笑，这精魄你是不吸收的，对不对？我回头拿去拍卖，绝对很赚一笔呀。冲进去，坚决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妖魔。是。在哪儿？母妖在哪儿？母妖死了啊！死了！猎王不愧是猎王，我们人都还没有冲进来，您就将母妖给杀死了，就是可惜了那些被寄生的学生了。他们都还活着。那小子杀了母妖。救人吧，别让这些女孩留下阴影。是。莫凡，丫头，我在这儿。莫凡，你流了好多血。你没事吧？消防舱里的学生都撤离了吗？放心吧，都护送出体育馆了。我就是担心你有事，所以过来看看。啊，你想干嘛？玲玲，她是治愈系的。让我看看。美女，我会不会毁容了？不会，这种伤不需要多久就能够好了。我去看看其他人，你待着别动，等会儿找人送你出去。这样你都没死，我也是服了。你没出什么事吧？放心，我对付女的可是有一套，不管是女人还是女妖。好了，你去领功吧，别忘了我的雷系灵种。那我也不跟你客气喽。喂，李院士！明明是你杀死的妖母，为什么要说成他？难道你不知道这件事影响非常大？你以自己的力量救活了那么多人，得到的好处可不会少啊！
实力的提升对我来说更重要。灵级雷种太贵了，我根本就买不起。不提升实力的话，我怕2年后的猎人争霸，我还是一个渣。好吧，之前说的猎人争霸，你确定要参加吗？一定要参加，而且是要拿头奖。猎人争霸里面都是全国最为出色的年轻猎人，他们经验丰富，见多识广，个个更是身经百战，想要拿头奖相当困难啊。所以啊，这2年我要拼了命提升实力。你是为了奖赏而参加比赛的吗？是。头奖是一个异模具，这东西确实是昂贵奢侈，可对你现在来说，并非是最需要的模具啊。我觉得要异模具还没有要一件楷模具来的实在，你身上的模具少得可怜。唉，算了，你不想说我就不问了。每个人总有想要变强的理由。人小鬼大。到那边去。这边，来这边，小心点啊，小心点。没过来帮个忙的。妖怪，有妖怪！哎，这边没事呀，你看。谢谢你。好多妖怪，那是谁救了我们？应该是那些猎法师吧？是啊，每个人都有变强的理由，这理由又往往很简单。我心里有一位天使，怎能让他没有翅膀？木姐姐，房子我查好了，回头咱们一起去看看。啊，就因为最近体育馆发生的事，我家里人差点不同意我出去租房子了。小心些也好，我还是不敢相信，当时竟然是他杀了灵皮妖母。光系会有这样的本事？或许是因为赵满言的大世家背景，所以拥有很多模具吧。反正他就是我们的大英雄啊，而且还长得那么帅。我还听到过一个说法，说其实这一切啊是莫凡所为。这算是最隆重的一次表彰大会了吧？可不嘛，就凭2个学生救下上千号人，确实厉害啊！赵满言我就认了，没想到协助他的竟然是臭名昭著的莫凡，太出乎意料了。话说，当时情况是很混乱，但我清楚地看到是一道中阶的雷系魔法杀死了那只灵皮妖母。可能赵满言除了是光系中阶魔法师，还是雷系中阶吧。哇，那也太帅了！原来他就是莫凡。你说什么？没什么。你俩现在可是学校的风云人物了啊！只不过呢，一个不被大家接受，一个不被大家相信。无所谓啊，反正一个为钱，一个为名，目标都达到了。什么意思啊？你小子说好的雷种呢？你也知道灵金雷种都是供不应求的，我打算周日到拍卖中心参加拍卖会，那天正好有个灵级雷种竞拍，你一起去，到时候我买下来就直接给你。拍卖会，里面有很多好东西吧？有啊，你有什么东西要买，或是有什么东西要卖，都可以去那儿。行，带我去长长见识。魔法师需要的东西啊，无论是哪个级别都是紧缺的。一些固有在暗界的资源，又早已经被大势力给霸占。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削尖脑袋都要挤入某些势力高层的主要原因。其实我还是蛮佩服你的，什么背景都没有，竟能够修炼到现在这个级别。哦，对了，我有东西要卖。你要买什么？战将级精魄。你小子走的什么狗屎运啊！
战将级精魄都被你得到了，是那只母妖豹的？我也没有想到。我也真是服了，别人杀了不知多少战将级妖魔，都不见得能够弄到这种东西。可是，你小子怎么会有亡魂器皿呢？亡魂器皿？对啊，没亡魂器皿，你怎么收集精魄？你这种能够收集战将级精魄的，没个1、2千万都未必买得下来。一个收集器皿竟然这么贵？大哥，精魄原本除了亡灵系法师，谁都无法收集。现在有人研制出了亡魂器皿，当然贵得离谱啊！走吧，我帮你把精魄加到拍卖单上去，肯定能卖个好价钱。小泥鳅，原来你本事这么大，我越来越好奇你这家伙从何而来了。起拍价1000万，帮你鉴定过了，这灵皮妖母的精魄相当特殊，不会低于2000万。这种地方也是你能来的吗？哦，果然是你。你是谁？不许笑！老子是白苍峰，白苍峰，知道了吧？明珠市4大世家白家的大公子。哦，我告诉你，当初若不是你耍诈，我一个小手指头就能够捏死你。这个白苍峰到底是谁啊？就是斗兽大赛那天被你一个霹雳吓尿的家伙。是他呀！当时解决他太快了，我没看清脸。2800万，由这位先生竞拍成功。谢谢啊，那我就不客气了。该雷种是从天山一座常年与雷云相接的山峰顶端取来，称之为千钧。千钧有极强的冲击力，产生的空间震荡效果便让其比凡雷强上很多。好，以后我的所有雷系魔法将和火系魔法一样拥有了一个前缀，它就是千钧。下一件物品想必很多人也会感兴趣，这是一枚蓝绒巨雀的蛋。蓝绒巨雀拥有蓬莱云雀的血统。大家稍等一下，这有一件插对品。什么？为什么要改变流程啊？大家先不要着急，这件插对品相信你们都需要的。这是一枚战将级精魄，出自寄生类妖魔。到你的拍品了。这应该不需要我再多做介绍了，起拍价1200万。你以后要是再收集到精魄，可以直接联系今天那个鉴定师，是我们赵家的人，他绝对不会宰你。1500万1700万2000万2900万2900万一次，2900万2次，2900万3次，成交。买的人竟然是白家的。很多东西是你这种人这辈子都不可能弄到的。是。接下来是一件斩魔具明离盾。明离盾其强度可以轻松抵挡下战将级生物的全力一击不说，关键时候可以从盾牌中释放出棱刺，造成一次相当强力的贯穿一击。哎，这个我想要。反正你现在身上有钱，想要就拍喽。嘿，果然言而有信，这雷种不错，谢谢你了。哪里的话，咱们是哥们儿嘛。你现在钱和资源都有了，接下来打算干嘛？钱是有了，可是要花钱的地方更多。我打算搬出去租房子住，这样方便精心修炼。你决定好了就行。来，祝咱们新学期一切顺利，也祝你在外面找到貌美如花的室友。
哟，小伙子来了。是，我在网上看到你们这里有出租信息。你们好。请问，哦，是你？呵，真巧，你也是来看屋子的吗？哦，你好眼熟啊！哦，你是大魔头。大魔头，哎呦，哇，就这儿吧。两位姑娘，你们觉得呢？我很喜欢呢，木姐姐，就这里吧。好，你们都对这里满意，那就合租呗。我这屋子啊，确实太贵了，一个人承担是有些吃力。我不太习惯合租。木姐姐，我还没有合租过哎，我看很多小说里大学都是有合租的呢，可有意思了。小兔，别乱说，我们跟他又不熟。哎呀，木姐姐没关系啦，多找个人出钱多好啊，大不了我们让他付一半。喂，我没说要分担一半啊。喂，你这人，别人巴不得把整个屋子的钱都出了要跟木姐姐合租，才让你出一半，你偷着乐吧。好了，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我去找人搬行李喽。舒服的躺着，看看电视，上上网，惬意无比呀。爱图图。哦。哎呀，木姐姐，我知道我错了，可你不是好奇他是怎么赢你的吗？而且我听说有很多女孩亲眼看到大魔头救了他们呢，他的实力可比那些世家公子强多了，这大魔头前途不可限量呢。不过他和赵家的人走得挺近的，我还是觉得这样不好。哎呀，放心啦，合租后都熟悉熟悉，指不定他就因为仰慕你加入到你们穆家了。哎，这儿，在这儿，你们把东西放大厅里就好了。竟然有人比我们先来了，什么情况？搬东西喽，这沙发有一半得放我的兔子。好了，你们可以走了。兄台，你还躺着做什么？没听见图图叫我们离开吗？朋友，我住这儿。别做白日梦了，赶紧滚！该滚的是你们。要打架了，打呀打呀！是中阶法师。你们做什么？在下韩洛，能在这里见到木奴娇小姐是我的荣幸。我们倒是无意冒犯，实在是这小子太过无赖，所以想教训他一番。他确实是住这儿的，你们俩回去吧，不要在这里闹事。什么？哎，你同意跟我合租了？合租？你啊，既然如此，那我们先走了。一场误会，误会！臭小子，你给我们等着！图图，你又胡闹！木姐姐，我只是觉得好玩嘛。莫凡，你留意一下那两个人，他们也是实力不俗的世家子弟，小心他们给你穿小鞋。小事一桩。这大学生活还真是有趣啊！这里生活还习惯吗？我很好。听爸爸说你表现优异，拿了很多奖学金。优异谈不上吧。得罪了不少人呢，奖学金倒是拿了不少。等我攒够了钱，要给你一个大大的惊喜。你能来这里看我，已经很惊喜了。西夏，
下，白娘子的故事听过没？哦，这里没有吧？我还以为2个世界的历史是完全吻合的。莫凡哥哥，我怎么听不懂你说的话？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人，我们那儿的事儿跟你们这儿不太一样。又逗我，我又不是小孩子了。连你都不相信我，看来我是永远别想证明自己是外星人了。莫凡哥哥，我的一位历史老师说，博城的人是很特殊的。为什么？博城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200多年，最早进入博城的人其实就是帝圣泉的守护者，在某位古老君王的命令下，世世代代守护帝圣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的繁衍和迁徙，博城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所谓的守护者也早已经在这漫长的岁月之中销声匿迹了，亦或者整个博城的人都是守护者。所以那些黑教廷显然是带着某种目的来摧毁博城。难道博城灾难和这段所谓的守护者历史有关？要了解其中的真相，恐怕得到一个陵墓之中寻找。然而那个陵墓里亡灵生物相当可怕，至今没有哪位魔法师敢踏入那个神秘陵墓。陵墓？什么陵墓？最有名的一个亡灵之地，古都陵墓。沙湖暴走事件，岛湖蛇族泛滥，之前逃走的朝贺，越来越不太平了。唐月，是审判长。三坛结界是由你看护的，如今出现了松动，要尽快处理好此事。还有蛇族的问题，只有你亲自去解决，我才能放心。可是之前暴躁泉水的事情还没有完全解决。黑教廷不断制造事端，我们不能一直被牵着鼻子走，总是亡羊补牢，得先他们一步步之行动才行。先将结界稳定，才不会让博城的灾难再次上演。帝圣泉，萨朗似乎对帝圣泉仍旧不太死心，你多留一下那个当初保护帝圣泉的孩子吧。萨朗要对他下手。这不失为一次机会，利用这个契机，或许能将很多潜伏的黑教廷成员一网打尽。这其中有很多是黑教廷的关键人物，对于我们的工作会有很大的帮助。那莫凡，莫凡，你现在在哪儿？哎，唐月老师，我在宋城，还真巧，就在你住的附近。那我现在过去找你。哎，别，我准备回去了。哎，你找我什么事儿？没什么。那我过阵子去找你。你将结界稳定之后，就多留意一下那个当初保护帝圣泉的孩子吧。莫凡，怎么了，唐月老师？帝圣泉还在你这儿吗？我当时在紧急的情况下把帝圣泉喝掉了。喝掉了？好吧，那你最近有没有察觉到黑教廷的动向？没有啊。那先这样吧，我尽快去找你。喂，青天猎所吗？莫凡哥哥，怎么了？啊，没事。哎，刚说到哪儿了？哦，古都陵墓，亡灵之地。古都陵墓历史很悠久了，陵墓入口在很多年前被一些猎人们发现了。然而陵墓内亡灵生物远比妖魔凶残100倍，有很多考古法师想要从中找寻一些历史中传承的宝物，可都因为那些亡灵生物而无功而返。之后政府将那里列为了禁区，不允许魔法师踏入了。哦，原来如此。这件事在法师中不是人尽皆知的吗？
不凡哥哥难道不知道吗？嗨，我就是个地理白痴。我们祖先守护着的地圣泉古老君王的陵墓就在那里，所以要弄清楚来龙去脉的话，就得去陵墓中寻找线索。又是地圣泉。想起伯城了。没事。这天太冷了，我送你回学校吧。你什么时候再来？天气稍微暖和些，我就再来看你，好吗？那得到开学之后了。开学了，你应该会很忙吧？上学期是忙的，这学期应该没那么多事了吧？经过这些天的加强修炼，猎拳和霹雳已经威力十足了，但是对付战将级生物还是有些吃力啊。希望下学期火系和雷系能达到下一个境界。太无聊了！整个寒假每天都是吃饭睡觉修炼，可是雷系和火系还是一直卡在中间第一个级别，烦死了！看来战斗才是提升实力的最好方式。擎天猎锁，玲玲，怎么还没有委托呀？没生意我能有什么办法？明天你们开学了，不就不无聊了？急什么？几天不打架，浑身都不自在啊！来活了，有委托来了。委托倒是简单，但事情有点复杂。怎么了？自己看吧。奇怪，这个委托我也是干这行这么多年第一次见。由于特殊原因，委托人正被一些特殊情况缠身，特此委派青天猎所帮委托人保护一指定对象的安危。嗨，不就是做保镖吗？没什么呀。你看这儿，我了个！身份证号、电话号码、姓名莫凡，我是被保护人。我一开始也以为这是恶作剧，不过钱确实已经入账了，数目不小。什么鬼啊！我有什么需要被保护的？自然是有人威胁到你生命了。爷爷，您看怎么办呢？放心吧，我去排一下几个猎法师的档期，一定挑最好的来负责这个案子。等等，我自己就是猎人，我保护我自己不就行了？哎呦，这么多委托金，真的是见钱眼开啊！哎，这可不行啊！你要是受伤的话，我们青天猎所就有失名誉了。好了，就这么定了。我没事又不瞎逛，多半在学校修炼，不会有危险的。先走了。玲玲，这段时间你要一直跟莫凡保持联系，至少让我们随时知道他的动向。好。难道黑教廷把目标对准我了？假如真是黑教廷，那麻烦真有点大。这些家伙无孔不入，无论是当初的教官白杨，还是那个潜伏在墓室有10年之久的宇昂，像这种人在暴露之前，恐怕真的很难防备。喂，玲玲，告诉包老头，我不需要保护，你们请来的猎法师去保护我爸莫家兴。玲玲，拜托你去保护我妹妹叶心夏。可是委托人要我们保护的是你啊！他们要是出了事，我跟死了也没有什么区别。玲玲，就按莫凡说的办吧。谢谢。那委托人又是谁呢？会不会是掌空老大？自从博城一别，就再没有他的消息。会不会是他察觉到了黑教廷的动向？而且没几个人知道地圣泉是被我喝了。当然，除了我，没有人知道，其实是被小泥鳅吸收了。谁？上！速战速决！
呀！风寒龙卷。 去！哥几个，别让他跑了！哼，放心，我才不会跑。看来得先干掉这个风系的终极魔法师。看你们表演半天了，现在该轮到我了。干嘛？血兽铁蹄！技不如人，就算偷袭也没用。这太凶残了！出来！莫凡同学。 看在我们都是一个学校的份上，手下留情啊！你们不是黑教，你们是明珠学院的学生。这都是贾文清指使我们的。他说你亵渎了木奴娇，所以叫我们来教训你。是我们太不自量力了。还真不是黑教廷的，早不说，我险些就一个猎拳给你们都轰成渣了。现在怎么办？哎，赶紧的，带他去医务室。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看来是我太警惕了。黑教廷本事再大，也没有理由跑到这里来行凶。可是，一想到黑教廷，我怎么可能轻易平静下来？博城灾难，死的人太多了。 到新的城市，本来是为了不再去回忆过往的事情，可是，刚才的战斗让我明白那样的仇不可能消减，对黑教廷的痛恨只会与日俱增。黑教廷，地圣拳就在你莫凡爸爸这里，有本事就来拿！ 厉害啊！开学第一天，你又引起热议了。我没做什么呀。你教训了一名风系学长，这还叫没做什么？怪不得都叫你大魔头呢。嗨，臭名远播，哼，习惯了。大一召唤系学生莫凡，请到校长办公室来一趟。得了，你就算是被开除，咱俩还是好哥们儿，啊？为什么下手这么重？你们就算有矛盾，你也不能这么做呀。是他们无缘无故偷袭我，我只是正当防卫。那也叫正当防卫？你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麻烦？我……好了，你回去吧。啊？就这么放我走了？废什么话，还不快走！哦。 院长，我想申请即刻进入三部塔修炼。学校不追究你的责任，你这还得寸进尺啊！一码归一码。三部塔的修炼资格本就是你获得的奖励，只是你确定你准备好了吗？看来你确实是有些紧迫的问题要解决呀。好吧，我尽快给你安排时间。谢谢院长。 院长，既然我们已经得到消息，为什么不索性让他躲起来？黑教廷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我们不一定能控制好这个状况呀。博城之后，他们隐藏了1年多，审判会与众势力都没有抓到他们的马脚。这次终于有了一些行动了。
想必莫凡身上确实有他们需要的东西，所以审判会计划利用莫凡引蛇出洞。这样做，莫凡岂不是会有生命危险？我相信这个孩子的能力，他会保护好自己，校方也会全力暗中照应他。而且他是个聪明人，想必他早就心里有数了。提出要去三步塔，说明他想提升实力，想和黑教廷抗衡。他有他自己的决定。教师大人饶命！我用性命发誓，这次的试探绝对没有暴露我真实的身份。但你确实办事不力。请教师大人再给我一次机会！教师大人，教师大人！这莫凡下手实在狠毒，此人在明珠学府本就树敌众多，依我看，最适合的时机就是在主校区的考核上。等我把伤养好，我一定要亲手拿下他。那就看你的了。莫凡，你躲入大学学府也没有用。我说过，会将你变成我的奴隶。我宇阳说的话，就一定会做到。三步塔是仙人及智慧所修筑的一座能够将天地间零散飘荡的元素能量聚集在一处的非常特殊的魔法建筑。灵种之所以会诞生，正是因为在某处元素特别密集的地方，经过岁月的淬炼，渐渐演化而成。三步塔的位置和构造，正是可以将方圆数千公里的能量汇聚起来。院长，这就是此次进塔修炼的学生莫凡，你们领他进去吧。头一回有新生获得入塔资格，学弟，你的机缘真是让我们羡慕啊！运气罢了。跟我来吧。这三步塔从外面看直径最多50米，可这条通道怎么感觉没有尽头啊？知道这里为什么叫做三步塔吗？7指3步，这都走了3万步了。你恐怕还没有接触到空间系的一些理论。哦，空间有一个概念叫做1步千丈，2步万里，3步无疆。三步塔其实也叫做无疆之塔。虽然它从外面看并不是非常宏伟壮阔，可里面的空间却很难走到头。空间学，这倒是第一次听说。三步塔有很多层空间，每往上一层，能量就会越大。哦，啊！踏上这阶梯，就开始你的修炼了。接下来你自便吧。啊！到底怎么回事？没有使用任何的魔法，也没有进行把控的练习，可是我的魔能怎么一直在消耗？不管那么多，先到达目的地再说。你该不会又没告诉新手吧？什么？哦，你是说每上一小级的阶梯空间产生的重力叠加，就会强行加快消耗他们的魔能是吧？哼，这有什么好说的？你应该告诉新手不要擅自到2层，2层的空间重力叠加将比1层强2倍不止。普通中阶魔法师在半途上魔能就会消耗殆尽了，一旦魔能消耗殆尽，
魔法师多半会出现昏厥状况，没法继续冥修和练习把控的。很多人就是那么不自量力，即便你提醒，他们也会去尝试。你这样可不好。凭什么他一个轻小期新生能够进入三步塔，我们却需要在这里守卫整整2年的时间，才能换取到一次进入三步塔的修炼机会？总之，他已经开始修炼了，我们不可擅入，就看他造化吧。好饱满的火系元素。好，开始冥修。1层的修炼速度就已经比往常快了20倍不止，那要是到2层，岂不更厉害？果然，修炼1个小时，相当于在外面冥修1整天。要不试着往更高的地方走。1级和2级平台的星云差距还真是大，雷系与火系竟然这么快就迈入到第2个级别。但是魔能的消耗也是巨大的，还剩1天的修炼时间。感受到了整整200倍的修炼速度！猎拳九宫。莫凡同学，修炼还顺利吗？唉，三步塔果然名不虚传呐，整整高达80倍的元素浓度。要是能在里面多待些时日就好了。他上了第3级平台，这下你该失望了吧？这小子还挺有造化。经过这次修炼，我想应该很快就要到达唐月老师所在的领域了。虽然不知道他现在是否已经突破到更高的境界，但怎么说也离他更进一步了。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是星云魔器，高手都有自己的际遇啊。好久没见着你人了。哦，你的修为提升的好快，看来这段时间也是为了这次主校区的考核在忙。我都差点把这事儿忘了。这么重要的事情你都能忘啊？如果不把握这次升入主校区的资格，就得在青校区再等3年，荒废了学业不说，甚至可能无法顺利毕业。长得这么漂亮，说话却婆婆妈妈。好了，
我抓紧准备就是了。不管怎样，学业还是不能弃。我树敌众多，估计主校区考核也将是一次残酷的考验，更不用说那些随时可能下手的黑教廷了。我很欣慰看到你们的成长，但魔法师这个身份是带有危险的，你们必须不断地逼着自己变得强大。之前有人将主校区的考核比作一个笼罩在我们整个青校区的魔鬼，不断鞭策着你们。这个比喻没有错，因为现实世界是更残酷的。为了保证你们的安全，同时也为了给社会输送合格的魔法人才，校方规定，修为没有达到中阶法师级别的学员，一律没有参加主校区考核的资格。在座的各位都是学院中的佼佼者，希望在接下来的主校区考核中获得优异的成绩。哎，听说今年的考核有些不一样。哦，是吗？好像是校外出现突发事件。前几天得到消息，一只魏方还未驯化完成的暗影妖兽发生出逃，尽快将暗影妖兽捉拿并交给魏方，就是这次主校区考核的项目。大家也不用有太多的顾虑，暗影妖兽没有杀戮之心。另外，这次考核的优胜者会有嘉奖，奖励是进入三步塔修炼的机会。三步塔，这么好的机会，记住，暗影妖兽拥有暗影系的一些能力，行踪隐蔽，不易发现。所以大家除了用魔法，还要学会用脑子。祝各位好运。莫凡，你等等，莫凡，这次考核你有什么想法？首先，暗影妖兽对牛肉有着极大的癖好，另外，它们尾巴的毛会发出微弱荧光，而春天正是暗影妖兽换毛的季节。明白了？好像明白。哎，这些你怎么知道的？查查资料，分析一下就知道了。学会用脑子。这次考核竟然可以团队作战的，你加入我们吧。有我这个智囊，再有木姐姐这样智慧与实力双全的，再加上你这个暴力狂超级能打的，绝对所向披靡。你们找别人吧。又做独行侠，这人怎么这样？也就我跟木姐姐不嫌弃你，你还不领情？我图图，别胡闹。以我现在的处境，太多危险不可预知。他们误解就误解吧，也只得如此了。莫凡先生，您要的资料已经整理出来了，这些都是近期发生食品类的失窃案，但是资料不是很多。像这种食物丢失的事件，一般很少会有人来聘请猎法师。那最近的一次是什么案子？应该是港口附近有一大批进口的肉类食品被盗。好的，谢谢。另外，如果有新的案件发生，请马上通知我。没问题。谢谢了。果然来过。暗影兽饭量惊人，追踪规模较大的食品失窃案，这个思路看来行得通。估计来晚一步，他应该已经离开了。哦，哪位？猎人先生，是我。我们刚刚接到线报，在许江岸的一家食品加工厂有大量牛肉失窃，您要不要去看一看？好，我这就过去。他说他马上就过去。你做得很好，莫凡，快去吧，黑处妖正等着你呢。韦斯，你留在外面，看见目标出现，马上通知我们。是。待会儿切记是要抓活的，行动不能失败，
否则后果你们是知道的。小子，等你半天了！啊，怎么是你？用击，是雷系！可恶！黑臭妖，这些肮脏的家伙，我跟你们拼了！呀！暂停！混蛋，竟然坏我们大事！直接干掉他！既然是莫凡的同学，那就带回去，听从教师大人发落。我带着这小子走，你们留下，把那女的处理了。放开我！放开我！露露，张婷，干掉他！不要啊！救命！救命啊！设这么大个阵仗，是在等我吗？目标出现！哦，又是霹雳，即便是中阶雷系，最多仅缺一只黑触妖罢了。哼，孤陋寡闻。霹雳，夜叉。第2级的中阶雷系魔法，快上！等魔法调息的时候。千钧雷印，怒击！天哪，你的雷已经不是凡种了。千钧霹雳，夜叉！撤！快撤！可恶！火字焚骨。对黑教廷的人心存怜悯，那就是对死去的人最大的不尊重。猎拳，通天！振作点，张露露，马上就到医院了。别说话。莫凡，他们抓走了赵婷。你说什么？教师大人，我们的计划就是被这小子给撞倒了。宇航，你竟然是黑教廷的人！许昭廷，你这个人不人鬼不鬼的笨脸怪物！哼，既然是老相识了，那我可要特别优待你。我让你感受一下，什么才是真正人不像人，鬼不像鬼。莫姐姐早，早啊！哇，哟，看来是一夜未归啊，大忙人。
昨晚有人来找过我吗？没有啊。你不会是惹上什么麻烦了吧？这早饭是不是你的也不问，坐下就吃。你这人越来越没礼貌了。没事，吃吧。穆姐姐就是很好，还不赶快谢恩？你们查暗影妖兽查得怎么样了？这只妖兽已经逃不出我们的手掌心了，他就是不告诉你，休想窃取我们的果实。其实，我觉得这次考验并非单纯的是寻找暗影妖兽。怎么说？萧院长说的是，将暗影妖兽带到学校的驯兽铁笼中才算是完成任务。也就是说，即便抓住了暗影妖兽，还不能算是结束。你是说，只要一个人捕捉到了暗影妖兽，那等于是会演变成一场橄榄球赛，每个人见到就抢啊？所以在捕捉暗影妖兽之前，你得，我们得把这个重要因素考虑进去。说到底，这暗影妖兽很可能就是一个引子，最终还是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争斗。OK， 这份多出来的早点我带走了。又吃又拿还真不见外。喂，大魔头你不才回来吗？怎么又出去啊？你怎么就出院了？我没大碍了，没有伤及到骨头。治愈系法师的魔法已经帮我将伤都愈合了。有赵婷的消息了吗？我找了一晚上，可是……不行，我想再回工厂那里看看，可能会有线索的。哎，你去找有什么用？况且你还有伤在身，先顾好自己，冷静一点，别到时候许昭婷没找到，又搭进去一个你。赵婷当时从一个学员那里得到线索，跑到那工厂附近去找暗影妖兽，结果等他发现那些黑色丑陋的东西时，他硬是要过去，说要去报仇，我没能拦住他，都怪我。学员从学员那里得到了一个假线索。赵婷说，当时那个学员是让他把暗影妖兽在食品加工厂的线索告诉你。那个学员叫什么？我不知道。莫凡，你跟审判会有关系吗？能不能让他们救救赵婷？你好好休息，我会想办法的。不要过来！那个学员叫什么？师父天明。过来！一伙的。
么舍不得下手了？唐月老师，总算联系上你了。莫凡，你没有什么事吧？我这边一时也脱不开身。不瞒你，黑教廷近期活动越来越频繁，他们全部都是冲着你去的，你一定要小心。放心，我没事。黑树妖又出现了，虽然被我杀了，但是许昭庭被他们抓走了。什么？糟了！老师，已经1天1夜了，他会不会已经……恐怕会用更残忍的手段，利用秘术诅咒他的灵魂，将他变成黑触妖。哼哼，你真是让我大吃一惊。淬炼出一只诅咒触妖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当然还必须这个灵魂本身充满仇恨与怨念。谁能想到你竟然存着这么多的怨念，太适合加入我们黑教廷了。残存的一点理智也将慢慢失去。你以为你还能重新做人吗？我们黑教廷奴役的灵魂，连帕特农神庙的人都救赎不了。你最好乖乖听话。如果你不按照我的指令做，那我可就亲自动手了。这么漂亮的姑娘，如果落在我手里，我可是不会让她痛快的死掉的。去杀了她！好了，你对于我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真期待呀！莫凡要是看到这一幕会怎么样呢？这就算是给他一个预警吧。下一个就轮到他了。你杀我的时候，其实是有理智的，对吗？你说过，不成裁判，让你失去了所有的亲人。我是你活下去的唯一动力。我知道你杀我是为了保护我，以后没有我了，你也要好好活下去。许昭庭，不要！这是黑教廷蓝衣执事的名字。要我结束你的痛苦是吗？我带你到审判会，让他们暂时将你控制起来，会想办法将你变回来。帕特农神庙神女的治愈是救许昭庭唯一的希望，但是神女被黑教廷弑杀，所以没有痛苦了。唐月老师，许昭庭在出事之前是根据学校里流出来的线索去那个工厂的。我怀疑黑教廷在利用这次抓暗影妖兽的考核，甚至很有可能明珠学府的学生里就潜藏了他们的人。可是你没有证据，不能盲目行动，以免伤及无辜。既然他们是冲着我来的，那我就给他们一个下手的机会。你要做什么？唐月老师，你们尽快锁定那位蓝衣主教吧。明珠学府的这个交给我。
猴子，你现在在卫方是吧？是啊，做卫法师要守卫城市安全，管得严，我都没空跟你联系了。哎，凡哥，我现在都快晋升了。猴子。啊？怎么了，凡哥？卫方之前丢失的那只暗影妖兽有下落了吗？有线索，但是因为它并不是特别危险，所以遵照你们学校的申请，我们卫方没有出动抓捕，继续借给明珠作为考核使用。告诉我他在哪儿。好。徐昭廷，这仇我莫凡来给你们报。木姐姐，莫凡他真的找到暗影妖兽了。图片你不是看到了吗？他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谁得到暗影妖兽不是夹着尾巴做人，偷偷摸摸的送到驯兽铁笼里啊？他倒好，竟然发朋友圈，搞得人尽皆知。这下好了，全都赶过来了。哟，你也来抢暗影妖兽？是啊，真是巧。我一定要把这个混蛋给宰了！竟然把所有人都叫来，添这么大的麻烦。幽狼兽，我看见幽狼兽了！妖兽被幽狼兽拖在后面，图图，咱们先离远点。这大无头鬼真的来了！上！当初他挣脱昆之灵囚牢的时候，也是这种黑暗气息在涌动。难道他会黑暗魔法？谁想要？顺便说一下。这家伙把我一瓶非常特殊的泉水给吞了。暗影妖兽，你们要的话就拿去，我要的是那瓶泉水。这个家伙他是故意的。故意的又怎样？所有人都在抢暗影妖兽，我们混在其中也暴露不了。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的本事，在这大混乱之中拳脚无眼。到时候不仅要拿到地圣拳，我还要趁机杀了莫凡。哎呦，白藏风是你啊！新生大赛用雷劈你的事情，我一直过意不去。这暗影妖兽就送你，当做我真诚的歉意。我去，你要是真有诚意，这东西你私下给我呀！现在扔给我，岂不是让我被围攻啊？杀！抢啊！为了塞洛塔的机会，抢啊！放开我！你们都应该知道，嗜血的石骨妖可不好打，要是伤到谁的要害，不要怪我王力挺冷血啊！王力挺这个蠢货不自量力！喂，这次考核可是4届学员一起的，隐藏实力的人多如牛毛啊！就这点本事，也敢和我们雷关相打？不想落个凄惨的下场，乖乖的把路给让开！报告驱逐！水系的同学们，赶紧清理，少一些竞争对手，就多一份获胜的希望。爆浪，惊涛！丧心病狂！可恶的水系魔法师，休想拿到暗影妖兽！兄弟们，不要再隐藏了，把这些水系魔法师给扔出去！
肯定会出人命的。这帮孩子也太胡闹了，出手这么狠，真是看不下去了。用司业统治大阵，将他们的力量全部压制下去。院长，不行啊！万一黑教廷趁机展开行动，大局为重，开启司业统治大阵。这星座是高阶魔法的大阵。教师大人，这里有大阵，难道我们被发现了？慌什么？假如是针对我们，就不会用将学员们一起困进去的暗影系魔法，除非校方根本不顾学员的性命，任我们残害。谁？是我，傅天明。教师大人，这是校方防止混战中出现大量伤亡而早就准备的魔法阵，目的是避免中阶魔法威力太过强大，误杀成片。司业统治之下，莫凡的魔法威力会大打折扣。我们的黑除妖本身是诅咒生物，不会因为这司业统治而减弱。我们要对付它更加容易。好，傅天明，接下来就看你们的了。司业统治，黑教廷会不会以为我的魔能会在这种环境中减弱，所以更肆无忌惮地开始行动？很好，谁能知道我还拥有暗影系呢？这司业统治怎么可能压制得了我？今夜他们一个也别想从我手中溜走。为了拿到暗影妖兽肚子里的地圣拳，黑教廷今晚必定会出手。为了地圣拳，他们绝对不会允许暗影妖兽被送回潍坊。黑教廷，你们一直在暗，我们在明，今晚看来要换换了。哎，小泥鳅，看你了，帮我跟着暗影妖兽。谁？啊，白藏风，这是怎么回事？我的星子们变得非常不安，都不听从把控了。不要慌，是校方布置的司业统治。原来如此。可是刚才混乱中，暗影妖兽不知去向，现在又是这样的能见度，我们怎么找到暗影妖兽啊？这个简单。啊，刚才混战的时候，我留了个心眼儿，在暗影妖兽身上打了一个魔法印记。跟着我就可以找到。事不宜迟，只要找到暗影妖兽，把它带进血兽铁笼，我们就赢了。暗影妖兽的线索是我们先拿到的，结果没想到被莫凡捷足先登，还故意制造了这场混战的局面。切！这下倒好，暗影妖兽不见了，全都白忙活。该死的莫凡，别让我逮着他！我一定亲手把他给剁了！哎呀，沈明孝，你有没有闻到一股臭味？唯一，你得亲自出马，光指望那个学生不行。除了要找到暗影妖兽，拿回地圣拳，还得确保除掉莫凡才行。是。这家伙跑起来竟然比幽狼兽还要快，
有意思。就在这附近，错不了。暗影妖兽移动速度极快。庄立峰，准备好你的植物系魔法，暗影妖兽一出现，就立刻把它控制住。来了来了，是暗影妖兽吗？那是什么怪物？用魔法，快用魔法！风盘龙卷！住手！他们是冲着暗影妖兽去的，你惹他们做什么？赵立峰，快释放中阶植物系魔法！昆之林，囚牢！不行了，四叶统之下，魔法力量太弱了。一拳一唱。这是四王差连火。四叶统治压制了太多力量，我们快撤！果然，只要跟着暗影妖兽，那些人就会自投罗网。我再送你们一程。炎灭拳，力差。感受到了吗？说什么呢？快走啊！万一那些怪物追上来……我感觉到一股比我刚才更加刚猛的火焰元素的气息，我要回去看看。你不要命了？这些怪物怎么死了？难道是因为宋霞的地煞火焰？不是我那是凡火，而这分明是灵火啊！学校里为什么会有这种恶心的怪物进来？我们得尽快通知困在迷宫里的其他学员。上哪儿去找其他人啊？尽快找到暗影妖兽才是。考核结束了，这个迷宫也就会消失了。这些是什么鬼东西啊？该死的，竟然坏我大事！啊！这不是李彤学长吗？看到你太好了。啊，原来是你们，真可惜啊，暗影妖兽给吓跑了。不用担心，有我在，很快就能再找到暗影妖兽的。你是暗影系的，要么咱们合作吧，人多也有个照应。你们小心！哦，大魔头，你会暗影系魔法？你别过来！我警告你！别吵了，我对你们没兴趣。你就不要再演戏了，看看你的黑触妖。啊！你以为就凭你也想和我斗吗？我能够驾驭的黑触妖数量比你想象中的要多得多。啊！好，同学，把你同伴带走，我来对付他。谢谢，你自己当心啊！有两下子。兵器。就这点本事，也想和我们黑教廷斗？我告诉你，被黑教廷盯着的人，没有一个能够好好的活着，你也不例外。
黑树妖都归你。冰锁算什么？要说霸道，你还是得看看雷吧。快打断他！千钧一力！我的盾魔技！波兹神弩！继续下路。这蠢东西，不会是自己往驯兽铁笼里跑吧？还真来了！主谋还没有浮出水面，不能让这场狩猎就这样结束了。总算找到你了，莫凡，我看你今天往哪里跑？你好能耐啊！抢走原本属于我们的暗影妖兽，还搞出这么大的动静来。你真以为这世界上没人能修理你了吗？你们最好别惹我。口气不小呀，莫凡。傅天明，你来的正好，我们正要给莫凡一点颜色看看。沈明孝、罗宋，我们做一个交易如何？什么交易？我们呢，对进三步塔不感兴趣，感兴趣的是这暗影妖兽。我们联手干掉莫凡，事成之后，暗影妖兽归你们。哼！但是在把它关进驯兽铁笼之前，得先让我们将它肚子里的东西给取出来。你这是打什么算盘？管他呢，这笔交易怎么算都划算，就这么定了。哼，个个都盯着暗影妖兽。只有黑教廷的人才会关注暗影妖兽肚子里的地圣泉，看来内鬼还真不止一个。你这家伙说什么呢？罗宋，我跟你的事呢，我们以后慢慢算。但是你们现在最好离开这里。傅天明、贾文清都是黑教廷的走狗。黑教廷？荒谬至极！莫凡，你是不是怕了？竟然想出这么可笑的方式挑拨我们的联手！今晚遇到的蠢东西真不少。算了，现在还不能动手，以免伤筋。给我追！嘿嘿，人呢？明明被冰锁链缠住了呀！等等，莫凡如果进到里面去了，那就死定了。咱们先去处理暗影妖兽。你有暗影妖兽的线索了？我怎么把自己关进驯兽笼了？糟糕！驯兽铁笼能对暗影妖兽有抑制作用，同样我的暗影系也因此受到抑制了。你知道你自己现在像什么吗？谁？我等你好久了。暗影妖兽我已经得到，既然你自投罗网，那么在杀你之前，我希望全校跟着我欣赏一下罪过刺激的真人秀表演。你到底是谁？莫凡，我们又见面了。宇航，你就是主谋。你要知道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呢？马上你就要跪下来求我，让我给你留一块完整的皮。宇航，我只有一个问题。你这次任务要是再失败了，你上头那个会不会把你另外一半边脸也给弄烂了？你这个混蛋！
咒触妖，都是活人变的。他们被折磨得越狠，携带的怨恨就越强。这是我的第1只诅咒触妖，徐昭廷是第2只，而你将变成第3只。知道这个人是谁吗？我的父亲。我7岁便加入了黑教廷，为了证明我的忠心，所以你还算是个人吗？去，把他的皮给撕了。宇昂，尽快撤离，情况好像不对。指示大人，暗影妖兽已经抓到手了，手下正在提取他体内的地圣拳，请再给我们一点点时间。是吗？这次要是空手而回的话，我们都必定要被责罚，大人。该死，我好像被人盯上了。再给你10分钟，务必拿到地圣拳，否则后果你自己承担。是，指示大人，要不了多久的。再稍等片刻，让我先解决了莫凡吧。怎么可能将被小泥鳅吸收了的地圣拳注入暗影妖兽体内呢？也不动脑子想想，哼！明离盾，反刺。莫凡，唐妙老师，莫凡，你听我说，我们已经掌握了蓝衣执事的行踪，他当前的任务就是接应在你们学校这边的黑教廷成员。审判员叶一已经展开抓捕行动了。我现在需要你帮我把黑教廷的人拖住，至少5分钟时间，那蓝衣执事就插翅难飞了。看来都在等地圣拳，这地圣拳到底有什么特殊作用，让他们这样垂涎？唐岩老师，我知道了，放心吧，我帮你拖延时间。你那边还好吗？我好得很，驯兽呢？先挂了。眉眼猎拳，地叉。这样都没事，这诅咒触妖的本领果然比黑触妖强太多了。人已经找到，已释放坐标光耀。蓝衣，这次你休想从我夜鹰掌中逃脱！教师大人，暗影妖兽腹中只有1滴地圣拳，我们被这小子给耍了。给我解决他！是地圣拳，完整的地圣拳！诅咒触妖，快夺下那个坠子！让立即撤离！指示大人，地圣拳确实在莫凡身上，我马上就要拿到了。不是说在暗影妖兽身上吗？已经没时间了。
立即撤退，且你要为这次行动的失败负责。这次不会错了，再给我一点时间。成了。暗影系星子有反应了，他竟然还拥有暗影系！教师大人，四叶统治大阵好像在消失。给我干掉他！教师大人，要是我们被校方发现就完了。有总比没有好。你们两个给我杀进去，无论如何都要把东西拿到手。还有，莫凡，一定要干掉他。是。让你这畜生尝尝巨影钉！停！我们能不能对付得了啊？诅咒除妖已经消耗了他很多魔能，我们一起上，他绝不是我们的对手。许昭廷得到的假线索是你们提供的吧？是又怎样？他要不是不自量力的，也不会上当。所以，你最好识相的快点交出地圣拳，我们饶你一命。为什么你们好好的人不做，要做走狗？少狂了，尝尝我的风系魔法。风寒龙卷，猎拳轰天，贾文清，你做什么？别冲动。你们两个离远点，他们是黑教廷的人。大魔头，你没事吧？小小凡火怎么可能伤得了我？怎么会有火焰？岂止是有火焰，还是比你更尊贵的灵火。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真正的火焰。眉炎猎拳力叉。指示大人，我们任务失败了，但是我拿到了一滴地圣拳。指示大人，指示大人。莫凡，你没事吧？死不了。你们人抓到了吗？抓到了。隐藏在明珠市的黑教廷势力终于可以连根拔起，今晚就开始大扫荡行动。这次真的多亏了你。不，是许昭廷。你们都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对了，宇昂逃走了。黑教廷他是回不去了。我们会发布通缉令，他将无处藏身。即便能逃走，那也是一生和妖魔作伴。许昭廷，你的仇我帮你报了。啊！那是什么怪物？好恶心！还有贾文清，贾文清和傅天明。那个家伙是大魔头莫凡。莫凡，
路都走不稳，带着暗影兽来的时候不是很嚣张吗？我给你疗伤，别动。哎，婷婷，你帮他做什么？你没看到这里这么多人都懒得管他吗？我身上有诅咒腐蚀，伤口没法愈合。我不是以前的初阶法师了。没事了。治愈系的女孩就是善良啊！谢谢你。该谢的人是我。谢谢那天你把我从灵皮妖兵手里救下来。小事一桩。我叫白婷婷。事儿还没完。笼子里这是怎么回事？你得做出解释。他们变成这样是你做的？是啊。好你个莫凡，对同学下狠手。我看你才是黑教廷的。就是啊，他都这样了。让开！就算我现在受伤了，你们也不是我的对手。是审判员夜莺。莫凡，你以一己之力击垮黑教廷众教徒教士，年纪轻轻却神勇无比。为防止你陷入无端的麻烦，审判会特地派我前来，你有什么意见吗？考核结束到现在，你就一直躺着。受了那么重的伤，可不得好好养着。木姐姐，你瞧她，哪里像受过伤的样子啊？莫凡哥哥，黑教廷的人为什么要对付你啊？还有，那只诅咒触妖是你降服的吗？你怎么可能敌得过战将级的生物嘛？还有啊，贾文清和傅天明真的是黑教廷的吗？莫非你是审判会潜藏在学校的卧底？嘿，肯定是了。想象力真不错，去跟乱叔学些小说吧。哼！你回答我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其他的你不说就算了。问吧。你到底是哪一系的魔法师啊？之前他分明是一名召唤法师，虽然后来他展现出雷系中阶魔法，但这倒也正常。可是新生大会我与他对战的时候，隐约感觉到他身上有暗影系的能力，这又是怎么回事呢？那天你从烈焰之中走出，分明施展了火系中阶魔法，这怎么可能呢？你的修为根本没有达到高阶，怎么会拥有3系的魔法？你们不是都看到了？你当真有3系？真是一个怪胎。所以说，你最强的系是火系喽？差不多吧。人逼人，气死人！我还以为自己已经很厉害了，结果居然连你的小号都打不过。莫凡这次有惊无险，必有后福啊！多亏你们这段时间保护我爸和心夏，我才能有精力应付那些事儿。黑教廷真的在你们主校区考核的时候动手了？只是黑教廷的人杀了暗影兽，害得所有人白忙活一场。最后倒是拿到暗影兽尸体的罗宋和沈明孝捡了个便宜。说来也奇怪，对于那晚发生的事，学校只字不提。难道校方早就知道清扫黑教廷势力的行动？听说当晚宋城也发生了一件大事。啊，新闻里报道的都是一些捕风捉影的信息，
具体的情况恐怕也只有审判会清楚了。我去盛汤，你这次也伤得不轻，得好好补补。哎，玲玲，你在宋城这段时间有没有人打新夏的主意？你指的是哪种主意？当然是指黑教廷。放心啦，宋城有一个审判会的会议所，黑教廷一般不敢来。不过呢，在保护新夏姐姐的这段时间，我发现了一件事。什么事？好像还有人在暗中保护她，会不会是爱慕者啊？保护新夏那是我的事，哪个混蛋多管闲事？我也只是猜测，有可能是新夏姐姐的亲人找回来的呢。你不是说新夏姐姐是你爸收养的吗？当初我爸是要和新夏的妈妈重新组建家庭的，可没多久，新夏妈妈突然不辞而别，还把新夏扔下了。难道真的是她回来了？玲玲，这事儿就别告诉新夏了，免得她伤心。喂，莫凡，你赶紧回来，肖院长要我们去燕都做交换生。交换生？哎，说好听点是交换生，说难听点就是学院与学院之间的角逐战，年年如此。这么多学校，为什么是我们和燕都学府？废话，能够和燕都学院抗衡的本身就那么几所。燕都学府怪胎妖孽是一抓一大把，连校长都觉得压力山大。肖院长可是点名要你去的。是莫凡吧？请进吧。我说院长，您怎么连问都不问下我，就把我名字写上去了？我不想做什么交换生啊。你就不用谦虚了，你在主校区的新学院里这么出类拔萃，你不去谁去啊？肖院长，这种为学校荣誉而战的事情呢，肯定有很多人比我更适合。莫凡呐，你就不要推辞了。这次到燕都做交换生，我也知道压力挺大的，所以我会给你额外的奖励。这里呢有一个凝神魔器，可以抵挡一次精神攻击。抵挡精神攻击？朝贺的诅咒系技能就附带着精神攻击，使人无法施展出任何魔法来。如果有了这个凝神魔器，倒是可以防范这些陷阱类的技能。成交。院长，既然收了你的魔器，我保准把帝都那帮家伙打个满地找牙。别惹是生非。哎，不会不会。也别太拘谨，只要你理正，学校永远是你的后盾。院长，有件事我一直想问你。学校是不是早就知道黑教廷要迫害我的事？黑教廷威胁着这个世界，为了铲除他们，各方势力都竭尽全力，甚至衍生出别的隐患。很多事不便对你坦白，但就如同刚才所说，你要相信，我们都站在你左右。欢迎来到我们燕都学府。住宿已经安排好了，大家先去休息一下。明天咱们就来一场魔法切磋吧。好。这么匆忙的吗？不匆忙，魔法切磋可是每年的重头戏。况且今年除了切磋之外，历练必不可少，早点举行更好啊。既然这样，那好吧。刚到这里就要比赛，水土不服啊！万一输了多丢人啊！卢老师，明珠学府的交换生来了。
这些庸才成天和我们燕都学府叫嚣，但从来都只是动动嘴上功夫。这次得给他们点教训。喂，2个队里的拖油瓶，就别大言不惭了。陆正和，就你这幽文暴狼，我一个人就能撂倒他。切，你还是多练几年吧。这次魔法切磋的头功肯定是我的。你们队长呢？哎，卢老师，明天比试就我们几个上吧，不用劳烦队长大驾了。对，我们上就行。一提到队长，看把你们吓的。也好，你们总算是还有个怕的。好了，你们抓紧训练吧，这次切磋一定不能输给明珠。虽然有点水土不服，但还是得抓紧明修，尽快提升召唤系的速度。哦，小家伙大半夜不睡觉，发的什么奇奇怪怪的绿光？让我看看到底怎么回事。这些难道就是收集到的残破？嘿，小泥鳅，你这个收集战利品的癖好还真不赖哎！小泥鳅，你到底是什么来头呢？看你的功能好像既是明修魔器，又是亡魂器皿。哎，这要是把里面的残破提取出来，岂不是能卖个好价钱？试试。我去，这么昂贵的东西就这么给吃了？下午就要比赛了，你急着跑来找我有什么事啊？有些专业的问题想要请教您。比赛算什么？学习最重要吧。哎，我听说亡魂器皿除了能够收集到精魄之外，还有其他非常特殊的功能，不知道教授你知不知道？你从哪儿听来的？关于这个嘛，我也是无意中从一些比较早的资料中看到有关的记载。传闻有一种亡魂器皿，它不仅能够收集精魄，更是对那些残破都情有独钟。那是因为这种亡魂器皿，它可以将这些残破凝练成一个完整的精魄。哇塞，就算是奴仆级的精魄也很值钱，能将残破凝练成完整精魄，那得是多稀罕的玩意儿啊！这下要发了。你怎么了？没事。我们学院的斗馆是不对外开放的，但这次切磋的结果呢，会在全国高校中公布。所以虽然没有观众，但关注度并不低呀，大家都要加油哦。罗宋，你也是聪明人啊，不想做凤尾，所以跑去当鸡头。想想也是，你如果在燕都学府，根本就轮不到你出战。可恶！不得无礼。几位，抱歉，许同学说话比较直接，大家多担待担待。直接？也就是说，卢一鸣老师很认同这位同学说的喽。这个啊，贵校不应该有9名学员吗？今天怎么才来了8位呀？星子吞噬精魄？我随便问问。精魄是一个好东西，无论是明修星辰魔器还是星云魔器，都有着巨大的价值。不过呢，在最早的时候，人们还没有通过亡灵系的器皿学研究出魔器，所以精魄一直被当作强化之物使用。强化星子吗？是啊，真是暴殄天物。虽然这样做，魔法技能也会得到强化，但精魄无比珍贵，
谁舍得为了一个阶层的魔法耗费精魄？初阶魔法有7颗星子，每一颗都要为一个奴仆积精魄的话，这钱都能买一个战将积精魄了。但是用来强化星子，那也好过摆在那条河上方当装饰品吧。哎呀，真是太闹心了。啊，你还参不参加魔法切磋了？对啊。哎，这样的比赛真是没劲。肖院长给的凝神魔器也很没意思吗？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得，邱教授，我先走了。这是怎么了？吵起来了呗？那很好啊，我就怕那种客客气气的，搞得人不好意思展现实力。嘿嘿，我也是。哎，木奴娇，今天怎么个打法？我们这边出4个，他们那边出4个，团队比试，一共2局。2局怎么分胜负啊？因为本来就是切磋，名义上不会分出胜负，但最终强弱还是会有分晓的，就看哪方的个人能力更突出了。哎，看来又得指望我了。得了吧，首轮出战都没你的份儿。为什么？你还好意思问？第1局出战的名单都定了，你才来。哥们儿，给我加油啊！你跟沈明孝、罗宋这俩货组队啊？没辙，不敢违抗师命。我赌1包辣条，你们会说。许大龙、廖明轩、晶晶、赵明月，你们4个就来打这头阵。是。都准备好了吗？战斗开始。对手都要打过来了，你们还这么乱！宁效逆的是中阶魔法，快打断他！看你如何完成中阶魔法！你会吐息魔法吗？坤之笛，秋拉！再让你们享受一下烈焰的滋味。嘿嘿，是吐息中阶魔法炎杖。还以为你们有多大本领。我来对付风盘龙卷。这2败俱伤的事情还是少做为好。太过分了，下手这么狠！但是根据个人实力来说，这一下子他们确实赢了。莫凡、木奴娇、宋霞、郑冰晓，下一场你们上。顾寒老师，下一场还让我上吗？我的力量还没有全部施展出来，而且他们4个在搭配上也有点不妥当。郑冰晓是召唤系，莫凡也是召唤系，2个主修召唤系的在战场上不占什么便宜的。既然这样，那沈明孝你代替我上吧。我建议还是换下莫凡。既然你觉得自己是获胜的希望，那谁让出来不都一样？就这么定了，这次可别再输了。你等会儿最好听我的指挥，不要妄自行动。输了你担待不起。以前我觉得你这人最多自以为是了点，没想到还这么不要脸。你，佳佳，待会儿你多保护我一点，不能用魔具的话，我就没什么防御手段了。这次比试你最好拿出全部实力来，要是再输了，颜面上过不去。莫凡，你是召唤系和雷系对吧？你的召唤生物实力怎么样了？离战将还有1步之遥。哈，那在这种级别的战斗里，基本上就是一头废虫。你的契约兽呢？
那个，还没找到合适的。啊，这么说来，你从新生大赛到现在，召唤系一点进步都没有，这不就等于我们这边少了一系中阶魔法吗？陆正和、明聪、萧金鹤、小风，这一轮你们4个上。老师，让我上场吧。我以为木奴娇已经够标致了，没想到燕都竟有这么出众的女生啊！宁雪，他们还不值得你出手，我们来应付就可以了。穆宁雪，你确定要上场？既然队长要亲自出马，我就让位了。这下明珠学府更加无地自容了。这个大美人竟然还是队长，简直是我梦中情人的完美形象。这下糟了，这个穆宁雪很有名的，冰系天生灵种，我们即便全部都上，可能都不是她的对手。莫凡还是天生双系呢，怎么比不了？这个冰系女魔法师很恐怖啊，就是天生双系又怎样，肯定不是她的对手。你怎么了？1年多不见，越长越祸水了。你认识他？她是我大老婆。怎么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哎呀，好强的实力，没有刻意的释放出气息来，却依然让空气的温度下降。战斗的时候，我会尽量牵制住他，争取向其他人迅速解决，我们再联手对付他。对付他，用我的美色不就够了吗？别贫了，他的实力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强。这种与生俱来的天赋真的很可怕。冰万，这是冰之领域。领域这种能力多半只出现在高阶。其中最经典的领域技能便是暗影系的撕夜统治。同样的，别的系也存在领域这一说。我的火焰只是凡火，面对更高级别的灵兵，肯定要被克制了。必须先联手灭掉他。冰系领域终究是不是只会压制火系，还真不好说。雷印怒击！哼，别慌，为我所用，千钧。雷印怒击！什么兵？莫凡，干得好！你以为可以安然无恙的召唤吗？竟敢闯到我方阵营里面来！契约召唤，幽纹暴狼。战将级的狼族召唤兽。藤蔓缠绕。这藤蔓的作用几乎为零了。简直是猫鼠游戏。地波。上盾，必要。
萧院长，若不是收了你的好处，我可不会这么卖命。木奴娇，你带着幽狼兽牵制住幽纹豹狼。宋霞，用圣盾庇佑守我一下。好。好强大的寒气！后退。甚至没有看到他描画冰系星图，就能瞬间释放魔法了。莫凡，比赛到此为止。老师，我们再等等。火，我感觉到了火元素，是一股非常强的火元素。什么？队长，明州学府好像打算认输了。是啊，宁雪，收起你的冰系力量吧，免得把那小子冻死了。好久不见呐，宁雪。不要再伪装了，拿出你全部的实力来，莫凡。伪装？什么叫拿出全部实力啊？就算他有更强的雷系力量，被冰所控住，也无法脱身。是血红色。可恶！这家伙不是雷系和召唤系吗？怎么还可以驾驭火焰之力？三系，莫凡有三系。还以为你会对情郎手下留情，没有想到一出手就这么狠。我不喜欢火焰。我知道你是在考验我的实力。也是，你这么努力，作为男人的我，怎么可以没有一点本领呢？那恭敬不如从命了。雷炎，猎拳，地叉，不能这样下去。竟然逼得我们队长使用第二系，这个莫凡他完蛋了。是0级的风咒，糟了！陷入这风盘天罗的风眼中，会受尽风之魔鬼的撕裂之痛。一拳，轰天！猎拳，给我散！0种风盘天罗就被他生生的给轰散了。哼，双0种，总算找到一个勉强能和我打的了。哼，该我出招了。你能快过我吗？寒冰冰锁年国，千钧霹雳夜叉。不好意思，我这可是千钧。哎，切磋嘛，点到即止就好了。你真是越来越让人看不透了。我输了。
是莫凡赢了吗？天生双系，雷系、火系双灵种，又还是中阶第2个级别。哈哈，莫凡赢了，打败了帝都学府的王牌。哈哈哈哈！这怎么可能？这种妖孽估计也只有审判会培养得出来吧？没想到明珠学府还有这样一号人物的存在。一场切磋而已，输了就输了，最重要的环节还是历练。我的幽纹暴狼再进阶一步，就能比莫凡强。可他也有召唤兽啊！切，那只幽狼兽可是被我的幽纹暴狼完爆。再说了，我还有另一手准备。哼，总之校外历练的环节，咱们走着瞧吧。你俩何必怄气呢？这件事终究不是谁说了算的。这不是在怄气，陆年他在打一个学生的主意。连5大洲魔法协会都已经表明绝不会将这邪恶之术纳入新魔法系中。邱雨华，你太过顽固了。我们是在创造。古时候觉醒和学习的魔法系少得可怜，还不是有各个领域的伟人在探索开创？我做的这些可都是为了剿灭黑教廷。不要吵了，不管怎么样，也要等他这次特训结束。我可不允许学生在校期间出事。我是燕都学府院长松鹤，之前的切磋比赛，大家表现很优异，我很欣慰。但是之前你们一直都是在城市里修炼，终究还有很多的不足。一个强大的魔法师，并非一定需要强大的实力，更重要的是如何在妖魔肆意的野外好好生存。这就是大学会开展校外结界外历练的原因。啊，听上去好危险啊！为什么之前没有说清楚啊？直接将学员们派遣到安界之外，你们需要独自面对妖魔。这种历练确实存在伤亡的危险，但作为一个魔法师，在觉醒属于自己魔法系的那一天，就应该做好这样的觉悟。这次历练的目的地是在长河中下游平原的金鳞市。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城市啊？因为它在15年前便在地图板块上被抹掉了。15年前，下游平原发生了一次妖魔灾患，那次灾患中，金鳞市彻底变成了妖魔的老巢，面目全非。这次你们的历练任务正是去采集最新数据，你们所采集的数据将决定金鳞市是否可以重建。要记住，即便是教授妖魔课的老师，很多都没有走出过安界，在危难时刻不要只依仗书本上学的东西。老师，那能不能提供一些实际的意见？带一件上好的防御模具，关键时刻能让你们捡回一条命。你就是莫凡？啊，是。这次历练，我希望大家能够相互协助，平安归来。是。你打算怎么办？没有模具，但我有幽狼兽啊。可是，这次切磋失利，让幽狼兽的骄傲都被践踏得体无完肤，所以我想帮助他晋升战将级。这里面有狼族战将血脉，还有一颗心脏和一瓶骨粉，这些能够助你进阶成功。嗨，不用紧张，安全放心，无后遗症。跟我还客气，等哪天我宰了一苍狼，都给你当零食吃。在新生斗兽大赛上，你用自己的身躯去撞散木奴胶的封盘，我一直记得。
你的忠诚和无所畏惧让我坚信你是我的伙伴，帮助你强化义不容辞。不过话说回来，你可得争点气啊！为了买这些东西，你爷爷我可是不知要吃多长时间的土了。好，我们开始吧。先洗血，再塑魂。我在你体内灌入新鲜的血脉，进行重新造血，你的身体会产生一些排斥反应，忍着点儿。好，接下来的塑魂更要撑住。魔能提供给你，完成进阶，来吧！这气息有了。那是啊。极星狼，一个学生竟然拥有了狼族生物中最为敏捷的亚种，这太不可思议了！邱教授，莫凡他……怎么了？莫凡的幽狼兽晋升成战将级的极星狼了。哦，真是前途无量啊！是啊，有莫凡在，这次结界外的特训，我总算是放心一些。可只怕某些人会执迷不悟，做出些不可预料的事情来啊！猎王，我不能离怪物太近，以他的杀伤力，我对付不了。我马上就到。魏方自己搞出来的事情，竟然要我们给他们背锅。况且这项计划也不人道，失败就意味着一名魔法师陨落。啊！这次的试验品是一名高阶法师，3系异变，再加上他本身就是高阶法师，所化作的怪物就更恐怖了。没错。你去跟着他，免得伤及无辜。遵命。东西洗了吗？那我来这边。这东西拿来了。咱们开始吧。好。静静，你刚才提到的部落是？啊，就是数量庞大的群居妖魔，比如博城灾难，就是黑教廷故意激怒魔狼一族导致的。但是他们和这一带出没的西路巨妖部落比起来，就小巫见大巫了。我们将群居的那些妖魔的规模进行了分级，族群数量超过10的，称之为妖魔部落。哦，
一旦有族群级别的妖魔军团入侵城市，那就要拉响血色警戒了。嘿嘿，不要介绍的那么清楚。我们莫凡同学可是经历过血色警戒，对不对，莫凡？啊！不要拿伯承开玩笑。这片地带已经没有卫法师巡逻放哨了，大家不要放松警惕。顺着这条铁路走，就能够抵达精灵市，但隧道里可能有妖魔，我建议咱们翻山过去。未免太小心翼翼了，这整座山要翻越的话，不知道要耽误多长时间。直接走隧道，我的研魔人走在前面，有什么情况的话，也可以抵挡一阵子。那我走最后。嗨，危险的事情还是我们男人来吧。我主修土系，到时候也能给大家提供一个后盾保护。切，太低估那些未知的危险了。光耀。哎，前面情况怎么样？没什么，只是地上有一些碎石头，估计是以前工程留下的。继续前进吧。离我近一点，有什么情况我可以保护你。你不是应该保护好你的穆宁雪吗？你和他是怎么认识的？以前隔壁邻居。原来他也是伯承的，难怪他因为罗宋拿伯承开玩笑而动怒，还有空谈情说爱。好。以我终极猎人的身份，劝你们最好随时保持警惕。哟，终极猎人，很了不起啊！哎，莫凡，你有没有感觉有什么东西在盯着我们？赵满言，给个光耀。去。管他是什么鬼！这种怪物会将火物打成肉酱。藤蔓，鞭挞。不错啊，一上手就是3级的雷焰。不过是对付一只不能反抗的妖魔，见笑了。随他叫回去吧，几只小奴仆魔物不是什么大事。我们继续往前走。怎么了？那只洞穴魔奴是在呼唤同伴。原来这隧道是洞穴魔奴的巢穴。刚刚那些白色的碎石，全是被敲碎的骨头。赶紧把所有黑藤都给烧了！两边也有。
交给我，我先缓解你的痛苦。我快顶不住了！该死，怎么这个侧动的怪物杀不完的？莫凡，跟我杀进去！姐姐，不用这么暴躁吧？这样下去只会消耗魔法。哎，喂！莫凡，莫凡，莫凡！哦，洞之间全是相通的，怪不得洞穴魔奴源源不断。碾骨，哇，厉害厉害！慢吞吞的。啊！我舍命追着你进来，你还挑三拣四。对呀，这些残破收集起来是能够凝练成精魄的。虽然是当柴烧，但是这么多残破不用可惜了。怎么感觉自己像个被大姐姐带刷低级副本的小号啊？后面还有一大片，他们暂时不敢冲过来送死。又在呼叫同伴，看我让他们闭嘴！糟糕，冰锁还在调息，真应该等那家伙一起。千钧雷印，怒击，是不是很帅呀？算你速度还可以，那就让你再见识见识。我是怕火焰伤到你，不是故意占你便宜啊！再去另一个洞穴看看。哎，这下还不等我？喂！他们这是要跟我们拼命啊！寒冰、冰锁、碾骨。是莫凡和穆宁雪。他们是怎么跑到洞穴魔奴的后面去了？切，真是服了他们两个。快走，没有必要继续耗下去。走，好，走。快，清点人数。莫凡没出来啊！去救他！哎呀，他要是这会儿都没出来，肯定已经变成肉酱了。喂，你说谁变成肉酱了？你小子吓死我了！你做什么去了？我记得你一开始是走在前面的。没做什么。既然没事，我们赶紧离开吧，找一个地方扎营休息。哎，对，此地不宜久留。看，你们确定他们是在溪边洗澡吗？对，木奴娇、穆宁雪都在。朋友，派你去看看，以你暗影系的能力，他们察觉不了。朋亮呢？
这行动也太快了吧！哼。怎么样了？到底看见没看见啊？怎么样了？你不是脚伤了吗？跟着瞎起什么哄？哎，不对呀，怎么那片林子结冰了？啊！被发现了！被发现了！刚才还有谁？这不是被你抓到了吗？我们劝他来着，他不听。是啊。可是刚才明明在2处出现了暗影系魔法，幸好穆宁雪出手快，逮到了一个。我们真的不知道。哟，都在呢。你刚去哪里了？哎，去方便了。你是不是用暗影系的模具偷看我们？你看我像是会有那种宝贝的人吗？我也没有看到啊。虽然我刚才射到了林子里，可是连西边都没有到就被你们发现了。我真的什么也没看到。还狡辩，不要脸！人面兽心，伪君子，是吧？我跟我这儿就别装了。怎么样？谁的身材最好？还是你了解我。收集了这么多残破，不知道够不够凝练出一个精魄来。练出来了，是精魄。还差5颗，雷印就可以跨入到第4个级别了。4级的雷印，我想应该没有几个魔法师会具备吧，真是期待呀！那里就是精灵室了。短短15年，竟然都荒废成这样了。走吧，我们先在外围勘测一番，统计一下这里有多少妖魔在游荡。没有成群的出现，看来周边妖魔数量很少。直接进主城吧，早点完成任务就能早点回去。哪儿那么容易？你看，要勘测的点那么多，除非我们分头行动。目前看来，城外情况还好，可是这有可能预示着大量的妖魔是聚集在城内的。大家走在一起，遇到成群结队的妖魔，还能够应付一番。若是分散了，那就不好说了。行动一点规划都没有，真担心会出事。你俩记得跟紧我。好好的一座城市，都不敢想象这里发生了什么。还是尽快找个安全的地方落脚吧。我们可以先找一座视野相对开阔的大楼作为基地，这样既可以迅速逃离，又可以很好的防守。哎，要不就那儿啊？那是精灵市市政大楼，算是全市最有利的位置了。虽然这里也是要勘测的区域，可是这个市政大楼看上去怪怪的。你们看，那些植物不朝着有阳光的地方生长，反倒是全部钻入到市政大厅里面，真是匪夷所思啊！终究是要勘测的，咱们抓紧时间进去吧。等等，留1、2个人在外面看守，我留下。那我也留下。好，就这样吧，咱们进去。啊！2楼也是安全的，大家上来吧。走吧。分开4处勘察一下。
怎么了？你看电梯井里那2根藤蔓之间好像卡着什么。别怕，我去看看。嗯？嘘。怎么回事？这些人怎么这样了？是被什么妖魔袭击了吗？前不久一定有一队猎法师来过，他们全都没离开这里。路了！这些植物有古怪。哦，我们后面的路怎么没了？我的天，路没了！快跑！这是怎么回事啊？你看上面，是尾部魔。这东西是植物还是妖魔？是魔鬼，血统较高，所以成年的极难对付。它聚光，所以借助市政大楼作为天然的栖息地。所有靠近大楼的活物都等于是送死，他们都被困在里面了。我来。不可以，你别激怒他。你一个人的火焰对这样的庞然大物是不起作用的。那总不能坐视不管呢。穆宁雪、木奴娇还有赵满言，我不能看着他们死。这又是什么妖魔？这样的气场压得我快窒息了。对营，快救他！救不了他，大家快走！冰锁，冰万，冻结，坚持住，我来照顾他。我也是为大家安危考虑。守护！啊！植物墙还在不断收拢，等完全收拢的时候，我们就跟那些猎法师一样走不出去了。必须赶紧把路给劈开。谁有掌魔锯？这种时候就别藏了。我的冰锁在这种环境下只能够起到一个保护作用，要想撕开面前厚厚的植物墙太困难了。穆宁雪，你冻住这些植物，我用光斩切开它们。烈光斩！呀！快走！你等他又缩紧了。你有4系，以后再给你解释。进去救人！血液循环，圣光御药，延长连斩。他们使用了防御魔具，他们都还活着。快救宋霞，她快不行了。这边。没事，有我呢。到底怎么回事？整栋大楼差点都倒了。是吸炉巨妖，刚才有一只吸炉巨妖把尾部魔给生吃了。
我要回去。竟然派我们到这里来，看看我们遇到的都是什么，哪里是我们现在能够对付的？这里危险程度远比资料上说的要高，不过也是我们运气不太好，选了这栋楼，一下子遇到了这些强大的怪物。切，之前谁说要进这个市政大楼的？差点害得我们命全部搭上。是你对不对？哼，自己躲在外面，让我们进去。莫凡，你好歹毒啊！我要害你们，干嘛不顺手把门给堵了？说好在外面接应，你为什么躲到远处去？宋夏没大碍了，幸好穆宁雪将伤口及时冻住，止住了血液外流。莫凡，你接下去最好闭上嘴。像你这种一遇事就跑的人，比妖魔还危险。别耽误时间了，走吧，到下一个探查点。我不喜欢和是非不分的人为伍。你们去看测点吧，我单独行动。莫凡，哎，你慢点。你，哥们儿别冲动。不用说了，就这么决定吧。这是备用的探测装置和定位手表，尤其是定位手表，不要弄丢了。咱们能随时掌握对方的位置。那我们各自勘测完一处之后，你跟着赵满言的光耀回来跟我们会合。我很快就回来，我可不放心把你一个人放在一群狼中。这是水晶手珠，遇到危险的时候，将魔能灌入到里面，然后捏碎，就会有水域的防御水晶液。我把它当护身符带着哈。还有啊，我要是没回来，你可别等我，找个好人家嫁了啊。走吧。喂，你胡说些什么？记住，从现在开始，你们的身份都已经变了，一切行为都与魔法卫部无关。入念大人，还有300公里便能够抵达金陵荒城。好，到了金陵城边，改步行，以免打草惊蛇。是。谁会真的在乎他们的挑衅？不过是为了借此离队而已。不过还是得快点，总不能不管木奴娇他们。尾部魔这种比较奇特的生物，死后肯定会留下点什么吧？哎呀，别抖了，我这不是返回来了吗？就是这里了。哎呀，安静了，不是叫你出来打架的。喏，帮我抛开这些石头。快，别磨蹭。种子，一定是种子。好家伙，尾部魔成年之后实力那么恐怖，这种子应该和妖魔的幼宠差不多，是可以供给召唤系魔法师直接培育的。走，急性狼，去下一个勘测点。是谁这么没礼貌？老头，是我。展空。莫凡那小子呢？
你脖子上这伤再高1寸，可就没命了。是异苍狼吧？这种生物的爪子锋利至极，又附带坏血效果。你这伤疤要恢复过来，得要很长时间的调理啊。就是伯承灾难的时候遭遇的那只，当时算是2败俱伤，让他给跑了。等我掌控此生，一定会亲手将他干掉。不说这个了，快告诉我莫凡在哪儿？之前他的双系天赋公之于众，我就一直在替他担心。前阵子陆年手底下一干人等突然间被开除卫部，我估计他可能要不顾任何人的指令去做一些疯狂的事情。你说陆年被开除了？他不会已经来过了吧？你赶紧告诉我，那小子去哪儿了？去结界外参加历练了。要不我马上派人到金陵荒城去。这事儿我得亲自过去。唉，还记得当初撞见3眼魔狼，可是大气都不敢喘。那种只能够祈求对方没有看到自己的弱小卑微，真是永远都忘不了。谁能想到短短1年，再遇3眼魔狼，心境却能截然不同。哎，这种靠特殊声波频率勘测妖魔的装置倒是挺省事儿，但是要等3个小时，这也太浪费时间了。也不知道赵满言他们是否顺利。我呸！打不过就叫人，说好的单挑呢？现在还不能撤，看他一眼看就可以收工。倘若我空着手归队，岂不是又要被那些家伙笑话？姬星狼，你专心对付3眼魔狼，那些个独眼魔狼就让我来。就这本事也想玩偷袭？在火焰里好好相亲相爱吧。数量还真不少，估计又能够凝练出一个精魄吧。好家伙，是进阶期的独眼魔狼，就先解决你了。雷音，是残破，又可以练成精魄了。已经第6颗星子强化了，马上就能够让雷印蜕变。想跑？好，去干掉他！算了，杀到下一个勘测点吧，再收集一些残破。再坚持一会儿，马上就好了。更多的大旗过来了！快撤！好了好了，大家撤！才完
完成一个地区的勘探，就狼狈成这样。要是把这座城全部勘探完，还不得全都趴下呀？木筏不在，少了一个强大的火力，对付起这些妖魔群来，费劲不少。那家伙只闯祸，还说自己独立去完成勘测，我看他没多久就要灰头土脸的滚回来。哎呀，没准他早就挂了。看来要让你失望了。从我的定位手表来看，莫凡正在往我们这个方向来。真的吗？放心吧，我们先去教堂跟白婷婷他们会合。我已经给莫凡发出了光耀，看他现在的路线就是在往教堂那边走。水打回来了。啊，你怎么啦？打水的那个鬼地方到处都是虫子，弄得我浑身痒痒的，真烦。这是什么？啊，是驱毒药剂。宋霞的伤口愈合很慢，是因为伤口上沾了毒。啊，你没事吧？没事。明聪，你往哪看呢？白婷婷，我一直很喜欢你。我真的很喜欢你啊，白婷婷，我很喜欢你，真的。明聪，你错了，干嘛动手？住手！我看。哎，你们怎么了？莫凡，你终于回来了。发生什么事了？哼，那个说要自己独立完成勘测的人回来了呀？怎么样，收获如何？2个。你一个人竟然完成了2个勘测点。你看，一定是那2个勘测点正好没有什么妖魔。哎，不是，莫凡第2个勘测的沼泽地在地图上显示，那里可是西卢巨妖的领地。啊，自己废物就不要觉得别人也跟你一样废。别以为你天生双系就很了不起。我告诉你，莫凡，你无非就是一个运气比一般人好上很多的废渣。想打架？别胡闹了，有什么问题回去再解决。走啊，我们到外面比一比。陆正和，你以为你是什么？这里的老大吗？对谁都指手画脚。有一个在魏部的大哥很了不起吗？成天一副就你厉害的样子。在慕宁雪面前就跟哈巴狗一样讨好啊！你是不是也疯了？信不信我把你给绑了？你还动手？你以为我到底怎么回事啊？明聪突然间对白玲玲动粗，廖明轩又和陆正和莫名其妙吵起来。来啊！你发现什么了吗？发现什么？那些人不太对劲。还好吧，他们平时不就这样吗？那白婷婷呢？她平日可没那么主动。她暗恋我已久，这不很正常吗？你当初不也是？那时候是不懂事。可我们……对不起。就算你现在跟我说要离开穆家，我一样……别说了。别开这种玩笑。我没开玩笑，你在我心里就是城堡里美丽又神秘的公主。很多人一辈子都不可能像童话故事里一样携着公主出逃，所以我觉得值了。你怎么了？我劝你别想太多了。家族已经给我订婚了，虽然对着未婚夫但世家联姻就是这样，爱不爱的我无所谓。明雪，等等，你说的没错，今晚真的有古怪，应该是某种心灵蛊惑。刚才这凝神魔气释放出了精神涟漪，把我的心神从那种奇怪的状态里拉了回来。明聪会对白婷婷动粗，
想来是因为他本来就喜欢白婷婷，廖明轩嫉妒你，又对陆振和不满，所以怒话连篇。而白婷婷对你有好感，所以受到惊吓后对你产生了依赖。还有刚才你，总之，你自己知道。所以说最先出问题的是明聪。他今天一直在教堂，帮着白婷婷照顾宋霞。对了，他独自去了附近的池塘打水。莫非池塘？不好！木奴娇怎么和罗宋动起手来？难不成罗宋对木奴娇做了什么？四胖子，你竟然敢动木奴娇，我灭了你！你有没有搞错呀？是他先对我出手的。啊！糟糕，木奴娇也中招了。罗胖子，你坚持住啊！但别伤到他。什么叫不要伤到他？是我快要被木奴娇打残了，好吗？是巨龙将，没想到郑明晓这家伙如此深藏不露，已经拥有了一支战将级的契约哨。莫凡，你快过来帮忙啊！这帮家伙不知道怎么了，他们可能被控制心灵的怪物蛊惑了。你，那还不赶紧把怪物给杀了！一切精神类、心灵类，只要解决掉那个主脑，大家就会恢复原状，否则真得自相残杀了。有道理，行，我来牵制住被控制的人，你快去干掉那个作祟的生物。我，还是算了吧。切，就知道你小子在想什么。我也不去，那种会控制精神的怪物，我才不想招惹。跟我走！干什么？莫凡，我看好你哦！慢点！哎，前面是水池！哎呀！你说，这水池里究竟会钻出什么？难道穆宁雪的心神也失手了？啊，不对。他为什么没有跟其他人厮杀，而是拉着我杀到这里来？寒冰、冰腕、覆盖。我明白了，他确实是被蛊惑了，但因为他心无旁骛，只想解决这个祸害，所以即使被蛊惑，也还是要到这里来。这个女人还真是有趣啊！难不成明聪就是被这种水蜘蛛给蛊惑了？蛊惑萌蛛！从气息来判断，他的实力应该在普通战将级生物之上。但远没有强到尾部魔那种程度。我有凝神相恋，穆宁雪一心想干掉他。收不收心神无所谓了，还是有一点胜算的。封盘，天罗。眉炎，猎拳，地叉，不会吧，血手穴！再吃我一拳！眉炎猎拳，
轰天！风盘，天罗。干得好！当心如焰！化刀攻盾。明白了，这蛊惑魔蛛的捕猎方式，就是先让那些小蜘蛛蛊惑其他生物自相残杀，最后自己将这些半残的生物拖到他的领地，享受他的饕餮大餐。穆宁雪，你用冰锁控制他，我给他来一个狠的。去，起。好样的！千钧，霹雳，轰顶！还站得起来？冰晶煞攻！等下，这威力！这威力真是太恐怖了。可是，这样的魔诀烙印到灵魂上，灵魂简直不堪重负啊！宁雪，你没事吧？休息一下就好了。宁雪，这把弓似乎与绝大多数魔具不同，究竟什么地方不一样，我也说不上来。但有种预感，这些年穆宁雪身上发生的巨大变化，很可能就与这柄弓有关。看来大家都没事了。宁雪，你受伤了吗？我没事。木奴娇呢？你把木奴娇怎么了？他没事，在那边。啊？娇娇，你还好吗？我刚才是怎么了？哦，你精神被控制了，不过现在没事了，有我在呢。来，我温暖的怀抱。无聊。还给你。刚才杀蛊惑魔蛛的时候还蛮危险的，不过这件护身符我没舍得用。明聪他谁干的？是廖明轩。啊！你不要血口喷人！啊！是不是你？我不是故意的，
我根本控制不了自己。我不是。其实也怪不得你，因为大家都中邪了。我真的控制不了自己。我只是没想到，经过了这一路，我不是故意的，到最后会是这样的结局。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们快点回去好不好？我也待不下去了。勘测任务虽然没有全部完成，但数据已经足够了。大家返回吧。先就地掩埋，免得他被妖魔发现。等回去再叫校方来处理吧。陆振和，你怎么了？啊，没事。快点离开这个鬼地方吧！这片林子有些阴森，随时可能有妖魔跳出来。虽然穿过这片林子，还不能立即到达结界内，但是再坚持一段路，前面就有镇守和巡逻的卫法师了。别担心。是卫法师。我想太好，我们得救了。是来援救我们的吧？真是太棒了！陆振和啊，是你哥哥呀，他来救我们了。他们的制服有些奇怪。郑冰晓有救了。见到你们太好了，我们闲杂人等都解决了。大哥，您是不是搞错了？他们都是跟我一起的历练生，所以才要灭口。这件事我不希望让任何一方知道。晶晶，郑明月啊，是雷云，小心！啊！是第三级霹雳，大家快躲开！圣盾！不好，大家快逃！糟糕，郑冰晓！啊！郑冰晓，救命！西大龙！陆年，你给我听着，我是帝都魔法协会廖峰之子，你胆敢动我？我告诉你，这种人更留不得。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当初你说要过来帮我在历练中战胜莫凡，我才沿途给你留下信号，为什么连他们都不放过？不要多管闲事，还不过来？想和他们一起陪葬吗？我不。危险！陆正和，还不过来？对不起，陆正和。切，懦夫！想跑，就算是死，你也要在这里给我们陪葬！好！大哥！快叫你的手下停手，不然他就要没命了！大哥，救我！大哥，大哥！莫凡，你有点意思。虽说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弟弟就这样死去，但为了这次伟大的任务，所有的牺牲都是值得的。这里的人倒也不是非死不可，
我可以放了他们，但是你不能走。为了我而来？那我还真有些好奇，你到底是什么目的？你难道一点不害怕？果然不凡呐！选择你，看来是对的。我要做的，是一件关系到全人类的事。今后所有的人都不需要生活在妖魔的铁蹄之下。更重要的是，我们将会拥有更强大的力量对抗黑教廷。可是你们这样跟黑教廷那般畜生有什么区别？你们根本不懂，黑教廷要利用妖魔毁灭人类，人们却还不自知，自以为繁衍下去会更加强大。殊不知，等繁衍的足够多了，就是妖魔开启一场饕餮盛宴的时候。把自己夸得这么伟大，结果你要做的事就是在这里草菅人命吗？当然不是。我要你执行一项实验。实验关系到一个全新的魔法系。成功了的话，我们就是新系的开创者。为了这个全新的系，已经不知道牺牲了多少作为实验品的魔法师。而经过我不断的寻找研究，莫凡你就是新系的最佳实验品。我如此年轻，竟然是天生双系，完美。实验品在实验之后仅仅维持很短暂的时间，并且由于承受能力不够强而丧失理智，药效一过马上就会死亡。这项新系实验是以寄生的方式让实验对象突变，如果没有强大的承受多系的能力，自然不行。你因新的系而死，也是死得其所啊！给我上！是。什么？哼，听你那么多废话，不过是为穆宁雪争取酝酿魔法的时间罢了，蠢货！领域，魂级冰种，这不可能！冰晶煞钩。宁雪，我没事。快带穆宁雪走。那你怎么办？你的这一剑是不可能将他们全部给干掉的，能做的就是给大家争取到这一点逃跑的时间。他们的目标是我，你们留下来又能怎样？快走！赵满言，他们拜托你了。走。是。快走，快走！啊！活着的人跟我来。是。最重要的实验品怎么可以丢失呢？金陵皇城里潜伏着数之不尽的妖魔，他们足以将法师轻松解决。现在只能试试靠着金陵皇城了。在那里！别让他跑了！
这里全是泥潭，风系魔法无法通行。我来，底部。可恶！如果需要全部清理，需要很长时间。可恶！哼，无计可施了吧？啊！快防御！是。果然是战斗经验丰富的卫法师，1、2个我还能够勉强应付，这么多人联手，我没有一点抗衡的机会。唉，现在看来，那些奴仆级的妖物们，没个几百只都不太可能对他们造成威胁。奇怪，那个陆年去哪儿了？是西卢巨妖的老巢。是巨蜥尾龙，就是那个一口咬死尾部魔的巨蜥尾龙。这下糟了！看你往哪里跑！你以为躲到这种地方就能够趁乱逃走吗？哼，我逃了吗？告诉你，这些西卢巨妖我们根本不放在眼里。是吗？那如果是风穴里面的呢？这样做你也只有死路一条。哼，那就看最后我和你们这些卫法师中的败类，谁能在这场围攻中存活下来了。我们这一切都是为了那个伟大的目标，我不会让你死在这里的。我的任务是带你回去接受实验。我知道你不像陆年，你至少还尚存一丝人性。赶紧让你的人让开，否则大家都会没命。哼，我做不到。火字。雷印。好强的雷印，即便是灵种的雷印，也不可能造成这么大范围的肌肉麻痹。他的魔法底蕴果然不是一般的强。是火炬无息，可恶！急星狼，该怎么办？啊，这家伙是火系，那雷系魔法对他有作用吗？啊，糟糕！我不会让你这么死的。固执的女人。急星狼，咱们还是不要去招惹他了。老规矩，你对付大的，我解决小的。雷印。束手就擒吧！你的雷音是出类拔萃，但你的魔能耗干之后，就会成为西卢巨妖的腹中之物。我们这项星系实验之前没有一个成功者，但我想你的成功率应该会远比其他人都高。啊！停下！你想送死吗？哼，活体实验能活下去，你的话谁会信？晶晶和赵明月可都是被你害的。别再挣扎了，再迟一些，我想救你都救不了了。星系的实验虽然是从寄生生物那里提取的改变体格的血脉，但它远没有黑教廷那种惨无人道的诅咒来的恶劣。我们经过无数的活体实验，研制出了可以改变法师体质的血粒子。在血粒子刺激下异变的人，将拥有超乎常人的力量。
你们为什么不自己来？自愿的大有人在，但适合的却极少。血粒子汲取的能量超过了2个星云的量，一般魔法师的灵魂承受不了。但要是抽取的能量不够，该系就又无法真正施行。所以作为天生双系，你的成功率极大。你对那些无辜的实验者也是这么说的吧？不行，再这样下去死定了。急星狼，你帮我争取一点时间，我现在进入冥修。火系星云当初是在3部塔中经过了最大程度的淬炼，已经触摸到了第3个级别的门槛，就快冲破了。只能赌一把了。需要更炙热才能冲破关卡，那就把所有的意念集中在火系星云，用精神之力来轰击整个星云云团吧。在这种地方冲击星云，他是脑子有问题吗？该死！强一大人，危险！你们不用管我，保护好自己，我去救他。队形别乱，我们要杀出去。是。在这种情况下突破了，急星狼，你做得很好，接下来交给我了。眉眼，猎拳，九宫。好机会，快撤！我去，急星狼，你以为这是在做游戏呢？急星狼，停下！终于出太阳了，又可以使用暗影系魔法了。急星狼，辛苦你了，先回去休息吧。接下来我自己能应付。莫凡，你还要抵抗到什么时候？就算你火焰再强，短时间内也不可能再度恢复魔能，还是跟我走吧。我何止火系呢？哼，这
这就用遁影之术耍耍你们。人呢？注意，清除前面的吸路巨妖！不好，向上看，吸路巨妖，好多吸路巨妖！这简直是噩梦啊！我们得突围，杀出去！为什么要逼我？我本想放你们一马的。你们怎么也想不到，我还是一个暗影系法师吧？苦修固然重要，可人的潜能往往只有在战斗之中才会得到最大提升。若不是这一次被包围，我可能至少还要半年才有希望让火系星云突破到第3个级别。猎拳9宫，现在我也掌握了这霸道的力量了。唉，总算是安全了。也不知道赵满言他们怎么样了，所有的卫法师都来追我了，所以他们应该能顺利逃回结界内吧？啊，那是什么？是他们！莫凡，马上跪着到我面前来，否则我将他们从这里扔下去。卑鄙！陆年，我警告你，快放了他们！我已经将他们的心魂封印了，保证在下坠的过程中绝对施展不出任何一个魔法来。连黑教廷都没有让我这么生气，你这家伙这次是真的惹火我了。莫凡，这个家伙一定会杀我们灭口的，你不要过来。等你回到明都市、燕都市，一定要将这里发生的事情告知审判卫法庭。你的心魂已经被我禁锢了。即使叫得再大声，莫凡他也是听不见的。你就省省吧。会上卫法庭的是黑教廷，不是我。人类终有一天会感激我今日所做的一切。陆年，啊！你罪大恶极，还不放了这些学员？哼，原来是展空啊！你一个连博城都守不住的废物，难道也想和我陆年抗衡？这小子天生双系的事情你早知道了，居然隐瞒到现在，莫非你其实早有图谋？住嘴！你以为每个人都像你这家伙一样不择手段吗？什么血粒子实验？以这小子的能耐，他日必定横扫一方，根本不需要那种东西。而你呢，对付一个学员还需要用这种要挟的手段，不知羞耻！展空，你真的以为你能够阻挡得了我？你丧心病狂，竟然要将这里历练的学员们全部灭口！我不可能放过你！很好，很好。事情既然败露了，那我就更不需要有顾虑了。展空，放眼卫法师中能够和我陆年抗衡的，一只手都数得过来，而你并不在其中。是时候解决他们了。送他们去喂那个东西。啊！陆年大人，那可是一只巨蜥尾龙啊！这未免太残忍了。你要违抗我的命令吗？不敢，属下马上就去。不好！那是什么？那就是一口吃掉市政大楼上那个尾波魔的生物。陆年，你真的疯了吗？
真要这样一错再错下去吗？展空，你不要摆出你当年那副意气风发，好像这个世界还握在你手中的样子。你知道天山裂痕下还有人在等你吗？你连去为他收尸的勇气都没有。你住口！我真为你感到悲哀。当年小小的博城，一群低智商的魔狼你都守不住，还让我看到了你懦弱的一面。现在又想来逞英雄，当神圣审判人，好笑。你看看那几个学员，多无辜，多可怜，他们可都是未来的栋梁啊！可是你却救不了他们，你真是个彻头彻尾的废物。我是没能做到，但我从没有坐以待毙过。我让你徒劳无功。炎魔之瞳，石化。云都能被我石化，我看你还能怎么样？风之翼。风系还只是我的辅修，火才是我真正的力量。是星座，是高级之力，天焰葬礼。快去救他们几个！这家伙醒了。你这是送死！你还活着？看来是我错了，陆年已经疯了。他现在不单单是为了完成这项星系诞生，而是为了满足他自己狂躁杀戮的野心。我早就应该意识到。可是恶果已经造成了，不是吗？你们要是敢拦我，我就把你们全都干掉。是西卢巨妖！先不说你能不能冲破这重重西卢巨妖军团，即便你到了巨蜥尾龙面前，他一爪子就能够将你拍成肉饼，你这是送死！哼，用得着你来告诉我？要不是你们这帮疯子，会变成这副样子吗？我都已经追逐了半个城区，血兽穴效果早就消失了。前面是大片的西卢巨妖沼泽，我连怎么跨过去都不知道，更别提对付那么恐怖的巨蜥尾龙了。但是我能不去吗？我可不像你们一样没有人性。莫凡，莫凡，如果你真想救他们的话，这是血粒子，把这个东西给我拿远点。如果你想救他们，这是唯一的办法。5大洲魔法协会都不愿意承认他，各大国政府也已经严禁继续对他进行研究。或许他是邪恶的，可没人否定他能带来无与伦比的力量。人们害怕未知，所以将他称之为恶魔。可力量又怎么会存在邪恶与正义之分？是否邪恶，完全由驾驭他的那个人决定。我们愿意接受一切审判，那是罪有应得。但
但你的同伴和你不应该成为这件事的牺牲品。摆在你面前的，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选择：要么当个莽夫冲进去送死，要么捏碎这血粒子，或许还有一线希望。无论是陆年还是巨蜥尾龙，谁都不能动他们一根头发。你天生双系，拥有3个星云，应该可以提供给血粒子所需要祭献的能量。另外，你拥有召唤系。据我们788号实验表明，恶魔化后的你有可能会融合你召唤生物的血脉。你的恶魔化方向会与狼族血统有关。觉醒了恶魔系，不被接纳又无所不能的恶魔，成功了！可不只是3系。给我吐出来！就算是血粒子的恶魔化，也不可能让那个人拥有这么恐怖的力量。4系，难道他之前真的拥有4系魔法？若是这小子拥有整整4系，那恶魔化的他，将比预计的要翻上4倍不止。而且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能保持清醒，真是完美的恶魔化。一个拥有4系的恶魔体，恶魔系成功了。这是怎么回事？这是莫凡吗？难道莫凡真的拥有了陆年口中所说的心系？可要不是他还保持着莫凡的模样，这完全就是一个血脉纯正的妖魔啊！莫凡，你到底怎么了？什么怎么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把你们4个人救下来，我只知道谁都不许动你们一根头发。啊！
让你吞个够！不自量力！进阶期的犀流巨妖，哼，那又如何？又是直接秒杀！这具吸尾龙的咆哮，是在命令这整座精灵式的犀炉巨妖到他跟前来。生吞了那么巨大的一个火球，竟然看上去还那么生龙活虎，真是皮糙肉厚。放心，全是你的命狼影。小泥鳅，我知道了。有一大群往我们这里过来了。你用这么陌生的眼神看着我干什么？我是赵满言，莫凡。这是要给我们制造一道保护墙。快看，血蜥尾龙好像要走了。你追什么追啊？要不要这么暴躁？咱们先离开这个鬼地方好不好？西路巨妖们在撤离。莫凡，你不管斩空大人了吗？还是这么差劲儿？就这么点本领的话，我想你今天就可以到泉下去陪他了。这叫做石化之臂，可以让我的石化之瞳的石化效果大幅度增强。你的所有防御模具已经没法再使用了。可恶！占空，你对这个我为你专程准备的石化葬礼还满意吗？没空再跟你耗下去了。拿命来，陆年！是谁？谁？莫凡，是我，我来送你下地狱。是恶魔血。
气的莫凡！可恶！可恶！恶魔系，恶魔系，恶魔系终于成功了！你这个小子，应该感谢我，是我给了你这么强大的力量，是我让你觉醒了恶魔系。我看你怎么使出火焰，给我看清楚了！什么？为什么？我创造的恶魔，竟然莫凡竟然会亲手干掉你！莫凡，正义，你们要反抗的话，我现在就将你们处决。我们不会反抗，也会跟你回去听候发落。只是，能告诉我陆年大人怎么样了吗？没了，被你们成就的恶魔给撕了。别过去！莫凡，恶魔化的人很可能随时失去理智，那怎么办？你们过去太危险了，得想办法把莫凡从恶魔异变之中恢复过来，否则什么？迄今为止，还无人能从恶魔化中活下来。莫凡，你们待在这里别动。莫凡。莫凡，不要失去你作为人的意识，醒一醒！听着，莫凡，恶魔系始终无法作为真正的魔法系，正是因为使用后这副作用巨大，它等于提前透支了人灵魂中潜藏的能量，让恶魔系者短暂拥有无与伦比的战斗力，但你的灵魂很可能会被冲垮。告诉我，我要怎么做？精魄，你需要大量的精魄。现在，你无论如何都要控制好自己的力量，这样我才能够将你带回卫部，由卫部为你提供足够多的精魄，来保证你的灵魂不会被反噬。恶魔系确实是恶魔，因为那等于你和恶魔签订了协议，恶魔给了你恶魔一般的力量，随后他就会来收走你的灵魂，所以控制好自己。我带你去卫部。莫凡。莫凡！
莫凡不要，莫凡不要！小姐醒了，小姐醒了！我的好女儿，你总算醒了。爸，莫凡是不是？下次再也不让你去什么历练了，绝不让了。爸，莫凡怎么样了？那个小子多半是死在皇城了。女儿，忘记这个人吧。在皇城到底发生了什么？明明一直不说，是不让说吧？我也不需要知道。莫凡哥哥肯定不会有事的，他答应过我的。你什么时候再来？天气稍微暖和些，我就再来看你，好吗？就算你现在跟我说要离开穆家，我一样会答应。冰晶煞钩，宁雪，莫凡，快带穆宁雪走！宁雪，1年之内你别再使用冰晶煞弓了。家族本来就已经凋零，你可不能再有闪失。他真的死了吗？这么久了还没消息，所以……没想到这小子还真是讲情义，为了救你连命都不要。早知道这样，当初还不如……哎。报！平沙湖西面确实出现了大量西卢巨妖的尸体。我说邱信统尉，这西卢巨妖部落内斗的事情时有发生，你还专门调查，未免小题大做了吧？你继续说。尸体呈现3种死状，一种是被火焰给烧死的，一种是被雷电之力击穿，还有一种是被直接撕碎。还没听说过同时拥有这3种力量的生物啊！更蹊跷的是，没有发现西卢巨妖的亡魂，连魂魄也一起被泯灭了，这太离奇了，会是谁干的？管他呢，这不求之不得吗？最好继续互相残杀，我们就轻松了。我申请去平沙湖实地调查。姨妈，还是等等。我不喜欢等。哟，真是个喜欢刺激的女人呀！啊？把信息发布出去，看从别处能否得到一些线索。是。谁呀？是我，老大，张小侯。就知道你小子会来，进来吧。老大，我刚听说了平沙湖部落出现的怪异现象，你说会不会跟凡哥有……这件事我会派人去调查的，你就别掺和了。那怎么行？有消息会通知你的。那我申请去平沙湖。以你现在的实力过去，就是送死。你已经不是学生了，而是一名守卫国家和城市的卫法师。这事跟莫凡有关的可能性太小了，你不要意气用事。意气用事？我对凡哥不讲义气，讲什么？难道真的是莫凡吗？
可就算他还活着，心智也不可能恢复，所以他才会不停地杀西路巨妖。如果真是这样，那就算找到他了，也救不了他呀。报告统尉，就在刚刚，卫法师张小侯打伤了值班守卫，强行离队，现已不知去向。这蠢小子一定是往平沙湖去了。这个多少钱啊？好久不见。我们去看一下那个吧。请问，你这里有精魄卖吗？精魄？当然有啊！这是哪儿啊？碧翼市，离平沙湖最近的要塞。被击杀的西卢巨妖连起来，可以绕地球2圈。小伙子，你诚心要的话，我可以给你打个折。那太好了，我要。可这玩意儿打完折也很贵呀，你手头钱够吗？你看能不能300万一个，我买3个。三个？那这笔生意我们有点亏呀。算了，看你这么急，就卖给你吧。太感谢了。对了，还不知道怎么称呼，叫我大金。谢谢大金哥，你可真有能耐，这精魄可不是那么容易弄到的。那是当然，跟我来吧。大锤，这平沙湖也没那么恐怖嘛，至少景致不错。前面就是西照谷，日落时候地面温度上升，西卢巨妖就会成群结队地爬出沼泽汤晒泥浴。你现在所看到的奇光异彩，正是它们表皮分泌出来的厚厚的油脂所反射的。没什么好怕的，相信我，肯定会不虚此行的。西照谷里一定有宝贝。别说了，有外人在呢。对了，咱们是不是等天黑再入谷比较好啊？刚不是说傍晚西卢巨妖都会出来吗？现在进去岂不是送荤菜吗？尽快赶路，趁太阳下山前进入西照谷。他们都在西面，我们从这条路进入，却正好是东面，所以现在是最安全的时候。应该离那家伙越来越近了。这个挺好看的。到哪个？把那几个伪精魄卖给他，看他那傻样，多半是分不清真假。更何况，就算知道又怎么样呢？他如果举报，我们就说他自己保存不当，把精魄能量给泄了。小侯兄弟，老板来了。你要的精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哟，钻卡不需要密码，拿到猎者联盟就可以直接取钱。我得先拿去验验，万一是张空卡呢？大姐，走。等等。什么？精魄不对。什么不对啊？是你自己没看好，让精魄跑掉了。你这不是不打自招吗？喂，把钱还给我！什么钱？我可没拿你的钱。原来是家黑店呢。是又怎么了？真伪精魄都分辨不了，还出来闯的，这900万就当做学费了。既然这样，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想动手？大牛，这小子来闹事儿，把他给我扔出去！一个终结，3个初结。知道怕了就识相点，赶紧滚！切，这话应该我来说。战将级妖魔，我杀了不下10只。奴仆级更是以3位数计，你们4个我会放在眼里。哟，年龄不大，口气不小，知道战将级是什么概念吗？请别跟我废话，哥几个上，让你见识一下终结星谱的威力。你太慢了，风盘龙卷。
算卡。您是魏法师？待会儿有人来查，就说这里的事是你们自己搞出来的，打死也不能把我供出来，不然……不敢不敢。哦，对了，告诉我上哪儿能买到真金货？怎么死了这么多西路巨妖？争地盘厮杀呗！快走吧，等拿下了刘爪就发财了。白痴，叫你别说出来，那可是极品土系灵种，让别人知道了会坏大事。我们就在此分手吧。放心，我对你们的灵种不感兴趣。平沙湖如果真的是诞生了新的通灵级生物，那就难办了。体能怎么下降的这么快？麻烦了。不赶快离开这个。这鬼地方怎么会有女人呢？你是？糟了，忘了帮他穿裤子。裤子干了，干了。我是为了帮你解毒才脱了你的裤子啊！别误会，别误会，别误会。你是什么东西啊？野人？差不多吧，在这里待了有一阵子了。谢谢你救了我。小事儿。哎，你也是冲着什么灵种来的？不，是来调查一件事。这个山谷很不寻常。糟糕！怎么了？能不能麻烦你一件事？不能，我没时间。做你这种生活，还有什么可忙的？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办。但我这是件人命关天的事，有一支猎法师队伍跟我一起进山的，得尽快找到他们，阻止他们继续深入。我真是就差在那里立个警示牌了。山谷中心的那个东西本来已经受伤了，结果一队接一队的法师去送温暖，拉都拉不住。那东西，你是说这里的统领五条巨蜥受伤了？你怎么知道？这个你就不要操心了。我们去除掉五条巨蜥，怎么样？我确实在想办法解决它，可光凭我俩是搞不定的。所以说，我们尽快找到那支猎人队，然后大伙一起行动。我需要一个速度很快的帮手，他们行吗？人多总归力量大。试试吧，但有言在先啊，事成之后五鞘巨蜥的尸体归我。成交。对了，我还不知道你名字。我叫范墨。哼。红鸟怎么样了？奇怪，沼泽地在元素勘测器上应该呈现出土系的褐色和水系的蓝色。假如比例严重偏向于褐色，就表明灵种在这附近。但是，什么颜色都没有，灵种不在这儿。只要是地面，都至少会有土元素的反应。哎呀，你这玩意儿是不是坏了？要么勘测器坏了，要么就是这块地。红鸟！怎么办啊？幸好晚来一步，这鬼地方不宜久留啊！
西卢巨妖开始回潮了。你确定那支猎人队去了沼泽中心？但是如果他们提前到达，估计已经没命了。看，从这儿下去，然后……范木，你快看那儿！可恶，体能要消耗殆尽了。追得还挺紧的。侯爷爷，我跟你们拼了！喂，小兄弟别想不开啊！这里有路。这边。拜托了。哎呀，多谢大哥出手相救啊！不用客气，兄弟好身手啊，速度这么快，风系中介了吧？大哥，你声音好熟悉啊！我也觉得你声音很熟悉。猴子，凡哥，我终于找到你了！我就知道你没死。哎，傻小子，你冒这么大的险就为了来找我呀？对了，凡哥，来的路上我给你买了2个金魄，你哪来这么多钱？哎呀，钱不是问题了，我现在好歹也是个卫法师了。这个你拿回去，给自己换套好点的防御模具。哎呀，你就别管我了，凡哥，我这就带你回去。现在有这器皿了，回头再给你收点金魄来，击杀几10只西卢巨妖，对我来说不算什么。哎，猴子，你见着沼湖中心那个怪物了吗？那个庞然大物啊，太吓人了。跟我一起杀了他。啥？凡哥，恶魔系对你已经没有影响了吗？一开始比较严重，现在时断时续的，但神智还算清醒。这简直是个奇迹啊！你是怎么做到的？又有2队猎法师准备进入山谷，被我想办法拖住了。看来我们明天就得动手。凡哥，你是已经有计划了吗？西卢巨妖是水陆两栖的生物，这种全能型妖魔本来就不好对付。50年前，整个西诏谷估计也就几只西卢巨妖，但现如今都可以组团去晒泥域了。他们之所以繁衍如此迅速，就是因为这只五鞘巨蜥，也就是猴子你看到的那只庞然大物。只有击杀了这只五鞘巨蜥，才能遏制西卢巨妖的泛滥。但是它不仅狡猾，善于利用老巢的地势伪装自己，而且战斗力也是相当恐怖。以我们的实力，根本不可能杀了他。但是有一个东西可以让不可能变成可能。这西诏谷不仅栖息着五鞘巨蜥，还有一只非常变态的毒虫。我之前中的毒，是不是就是这毒物在作祟？没错。你果然有2把刷子。哎呀，凡哥，你继续说。方法很简单，就是把毒虫和五鞘巨蜥引到这个叫做泥沙洲的地方，让他们自相残杀。可是引过来之后呢？万一被他们前后夹击怎么办啊？在他们鹬蚌相争之前，肯定会先把我们灭了呀。你别急，我们这个山洞后面还有一条路，是可以通向一条干涸了的地下河谷。地下河谷的中心位置位于泥沙洲，这里的地下岩层非常脆弱，用中阶魔法就可以轰开。等泥水化作漩涡卷入到地下河里，我们就可以乘着漩涡顺利钻到下面。好一招金蝉脱壳啊！等毒虫和五鞘巨蜥两败俱伤，我们就坐收渔翁之利了。黎曼，你到时候就在地下河谷接应，听到我的指示就击碎岩层。哎，等等，那只五鞘巨蜥的威力我可是亲眼所见，太可怕了，引来它的过程就很危险啊。这个交给我，他现在正是受伤状态，我还能勉强应付一阵。那就好。哎，那问题又来了，谁去引那只神秘的毒虫呢？作为一个兼具风系和土系魔法，又学过追踪隐匿本领的卫法师，这个艰巨又光荣的任务，当然要交给你张小猴了。没错。
你沿途做的记号很清楚，我已经在泥沙洲下方了。好，记住，待会儿要使出吃奶劲儿轰开岩层啊，不然我跟猴子就玩完了。哼，兴许会把那2只怪物给轰下来。原来你也挺幽默的嘛。唤醒毒虫，将它引到指定地点，等黎曼轰开岩层，顺着漩涡离开。肯定能顺利完成，不会有问题的。猴子，别啰嗦了。帆哥，你们卫法师的通讯器果然先进哈，在野外都有信号。当然，这可是使用魔法师自己的魔能驱动的。所以你随时都能联系上我。而且我给你的果实是有解毒功效的，吃了它就不用惧怕毒虫的毒素了。猴子，你放心，我会确保你万无一失。好，时间差不多了，去把那只小毒虫也叫醒。好，快来呀，小虫虫，别逼我用中阶魔法。凡哥，有动静了。好，这毒虫性子很暴躁，有人打扰它清修，就一定会将其追杀到天涯海角。所以等它出现，你只用拼命跑就行了。你怎么知道啊？这叫小毒虫啊！它出现了吗？是蜈蚣，是一只巨型泥沼蜈蚣啊！那你还不快跑！风鬼地波！还能撑住吧？我交叠了2条风鬼，已经是风驰电掣的速度了。你别一心想着跑啊，还得保证毒爪轻功能跟得上。对啊。怎么回事啊？巨型蜈蚣下半身的腿全部断掉了。难道他受了重伤，速度提不起来？凡哥果然不欺我，这是你弄的吧？忘了跟你说了，我给你吃的那个解毒果实，其实是这只巨型蜈蚣产的卵，它应该会嗅到你传出的气味，所以不用担心它会放弃追你。对呀，不担心才有鬼呢。糟糕，前面没有陆地了。战空老大说的果然没错，风系魔法有了铝模具加成，就可以踏浪而行了。凡哥，我到了。我的妈呀，这是什么？快点把毒虫引过来。好。凡哥，你确定他们会打起来吗？只要我们躲好，他俩一定会打起来，因为我把砍下来的蜈蚣腿喂给巨蜥吃了。凡哥，你在这里到底做了什么呀？黎曼，快轰开湖底的岩层！光落漫章。可恶！怎么回事？出什么问题了吗？这岩层没有理由这么坚固啊！我用高阶魔法都撼动不了。切，你别坑我们呀！我知道了，是土系灵种。那个土系灵种酋长，他就在这片岩石层。兴奋个毛线呐！管他灵种不灵种，用尽一切办法轰开他。凡哥，怎么办呢？看来只能这样了。
恶魔法的力量，每使用一次就要抵挡4次的灵魂反噬，之前所做的灵魂守护又白费了。小心呐！沈玉，没事了吧？死不了。凡哥，下次换我来打洞啊！你还想要下次？他们打起来了，咱们原路返回，然后绕后观战。等一下，李曼，你之前说这里有土系灵种？就隐藏在这岩壁中，可惜没有带采集工具，岩层被打穿了，灵种就会快速流失。猴子，你辅修不是土系吗？去炼化这灵种。哎，给我！这是你应得的。这流爪应该是土系灵种之中最极品的了，坚固时堪比坚岩，柔软时可以化作流沙沼泽。还愣着干什么？等灵韵流干啊！快！真是惨烈啊！这山谷中有丰富的土元素和水元素，是完美的栖息和修行之所。五窍巨蜥和独爪轻功谁都不敢放弃，但一个地方只可以有一个统领，所以他们之中只能有一个活着离开。别慌，毒素已经侵入巨蜥身体了。喂，你去哪儿？必须要收了这统领级的残破。小泥鳅，看你的了。小命差点交代在这儿了，多亏了您，小泥鳅，有了它，我的精神就不用再承受恶魔系的折磨了。凡哥，小心！魂落漫杖，高阶。
别让他跑了。算了吧，别追了，这可能是那怪物的圈套。唉，好吧，但至少目标达成了，灭掉了五鞘巨蜥，这简直是个奇迹啊！哎，别忘了之前说好的，五鞘巨蜥尸体归我。当然。这么大我怎么弄啊？哎，要不我卖给你吧，给你打个9折。也可以。研磨部那边肯定需要一支蜥族的统领进行解析。研磨部？哦，对了，一直忘了问你的身份。啊，平沙湖区域统卫。统卫，南方守卫部卫法师张小豪向您报道。哎，你们卫部应该也不希望独爪千公死掉吧？如今五鞘巨蜥已死，待独爪千公身体康复后，他就能遏制住这一带西卢巨妖的泛滥。原本我来这里是为了探查西卢巨妖大量死亡的真相，结果跟着你误打误撞地恢复了这一带的生态平衡。哎，对了，你在这里待了这么久，难道真的不知道之前是谁造成了大批西卢巨妖的死亡吗？不清楚。那2只统领为什么受重伤，你总该知道吧？也不是特别清楚啊。总觉得你藏着很多秘密。哎呀，李统卫，你就别问了，我凡哥之前失忆了，他只是个走失的少年而已。反噬又日渐强烈了，杀了这么多西路巨妖，但所获的精魄还是远远不足以助我渡劫。这次应该可以了吧？渡过去就安然无恙，没渡过去就万劫不复，成败在此一举了。可恶！进来。展空老大，我们回来了。臭小子，你小子不是一般的命大呀！前2天就收到张小侯的密电，说你不仅没死，还克制住了恶魔系的反噬。可是不亲眼见到你，我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不过确实差点就回不来了。都过去了。吩咐的事安排了吗？哦，一早就带凡哥去做了全面检查，他身体里的恶魔血脉已经清理干净了，灵魂也在康复中。那就好。我也拿了血粒子的一些气体进行了实验，发现你的身体已经对血粒子免疫，不会再恶魔化了。也有可能，它在你身体里转化成了一种力量。虽然恶魔系不能称之为魔法的一系，但日后如果再发作也没有危险，它将是你的另一个形态。我也正是感觉没有大碍了，才敢回到结界内。这段日子就先在我这里修炼吧，暂时别让外界知道你已经回来了，免得黑教廷作乱。等身体完全恢复了，就可以滚回学校了。多谢翟老大。哎，太好了，凡哥，你就在这里多住一段时间啊。张小侯，
是。违反纪律，打伤守卫，擅离职守，随便哪一条都能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展老大，你别劝，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若不办的，怎么服众？去找凡哥，我不后悔，但错了就是错了，任凭斩统为发落。从今日起，你降为低级别侍卫，发配到宋城，守西要塞去吧。凡哥，就送到这儿吧。猴子，此事因我而起，我一定想办法让你回来。你别这么想。据我所知，宋城这数十年来都祥和平静，去西要塞做看守不会有什么危险的。展老大已经对我很照顾了。过段时间我也得去宋城一趟，等处理完事情就去找你。我们宋城见。这次渡劫虽然成功，但能感觉到灵魂也受了严重的创伤，每一系的修为都因此降了一级。果然，这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强大，终究是要付出代价的。上次你们考试考得怎么样啊？还行吧。索桥这么不稳，就别去湖中亭了。没关系，那里安静，我想自己待会儿。我帮你吧。不用。哇，快看，是冰公子柳依林哎！啊，人长得帅，对冰元素的掌控还这么随心应手，不愧是我们宋城学府的风云人物。我努力修炼，考上知名学府，就是为了遇到这样的男人呀。可他又跑到那个女的身边去了，我就不明白了，一个连路都走不了的女人有什么好的？无非就是同情她罢了。最讨厌这种装得楚楚可怜的人了。我推你过去吧。抱歉，我只想一个人待着。哟，欲擒故纵，好手段呀！人家是真的对冰公子不感兴趣啦。没准他早就有心上人了，那又有什么用啊？和他在一起逛个街都费劲。你们是不是太过分了？我们只是有什么说什么，不像某些人矫揉造作。学长，你可别被他的外表骗了。吵死了！吵死了！叶心夏岂是你们能欺负的？好大的胆子！竟然敢把本小姐踹到水里！哦，是大小姐呀，我还以为哪儿来的3个水怪呢。让她知道，我们梨花3姐妹可不是好惹的。就凭你们，赔偿！小惩大戒，记住，以后说话别这么刻薄。这雷音的力道简直了！有本事报上名来，我陈云气一定要你好看！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明珠学府，沈明孝。莫凡哥哥，好，你给我等着！怎么的女人这么粗鲁？这男的真是毫无风度。莫凡哥哥，莫凡哥哥，我回来了，西夏。傻丫头，哭什么？我这不是好好的吗？记不记得很早以前我跟你说的那个故事？咦，嘿嘿嘿。很久以前，有2个非常美丽的公主，公主的眼泪会变成珍珠。国王把大公主嫁给了一位王子，没过多久，王子就拥有了塞满城堡的珍珠。
国王又把小公主嫁给了一个农夫，但是过了很久，他们还是过着穷日子。国王问农夫：“我都把心爱的公主嫁给你了，你为什么还是过得这么苦啊？”随后，国王想了想说：“哦，我明白了。农夫原来是不舍得让小女儿流一滴眼泪。”其实，这个故事的结尾，当时我没告诉你。哦。农夫憋了半天，他说：“国王，您看你又忘了，他呀是瞎了后才看上我的。”莫凡哥哥，你真是坏透了。西夏，这位就是你提到过的哥哥吗？大哥好，我叫柳依林，初次见面。谁是你大哥？别在这舔着脸瞎攀关系啊！你不是心夏的哥哥吗？当然不止。我们啥关系？用得着告诉你吗？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我警告你，你不要因为心夏生性柔弱就欺负她。有我柳依林在，就不允许你胡作非为。哼，刚才那几个女的在那里嚼舌根的时候，怎么不见你这么大义凛然？是担心破坏了自己万人迷的形象吧？识相的赶紧滚，否则我打得你一个人都迷不到。大言不惭！你也不打听打听，在这宋城学府里我柳依林的名号。连冰公子柳依林都敢惹，这小子真不自量力。他不是咱们学校的吧？铁定不是。那个叫心夏的治愈系法师之前有很多追求者，但冰公子警告过他们，不许出现在心夏身边。这愣头青啥也不知道，这下被吃苦了。千钧霹雳夜叉！迟钝！屋子被那小子打败了，而且只用了1招，哪里冒出来的妖孽啊？可恶！以后别再让我看到你，否则见一次虐你一次。车来了，走，快点！喂，是我招的手，哥们儿，等下一辆吧。算了，你女朋友这么不方便，还是自己开车的好。可恶！啊，你说的倒有几分道理。急星狼。哼，来，哥们儿，走。别怕。今天已经花了太多钱了，随便吃点什么就行。钱不是问题，我离开这段时间可赚了不少，而且早就想带你来这家餐厅了。可是，我哪里需要这么奢华的衣服啊？咱们心夏这么好看，就应该穿这样的衣服。莫凡哥哥，以后你不要轻易走出城市了好吗？不用为我担心，其实没那么危险的。凝雪姐姐把事情都告诉我了。
心夏，你看对面那栋大厦多高啊！不要转移话题了。哎，好，我答应你，以后多加小心就是了。嗯。我能有幸邀请这么漂亮的女士跳一支舞吗？可是我……怎么了？我是不是眼花了？刚才那栋大厦旁边没有那根物体啊？是电视塔吗？不对，明明刚才还没有的。莫凡哥哥，我觉得它不像是物体。那是什么？是蛇！去拿一条蛇！在这样的生物面前是逃不掉的。即便封印对你来说形同虚设，并不代表你可以在城市街道放肆。怎么回事？莫凡哥哥，没事了。他消失了。我们先离开这里吧。住手！他犯了什么错？你要下这么狠的手？小兄弟，你刚来的吧？哼，他是只杂交的种，瞧那边，那都是优良的品种。你再瞧这只，灰不拉几的。这天鹰本身就是用来战斗的，像他这样血统不纯，战斗力就不强，而且最简单的口令他都学不会。只有往死里打才能长记性，不然留着不是浪费粮食吗？够了，不想驯养的，大可将它放生。哪个动物泄私愤，我看你才是畜生。哪儿来的？我客客气气跟你说，你到白金堡了，我想打就打，关你什么事儿？你个低等侍卫，你竟然打我！切！想打就打喽！你不过是负责训练的驯兽师，这只天鹰不属于你。既然没人要了，那我要了，不浪费你一个粮食，我自己养的。
吃吧，这可是我亲自去山里逮回来的，费了好大劲儿呢，还被只鼠怪咬到了。如果你想回归自然，我不会阻止你。嗯。你不好好休养，到处瞎跑什么？哦，早就休养好了，我在宋城都待了1个星期了。所以你都看见了？唐月老师，我觉得学校应该再多一点像您这样的老师。学生们一定会拼命练习魔法，努力成为优秀的法师。怎么还这么混？说正经的。你当晚都看到了什么？一条巨大的蟒蛇，直立在那里，跟大厦一般高了。我觉得它是比统领级还要高级的生物。有那么可怕吗？当然，这可不是闹着玩的。那家伙如果要毁掉一座城，都是分分秒秒的事，简直太可怕了。即使是恶魔化的我，也会被那只魔天之蛇秒杀吧？还真是稀奇呀，你竟然也有怕的时候。给你讲个故事吧。和那条蛇有关吗？和我有关。在很久以前，结界外有很多村落，这些村落如小湖泊一样分散，却数量庞大。我就出生在那里，我的家族就在其中。因为没有结界的庇护，而村落又呈散状分布，人类的力量无法聚集在一起，大家就像在妖魔堆里生活一样。但是村子却一直平安祥和，而且村落里的所有村民都成为了法师，就连很多看上去弱不禁风的女孩，都有可能是猎人中的翘楚。坐落在妖魔地盘的村落，滋养了几代法师的土壤，神奇吗？我就是在这样看似危险，却充满神迹的环境中长大的。不可思议，唐月老师，你是人吗？不对，我是问你是人类吗？我当然是。唉，你就一点都不好奇为什么吗？你应该问我为什么这么神奇。好吧，为什么呢？因为有神的庇佑。神？这么厉害，哪天我也去参拜参拜，让他也庇佑庇佑我老家。你已经参拜过了。唐月老师，你别和我开这种玩笑啊！你们村子全是蛇人。都说了我们是人，好不好？先别过来啊！先说清楚，那你们为什么供蛇为神？你到底有没有好好的上历史课啊？手是热的。好了，没事了，你继续。历史课本上有提到过，但说的并不多，这也属于我们村子的秘密，而我们一般不会泄露给外人，除非我给你们做女婿。呸，没大没小。我又没说是你。你们村儿没别的姑娘吗？比如小青啥的？哼，别贫了。这样吧，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到时候一切你自然会明白。我不去。像你们这种古怪的村子，多半就有什么活人献祭的丧心病狂行为。我不要知道你们的秘密。哼，电影看多了吧你？胆小的这么理直气壮，我还真头回见。你是不知道，这段时间以来，我心里总是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只要闭上眼，就会看到那条大蛇的面孔，看到它在朝我吐信子。不去也行，但是你知道吗？大蛇的出现其实是在寻找猎物，确定目标之后，就会在这个人的脑子里植入一份恐惧，等待合适的时机，再一口将猎物给吞到肚子里，然后再慢慢的消化。要去哪儿赶紧的呀！等什么呢？走啊！唐月老师，我们去湖心岛做什么？待会儿上岛之后，你先别说话，跟着我就是了。
这里不许外人进来。大圣，这是我学生，不算外人。可是没有许可证是不能放行的。让开，有什么事我负责。切！哇，我一直以为这里是个旅游景点呢，原来这么神秘啊，有意思。哎，这么做岛好像一个禁止的标志啊，怪不得是禁区。不也很像一条盘蛇吗？大圣，把钥匙给我，今天我在这里守着就好了。唐月啊，最好还是不要带不相干的人进去。我心里有数，这里没你的事了，回去吧。嗯。老师，你今儿这是怎么了？跟往常不一样啊。是吗？可能是因为只有在这里，我才会感觉到难得的轻松吧。哇，这里的一砖一瓦可都年代久远了，包括这些壁画也是先祖留下来的。原来你们村落是被一条蟒蛇圈住了！天哪，这得多长一条啊！这就是妖兽不敢靠近的原因。他真是守护神，妖魔竟然守护人类，真是闻所未闻。你应该知道图腾吧？图腾？嗯。哦，听说过。早期一些人类部族拥有自己的旗帜，旗帜上画着图腾守护兽。哦，你是说那条大蛇是图腾守护兽？是的。这些图腾生物并非是真正的妖魔，也不是召唤生物，而就是一群很特殊的存在，对人类没有杀戮之心，反而愿意共存，甚至是守护。我一直以为图腾兽不过是一个传说，因为没有证据证明他们的存在啊。那是由于考虑到如今很多魔法组织都惧怕图腾兽过于强大的力量，不少权威组织对他们持反对态度，所以将他们禁锢封存。虽然他们依旧在守护着城市，但人类很难接受这种远古生物的存在，只有少数人在世世代代守护着他们，同时防止他们与人类社会接触。这些人就是图腾守护者。唐月老师，难道你也是图腾守护者？我的族人都是。那既然你说很多魔法组织都反对图腾兽，那审判会呢？你怎么能既是图腾守护者又是审判员呢？这并不矛盾啊。审判会中有人反对图腾兽，也只能代表部分人的立场。守护者与反对派互相制衡妥协之后达成协议，自然就不会有冲突。审判长还与我同族呢。哇，唐月老师果然有背景。哎，那话说回来，那你当初为什么要去博城执教啊？因为博城可能也隐匿着一群跟我们一样的图腾守护者。啊！这样看来，黑教廷引发博城灾难是有很复杂的目的的。只可惜我不再负责此事的追查。哦。嘿，你们这个守护神还有小宝宝啊？这个小宝宝正是你那晚看到的摩天玄蛇。我去，小宝宝都这么大了，那这画上的大家伙得多大呀？关于那条上古神蛇，我也一无所知。从我记事起，就是那条小的摩天玄蛇在守护村落，如今也正是它在守护着宋城。哦，怪不得那晚它既没有破坏城市，也没有伤害人类，而审判会也是因为知道其中缘由，所以才掩盖了真相。嗯，没错。可是它为什么会出现在城市里，还引发了那么大的恐慌？这件事我们也很苦恼，
玄蛇每10年会蜕一次皮，而现在正值它的蜕皮期。这个时候，它会变得异常躁动，但问题是，数百年间它从未擅自进入人的领域。除非这座城市出现了让他感觉到极不安的威胁。当时你在现场发现什么异样了吗？我感觉他在盯着我。你确定吗？也不是很确定了。他眼睛那么大，那栋楼的人估计都觉得自己被大蛇盯着看了。你怎么了？啊？他是不是就在这里？他就在这儿。数十年来，大家会一直沉睡在3塔封印里。但是从前段时间开始，封印之壁就变得越来越不稳固了。之前你深陷黑教廷的危险，而我却无暇去明珠学府找你，正是为了处理封印的事。我有一种感觉，他在召唤我。绝不可能，我得承认大家伙是有危险的。他拥有恐惧之瞳，能在其他生物心里埋下恐惧的种子，令对方在恐惧中屈服。可是他绝不会轻易使用。我开玩笑呢，这个世界上除了唐月老师，哪儿还会有妖魔鬼怪让我彻夜难眠呢？油嘴滑舌。好了，我对你已经知无不言，现在该轮到你帮我个忙了。你可是老师，回答学生的疑问不是你的职责吗？怎么还有条件？现在知道说我是你老师了，别废话，听好了。蜕皮期的玄蛇是非常虚弱的，一些对他积怨已深的天敌和图谋不轨之人可能会借机下手，甚至我怀疑族内有人与外勾结，所以我需要一个信得过的局外人帮我守护他。我就是那个局外人呗。不管族内还是外部，对你都一无所知，再加上你够机灵，身手又不错，最重要的是我相信你，一旦我这里有什么不测，你就是玄蛇最后的希望了。哦，我算是明白了，从一开始就是在给我下套呢，我这是上了条贼船呢。别忘了，你可一直都欠我一个人情哦。我还救过你命呢。你也占了我不少便宜。容我考虑考虑。好吧，我不强人所难。哦，你真的很在意他？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与其说是神，他其实更像我的一个长辈，看着我长大，一直保护着我。莫凡，请你相信我，他比人类更在意这座城市。成，我答应你了。不过听说蛇蜕下的皮可以制成上好的楷模具，这次守护任务完成之后，你送我一块，怎么样？好啊，原来你是打这个主意啊。小心贼船翻了啊！唐月老师，你又欠我一个人情了啊！真有你的，简直荒谬！哦，宋城妖蛇事件再升级，2起死亡案件与之有关，专家表示事态将继续恶化。他们在陷害大家伙。他们是谁啊？哎，你怎么又回来了？这是什么？呀，我竟然没注意到毒虫已经这么严重了。哦，你是专门去为我找草药了。谢谢，以后就叫你辉吧。
死者是2个猎人，被发现时尸体已经高度腐烂。魔法宫廷怀疑是中毒或者某种传染病。他们的死亡时间正好与大蛇出现的时间相吻合，但是现在死因还没有查明，新闻上就大肆报道这与玄蛇有关。不是1个星期前才发了公告称那次事件中并没有人员伤亡吗？所以我认为是有人故意陷害。你怎么能确定你们的神是被陷害的呢？万一……当晚大家伙出现的地方可是闹市区，他却没有碾压到任何人，更不用说是用毒了。哇，魔法协会还真是高级。人都死了，你们竟然还袒护那条毒蛇！魔法宫廷的文件已经下来了，你们自己看看。那些都是假新闻，你们说话要有证据。这位是我的大师兄，副审判长黑玉。啊，幸会，那天就是你把大蛇赶走的吧？那不叫赶，是请。我不是来商议的。啊？是奉魔法宫廷之命来清除隐患。你们最好尽快交出玄蛇。可恶！这人是谁呀？祝魔，魔法宫廷下派到民主审判会的议员，看来位置挺高啊。你很讨厌他？他屡次向最高审判会提议去除城市隐患战略，宣扬一切对城市有威胁的都应当闭嘴。玄蛇早就被他们列为了最高级隐患，是要铲除。群众的恐慌情绪，玄蛇必须交给我们魔法宫廷来处理。所以这个祝蒙就是你们神的最大敌人了。一发现有伤亡，他就马上来兴师问罪，看来是手后多事了。稍安勿躁，祝蒙议员，你又不是不知道魔天玄蛇的本事，像你这样冲动，只会引来更大的麻烦呐。凡事都要慢慢解决。唐审判长，别说那么多没用的，这次谁也别想再袒护他。这里本就是玄蛇的栖息之地，你有什么资格将他驱逐出去？我只在意蛇妖会不会大肆作乱，别忘了你的身份。我免议员。我看你不是担心玄蛇作乱，而是担心隐患战略无法施展，你无法获得更多的拥护者，成不了魔法宫廷会长吧？有本事现在就向民众承认你们图腾一族供养着这样一条大蛇，看看公众会如何反应。凡事都要讲证据。哪儿来的不懂规矩的丫头？你凭什么说2起案件是玄蛇所为？唐月，退下。我侄女说的也没错，以玄蛇的能耐，真要杀人的话，尸首都不会留下的。把这2起事件的罪名扣在玄蛇的身上，未免难以服众了。唐月老师竟然是审判长的侄女，看来宋城审判会大多是图腾一族的人啊。说的正是，还需要深入调查。哼，查案不是我的事，我的职责是铲除隐患。限你们明天交出玄蛇，否则我将亲自动手。哼，简直不可理喻。看来咱们的玄蛇是难逃此劫了。唉，没想到我们小心翼翼地守护着他，他还是被人抓住了把柄。现在该怎么办？情况虽然严峻，但也不急于一时。他祝蒙哪里是玄蛇的对手？罗长老，你有所不知啊，他现在正处在蜕皮期，实力已经大幅度下降。哦，这就麻烦了。这个祝蒙也太会挑时候了。我们怀疑族里有内鬼。啊！唐月，你今晚就带玄蛇离开这里。好，我来负责保护唐月。不行，蜕皮期的玄蛇很敏感，除了唐月，其他高阶法师都会引起他的敌意。这位小兄弟不是高阶法师，跟在玄蛇身边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我也是这么想的。这件事怎么可以交给一个外人？何况祝蒙手底下的宫廷侍卫个个都是高手，他一个中阶法师如何应对？不，这位小兄弟没准还能帮上大忙。
唐月老师，那个罗冕怎么好像对玄蛇一无所知啊？他很少过问玄蛇的事，也不负责玄蛇的看护。再者说，具体的情况越少人知道越安全。这是图腾珠，是可以纳入图腾生物的特殊空间器皿，我们可以利用此物带走玄蛇。图腾珠里注入了能维持玄蛇生命的能量，可是，一旦能量消耗完，它在里面就无法存活。所以，一定要在此之前将大家伙释放出来。那对我说干嘛？祝蒙很快就会发现玄蛇被转移了，稍一调查，他们就会知道此事与我有关。这一路我需要低调行动，到时候有事就得靠你了。大家伙，外面出了点问题，我必须立刻带你离开。你听见我说话了吗？大家伙乖，我要带你上白山，你得在那里度过蜕皮期。等这边的事情解决了，我再接你回家。这是我学生莫凡，一个不听话的坏学生。他好像记得你呢。姐，姑奶奶，咱们赶紧办正事儿吧。别担心，不会有事的。嘿，还真能装进去。别闹，用不了多久，祝蒙就会追查到这里，我们得尽快离开。私奔跑路，哇，想想还真是刺激。喂，西夏，哥哥可能要离开一小段时间，你自己照顾好自己啊。好，你路上小心。你那边怎么那么吵？我在医务室帮忙，好多学员得了种奇怪的病，而且治愈系的魔法似乎对这个病起不到什么作用。哦，是吗？那你自己也得小心啊。你也是。怪病？都是废物，连一条蛇都顶不住。议员息怒，我们确实密切监视了图腾族的重要成员，但没有想到最后是被一个叫唐月的年轻议员将蛇妖转移了。竟敢公然违抗魔法宫廷，给我立即安排追捕，
宋城审判会那边若有异议，就把他们一起抓了。朱议员，别责罚你的属下了。闲杂人等不得入内。武平景，不得无礼。是。平景啊，你还太年轻，在你眼里白就是白，黑就是黑。罗冕议员一开始就是铲除隐患战略的支持者之一，但考虑他在宋城审判会的影响力，暂时不方便公然和图腾一族的人翻脸。罗老，这边请。就在刚刚，那毒蛇被唐月转移走了，我们去晚了一步。这个计划我一早就知道了，奈何唐中一整夜都拉着我下棋，搞得我来不及知会你们。唐中那家伙看来已经对我有所怀疑了。湖心岛周围我早已布置了警戒，他们是如何将毒蛇带走的呢？这也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刚刚我才获悉，玄蛇在蜕皮期里的感知力会成倍提升，对高阶法师尤为敏感。唐月一定是利用了玄蛇的这种能力，避开了你的陷阱。那接下来怎么追捕？派高手追击当然是行不通的了，但是玄蛇对实习审判员这种低级别的法师会自动忽视，不妨派他们去。他们对付得了唐月？他们不需要缉拿，只要找到唐月，阻挠他的行动，一直拖延到你的宫廷侍卫赶到，到时候他不就只能束手就擒了吗？好办法。都听到了吧？去，把适合的人都调遣来，务必将唐月缉拿。是。总算出了宋城。唐月老师，前面就是白阵了，你们的神竟然还能指路，比小萝莉还管用。小萝莉是谁啊？青天猎所的玲玲。哎，说起来，的确好久没见这小丫头了。我知道了，是冷清的妹妹。冷清又是谁？她可是女审判员中的翘楚，还帮过我不少忙呢。当初黑教廷要去对付你，就是冷清帮我联络青天猎所为你投保的。当时我也是因为大家伙而抽不开身。不用担心，有我在，保准你们平安抵达白山千洞。谢谢你，没有想到事情变化的这么突然，把你一起连累了。嘿，这么过意不去，看来只能以身相许了。要是能够帮助大家伙度过此劫，我也许……什么？唐月老师，你刚才说什么？我没听清啊！这是怎么回事？不会是因为我们吧？不至于。要不先在这里歇息一下，都一夜没睡了。也好。老板，这大白天的，怎么街上都见不着人啊？上楼左转第2间。来旅游的吧？一看就不像本地人，都没戴口罩呢。唉，你们有所不知，白镇突然有很多人感染了一种怪病，而且扩散得很厉害。心下也提过的怪病，就这2天发生的事吗？可不是嘛！自从那条大蛇出现，我们整个宋城地界就突然爆发了这种怪病。依我看呐，那条蛇就是传染源，得赶紧把那条大蛇找出来，不然瘟疫再传播下去可不得了啊！谢谢了。刚才他说的话你听见了？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算了，先回房间吧，你也累了。你回自己房间去。走错了，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莫凡，睡了吗？没睡没睡。你跳过来干嘛？这不是害怕被人偷听吗？唐月老师，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我不想骗你。那这个瘟病确实和你们的神有关了？我不知道，但是玄蛇在蜕皮期的确很不稳定，
所以说，你将他带走，不单单是为了躲避祝蒙的处决，同样也是要将这个瘟疫源带离城市。我相信瘟疫与他无关。我的爸爸很早就离开了我，他说他会变成星辰守望着我。以前我不懂他的意思，直到那次神把我救下。莫凡，我承认我也不确定大家伙是否犯下罪恶，但他的的确确在保护着我。现在是他最虚弱的时候，我真的想尽全力帮他。你早点休息，明天一早我们上白山。你又输给我了？哎，好啦，辉，别闹了，我得执勤了。啊，那是什么？要出大事了！就在那儿！你到底要我看什么？白魔鹰！刚刚明明有一大群往这边来了。明口统尉，我刚才真的看到了一大群白魔鹰。历史上西塞深受白魔鹰袭扰，我们得尽快拉响警报。一派胡言！这么多年西要塞一直平安无事，白魔鹰怎么会突然作乱？看在展空的面子上，我这次不追究，再有下次，记你谎报之罪。为什么白魔鹰会突然成群出现呢？这个瘟病的症状是全身起水泡，并且很快溃烂，从病发到恶化速度惊人呐。陆老，您可是顶尖的治愈系法师，难道没有治疗办法吗？这瘟病是我10几年来见过最可怕的，治愈系的魔法对其毫无效果，从感染到病发身亡就只有7天。审判长，您知道感染人数已经破1000了吗？最早的2个死亡病例检验结果如何？也是由于感染了这种瘟病。听到了吗？你还觉得是我祝蒙在设计陷害你们的神吗？如果你们的神是无辜的，那这场瘟病该作何解释？现在报道已经铺天盖地了，一旦消息传出去，必定会掀起一次对玄蛇的讨伐啊！玄蛇的存在比人类都早出许多个世纪，我们的祖先寻求玄蛇的庇佑，才能在妖魔的领地中活到今天。所以这件事容我去调查清楚。唐中，到现在你还袒护那条妖蛇，你难道想要瘟病继续扩散吗？我明白这次玄蛇的嫌疑最大，我会让唐月带回玄蛇的体液，或许能够从中找到抗体，解决这次瘟病。但无论如何，请不要赶尽杀绝。您把我想得太仁慈了，玄蛇我非杀不可。那就是我不能告诉你玄蛇的去向了。哼，唐月是和一个毛头小子往白镇去了吧？啊！白镇是瘟病重灾区，为防止瘟病扩散，现在实施全面封锁。为什么要封锁？放我们走啊！假如你们的神真的是一瘟神，他继续待在这里，只会让情况越来越严重。等会儿想办法趁乱混出去。
植物系屏障。大哥，你说的是真的吗？可我只是个预备审判员啊！我还能骗你？这次行动就是需要预备和实习审判员，表现出色的话，可以直接转为正式。哇塞，哪怕只是实习审判员，对我来说都能在主校区的竞争中占尽优势啊！有了审判会这样的大背景，宋城学府谁还能跟你比？我一定好好表现。但是究竟是什么任务啊？据说是和那次闹事大蛇有关。前面就是白镇了，到了再说。汤圆老师，要不你亮明审判员的身份吧，说不定可以放行呢。不行，主门肯定对我下了通缉令。那就只能硬闯了。这里太多平民，动手的话会伤及无辜的。我可没说要动手。武士卫长，我们明明早就发现他们的踪迹了，为什么不动手？瘟病已经引起很大的恐慌，难道还有当众缉拿妖蛇吗？还是侍卫长考虑的周全。那现在要追吗？我们的实力太强，会被妖蛇反追踪。见习审判员已经追过去了，你们等消息吧。是，但是那唐月也只有武士卫长你能对付吧？见习审判员只是负责拖住他们，缉拿的任务当然还得我亲自去。不知道唐月身边那个男孩实力如何？中阶而已。那随便一名见习审判员就能够对付他了。再快点！已经是最快的速度了，小心！又是植物系。这片草原非常有利于植物系法师施展，看来那家伙只想拖住我们，不会现身。急行狼，我把这片草给烧了。不行，火焰也会暴露我们的。总不能一直躲下去啊！我的急行狼还绑着呢。后面，好，小心！对你用的很娴熟嘛。有办法了，我分化出2个残影，干扰对方的视线，你趁机把那个人揪出来。好，下手别太重，我有分寸。嗨，美女，在这里喝西北风呢。谁？叫我莫凡哥哥好了。讨厌！无耻之徒！你的招数也算不上正人君子哦。有缘再见了。他受伤了，我们得自己走了。那小妞下手真狠。能成为见习审判员的都是各中翘楚，一切无轻敌。啊，辛苦你了，先回去休息吧。你的大家伙不会睡着了吧？
有翅膀的法师级别不低啊，他怎么没察觉？不，是一名拥有异魔具的见习审判员而已。见习的就能用这么昂贵的异魔具，这家底是有多厚啊？那只是风雨雀，进阶期了。会飞的召唤兽已经很罕见了，竟然还是进阶期。莫凡，有一些高阶魔法我还只能通过星图之书来释放，所以我估计自己没办法解决3个人。带异魔具的家伙就交给你了。行，我最看不惯这种土豪。吴大人，我们发现了目标，请速速支援。很好，缠住他们，一定别让他们跑进白山。是。大哥，现在怎么办？目标就是这对男女，我们的任务是阻止他们进山。直接抓了他们，不就哪儿都去不了了吗？哼！东方明，劝你们还是束手就擒吧，我下手可没轻重。小心点，他是东方明，东方世家最出色的年轻活法师。啊，又遇到东方世家了，我的眉眼还是托了他们家的福了。唐月老师，我的客人先下来了，那我就先招待了。怎么，不一起上？不了。哼，知道怕了？算你们识相，束手就擒吧。哎，我一个人解决你，15分钟就够。不是，我与生俱来的天赋就是魔法的急速释放，你是不可能快过我的。嘿，大哥，东方明好像占据上风了。他是在1打2吗？看不清。看来不难对付，我们也下去吧，不然功劳全被东方明一个人抢走了。走，来吧。啊，为什么是青色的火焰？我知道了，是引燃类灵气火种，威力果然强大，看来是没办法对应了。什么？人在你这儿，我兄长的死肯定和你脱不了干系。哎，别血口喷人啊！这事儿还真赖不着我。哼，刚才不过是热身，现在才是动真格的，受死吧！哼，怕的就是你不动真格，浪费我的时间。火姿，哼！小小的初阶也想伤我，太天真了！究竟是谁天真？哼！什么？不可能！这不是初阶的火姿，你是第一个品尝到我4级火姿的人。4级初阶魔法，强化初阶魔法要用大量的金箔，将资源浪费在这样的鸡肋上，真是蠢材。你瞧，你下的楷模具都上身了。但是有眉眼加持就不一样了，翻了整整5倍，相当于半个中阶魔法的效果。胡说，还不死心吗？哈，氪金玩家，刚才你是用些歪门邪道压制住了我的进攻，终究不会是我的对手。你觉得我不能把你打下来是吗？千钧霹雳夜叉！雷系！不是只有你拥有特殊天赋？可恶！搞定，好像还没有15分钟吧？我知道你是谁了。天生双系的还能有谁？糟了，把唐月老师忘记了。你自己待着吧，我先去把你俩同伙收拾了。莫凡，你给我等着！段姨，地波！嘿，抓到你了！我们只负责困住他，千万别伤到他。放心吧，我会控制好冰锁的力的。大哥，我们的晋升指日可待了呀！
刘依林，上次我对你下手太轻了是吧？竟然又打我的人的主意。你，你看，我兑现承诺了，见你一次揍你一次。唉，别觉得这是你人生中最大的屈辱，只要你敢来找我报仇，你就会知道这次真的不算什么。依林，一波挪移，挺不错的。我要你的命！猎拳九宫啊！哇，3级猎拳！什么？啊！依林，你不可以呀！这次我手下留情，记住了，以后别什么活都接，掂量一下自己有多大的能耐。没事吧？我们快走，侍卫就快要到了。不是叫你们牵制住他们就可以了吗？我见他们实力平平，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你以为你会是唐月的对手吗？他是败给了唐月身边的那个小子。侍卫长大人，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我一定会亲手抓他回来的。你们几个还是回去养伤吧，以后就不要以审判员自居了。下次遇到你，我一定会10倍奉还。莫凡。生命能量已经没有多少了，总算及时赶到。唐月老师，唐。莫凡，你过来，大家伙带我们进山洞。要不我就送到这儿好了。是要我叫大家伙请你吗？来了。放心，他不会怪你踩他脑袋的，他知道你在帮他度过最艰难的时期，这是在跟你表示感谢呢。不客气。抓牢了。走吧，大家伙，你安全了。这么多白魔鹰是要去哪儿？我们到了，坐稳了。到了。大家伙，你就在这里好好休养，我们该回去了。哦，对了，我需要你的血液。啊，他还真实在，要什么给什么，也不问问你要来干嘛。温病越来越严重了，
如果此事真的跟大家伙有关，那或许能从血液中找到解决瘟病的抗体。你的意思是我们现在就回去？没办法，总不能对瘟病坐视不理吧？你想清楚了，万一血液起效果，就证明它是瘟病来源了。祝蒙更不会放过你的神。百姓的命不能不管，但我也绝不允许谁伤害玄蛇，所以坏人就让我来做好了。等会儿出了白山，咱们各走各路，你回学校去，剩下的事情我自己面对。得，你保护宋城吧，我来保护你的神。只剩下3天了，3天之后，他们可能就撑不住了。玄蛇呢？有没有带回来？属下办事不力，请您责罚。他们人呢？现在在哪儿？哼，你们还有胆子回来？都看到了吧？这个是神蛇的血液。我这就前往研究室。多久能出结果？今天晚上一定。来人，先把他们俩关押起来。叔叔，我跟他们去。走。不好了，西要塞涌入大群白魔鹰，驻守的卫法师防御不及，已经损失惨重。现在已有大批白魔鹰突破西要塞，朝宋城飞来了。怎么会这样？白魔鹰向来是不活跃的，这次怎么会毫无征兆的袭城？情况紧急，请议员立刻召开会议，协助这次突袭吧。好，我立刻下达指令。祸不单行啊，我们遇到大麻烦了。西岭那片白魔鹰的栖息地，长久以来是飞行禁区。白魔鹰性情暴烈，有极强的领地意识，往往集体出战，所以战斗力极强。虽然他们是宋城西面最大的隐患，但是以往只要不触犯到他们的领地，也都很安分的。谁知这群白魔鹰竟然趁火打劫，云峰四卫，我们怕是守不住了。天鹰呢？同卫，糟了糟了！天鹰因为产生了畏惧之心，现在全部都不听调遣。什么？听我号令，起飞！起飞！起飞呀你！他们在惧怕什么？天鹰和白魔鹰同属于鹰妖一族，他们虽然被驯化，但骨子里流着的还是鹰妖血液。白魔鹰族发出的威胁之意，使他们产生了畏惧，从而放弃抵抗。这群不中用的东西，还有最坏的结果是什么？有话快说！怎么回事？我的天鹰不听命令了！我的也是。怎么回事啊？给我安静啊！还是不行！叛变！他们要叛变了！到底是怎么回事？最坏的结果是出现一只君主级的鹰族。天鹰一旦感受到君主的可怕气场，就一定会发生叛变的。现在这就是叛变的前兆啊！君主级，为防止天鹰叛变，得立刻将他们统统杀了。只能这样了，还愣着干什么？难道想要要塞被彻底摧毁吗？杀！快给我杀！哼，你喜欢听这个？这可不是谁都会的。以后只要一听见树叶在歌唱，那就是我在叫你。好，既然你这么捧场，那我就给你演奏一曲。
糟了，出事了！发生什么事了？张小猴，你乱跑什么？赶紧躲到要塞里面去，当心被白魔鹰叼走吃了。果然白魔鹰袭城了。辉，快点到要塞里去。等等，你可以进去，这个杂种不行。统尉刚刚下令了，卫法师必须立即宰杀自己的天鹰，一个不留。你说什么？西岭出现君主级魔鹰，天鹰很有可能因此叛变。你还愣着做什么？我如果不呢？当初救他的时候你逞英雄，如今呢？你不要顾全大局了吗？他要是叛变了，你怎么跟民众交代？就他这毫无战斗力的样子，不死在你手里，也将死在其他卫法师手里。你想想清楚，不动手，我亲自来。快走吧！张小猴，你竟敢违抗命令！你知道这么做的后果吗？走啊！好，你有种，等着被处置吧！谁能想到事态会如此严重？玄蛇的事情已经够糟心了，结果白魔鹰竟然还大举西城。陆先生，药剂研制出来了吗？通过玄蛇的血研制出的药剂只能控制病情，不能根治。我们可能需要玄蛇的胆汁或者更多的东西。那就命唐月再去白山一趟，取些胆汁回来吧。事实证明，妖蛇就是罪魁祸首，你却到现在还想着保他的命。带唐月进来。我能够理解你们的守护之心，可现在宋城陷入了巨大的危机，白魔鹰军团的袭击将会是一场恶战。假如我们还不尽快解决玄蛇的问题，内忧外患同时发生，整个宋城将尸横遍野呀！恳求你，现在就去换回玄蛇，我向你保证，只要他回来配合研究，我就绝不杀他。莫凡被关在哪里？映月湖的湖心岛。好，去映月湖边，我换玄蛇回来。天都黑了。进去。猴子，凡哥，你怎么来这儿了？哎，说好在宋城相见，没想到是以这种方式相见啊！你小子是因为什么事被关进来的？哎，说来话长，为了一只无辜的天鹰。哦，对了，凡哥，你知道吗？白魔鹰即将大面积袭击宋城。白魔鹰？瘟病还不知道解决没有？怎么又冒出个白魔鹰？啊？瘟病？瘟病又是怎么回事啊？来，互通个消息。李天审判长，您来了。刚听说这边的情况，就马上从明珠市赶过来了。真的要把玄蛇召回来吗？还是三思比较好啊？也是没有办法了。
我好像又感知到玄蛇在叫我，说他回来了。不可能啊，他还没完成蜕皮，为什么就回来了？啊？难道唐雨老师出事了？凡哥，你没事吧？我现在得出去。耗子，来，带你一起。不行，我之前是迫不得已，这次不能再明知故犯了。再怎么说，我现在也是一位法师。你说的对，那耗子，我先走了。凡事小心。山影系魔法太厉害了，凡哥。猴子，我先走一步了。我应该也关不了几天。如果要我帮忙的，就去西奥塞找我。好。他之前就是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闹市，又突然消失。莫凡，他回来了。他还没有完成蜕皮，正处于虚弱状态。斩杀妖蛇！什么？是，快点走，快！跟上！拿下玄蛇，绝不能让他脱身！你们要做什么？唐月啊，你做得很好，接下去屠蛇之命就交给我们了。方面议员，你这是什么意思？大义灭亲。如果你认为有什么不妥的，可以上告魔法宫廷。现在这个时候，劝你们不要插手。今日便是这瘟神的死期，看谁敢！元蛇已经被惹怒，失去理智了，大家不能轻举妄动。你们竟然联合起来骗我！开启雷界之法大阵！这么多高阶法师，星宫，原来这就是超阶魔法建筑的星宫。住手！快住手！雷界之法，九界之境。这是雷系的超阶魔法，用魔法大阵开启的话，其威力足以镇住君主级生物。风焰和主魔这是早有准备了，就是要置摩天玄蛇于死地。好恐怖的雷电，就像是神明降到人间的惩罚。我这不是在做噩梦吧？是曾经出现在闹市里的那条巨蟒。快停下！求你们快停下！市民们，你们现在所见的，就是之前出现在闹市中的妖蛇，它同时也是这次瘟病的根源。等
久以来，他一直秘密地栖息在映月湖之中。今晚，只要你们支持，我祝蒙就代表魔法宫廷和审判会，将他诛杀此地，永绝后患。杀了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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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东西怎么可以栖息在城市里？快杀了他！喊出瘟神，消灭祸害！就是因为他。不是的，他不是瘟神，他一直在守护这座城市。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唐月老师，现在还不是你站出来的时候，一一冲动反而将事态激化。对不起，要不是因为我，你是不会在自己最虚弱的时候回来的。你一定早就知道有陷阱，这还是为了我义无反顾的回来。所以我被关押的时候，玄蛇确实是向我发出预警了吗？是我害了你。小心，他在强行冲出来。这是怎样的毅力？快抓住他，别让他跑了！不，他不是要逃。你为什么不跑？你快跑啊！别说妖魔了，就算是人类，在这样的折磨下，也早就失去理智了，一定会血性大发，大开杀戒的。结果他拼尽最后一点力气，只为了安慰唐月老师。你相信瘟病是玄蛇带来的吗？我们信不信没用，大重要的是证据。就趁现在，解除雷界之阵，斩杀妖蛇。议员大人，西要塞请求支援。白魔鹰中出现君主级生物，我们的空中战斗力不足了，已经调遣了附近所有的高阶法师，依旧不能完全阻挡住白魔鹰的入侵。再无支援的话，白魔鹰很快就会突破防线。事态如此严重，事不宜迟，众议员还是即刻赶往前线吧。众盟议员，还是先把眼前的问题解决了吧，机不可失啊！万一让玄蛇跑了，玄蛇耐力惊人，体力一时半会儿是耗不尽的。雷界之法已经将他镇住，绝不可能挣脱得了的。请诸位先到前线稳住局面吧。那我们就抓紧时间，干脆冒点风险，先把玄蛇杀了。慢着，宫廷侍卫长武平景听令，立刻率宫廷侍卫队赶往西要塞前线。是。可恶！大家伙，你要坚持住，一定会没事的。让他自己待会儿吧。你是不是唐月老师提到的冷清大事件？我知道你是模范，也听说了你很厉害，但刚才那种局面，你我都帮不了唐月的，只有尽快为玄蛇洗脱罪名，才能救他。我觉得这件事没那么简单。既然玄蛇的血对瘟病没有根治作用，那它就未必是源头。更何况瘟病是从白镇蔓延开的，而玄蛇一直栖息在宋城。思路清晰，你果然不一样。我也派人暗中调查过最早的2例病患，发现他们在发病前都有过输血经历，血迹正是来自白镇。可惜的是，线索到这里就断了。我想再去一趟白镇，那里我早派人查过了，一无所获。假如有人故意掩盖什么，那派再多人去也没用。我打算暗中调查。需要提供什么帮助吗？我要你妹。啊？你妹妹玲玲。好，我这就把目前所掌握的资料发给玲玲，叫她即刻赶往白镇，你们在那里会合。记住，时间紧迫，玄蛇撑不了多久。冷清师姐，请你帮忙照顾好唐月老师，我从没见过她这么无助。接下来就靠你了。
玲玲啊！就知道你没死。哟，越长越水灵了啊！嘿嘿，这么久不见，有没有想哥哥？你办事就是靠谱，白镇都全面封锁了，你竟然还是能找到路进来。嘿嘿，放开！再敢捏我，就把你手剁了。哎，好了，办正事要紧。哎，你知道镇上的血库在哪儿吗？这里就是那个血库吗？没错，这里就是宋城地界内最大的血库，定期向各大驿站要塞输送血迹。每年与妖魔对抗的伤者数之不尽，但治愈系法师数量稀少，猎人们往往需要常备血迹，所以血迹供应商都富得流油。哎，这里面可少不了蛀虫。冷清之前查到什么了？姐姐查到这里有一批问题血迹，白镇封锁之后，货物运输也变缓了，所以那批问题血迹肯定还有部分在血库里。问题血迹和这次疫病有关吗？想知道就进去查查看吧。血库工作证哪儿弄来的？我做的。小年纪不学好啊！什么不学好？今天这不就是来伸张正义了吗？是血迹。咱们拿一瓶走，查查其中成分。前线大量人员受伤，急需血迹。这里既然有存货，为什么不能让我们运走？已经告诉过你了，那几箱不是血迹，我们会尽快筹集到血迹，送去西要塞的。哼，你以为我瞎呀？连血迹都认不出来吗？你私藏血迹，莫非是打算偷偷倒卖？明明就是血迹，为什么要撒谎？白魔鹰战事紧急，这个时候还敢冒险私藏血迹，应该不是为了贩卖吧？你不要血口喷人，我们是奉命行事。哼，奉谁的命，行什么不可见人的事？今天我非得把这几箱血迹运走，看你们敢拿我明阔同为如何！混蛋，这些不是血迹吗？这个，卫法师们在浴血奋战，竟然在后面私藏血迹，我要不是没时间跟你耗，非扒了你的皮不可！运走。是。这些血迹属于魔法协会，不能擅自拿走啊！请容我先通知王毅监制。王毅，怎么办？血迹都被拿走了。那就根据西要塞，我想应该不止我们急着找回这批血迹。喂，冷清师姐，你知道王毅吗？他是魔法协会的人，怎么了？查到什么了吗？暂时还没有，但真相应该越来越近了。快，开启四叶统治！光落万丈！莫凡，别看了，快找血迹！好，咱们分头找。糟了，来晚一步。宋城派遣来的高阶法师真是帮了大忙。白魔鹰暂时被打退了，但是情况还是不容乐观。他们并没返回西陵老巢，而是屯聚在附近的山林，可能很快就会发动下一次进攻。
现在血迹还是远远不足，我们再想别的办法。伤员不能耽搁呀。玲玲，问题血迹已经派下去了，怎么办？啊！你瞧，这是什么？你怎么拿到的？我刚才就直接拦住那个明阔统卫，告诉他我是卫法师，手下有人受伤需要血迹。这样也行？就你这小不点还卫法师，谁信呢？我又不只有血库的证件而已，而且人家大统卫可没愣较真儿，他就丢下一句，都是为这座城市流血，然后钱都没收就给了我一瓶。厉害，那你赶快研究一下这里面有什么问题。好，明阔统卫。哟，王毅监制。王毅，听手下说，您把白镇血库里那批血迹运走了，他们现在在哪儿？哼，那批血迹难道很特殊吗？竟然亲自追到要塞来，告诉你，我已经把血迹用掉了，你能怎么样？你好歹先问过我呀！哼，现在情况紧急，谁跟你讲这些规矩？就知道你会来，现在怎么办？赶紧通知罗冕议员吧，要出大事了。罗冕，果然有问题。走，我们跟上去，得拿到确切的证据。天蟒啊，干嘛非得跟踪不可呀？哼！窃听器。你放心，我哪儿都不去，我一直留在这儿陪着你。莫凡，你要快了，大家伙坚持不住了。陆先生，我们分析发现，玄蛇所含的毒与病人体内的毒吻合度极低。这或许就解释了为什么根据玄蛇血液研究出的药剂只能控制病情，却无法根治。是议员，议员大人，救救我们吧！好，好，好，大家别急啊，办法总归会有的。议员大人，求求你，快救救我们父子俩吧！放开！住手！你们怎么可以这样粗鲁啊？你在这里安心养病，等我们除掉了那头瘟病之蛇，你们很快就能康复了。我听说，这头蛇是被一些人供奉着的。罗冕议员，如果是真的，那这些人也一定要惩处啊！对啊，不能放他们。大家稍安勿躁，我不会辜负大家的。这些问题我一定竭尽全力去解决。议员大人还是值得我们相信的。是，我们要相信罗议员。还是罗议员有魄力啊！哟，陆先生，罗某专程来找你的，借一步说话。是。陆先生，你这里是否有比较烈性的毒剂？那头蛇困在超阶大阵中，现在是将它铲除的最佳时机。你不是需要蛇的胆汁吗？所以我想，是不是有什么毒剂能杀了它？没用的，这摩天玄蛇乃是百毒不侵，而且事实上研究已经有了初步结论。我们担心，毒源可能并非来自玄蛇呀。是吗？那罗某就先告辞了。罗议员，你不在白镇血库看着，跑我这儿来做什么？哎呀，出事了，出事了！西要塞的统卫明阔直接带人闯进血库，把那批货拿走了。什么？那批货哪怕销毁也绝不能再流出去，你不知道吗？瘟病如果传到西要塞，很容易就能查出是血迹出了问题。这件事一旦暴露，你我都别想活。那现在怎么办才好啊？快刀斩乱麻。好，我这就去准备。果然，罗冕就是瘟病的始作俑者。多亏了你这个小伎俩，现在就差查清毒血剂的问题了，这样才能叫罗冕百口莫辩。我已经研究出结果了，
问题血迹是使用了某种有毒性的妖魔的异血，可是要想证明玄蛇清白，还是得找出真正的毒源。玲玲。啊？白魔鹰只存在于西岭是吗？是啊。瘟病出现与白魔鹰袭城的时间很接近，对吗？不是接近，第一例病患出现和白魔鹰倾巢出动是同一天。如果这一切不是巧合的话，玲玲，我们得回趟西要塞。既然白魔鹰以前从不曾进犯，那这次他们很可能是因为瘟病而袭击城市。这或许就说明白魔鹰的目标是产生瘟病的妖魔。一条生态链上的两种生物不可能距离很远，所以这种有毒的妖魔必定也在西岭脚下。白魔鹰很快又要杀回来了，我要上战场，我不要干这种清理的工作。尸体必须及时处理，否则容易出现瘟病。快跑！快跑啊！快跑啊！喂，怎么了？瘟病，大林染上了瘟病。大李，救命啊！没事，这个瘟病不会传染的。凡哥，猴子，你出来了。现在西要塞人手紧缺，我就被调遣回来了。大李啊，你别怕啊，我看你这很像是被毒老鼠咬了。啊，猴子，你说什么？哪来的小姑娘？不能没礼貌啊，叫哥哥。哼，别废话，赶紧说。猴子，这是玲玲，别看人小，她可是我领导。那，你刚才说的毒鼠是怎么回事？我之前进林子给回找食物，不小心被一种毒鼠咬了，手上也是长出这样的毒疮，然后龟帮我找来了殷红草，敷上就没事了。如果毒鼠怪的血毒和瘟病一致，就能证明玄蛇清白了。好，那我这就去抓一只来。就在前面那片林子里，凡哥，我带你去。这就不管我了，赶紧找药救我呀！毒鼠极其灵敏，地面上再细微的震动，它都能察觉。所以，我们只能守在鼠洞边上，等它自己出来觅食。可我时间紧急，它要是一整天都不出来怎么办？放心吧，我观察过它的习惯，一会儿应该就会出现了。哎，凡哥，你上次赶过去帮上唐月老师了吗？能帮玄蛇洗脱冤屈，才算帮上了唐月。真不明白，为什么总有人跟动物过不去啊？是啊，不管是我的极星狼，还是你的天鹰灰，甚至是现在看似对人类有巨大威胁的玄蛇，我都能感觉到他们也有真挚的感情，对人类是善意的。人兽之间本应彼此守护才是啊。也不知道灰现在在哪儿，是不是安全？火子，好了，好不了。哟，不错啊，猴子。自从上次变化了灵种流长，我的吐息进步好多。这种毒鼠名为灵爪异鼠，它们的身体内藏着一种病血，
和血祭所需的义血非常相似。罗冕和王毅就是用这种灵爪异属的血来鱼充数，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灵爪异属的义血会引起病变。还有莫凡，你之前的猜测是对的，灵爪异属正是白魔鹰最钟爱的美食。这两件事竟然是有关系的。白魔鹰嗅到灵爪异属的血腥味儿，误把感染的病人当作猎物，所以才会倾巢出动袭击城市。一切都清楚了，玲玲，你太棒了！等一下，既然真相已经查明，那就快把罗冕给抓起来吧。要扳倒一个审判会议员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更何况我们手上并没有实际证据证明他就是幕后主使。现在最紧要的是把玄蛇救出来。既然病源已经查明，那祝蒙就没有理由斩杀玄蛇。黎天审判长和冷清姐姐已经赶来西要塞，他们去解释，祝蒙应该会信的。祝蒙实在顽固，如果找到解药的话，就更有说服力了。猴子，你说的樱红草应该去哪里找？在白魔鹰又杀回来了。黎天审判长，白魔鹰大举攻进，我们急着备战。你把大家召集过来要做什么？在座诸位有没有想过，一向平静的白魔鹰为什么这次不顾一切的袭击城市？你是知道了些什么吗？我的部下冷清已经通过几名年少有为的法师了解到，瘟病真正的来源是一种白魔鹰爱吃的毒鼠，而非玄蛇。贪婪的人拿毒鼠制造假血迹，才造成了这场瘟病。现在最要紧的事是对抗白魔鹰，和瘟病有什么关系？等等，黎天审判长，您的意思难道是白魔鹰袭城和瘟病有关？没错，这次白魔鹰倾巢而出，正是因为他们把使用了假血迹的人误认成了美餐。若是因为人祸而献出了那么多宝贵的生命，难道不要问罪吗？罗冕，你有事瞒着我。要追究，一定要追究。管理血迹的人是王毅，我亲自查办。巡抚四位，王毅死了。什么？他已经畏罪自杀了，留下认罪书说，问题血迹都是他的计谋。如今酿下大祸，只能以死谢罪。罗议员，你觉得此事是不是太凑巧了？白魔鹰都兵临城下了，你们还有心思内讧吗？弃车保帅，对自己人都下毒手，真是阴险歹毒。应该很快就能解释清楚。我马上得动身回宋城。猴子，你怎么打算？我当然是加入战斗，抵抗白魔鹰。不，你是唯一能从根源解决这次危机的人。不出2个小时，白魔鹰群就会逼近西要塞防线。这一波的攻势远超前一次，恐怕我们这道防线坚持不了多久，得想想办法呀。总算还是有明事理的人呢。既然白魔鹰是因为瘟病而袭城，那么我觉得当务之急应该是尽快找到解除瘟病的药剂。只要瘟病解决，或许白魔鹰会自动撤退。治疗药剂哪那么容易研究出来啊？是啊，连陆先生都对瘟病束手无策。解药我们已经知道了。西岭独有的樱红草能治疗这种瘟病。可恶！怎么又是你这小子？你到底哪来的？谁允许你掺和这些事儿啊？你说的当真？千真万确。虽说西岭是白魔鹰的老巢，但现在他们已经倾巢出动，我们可以趁虚而入。你知道西岭有多远吗？而且谁说老巢里就一定没有留下看守的白魔鹰？这么可笑的计划，哪怕一整队的卫法师也未必能完成。我有办法。白魔鹰和天鹰属于同一个种类，按理说他们不会袭击对方。我们可以派一只天鹰潜入西岭，采
及殷红草。四位啊，您忘了吗？您已经下令处死了所有天鹰。是哦。哼，我有办法采集到殷红草。你又是哪儿来的？胆敢再次胡闹！低等卫法师张小侯报道。这名少年正是协助我们找到瘟病源头的人，且听他有什么话要说。西要塞还有一只幸存的天鹰，当时是我违抗了命令放走的。这个违抗太及时了。可是，所有的天鹰当初都因为白魔鹰而失去了理智，你的这只万一也中途叛变了怎么办？我的天鹰血统混杂，不易受到白魔鹰的影响，而且我不是驯化它，它是我的朋友，我相信它不会伤害我。而且正是张小侯的天鹰发现了殷红草，不妨让他们试试吧。好，就这么定了。张小侯，你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采回殷红草。是，保证完成任务。祝蒙议员，现在这整件事都清楚了，瘟病与玄蛇并没有关系，所以还请尽快放掉玄蛇。好吧，我命人去解除雷界之法大阵。唐渊老师，唐渊老师，哎，莫凡，谢谢你，谢谢你所做的一切。客气客气。玄蛇呢？怎么没见到？在湖底休养，不知道他靠自己能不能缓过来。雷界之法虽然解除了，但是他的气息已经十分微弱。玄蛇失了这么多血，你说血迹对他有没有作用？当然有，可是现在去哪弄这么大量的治疗血迹？那些导致瘟病的血迹反正也要销毁，干脆给玄蛇用呗。他不是百毒不侵吗？对呀，莫凡，你太聪明了。喂，你确定能把灰找回来吗？是灰，他回来了。这次任务很难，哪怕半点差池都有性命危险，但事情总得去做。说实话，我很害怕，我也想要保护大家。灰，现在只有你可以帮助到我，你愿意跟我一起去西岭吗？好，我们出发。你不是在协助猴子吗？怎么跑到我这儿来了？在这里也可以监控他的行程啊。哦，唐月老师呢？去哪了？他确认血迹送到之后，就立马去支援西要塞了，叫我留下来守着玄蛇。那是什么？这些箱子里是给玄蛇疗伤用的血迹。哦。他现在特别虚弱，估计没办法自己喝下血迹。你要干什么？没其他办法了，只能试试。玲玲，再拿一瓶来。
都在感谢我。莫凡，张小猴已经抵达西岭区域了。太好了！张小猴，现在改低空飞行，不然很容易与白魔鹰撞上。好，我知道了。注意，有一群白魔鹰从北边朝你这飞来了。辉，咱们走。张小猴，你没事吧？我没事。啊，刚才信号断了，我本想提醒你，白魔鹰对领地的看管十分严密，飞行巡逻是回绕式的。琳琳，我得继续深入了，信号可能又会延迟。等我采到殷红草，再跟你联系吧。进入白魔鹰的老巢，你可得速战速决，空间手环千万别弄丢了。放心吧。猴子，哎，凡哥，一定平安回来。辉是现在唯一能深入西陵采樱红草的天鹰，这或许能给战役带来转机。辉一直不被认可，都唾弃他是杂种，这次是个好机会，我要为他证明。辉，你就自然的飞下去，他们能察觉到你的血脉相似，所以不会对你发动攻击。你只要注意，别让我暴露了。会，会，帮我引开他们。莫凡，张小猴成功了。那就好，回来路上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吧？危险全部集中到西要塞去了。玄蛇不是说要蜕皮吗？怎么没动静了？喂饱了血迹，身体应该恢复的差不多了呀。能不能不要每次都突然出现啊？快看，他这是要蜕皮了吗？估计是吧。快看呐，伤疤也一起掉落了。大家伙终于能够顺利度过蜕皮期了。等猴子回来，这次危机就能彻底解除了。不好，怎么不动了？出什么事了吗？张小猴，听得到我说话吗？他突然停下来了，可是周围没有出现任何生物啊。是张小猴是吗？我是罗冕议员。你这次任务完成得很好，樱红草就交给我吧。私造毒血剂，害全城爆发瘟病的人，怎么突然心系苍生了？你也明白，这次的事，即便有王毅替罪，我也可能地位不保。但如果拿到樱红草的是我，那我就是英雄。
到时候看谁敢动我！玲玲，玲玲，听得到吗？没想到你这样一个毫不起眼的小子，竟找到了解除瘟病的关键。但可惜，挽救这次危机的人只能是我罗冕。把空间手环交给我。高级暗影系超级，你觉得自己是我的对手吗？把东西献给我，我还能饶你一命。喂，封盘！别挣扎了，你跑不掉的。封盘！看来你是不想活了，年轻人，尝尝被诅咒的滋味吧。就像是深陷黑暗中找不到出口，是吗？想当英雄，你还太嫩了。这帮人，张小红回答！不能再等了，万一那只君主级出现了，宋城就完了。我们不仅要抵抗白魔鹰的轮番袭击，还要设法阻止那只君主级的魔鹰。只能亲自上了。前方刚刚来报，那只银色琼主已经来了。啊！跟我走。是白魔鹰的统领，四爪魔鹰。四爪魔鹰。没事吧？我没事。这些畜生，看我怎么收拾你们！这是银色琼主。是的。还有什么生物能够驾驭整整10只统领级的四爪魔鹰呢？决一死战吧！
议员，战况这么紧急，我们是要去哪里啊？去西陵救张小侯，他是为宋城百姓去采药的，我们不能不管他的死活。还活着，莫凡、玲玲，张小侯还活着，快带他进屋。是。红色的天鹰，不是灰色。谢谢你把张小侯带回来了，你是我见过的最漂亮、最高贵的天鹰。人类会永远铭记你的忠诚，天鹰会。为了私利制造出瘟病，又因为私欲残害他人，罗冕，你是罪大恶极，根本不配做人。既然这样，摩天玄蛇，大家伙，你想报仇吗？那我们就去把新仇旧恨一并了结了。玲玲，你在这里，等我回来。大家安静，安静。刘议员，真的是太感谢你了，有了樱红草，大家算是得救了。为大家冒险，这是我作为审判会议员应做的。议员，玄蛇过来了。玄蛇？他还没死啊？不仅没死，甚至恢复的差不多了。快走吧，我们不是他的对手啊！怎么回事了？他在下面。大圣，原来他就是图腾族里的叛徒。你以为你还是当初的图腾吗？没有完成蜕皮，我一个人就可以灭了你！不可能，明明还需要大半个月的时间才可以完成蜕皮，难道你是要透支生命跟我同归于尽吗？你可要想清楚了。你太抬举自己了，玄蛇早已完成了蜕皮，这还多亏了你啊！制造的毒血剂滋补了摩天玄蛇损伤的元气，你造过的孽反倒帮助玄蛇达到了全盛期，让他现在就能来取你狗命。什么图腾，什么守护神，你们早就该被埋进古国的黄沙里！快点，我看你能怎么样！大家伙，教教他怎么做人。你要是敢杀我，就坐实了他是对人类有威胁的存在，人类不会放过他。可恶！他的初阶对影竟然可以分化出这么多的虚影。任你分化出多少虚像，也都逃不过玄蛇的眼睛。可恶！四野统治，
是超级新功。怎么样？还没见过这么快完成的新功吧？他肯定还在附近，别让他跑了。他在那儿。黄药镜啊！是毒气！让你也感受一下被毒折磨的痛苦。以为这就完了吗？守护之盾！要吞就吞下这千斤重的守护之盾吧！雷印，怒击！放我一条生路！我向你保证，莫凡，我可以给你所有你想要的。你将被玄蛇的胃酸慢慢腐蚀，在这种折磨里好好反省自己的罪孽吧。莫凡，殷红草的手环还在我的手上，如果你们杀了我，温病就无法消除。大家伙，先别俯视他。殷红草的手环是辉拿命换来的，张小侯为了护送手环也身负重伤，我们必须拿到手环里的殷红草，不能让他们白白牺牲。白魔鹰要袭击隔离区，怎么办？没错了，宋城可是你的领地，绝不能容忍别人在这里胡作非为。大家伙，我们上！杀字爆裂！大家伙，快，趁现在！怎么回事啊？玄蛇在保护我们。那个古老的传说是真的，这条大蛇势在必有成事啊！是君主级的妖魔，魔城灾难中不过是出现了一只统领级的异苍狼，就已经血流成河了。这只银色穹主可是灭世级别的妖兽啊！光落漫障！这雨刃完全就是一个防御风暴，再强大的高阶魔法也会被他打得烟消云散。看来能够穿透他羽毛盔甲的，就只有超阶魔法了。雷界之法，九龙之气。他这样持续攻击，我们根本就没有构建新宫的机会。怎么办？他的利刃领域根本破不了啊！破不了也得破。他分神了，不能一远，好机会！这雷界之法的威力，虽远不如禁锢玄蛇时的阵法，锁住你还是绰绰有余。他在拼命挣扎，不，他在召唤白魔鹰群。以为这些虾兵蟹将对付得了我吗？他不是叫白魔鹰群来战斗，
而是为了快速解除封印，让他们白白送死。可恶！楚蒙，你不是他的对手，你快撤退！不，绝不能让他毁了城市。人类之所以是人类，是因为我们有情有义。有手，我便是战死，也要让你明白，侵犯人类是你这辈子动过最蠢的念头。天庭公开！骑士长枪！城市，这下怕是守不住了。银色琼主，苍穹的主人是吗？今天就让你知道谁才是这里的主人。霹雳红顶！大家伙，我们冲过去！玄蛇，我们上！快进来！这边，快小心！这边。你们快看，那是什么？大家伙！火姿焚骨，火姿爆裂，火姿轰天。老大，你不用这么快吧？跟过山车一样干嘛？哇，大家伙，你这一耳光打得好霸道啊！那头玄蛇是在阻止入侵的妖魔，他是在保护我们吗？玄蛇竟然在保护人类！大家伙，让我们来结束这场战斗吧！来，试试我的暗影系。就是了。那是什么？苍天悲印。好逆天的技能啊！哎，大家伙，你快看，好多人在下面看着你呢。你要放了他？说到底，这是人造成的灾难，他本无意与人类为敌。他要逃，根本不是玄蛇的对手，除了逃还能怎么样？神的境界岂是我们能看透的？看来是我错了。他们飞走了，是被打跑了吗？玄蛇，是玄蛇救了我们，我们错怪他了。他不是人类的威胁，他在守护城市。当初我们真错杀了玄蛇，如今必定是生灵涂炭。
我险些害了这座城市。当中啊，我会将它从我的隐患战略名单中去掉的。国军全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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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伙看到了吗？他们是在为你欢呼啊！人类在感谢你。你是要昭告天下的妖魔，这宋城被你承包了吗？大家伙，今后请继续庇佑这座美丽如画的城市吧。大家伙。我就知道这次你一样死不了。就你聪明。好啊，你竟然吃人！今天我拼了这条老命，也要将你绳之以法。拜托你不要总这么冲动，行不行？你看他还活着呢。这货是罗敏。啊！蛇！我还没死，太好了！求求你们放过我吧，手环在这儿，阴魂草在里面，完好无损，就饶我一命吧。我能给张小侯的空间手环，怎么在你手上？就是他，为了抢功自保，将张小侯打成重伤。那只忠诚的天鹰会，为了保护张小侯，牺牲了。畜生！我饶不了你！众人冷静，将他交给审判会处置吧。这份拿性命换来的荣耀，不属于你。摩天玄蛇呢？他什么时候会出来呀？听说那场战斗结束之后，他就再也没有现过身了。那我们来这里做什么啊？看美景呀！这宋城景致这么好，也是不虚此行呀。去西要塞看过张小侯了吗？他怎么样了？没大碍了，云峰给他记了大功，等过几日痊愈，他就能重回南方守卫部了。那就好，因为殷红草送达及时，瘟病才得以彻底消除。也算是告慰了天鹰会吧，他也是这个城市的守护神。无论他的血统有多卑微，实力有多弱小，甚至人们都不知道他的存在，但是我会永远记得他。哦，那送你的。哦，这是什么？你要的东西啊，用褪下的蛇皮熔炼出的材料，你可以拿去做楷模具了。怎么不多给我点？这些只够做护具的吧？你以为熔炼那么简单吗？整张蛇皮也就能生成这么点儿。你不要算了。要！你是不是应该回学校了？都出来这么久了，小心毕不了业哦。哎呀，我都快忘了，我明天就动身回明珠市。莫凡，谢谢你。这几个月就像是做了一场很长的梦。他们暂时不敢冲过来送死了。就在呼叫同伴，看我让他们闭嘴！哼！赵满言，他们拜托你了。是蜈蚣啊！是一只巨型泥沼蜈蚣啊！那你还不快跑！我都经历了些什么呀？这地球也太危险了。好在终于要回归正常生活了。那个周淑敏也太 low 了吧！整天纠缠你，还找人看着你。
还真是比大魔头那个混蛋还要狂妄。我不是诚心提起莫凡的，不过说起来，大魔头其实一点都不讨厌，真没想到。哟，莫姐姐，我是不是看到鬼了？哎，图图，你刚才说哪个混蛋比我这个混蛋还嚣张啊？我去帮你骂死他。你不是死了吗？对呀，但是我不放心你们，特地回来看看。你到底是人是鬼？我爱图图可是觉醒了亡灵系，要是再敢上前一步，我就把你烧了。图图啊，姐姐，我不怕。不是了，图图，你先去把衣服穿上。莫姐姐，她是活的，是活的。哼，快穿衣服去吧你。我回来你不意外吗？意料之中，像你这样的坏人不那么容易死的。原来你也蛮毒舌的，还是说看到我，你已经芳心大乱了？不是该有一个劫后重逢的拥抱吗？回来真好啊！我莫凡回来了！莫凡回来了！欢迎莫凡！喂，大魔头，走快点啦！是。上次那门考试考得怎么样啊？还行啊。哎，莫姐姐，你看，又是那个林廷玉，周淑明的狗腿子。哟，换跟班了，这个实力怎么样啊？别又像上次那个中看不中用的，被我们老大一招就给放倒了。更何况这个连中看都算不上呢。娘娘腔。不对，他是在说我吗？喂，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我这张脸，哪里不帅得一塌糊涂了？莫姐姐，大魔头替你出头了。小子，最好赶紧松开你的爪子，不然待会儿你就得哭着求治愈系老师给你把断手接上了。发生什么事了，体育？东风大哥，这小子太猖狂了，我最讨厌别人碰我的领子。有些事儿习惯了就好。哎呀，怎么断了？混蛋！林体育，算了。竟然就这样走了。莫凡，你和东方明认识？没啥印象，可能交过手。我的手下败将那么多，哪记得住？为什么要拦着我？我要教训那个臭小子！闭嘴！要收拾莫凡，还轮不到你。大半年不在学校，就这么没有存在感了吗？唉，连阿猫阿狗都敢说要剁掉我的手。更过分的是，竟然说我丑。肖院长，我来报道了。你哪个系的？怎么不敲门就进来了？这么没规矩！莫凡，来，过来坐。你们就先回去吧。没事了吧？嗨，好着呢。就是大半年没见的肖院长，还挺想念的。你的天生双系确实太特殊，这才被陆年盯上了，也怪我没有保护好你。是我自己太张扬。不管怎么样，回来就好。对了，
我叫你来是要嘉奖你。嘉奖？本来你在野外特训中保护了其他同学，就应该受到奖励。但考虑到你被恶魔反噬的消息一旦传出去，会对你不利。审判会把情况都跟我说了，年纪轻轻不简单呐。但你倒给我出了个难题，真不知道奖励什么好了。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吧。院长，我想换系，你把我转到火系去吧，那里人多热闹。这个，您怕我惹事儿，所以您打算反悔了？怎么可能？也好，那就暂时先转去火系，等时机成熟了再将你推举到国府队。希望你到时候能在世界学府大赛上有杰出的表现。世界学府大赛？宋城审判会将你推举为国府队的内定选手了，你不知道吗？哇，唐月老师果然疼我呀！好了，明天你就去火系报道吧，那可是个大戏，千万别惹是生非。谢谢肖院长。包老头，我回来了。你小子死在外面更好，我青天猎所好再招一个更能干不旷工的。别这样嘛，我还指望着在您这里多赚点生活费呢。哎，包老头，我这儿有一些不错的楷模具材料，您路子我介绍一名厉害的铸造师呗。楷模具的锻造可不便宜啊！哼，你以为我这几个月是白白浪费吗？我可是杀了一只五鞘巨蜥，赚了不少呢。哼，你就吹吧。算了，还是我给你条生财之道吧。这么多委托还没处理呢，全都交给你。让我来看看都是些什么惊天大案啊！下水道抓血纹巨眼星鼠，帮助找回跑丢的驯兽啊！这都是什么鬼啊？你是穷的揭不开锅了吗？这种委托也接？这不是最近都没什么大案子吗？这样吧，只要你把这些处理掉，我立马帮你联络铸造师，最顶尖的那种。哼，我会去干这种杂活，简直有辱我强者的尊严。强者的尊严。的尊严。在学校里没存在感，在猎所里干杂活，我莫凡怎么沦落到这步田地呀？就当作为明年的猎人争霸赛刷数据嘛。包老头，你答应我的事可不能变卦啊！放心吧，铸造师已经联系好了，你明天就能去找他。不急，明天我还有件重要的事要办。哇，这火系也太棒了！咱们火焰的测试排名今天就要公布了，真希望自己排名能比上个月靠前一点，获得更多资源。毕竟到了中阶，耗费的财力真是一个无底洞啊！当然了，这个测试目的不就是为了资源分配吗？但是也不用担心了，反正有人垫底。哎，我听说啊，今天会来一个转系生，估计是在别的系待不下去才来的吧。算他倒霉，转哪去不好，偏偏转来咱竞争最激烈的火系。好香啊！
喂，你谁啊？想接近我们丁雨眠吧？就以你这长相，还是别痴心妄想了。怎么连续2天被人质疑长相啊？实在不可饶恕！是我先坐到这里的，怎么不说是你们这群女生对我感兴趣啊？你最好识相点，滚到后面去，这是我们姐妹坐的地方。我要是不走呢？我黄心丽好歹也是火院火榜上排行第300名的人，收拾你这种无名小卒那是绰绰有余，别逼我动手啊！心丽，算了。火系还有这样心性淡定的姑娘啊！哪个是莫凡？我。都快到学期末了，你转系过来做什么？我这里可不收你这样游离不定的废物。你说这里不收废物？哼！可我怎么感觉这个学堂里废物倒是挺多的？还是说你教出来的学员水平就这样了？你算个什么东西？竟然敢骂我们是废物！你凭什么这样说我们？对啊，走，现在我们就去比试比试，你敢吗？奇了怪了，我话都放到这个份上了，他还没转过头来。都给我安静！很好，狂妄之徒我魏荣见得多了，但是还没有人敢在我火院里说出这样的话。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本领。火院里每个学生的成绩都列在火榜上了，从第1名到1149名。郑佳慧，站起来。他是整个火院的最后一名。东方烈。这是火院排名第1，看懂了吗，莫凡？他与他之间并没有悬殊的天赋背景，但却相隔着1147名学生的距离。实力哪怕是差之毫厘，也将失之千里。这个名单是进行了无数次碰撞之后的残酷结果。依仗的已经不单单是实力，这就是火院的强大之处。既然你如此嚣张，那我给你个机会，我将你这个月的成绩列在第100名的位置上，然后我们就拭目以待吧。哎，黄经理，那只大猩猩是不是气糊涂了？我还没测试呢，就给我这么高的排名，第100名分配到的资源可不少啊。原来是个白痴啊！在火院排行越高，接受的挑战就越多。何况刚才你已经成了众矢之的，想痛扁你的人没有1000也有800。那岂不是要在车轮战中累死啊？我看啊，你还是赶紧离开火院，哦不，离开明珠学府吧，不然真的会死得很惨。哎，你好，我叫莫凡，交个朋友吧。喂，你有没有搞清楚状况啊？木姐姐，大魔头又惹事儿了。他第1天上课就把系主任魏荣给得罪了，还惹怒了全火院的学生。真不愧是大魔头。世家子弟们都是想尽一切办法拉拢势力，他倒好，真做一鸣惊人的事。是啊，和大魔头比起来，简直弱爆了。只是主校区不比新校区，这里可都是中阶法师，个个实力惊人。他这下怕是很难收场了。没缺胳膊没少腿儿，恭喜啦，火院的大明星！哟，都知道了，你莫凡哥哥厉害吧？看，速控魔器，嘿，这第100名分配到的资源真是不错。有了它，星子连接更加得心应手；有了它，星轨衔接更加平滑顺畅，大大缩短了描绘星轨的时间，大大提升了施展魔法的速度。更重要的是，火榜前50名可以获得2颗火种碎片，外加1件火属性魔器。对了，这种魔器有什么用啊？你是外星人吧？火属性的魔器就是用来提升火系修炼的呀。
若是单独使用，效果是一般，但如果跟幸运魔器叠加，那修炼质量将会大幅提升。哇！假如是在三步塔里使用，那我火系修炼岂不是飞速了吗？三步塔叠加，做梦呢你！哼，杀了多少名能进三步塔？至少得前50。嗯，你这个穷鬼就别想了，在火院里，要是没一套极品的模具，都不好意思跟别人打招呼。你天生双系，是比别人多了不少进攻手段，可只要别人使用专克你的防御模具，你就只有挨揍的份儿了。这还真提醒我了，不知道蛇鳞做的防御模具够不够格呀？既然万事齐备，那就来吧。这小子好像还有点水平嘛。这种程度，我们火院不说有1000，至少也有800。就是，也不知道魏老师怎么想的，竟然还让他空降第100名，这不是白白送他资源吗？哪个是莫凡？我。都快到学期末了，你转系过来做什么？我这里可不收你这样游离不定的废物。你说这里不收废物？可我怎么感觉这个学堂里废物倒是挺多的？还是说你教出来的学员水平就这样了？这你就不懂了。魏老师送他资源，就是想让我们去抢。既然你如此嚣张，那我给你个机会，我将你这个月的成绩列在第100名的位置上。然后我们就拭目以待吧。火院的规矩，挑战日所有人都能向排名在自己之前的人提出挑战，而被挑战的人不能拒绝，否则就自动让出排名，交出资源。这小子排名100，而且得罪了全院的人，到那天岂不是有1000人可以打他？我也去报个名。哼，我的天，这车轮战可要创历史记录了，累都累死他。这就是狂妄无知的代价。唉，有点饿了。听说后门美食街新开了几家店，等会儿先去哪家呢？唉，比赛确实得好好计划计划，硬打也不行。哦，你不是那个郑佳慧吗？哦，莫凡，哎，别走啊！我是火院公敌，你是最后一名，大家半斤八两，你怕我什么？我知道你所说的废物里面就有我一个，我承认我真的很差劲。哎，看他刚才画星图，明明水平不差，这家伙就是心理素质太差了。努力吧，绝对能让人刮目相看，就像当年的小猴一样，一直倒数第1名，还挺耻辱的。你想不想摆脱这种局面？算了吧，我已经决定念完这1年就离开。唉，别这么自暴自弃嘛。喏，这个速控魔器先借你用。让我来说，你的问题根本不出在修炼，你缺少的是资源。大家都是靠本事考进学校的，这要说实力的话，排名1000名以后的同学都是半斤八两，所以谈不上谁比谁强。我猜，你多半是因为一比赛就紧张哆嗦的，连星轨是怎么描绘的都忘了。你和我又不熟，为什么要帮我？因为，你和我的一个朋友有点像。再说，我也看不惯他们欺负人，咱们一起打脸他们，得多爽。但，我可没什么能帮你的。没关系，我又不……哦，太好了，佳辉，多谢你提醒我。好期待呀！
没想到今天会来这么多人，还不是大家都想看这小子的教训？没错，这小子实在太嚣张了，不打不足以平民愤。莫凡到了没有？马上来主席台。小子，现在还来得及，你给我写份检查，然后再向全系学生低头认错道歉。我允许你退赛，并保留学员资格。不需要。行，那就开始吧。这小子还挺有骨气的，能下得了场再说吧。被挑战者莫凡，位列第100名。今日挑战人数一共231人。第1位挑战者，736名，张佑赫。莫凡，排行第736名的张佑赫，想必就是你口中那绝大多数废物中的一员。如果你连他都赢不了，你就自己滚出火院吧。我可以接受我的火院里有几个废物，但却无法容忍没有本事还不知廉耻的学生。魏老师，你现在说这些话是不是太早了一些？开打！老魏啊，你又何必非要跟一个学生怄气？白眉，你就是对学生太心慈手软。这小子是萧院长亲自办的转学手续，这种学生一向众星捧月，自以为是。如果不让他在这里好好摔一跤，以后很可能会因为这种心性死在妖魔的手上。好快！不可能吧？这家伙的心图描绘速度怎么可以快到这种程度啊？防御魔具！第一场莫凡胜。好废的学员，也不知道怎么杀到736名的。看来这小子也不是完全吹牛，还算有点实力。能够一个猎拳打飞张佑赫的人，火院多了去了。我去给张佑赫治疗了，今天我可有的忙喽。下一个。水火双修，同学，你会不会太矛盾了一点？要你管！水域。莫凡胜，这莫凡也太嚣张了吧！绝对不可以饶恕！这个莫凡果然就是个登徒浪子。这位莫同学，明明可以很快截取到对手，非要这样，还真有点任性呢。是凌，好帅呀！你好，丁一面。你好。下一个许空光，都给我打起点精神来！哎，暂停！怎么了？我要上厕所。在干嘛啊？我说你怎么这么多事儿啊？嗨，人有3急嘛。哎呀，快去快回！管天管地，你还能管我上厕所时间？没恢复异常魔能我就回来，算我输。
喘口气都不行了。哎，老师，我要喝水。你到现在已经找了多少借口了？还要不要再让你睡个午觉啊？哎，那倒不用，不能耽误大家太多时间。天哪，已经打败了50多个，还都是用相同的一招。到现在为止，莫凡一直用的都是初阶魔法，我没看错吧？他应该使用了0级的火焰，威力要比普通火姿强很多。原来雨眠同学也有看走眼的时候，即便是0级的火焰，火姿的威力也绝对不会强到这种程度，整整翻了4倍有余。啊？什么？4倍？莫凡的火姿已经修炼到了第4个级别，再加上灵种。不会吧？初阶魔法要达到第4个级别，需要将7颗星子全部强化，那至少需要价值3500万的星魄，这都可以买2个火系灵种了。看来这位莫同学还真是财大气粗呢。我就不信没人能收拾得了你了。希望这个挑战者能给点力，直接把你打出火院。怎么是他？这不是那个千年吊车尾的家伙吗？他怎么也有脸上场？哎，给莫凡白捡个便宜。你好。好了，终于要结束了。哎，还记得我说的吗？那就出手吧。好。又不是真的，你这么慌干什么？我知道，可是，什么？哎，别紧张，到时你只要一出手，我就立刻认输，简单吧？你到底想干什么？我只要输给你，我就成了最后1名。这样就谁都不能再挑战我，只能我挑战别人，在最后一个挑战周向前50名直接发起挑战。这么做既可以避免车轮战，还可以晋升排行，然后你也能获得第100名的排名和资源，怎么样？好，我确实需要更多的资源。你随便向我发一招就好了。喂，别告诉我你连7颗星子都连接不起来。你练习的时候不是很熟练吗？这样做真的好吗？同学们会看不起我的。你以为他们看得起过你吗？在这里，强者才能得到尊重，否则就永远是一个笑话。你觉得你的处境还不够糟糕吗？你早就已经在谷底了，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让自己向上走。我真的不行。你的修为明明不低，却紧张到在别人面前连一个魔法都使不出来。你这副鬼样子还做什么法师？我看你还是早点放弃吧。你懂什么？原来你还是有一点点自尊。来，别慌，再试一次，咱们有的是时间。使不出来，怎么也有脸上场？赶紧滚下来，别浪费大家的时间了。对不起，我不干了。站住！走啊！丢人啊！干嘛呢？哦，原来是这样。小子，那我来帮帮你。郑佳慧，你要是真的完成不了一个最基本的火姿，那就赶紧下去，别站在这里给我丢人现眼了。对不起，当着这么多同学和老师，我真的已经尽力了。对不起。你一开始为什么不拒绝？你想清楚，真的要去讨好这群从来就没有看得起你的人？我真是没想到，你是这么懦弱且自私的一个人，就这样把我一个人扔在这儿，你让我太失望了。我曾说过，你像我的一个朋友，现在看来，简直是对他最大的侮辱。这明明是你自己惹出来的，你和我结交，也是为了帮你逃避这场争斗，你在利用我罢了。利用你？你以为我真的需要利用你逃避这场战斗吗？我不想打下去，是为了给你们整个火院留一点颜面。你现在给我站在一边好好看着，不是这个世界上所有人都跟你一样废物。我会让你好好看清楚，
你所谓要讨好的这些火焰同学，在我莫凡面前什么都不是。今天，我要是能够败在你们手上，我莫凡向全院1000人一个一个磕头认错。大猩猩，给我叫下一个。他刚才叫魏老师什么？我没听错吧？是你自己说的，败了就要给我们1000人磕头认错。下一个，贾振龙。贾振龙，这个莫凡实在是太嚣张了，后面的人下手一定要重一点啊！贾振龙居然也来了吗？贾振龙，就是那个经常去野外狩猎妖魔、实战能力名列学院前茅的猎法师学生。他好像还拥有灵种吧？没错，要不是得罪了一些世家子弟受到排挤，他的排名远远不止现在这样。把戏该结束了。来吧，拿出一点真本领来，别以为那些对付虾兵蟹将的手段能对我有效。切，又一个废话篓子，我自古没言。莫凡的火刺完全攻不进去。贾振龙，赶紧把这转系生打下去，免得让他真以为火院没有强者。你这招对我没用的，现在尝尝我的魔法吧。巨影钉，双死。贾振龙的暗影系魔法已经达到第2个级别了，那一旦命中，岂不是精神都会被锁住啊？连初阶魔法都施展不出，莫凡这家伙真的完了。哼，这家伙自修暗影系，却专门跑到火系，哼，有点意思。换做别人还真就中招了，不过很巧，因为我。没想到这家伙竟然这样老道！闪炎，猎拳，地上。哦，这招可以。火姿，爆裂。好快，还不是仗着铝模具？这家伙也真狡猾，竟然藏到现在。哎呀，可惜啊，只差一点。还是贾振龙的铠模具更牛啊！防御完全立于不败之地，这下稳了。猎拳，轰天！哇，这样都能被他逃过去，这莫凡还真是打不死的小强啊！贾振龙还是有点东西的，至少把莫凡的中阶给逼出来了。30多个人才刚刚逼出人家的中阶魔法，不管怎么说，也算是有突破了，对吧？这群没出息的东西，无非是逼出了一个终极魔法，搞得跟大获全胜似的。可不过你别得意，你打不到我，我却可以一次次的攻击你，耗也把你耗死。我没得意啊，就你这点招数，不至于不至于。这家伙的铠模具防御性强，近身攻击完全是浪费力气，只能雷电电长，灵气雷电，这一场莫凡胜，又输了。莫凡好强啊！
竟然是雷火双修，而且还都是双灵种、双4级出阶。难怪这个转系生敢在大会上这么出格嚣张，原来确实有自傲的资本。之后的挑战，排名140之后的人恐怕都没什么希望了。这位莫同学看来也藏了不少东西呢。再没有人出来彻底打压一下此人的嚣张气焰，他可就真要上天了。不过，我倒是不希望他太快被打下去。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哎，快上网看看，火焰出大新闻了！火焰这下出名了，合伙欺负一个转系生，结果被人家给打哭了。切，活该！火焰平时一个个眼睛都长到脑袋顶上，现在被狠狠打脸，痛快！快看，又打败一个！我们也去现场看热闹吧！哎，一起去，一起去！走走走走走走！总算有个人能顶住莫凡了。要真被那个大魔头打穿底，那就是火焰天大的笑话了。李玉洁土火双修，土系本来就是防御最强，而且他也是双灵种，还只防不攻。莫凡绝对遇到硬茬了。打到现在，莫凡的魔能消耗也不容乐观。我想你的魔能已经快告急了吧？认输吧，这个战绩你应该知足了。要不是你有点小聪明，竟然将资源用来强化消耗较小的初阶魔法，根本撑不到现在。趁人之危，还自以为得逞了？你不会以为我真拿你没办法吧？看好了，飞檐猎拳9宫。不好，快救人！收！我输了。这样也输了。这个学生不但技能炉火纯青、收控自如，而且做事也很有分寸呢。看似狂妄嚣张，其实骨子里是个善良的人。你看呢？老魏啊，你们怎么搞成这个样子了？问他吧。哼。这教狗果然非常消耗魔能。这大猩猩上场干嘛？又想玩什么花样？就到此为止吧。什么？凭什么？我收回我之前说的话。你的表现已经让大家都很吃惊了，可以了。你以为我打到现在是因为你的那句话？我相信没人生来是废物，除非连他都放弃他自己。你的火系和雷系魔能都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你接下去还怎么去面对排名更靠前的挑战者？难道你真的想在全院师生面前挨个低头认错吗？这是我的事，叫下一个。怎么样？下一个111名刘乾。原来你也挑战他了，太好了！由你来终结他，太完美了。其实我更愿意第一个挑战，可惜没排上，那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一副趁人之危的样子。不过这场闹剧终究要有人来完结，正好轮到了我，仅此而已。其实我还是很敬佩你的魄力的，我觉得以你的实力进前50或许都不成问题。
结果却要换成我111的排名，我还真是受之有愧呀。你觉得我们两个谁更帅？这是什么意思？各有千秋吧。虚伪。那如果说是我，你又得说我自大。我说你虚伪，是你说的每一句话都让我觉得你是一个虚伪的人。至于谁帅的问题，什么各有千秋，我明明甩你几条街好吗？请摆正自己的位置。谁是有病吧？我懒得跟你说这些无聊的问题，你的嚣张狂妄就到这里吧。乾坤，你们雷院怎么会让这样一名出色的学员转来火院？你是故意让他来踢我们场子的吧？我的学生？别装了，老钱，莫凡寺修的是雷系，可我真不认识他呀。我们雷院就这么点学生，来来去去我都认得。什么？从来没有见过这小子呀。那个，这学员好像是我们召唤系的。今天我刚收到他的转系资料。易玉泉，我警告你少开玩笑。照你说的，这小子不就拥有3个系，是高阶法师了吗？那他还来这里干什么？不信你自己看嘛。召唤系，好像是真正的妖兽。告诉我这不是真的呀！见了鬼了！这小子真的拥有3个系，他难道就是那个天生双系、天赋排行榜排名第5的学生？可那个人不是传言已经在交换生历练中死了吗？第3个系，这人是高阶法师吗？原来是他，我终于知道我为什么一直觉得这个名字很熟悉了。他到底是谁啊？他之前在分校区的时候就非常有名，凭借着召唤系挑战全系学员，并获得了分区大魔头的称号，竟然又死而复生了。抓紧时间恢复魔能，老朋友，就交给你了。刘钱也完了。下一个，于振超。老师，我能不能不上啊？我弃权。给我滚上去，否则我把你踢出火院！没出息的东西！分校区大魔头神秘复活，卷土重来。召唤生物极星狼近乎无敌，连斩49人。转系狂人完全不可能挑战，火院颜面扫地。院长，以上就是火院的比赛情况。就是现在啊！放下了，加油啊！再来一下他就完了！上啊上啊！几个了？183个。不会真全军覆没吧？嘘，辛苦你了，老朋友，回去休息吧。下面让我来。
契约兽收回去了。他不会还有别的契约兽吧？不会吧？不会吧？不可能！下一个是赵姬。赵姬排名101，是这次挑战者中最强的了。他这个时机上场，真是再合适不过了。对，莫凡已经黔驴技穷，此时不拿下他更待何时？你好像很受欢迎啊。不是我受欢迎，而是你太讨人厌。你这个100名原本是我的，哦，可是你一来，直接就被定为100名，把我给排挤出去，这不公平，我不服气。所以呢？所以我必须在所有人面前夺回原本属于我的名次。我知道你这点时间根本不可能恢复多少魔能，但我绝对不会手软的，想认输都不行。巧了，我正好也想说同样的话。啊，是光系，又是个麻烦家伙。光佑，画壁，不是吧？好，那就睁大你的眼睛，看仔细了。千钧，霹雳，夜叉。赵姬的灵气魔咒完美克制雷系啊！哎，现在还不好说，要看魔法等级，夜叉只是中期2级，而且莫凡应该已经快到极限了吧？只要能打趴他小子就好。想一鼓作气把我干掉，失算了吧。这样一个中阶魔法之后，你好不容易恢复的魔能还剩下多少？还能受一击吗？该为你的狂妄付出点代价了。铁拳一上，糟了！赵姬的火系居然也是灵种，双灵种对双灵种，这就是前100的实力啊！但一个是火力全开，一个是强弩之末，终于结束了。啊！不会有事吧？啊！冰离盾，幸好还有魔具护体，否则以莫凡眼下的状况，这下恐怕会伤得不轻。那个叫赵姬的学生，手段太残酷了。这只是同学之间的比赛而已呀。哼，那我就直接送你滚出火系吧！火姿爆裂！这样下去的话，这下赢定了！龙离反刺，人咒！这个魔力盾防御效果不怎么样，但是反击力还行，没卖亏。赵姬，是你输了，下场吧。我，假如是面对妖魔的话，你早就没命了。让他受伤也够了。这人谁呀？101名的赵姬都敢打，这么嚣张的吗？好像赵姬也是他家族的人，不过地位差很多。给我滚！在我没有直接废了你之前。大半年没见，火气要不要这么大啊？那我管不了，谁伤了我的朋友，不管是谁，我都不会客气。你倒是老样子，要不是听说有大挑战，
我都不知道你回学校了。正常挑战而已。原本以为要在棺材里见到你了，现在看你挺好啊。你头发染得也不错，是吗？喂，那是谁啊？现在还在比赛呢。我坐这去了，好好打。放心。继续，总算把这个大魔头给耗干了。只要再出现一位前200名的，这就赢了。也不知道你们在高兴个什么劲儿，200多人已经超厉害了。你们伙系已经输了200人了，那也好过全军覆没，成为全校笑柄。这家伙何苦呢？真是。最后一个挑战者，周彤。魏老师，赶紧叫开始吧，别给他太多休息的时间。老师，快点开始吧。现在，今天就到此为止吧。萧院长，萧院长，萧院长，莫凡，你也下来吧，没有必要非搞得鱼死网破的，对你自己以后火院的发展也没什么好处。您说的也对，向魏如老师认个错，向全体火院的学长学姐们认个错，毕竟是初来乍到。这个，好吧，萧院长说的对，我向火院全体老师和同学真诚道歉，这次是我太冲动了。啊，就这么结束了？不是说好一个一个道歉过去吗？就这样结束，也太让人火大了吧！啊！让周彤和他打下去！萧院长，若是不能让他挨个低头道歉，我们火院还怎么在学校立足啊？魏荣啊，真要打下去，这个周彤不一定是莫凡的对手。他已经没什么战斗力了，周彤怎么可能胜不了他呢？真的？还有一些更重要的利害关系。让周彤打下去！都给我闭嘴！今天我已经对你们很失望了，这场挑战到这里也根本没有再进行下去的意义。原本我是想要让火院里的每一名学员都成为精英，成为出色的法师，所以对于中途加入的转系生才会这么苛刻。可现在他用自己的实力证明了自己没有比绝大多数火系学员更弱。你们真要对他有不满的话，就在之后的时间里用正经的方式，而不是在这个时候起哄，挽救了一点点自尊。自尊这东西是需要靠自己的双手拼出来的。我衷心希望有一天哪位学员能在这个转系生全盛的时候将他打败，那才是对我们火院最好的交代。现在全体解散。萧院长，您怎么这么晚才来啊？我都快等急了。少惹点事有那么难吗？你今天伤得不轻啊，我帮你治疗一下。赶紧去吧。你的体质好像有点奇怪，你的身体是不是使用过什么不是很正统的方式调理过？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吗？具体的我也说不上来。如果可以的话，建议你去找一位实力更强的治愈系法师，对你的身体进行一番全面的检查。我感觉到你的身体里有一股很暴躁的因子在，
不像我们常见的元素魔法、白魔法、次元魔法。非要说的话，它好像偏向黑魔法。这位老师修为很高啊，竟能感受到恶魔系的残余力量。啊，好的，我会去咨询的，谢谢老师。这家伙绝对开了外挂，你看，你看。哇，大魔头凯旋归来！哎，图图，莫凡太累了，让他好好休息吧。你也真是，刚回学校就这样肆无忌惮出风头。主校区的学员整体的实力比我想象中要强很多啊！火院天生灵种的人也不过排在100多名，那前50乃至前10的，不都是一群怪物吗？哼，要不是肖院长恰到好处的出场，还真不好说。况且这还是整个主校区其中一个院系而已。这大半年我的修为都没有什么增长，一定要想办法尽快大力提升。否则，想脱颖而出就难喽。模具这一块应该是最容易突破的，高品质的铠模具防御力不可小觑。但那块玄灵蛇皮找工匠制作还得费些时间。另外就是契约兽了，哼，今天如果我有一头好的契约兽，早解决问题了。明天就去，一天也不能等。你说什么？叫我帮你卖东西？你家不是开竞拍行的吗？我这里有一些战将级妖兽的尸体和精魄，还有灵种碎片，你想办法给我卖个好价钱。你现在这么缺钱，追哪位女同学这么烧钱呀？哎，别3句不离本行行不行？我想买一只契约兽。哦，懂了。小事一桩，我跟竞拍行打个招呼就行了。这是？哎，这什么东西啊？你们还卖星图之书？类似彩票。啊？别骗我啊！来的路上看一群法师再买再看，别逗了。是这样的，这叫织密卷轴。法师们在野外游走时，经常会获得一些不太确实的消息，就写在这些卷轴里，按一定的价格出售。我这里有一堆呢。信息是真的话，那倒是赚大了，省下了一大笔购买信息和发布悬赏的钱。信息是假的或者过时了，那可就白忙活了。嗨，法师嘛，谁身上没几个闲钱？信息时代什么最重要？情报。比如，万一运气好碰上一个靠谱的，抢先出手就有可能捞到很大的好处。比如稀有妖魔喽，天才地宝喽。哦，原来是这样。如果是确切的情报，就会拿去正式发布悬赏了吧？不过那个价钱就不一样了，而且竞争激烈。孺子可教。事实上，织密卷轴也不是你想象的完全靠瞎蒙。如果同时买到不同来源但之间有关联的信息，那准确度就极高了。而且那些卖卷轴的法师也是要顾及自己的名誉的，不会瞎来。哎，卷轴多少钱？嗨，送你几个。明珠江中有剑奇海妖出没，月阴之时可能会遇见。剑奇海妖是制造剑模具的上品材料，价格倒是被炒得很高。可惜我对抓鱼没有兴趣，算了，这钱烧了。哇塞，这消息极有价值啊！卓元北角岩鸡有新生命的迹象，这岩鸡是什么？那是元素妖中最为稀有的一种，
凝聚天地火焰而诞生的生命体，价值无法估量。有这么夸张吗？哎，你有所不知啊，一直以来，元素妖都是召唤系法师梦寐以求的契约兽，炎姬更是其中极品。你要是能够与一只炎姬签契约，那就牛大了。单靠着炎姬，杀入前10都不成问题。而且像你这种修火系的，有了它，火属性还要再提升一个层次。可能还会有某些特殊的效果，那你这火就相当霸道了。魂种之下，直接无敌呀！学院之中，拥有火系灵种的人已经不在少数。我的眉眼并不能够完全体现出优势来。若是在签订契约兽的情况下，还能够增进火系，这简直就是完美契约兽啊！哎，喂，你怎么了？你不会当真了吧？快帮我去把所有可能与炎姬有关的致密卷轴全买下来！啊，喂，那可得不少钱呢！我这……炎姬只存于卓园北角，所以我把所有有关卓园的卷轴都买回来了。哦，原来炎姬是可以养成的，所以最好从幼崽就签契约，到时蜕变出一个魂种级火焰，就逆天了。卓园地区自古是生命禁区，不但酷热荒蛮，而且妖魔横行，很多还是上古遗种，没一个好惹。啊？但同时那里也有无数古物至宝啊，很多还是别处没有的，所以总有法师去冒险。这书里说，现在卓园最有名的妖魔是沙虎魔族，凶残至极。现在我们知道位置、路线、危险性以及有什么好东西了，就差实地考察喽。啊？你打算去了？就这点情报？去一趟又没有坏处，就算没找到炎姬，当是历练也好。你别给我提历练，你还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伤疤好了当然就不疼了，难道还记一辈子？既然你要去，那就祝你好运吧。什么祝我好运？我说过我要自己一个人去吗？你不会是想把我也拖去吧？你说呢？我才不去！不去跟你试试！想跑！好了，真是怕了你了。但是就我们2个人，肯定还是不行，得再找帮手，一定要信得过的。废话，我早想过了。玲玲算一个。这小丫头人小鬼大，又有丰富的猎人经验，可以。我还有一个好兄弟张小猴，现在是卫法师，而且防区就在卓园附近，他肯定去，到时他会在卓园直接会合。还需要一个治愈系。卓园之行的凶险就不用说了，没有治愈系法师就是去送死。哎，我也正想说这事儿，你这边有好人选吗？真没有，家族里的大佛我也请不动啊。那有点麻烦。本来想找白婷婷，但她不知去哪儿了。哎，对了，你那个心夏妹妹不就是主修治愈系的吗？而且还辅修心灵系，安抚妖魔1级灵，不能再完美的人选了。她？不行，你又不是不知道她情况。哎，可你有吉星郎啊，吉星郎可以全程照顾她代步，还可以保护她。我说不行就不行，如果非得她，那我宁愿不去。哎，我也就是个提议，那就只能另外再想办法喽。我收集了所有能到手的猎人地图，绘制了这张卓园地图。其他先不说，第一关沙网河就有大问题。怎么了？哎，莫凡、玲玲。啊？别误会，这是我堂姐赵晨颖，也是主修土系的法师。听说了我们的计划，也想参加，所以我把她带来了。大家好。我堂姐可是燕都学府的高材生，比我强多了，人也靠谱。
我没什么意见。可是这次行动比较危险，而且也没什么好处。我等历练嘛。那欢迎。你们看，沙网河是进入卓园的必经之路，里面栖息着象沙妖兵，属于土属性元素妖，单个并不难对付，但成群结队就极为可怕。那直接打过去呢？想都别想了，一整支卫法师、烈法师都不行，别说就我们几个。那总还是有闯过去的人吧？我们需要一个心灵系法师，否则这事就到此结束。心夏。这件事我已经告诉心夏姐姐了。喂，心夏。莫凡哥哥，你们的事我知道了，我愿意加入。不行。莫凡哥哥，我理解你的担忧，你把我保护得太好了，让我可以不需要去考虑任何事情。但你知道吗？那次得到你不测的消息后，我心里有多难过。我的治愈系魔法救过很多的人，却什么都不能为你做，只能在离你很远的地方担心着、祈祷着。我想在你身边，离你更近。我不想等到真发生了什么，才开始毫无意义的后悔，后悔自己本可以为你做什么。我也没有你想象的那样柔弱，我更不想做一个柔弱的人。而且，我听玲玲说，卓园虽然凶险，也是一个充满神奇的地方。莫凡哥哥，所以我也在想，我的病会不会在那里有一点治疗的希望？莫凡哥哥，如果你一定不让我去，我也会听你的话。但是，我想去。心夏姐姐的病我们都知道，但也许正因为这样，她才更渴望有一天能够去看看更广阔的世界，更无垠的天地。而且还有我们呢。心夏，让莫凡想一想吧。心夏确实只是看上去柔弱，其实比大多数人都要坚强。我将她保护得这样严密，但却从来没想过，这是不是她想要的。她愿意被我呵护，是对我的尊重与依赖，但一定更愿意做她自己想做的事情。我也应该尊重她的意愿。卓园是一个凶险之地，也是一个神奇之地。既然能有岩姬这样的生物，说不定也会有其他的奇遇。西夏，你来吧。凡哥，终于到了，真好，又能一起历险了。前面没路了，下来看看。这就是界碑线。过了这道断层，就出了安界，正式进入卓园了。卓园妖魔的密度和层级都会出乎你想象。从现在起，都打起12分精神吧。我先下去。
这鬼地方，热得也太过分了吧？这里火元素异常丰富，所以才会出现岩基这种。小心！这是。是沙夏虎，战将集中比较凶猛的生物，别大意。真是晦气，才进来就遇到这里的土霸主了。这里战将级生物都随处可见，那些奴仆级岂不是根本没法生存？他很饥饿，很暴躁，安抚起来很难。这么说，是躲不过去了，那就战斗吧。小红，哇，这小子真的是胆儿真大呀！注意，沙啸虎在战斗中，如果身上冒出血汗，那是他要狂怒的征兆。你们小心，千万别被他攻击到。风鬼，地风。还以为是个鲁莽家伙，原来早就该设流沙陷阱，给沙啸虎往里面跳。沙啸虎最恐怖的就是爆发力和冲击力，即便你有准备，也未必躲得开。抑制住这个特性，也就大幅度削弱了它最具威胁的属性。咱们也上吧。炎症。光佑圣盾，一拳，九宫，炎症，火姿，巨影钉。看来这远近驰名的妖狐也没想象中那么可怕嘛。他好像之前就有点受伤了，而且你的土系灵种在这沙地中可以大幅度加成，这沙啸虎没能施展全力就被你们耗死了。唉，这家伙也没有一骨一皮之类值钱的东西。居然就这么点货色。话说，你搞了不少钱了，怎么不尝试将自己的初阶魔法提升到第5个级别呢？初阶5级？啊，第4级升到第5级需要7颗战将级精魄，要1亿多呢。你给我钱的话，我马上强化。继续向前出发吧，别在这里耽搁时间了。等到了沙网河，有你们发挥的。不是说这里随处可见白沙妖兵吗？为什么我一只也没有看见啊？啊，接着。你干嘛？你往远处扔。
一块肉而已，要不要一下子涌出那么多来啊？倘若我们这一队走过去，那还不得出现一支白沙妖兵的军队啊！我们今天就在这河畔扎营休息，等明天天一亮再出发也不迟。嘿，对，扎营扎营！心夏，你感觉累不累啊？哦，是，老狼你最辛苦了啊！那些白沙妖兵似乎只是想守护领地，他们的心性不像沙啸虎那样暴虐，我应该可以安抚他们。好，但你也不要太勉强了。戈壁沙漠就是这样，昼夜温差极大，卓园更是如此，冰火两重天啊！嘿，方哥，你倒是方便。啊，嘘，先别说话。啊，是沙啸虎群，你快去保护其他人。不要啊！我的天，要不我们这次纯当来旅游一趟，该回哪儿去就回到哪儿去啊！咱们不是还有星夏吗？应该不会像他们那么惨吧？你的心灵系魔法真的能安抚这些妖兵吗？刚才那一片已经染了血的白沙妖兵，情绪是暴躁的。我们从这片过去，肯定凶多吉少，但只要走那些没有染上血腥味的区域，我能够保证，他们不会攻击我们。可就算是这个样子，我还是觉得瘆得慌。万一出个什么意外，可就全打在这里了。那伙人这样大动静踩进沙网河，才惊动了妖兵。我们只要行事小心一些，再加上星夏姐姐的心灵系魔法庇佑，就和过一条干河也没什么区别。你肯定按照之前拟定的计划走，肯定不会出什么问题。只是大家一定要记住，没我允许，绝对不能在河中使用任何魔法，因为一旦有魔法气息波动，那些白沙妖兵就会下意识进行攻击，那时局面就会失控。要不我们谁下去先试一试，总好过一下子全军覆没啊。这个主意好，大家这样心里有个底。问题是谁下去呢？嘿嘿，你是位法师，本色一流，又拥有2个位移技能，出了事跑得也快，就交给你来吧。哎，我听凡哥说你的防御堪比1000年老龟，我想就算出现了白沙妖兵，以你的重重保护，也能支撑到我们前来救你的。还是你来吧。我是这个团队里的输出，这种事情也就你们2个坦克比较合适。尽管去吧，不会有事的。只要记住，没有我明确指令，不要使用魔法就好，那样只会让你身处险境。你吃饱了撑的，我多这个嘴干嘛？作茧自缚啊！哎，小心啊！你小点声。
啊！操！不能动魔法。你没吓尿吧？我都差点以为你死定了。还不都给我下来！你们想看到什么时候啊？西夏，你要一直施展心灵系魔法吗？那样的话，岂不是很消耗魔能？这沙网河的妖兵其实没这么密集，有人踩入他们的地盘，才会从四面八方聚集过来。刚才那一片的妖兵已经被我安抚了，不会再来袭击。等到了前面另外的白沙妖兵地盘，再施展就好了。哦，那就好。不过，这沙网河究竟有多宽，还没有估算过。我也不确定，魔能不能支撑到我们安全过河。走得太闷了，要不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吧。这沙网河呀，沙子都是比较重的，风一般吹不起来，会被吹起来的。其实都是死在这里的人的骨头所化成的灰，因为骨灰的重量比较轻一些。嘿嘿嘿嘿。哪壶不开提哪壶。这什么情况？我们最多只能阻挡妖兵几分钟，西夏姐姐抓紧。你想害死我们吗？赶紧把魔法气息收起来！对不起。西夏，没事吧？这里栖息的都是血统更高的妖兵，他们的心智也要更高一些。我需要施展更多的心灵安抚，才能让他们的敌意消失。所以，你们要尽量保护我，不受外界干扰。好，好，猴子，你可别再说什么废话了啊！西夏，要不休息一下吧？你一路上一直在消耗魔能，会受不了的。我还好，再坚持一下吧，也许就快到了。能看到前方的路了吗？还有多远？等一下，我们走的路线
出现了一些偏差，没有直线横穿，现在大概还有3、4公里的路程。我的魔能恐怕支撑不到那么远了。心夏，还能够支撑几公里？最多2公里。那怎么办？那也得硬着头皮往前走啊，总不能退回去。哎呀，大不了最后我们直接冲过去，只要上岸就安全了。全力飞驰的话，多出来的这1、2公里花不了多少时间。哎呦，猴子，你太乐观了。刚才那些妖兵出现，就像是一面面不透风的墙，足以围成一个沙城了。这沙网河里的妖兵，只有感觉到有东西进入才会聚拢，而且每次惊动的范围有限。也就是说，我们要是有办法将他们的注意力引到别处，即便不用心灵系的安抚，也可以顺利前行一段距离。问题是，我们要用什么方法来吸引他们呢？有了，让一个速度快、闪避能力强的离队去惊醒并引开妖兵，然后其他人趁机冲过去，再想办法将那人接应过来。啊，不行，这样太危险了，大概率那人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不能让任何人冒这种险。范哥，但我们不妨按这个思路展开，所有妖兵聚集在一起，我们连还手余地都没有。可如果能将他们分成好几股的话，比如速度快、灵活的人可以吸引一股，防御能力强的人可以再分掉一股，战斗能力强的则以最快速度消灭眼前妖兵，扫荡出一条通路。还不够的话，心夏姐姐再以心灵系魔法安抚，这样就可以节省很多魔能。哎，这个办法好。合理分工，集众人之力，这才叫团队。但就算这样，每个环节都还是可能超过我们的能力范围，而且不能出一点差错，否则会引发连锁反应，全军覆没。这已经是目前最可行的方案了。与其站在这里纠结，浪费心下的魔能，不如向前见招拆招。反正这个险是冒定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走。所有人按方案进行，趁这一片的妖兵还处在心灵休眠状态，赶紧站到各自的位置上。大家注意我的手臂，如果落下，就准备战斗。别忘了都戴上耳麦。品种，上来就这么狂暴！啊，不好！赵满岩那边的巨人数量怎么这么多呀？什么？不是吧？这巨人竟然不是平均分配的，这硬撑肯定不行。我这边尽快解决，一会儿去帮你。水域循环。没了啊！光耀圣盾，救命啊！
去帮他安抚一下巨人。已经被激起杀意的巨人，安抚起来本来就难，一开始就将你的魔能耗掉，接下去的路将会更难走。放心，赵满言的防御能力是我们中最强的。他那边巨人虽然多，但同时能上前砍他的数量有限。只要能撑住前面几个，在他魔能耗完之前，他不会死的。我谢谢你啊，耶！赵满言分担了大多巨人，离他最远的张小博这边就压力小多了。而且他有2个急速移动技能，还有很不错的铝模具，自保应该也没问题。还会动地的吗？眼障！风切！火姿爆裂！不是吧？高手的残破这么快就练出了一个精魄？怪不得心夏说这里的巨人血统更高贵，这下赚了。我的暗影系盾影只差1颗精魄强化就能提升到第4级了。现在嘛，你们等着。沙子都这么聪明的吗？就差这么一点，一旦巨人合围，就死定了。眉眼，猎拳，九宫。这巨人还真是狡猾，居然还会分兵打埋伏。幸好我及时练成了第4级盾影。这个人的战斗力怎么可以恐怖到这种程度？底波，泄露！莫凡，你这边清理了之后，尽快去赵满言那边，我看他快要撑不住了。收到。等一下，莫凡哥哥。啊？怎么了，心夏？这是治愈精灵，它会伴随在你左右。你受伤了，它会立刻为你治疗。但每受伤一次，它的身体就会暗淡一分。等它完全透明消散，这魔法便结束了。这也太牛了吧！怪不得治愈系法师这么值钱。怎么还不来啊？撑不住了！我去了。你只是捅了巨人老巢了吧？怎么不早说有这么多？
受风灵火了，最多3分钟，你再不救我出来，我总会缠着你。我也想救你，但也得进得去啊。还是我出手吧。凡哥，我来帮你。猴子，你来的正好。灵掌，地波。原来是地波挪移技能，猴子，你小子不错，没白跟着掌控学习。多谢凡哥夸奖，我不但用了挪移，还用流爪覆盖了这一片，妖兵别想再遁地，行动也会更笨拙。走，我们一起杀进去。凡哥，我来掩护，你尽管施展本领吧。千钧，霹雳，夜叉，炎症。喂，赵满爷，我们这就过来。憋死我了！爆浪！给我一起狠狠灭了这帮孙子！好，上！猴子，你干扰右侧一批，我风灵影子吸引左侧。张满爷，你和我一起。收到。好嘞，今天必须灭了这帮孙子。遁影，虚幻。光佑，圣遁。可以开始清扫了。没问题，猎拳，九宫，还是你暴力啊！现在轮到我了。你果然还有底牌。太强了，可能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已经解决了这一带几乎所有的巨人。一个擅长位移扰乱，打散敌人阵型；一个擅长防御固阵，再多妖魔也难以接近。再加上一身毁灭魔法的纯暴力流法师，真是一个超完美的组合。撞翻了！凡哥，我把他们引过来了。炎症，猎拳，九宫。太好了，终于能喘口气歇会儿了。不是吧？又练成了3颗，加上之前2颗，过这条河竟然中了5颗精魄。看来以后有机会要多来这里刷刷分，继续强化火系星子。虽然离全部强化还早，但这样下去，终有一天能强化出第4级猎拳，到时候就能拥有半个高阶魔法的威力，再加上其他3系。
高阶法师也未必能轻松打败我。又是元气满满的早晨，卓园北角，我们来了。抓紧时间，后面路途坎坷，尽量轻装上阵。哦，这里的火元素好浓烈啊！据我收集的情报，卓园之下应该藏着天地火种，所以才会孕育出许多灵种，甚至魂种。这么厉害啊！而且因为沙网河的阻挡，北角这一块自古就没几个人进来过。传说有无数的天才地宝有待发掘。你们几个跑跑腿，把这元素勘测器埋到土里。炎姬喜欢在火元素浓度高的地方生活，尤其怀孕时。为了让新生命诞生之际就有很强的火焰觉醒，炎姬往往会盘踞在一个火焰灵种附近。若是能找到火焰灵种，也许就离炎姬不远了。不过，元素勘测器也会将妖魔引来，所以我们速度要快。我们往这个方向走。哇，快看前面，好像烧起来了，变大了，感觉都要烧到天上去了。它不是在变大，而是在往我们这里移动。天火来了，快跑！说真的，那东西要卷过来，我们真的能躲过去吗？这里一片荒芜，根本没有任何掩藏的地方。先跑吧，说什么也比直接被吞没的好。这种力量简直比毁灭还要可怕。这又是什么玩意儿？从哪儿冒出来的？是沙凯兽，战将集中以防御力闻名的生物。他们的铠甲几乎能抵御一切伤害，是非常好的楷模具材料。他们也是在逃命，天火之下，再厉害的妖魔都会灰飞烟灭。这样下去，咱们还没被天火烧死，就会被这帮家伙踩成肉泥。所有人，全部往沙网河跑！对了，很多人都到达过沙网河对岸，却都没提到过天火，所以这天火的范围应该就是以沙网河为界。可这些沙凯兽，快！跳！本台紧急播报：本市受到不明原因的热风侵袭，危险级数橙色，请非必要在外的市民和人员尽快进入安全区域。报告，勘测处已查明本次风灾源头。你2个小时前，一个巨大的火劫在卓园北角出现。哦，同时，确认吗？
确认。现在北角一定遍地是宝，就等着过去捡了。不出意外，魔法协会那边的人也在蠢蠢欲动了，更不用说猎者联盟中的那些精明老猎人。也许现在他们已经背上行囊，在考虑如何渡过沙网河了。这一次我们的对手可不止卓园的妖魔。喂，给我接男爵。我天！要不我们还是离开这里吧，这火劫也太可怕了。要是我们之前进入太深，来不及逃，岂不是……我听说这种天火劫在卓园北角要数年才出现一次，我们躲过去了，就意味着接下去的行程会非常安全。最重要的是，这火劫是天赐洗礼，经历了这样洗礼之后的北角，会孕育出更多的天才地宝。你们看着我干嘛？我来之前肯定是做了一点功课的呀。我们赵家应该有人来过这里，堂姐听过也是正常。你说火劫之后，这里就会孕育出更多宝物，这是真的。所以，一旦外界得知卓园北角刚经历了一次天火劫，一定会蜂拥而至寻宝。也正是这个原因，前人都不愿意将存在火劫这件事传出去。进退两难呐。是回去还是继续，都快点决定吧。现在想回去，可能也不行了。既然这样，那我们只有硬着头皮继续向前了。但愿不会再出现火劫这种东西。放心，火劫绝不可能1年内出现2次，而且这次规模这样大，间隔时间会更漫长。那就别浪费时间了，抓紧赶路吧。我算是服了。要知道这鬼地方这样可怕，打死我也不会来。你就别净打马后炮了，来都来了，还是尽可能多搜刮点好东西吧。哇，发财了！这玩意儿都能捡到，这可怎么都能卖到50万吧？哎，那边也有。我们把所有资源都收集起来。你们有点出息吧？我们是第一批踏入这里的队伍，所以要尽可能找价值更大的宝物，别在小东西上浪费时间啊！哎呀，等我下来，拿着探测仪找吧。附近好像有一颗大灵种，而且品级非常高。哪里啊？那边。这火种的颜色好奇特啊，灵性十足。小心，这坑里都是能把人烧成灰烬的地下火。莫凡哥哥，莫凡修炼火系，身上还有梅炎，我们之中也只有他能接近了。我现在相信了，那天劫火焰真就是在这卓园上举行的一场天地盛宴啊！这灵种应该称之为孽火，是一种用来锻造魔具的上品火焰。那些锻造师会非常愿意高价购买的。说实话，我到现在还不太敢相信这是真的。我觉得我们的目光不应该单单放在这灵种上。这卓园以火焰著称，所以这里一些极其特殊的天才地宝，需要火焰达到一定级别才能开花结果。火劫可以说是给了他们一次彻底的灌溉。怎么了？陈毅，既然大家在一个队伍里，又一起出生入死，你知道什么，不妨都说出来。
我能知道什么？我只是觉得我们目标应该放高一点，就这么简单。你觉得我们离岩姬栖息的地方是不是更进一步了？应该是的。你对卓园的了解，似乎已经超出了我们这些早有准备的人。我没有。堂姐，你有什么话可以直接说。来之前我就跟你说过了，他们都是完全可以相信的人，我也为你打过包票。好，我全都告诉你们。我有一位亲人，浑身都被火焰烧伤，上下已没有一块完好的皮肤。无论请了多少治愈系名士，都无法恢复到从前的样子。你说的是那个常驻你家的远亲陆建离？她是我的母亲。啊？什么？既然她是你母亲，那我们成天喊伯母的是谁啊？你说呢？你母亲身上的烧伤，就是这里的火焰导致的吗？就是天劫火焰。12年前，我父亲和母亲一同到这卓园北角寻找一种火系灵种，不幸也遇到了天火，眼看就要被火焰吞没。危急关头，我母亲将自己身上的风属性面具和所能施展出的最后一个风鬼都施加在了我父亲身上，而我母亲却……你妈妈好伟大！我父亲逃过一劫，而且他带回的宝物正是家族最紧缺的资源，于是地位便与之前截然不同了。我母亲虽被天劫火焰吞没，但由于她主修的是火系，而且不知什么原因，有一只浑身都包裹着火焰的生物出手救了她，奇迹般的活了下来。那个生物为我母亲吃一种特殊的果实，才让她的内脏也不至于一起焚毁。就算如此，我母亲也在卓园休养了好多年，才勉强能够行动。终于得到一对前来寻宝的猎法师相助，才重返家族。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你们应该能够猜到了。我父亲为了不影响自己的安逸生活，根本不承认我母亲的回归，而是随便给她安了一个身份，然后幽居起来。我父亲好像忘了，他之所以有今天，完全是因为我母亲的舍身相救，如今却将他视作累赘扔在一角。我母亲现在生不如死，之所以还愿意活下去，仅仅是因为我答应过她，一定会找到能治愈她的火结果实。伯父，这也太那个……哎。所以，你要到这卓园来，就是想来寻找火结果实的。火结果实只有在天劫火焰出现后才会结果，而且几天之内就会枯萎。我母亲在这里等了几年都没能得到，而我父亲又从来没有为此上过心，所以我就自己来。怪不得你对卓园这么熟悉，这些都是你母亲告诉你的。我还从我母亲那里知道了计算天火时间的方法，但没想到这次的火焰会大到这种程度，没有及时告知大家，我真的很抱歉。这怎么能怪你呢？如果大家能帮我找到火结果实，我只要1枚就够了，其他的你们任意分配。这火结果实价值极高，另外我母亲也提到过，炎姬好像就是火结果实的保护神。就是说，只要能找到果实，就能找到炎姬。火结果实就在北角中央的平顶火山上。哇，这座山好突啊！一路走过来都是平地，突然一下子就出现了。原来长这样，怪不得叫平顶火山。你确定这种地方会有火结果实吗？就算有的话，我们要怎么上去？
我母亲说，这座山的内部有一个从山脚一直通到山顶的裂缝，我们可以从那里上山。应该就是这里。张满爷，给个亮。应该不是我一个人听到吧？你们觉得会是什么？不管是什么，继续往前走就对了。现在担心也没用。再说，如果真是极厉害的东西，直接出手就好了，何必用声音来惊吓我们？嘿，卓远也没有那么不近人情嘛。你们看，简直是路灯加红毯迎接我们了。莫凡哥哥，你们有没有觉得熔浆变得越来越宽了呀？啊？大概是上面的熔浆多一些吧。没事，熔浆总会往下流，下面空间那么大，不至于把回路给堵了。话是这么说，但如果是另外一个原因呢？我觉得我们应该尽快离开这里。为什么？我说快离开就快点离开。快，又快！这里的熔浆什么时候这么满了？这些熔浆根本就不是像溪水一样正常往下流淌，而是像洪水一样不断的往下灌。这里都变成小池子了。你们听见什么声音没有？现在还管那个干嘛？大家小心一点。这是什么鬼玩意儿？敢挡老子的路！这是双面象龟，天生不怕熔浆。完蛋了！老子跟你这龟孙子拼了！这是战将级生物，一时半会儿根本对付不了。你们看那儿，熔浆洪浪是往下灌的，我们躲进那个窟窿，然后用吐息魔法封住洞口，可以暂时避免被熔浆吞没。先到那个窟窿去。急行郎，开路！你们快先躲进去！你要做什么？夜拳！莫凡哥哥，凡哥！莫凡哥哥，凡哥！莫凡，莫凡。
凡哥哥还没死啊！星夏，你说什么？姬新郎没有消失，那就意味着他还活着。星夏，太好了，太好了！莫凡修的是火系，短时间内在熔浆里还不会有事。但如果我们不堵住洞口，咱们都得死在这里，那莫凡为大家做的就没有意义了。我们只有先躲过这一劫，才能够去找他。但愿这熔浆潮不会持续太长时间，否则就算没被熔浆烧死，也会在这个窟窿里被闷死。我还活着，这是什么地方？这里是平顶火山的山顶，这怎么可能？我明明被熔浆冲下了山。是你救了我，你听得懂我说的？我母亲不知什么原因，有一只浑身都包裹着火焰的生物出手救了她，奇迹般的活了下来。那个生物为我母亲吃一种特殊的果实，才让她的内脏也不至于一起焚毁。就是他吗？不管怎么样，谢谢你救了我。我的同伴还被困在山里面，你能不能带我去救他们？熔浆流淌不会持续太久，他们应该已经离开了山道，你现在去也没有用。而且你伤情严重，需要用火云果休养一些时间。传说炎姬是一种极可怕的生物，但现在看来其实挺友好啊，不但救了陈英母亲，还救了我。如果再跟他好好处处，会不会……我的伤没事，冒昧的问一下，你是炎姬吗？你来这里做什么？我是来找炎姬的，还有我妹妹的病。我是一名召唤系法师，想要获得一只炎姬，和他签订契约。我只是想试试。你好好休息，我有事先离开一会儿。你忙你的，不用管我。看气息，至少是战将级以上，可我现在却身负重伤。
是平定火山方向。嗯。我天，好厉害！你没什么吧？谢谢。这是什么？也是给我吃的吗？我开玩笑的。难不成还是火结果实？我随便说说，没想到还真是。完了，陈颖白跑一趟，这火结果实分明是火焰魔女的宝贝。以他那统治者级别的实力，谁能从他手里抢东西？何况火焰魔女还是我的救命恩人。这里不安全，请跟我来。好。怎么样？没声了，应该退了。闪开！快走，赶紧去找范哥。回事？一点痕迹都没有。就是这乌龟王八蛋害的我们，老子给你大卸八块！快跑！怎么办？闪不开他们，我们就没时间去找凡哥了。啊！你是炎魔之瞳，石化。炎魔之瞳，石化。原来是大伯。真是胡闹！这里是你们这些毛头小鬼可以来的地方吗？哎，还是大伯厉害！竟敢挡我的路！哎呀，别浪费时间了，我们赶紧去找凡哥。对，刚才谢谢大伯了。我们还有一个同伴身处险境，那我们先走一步了。就你们这点本事，瞎跑什么？跟着我的队伍吧，要救谁，跟我说。有他们帮助，我们会更容易找到莫凡。妈妈。伯母，妈，你怎么也来了？
沙网河近期变得异常狂躁，你爸爸觉察到卓园北角会有一场大火劫后，就决定亲自带我过来寻找火劫果实。这可能也是我最后的机会了。看来有人比我们先到了。稍后我们从外部爬上去，从里面走有太多未知的危险。男爵长官，这火劫果实究竟有什么用啊？为什么全天下的高手和组织都想得到它？它的用处很多，最简单的一种，就是可以作为凝练魂级火种的合成材料，而且几乎是100%成功。咱们抓紧时间。可别让其他人赶在我们前面了。你为什么要一直守护着火劫果实啊？你多等几日就知道了。再等几日，它已经是果实了，难不成还会再开花结果？不是传说它在诞生后不久会自行消失吗？你身体怎么样了？哦，好了，你看。原籍找不到，火劫果实也有主了。看来只能抓紧找到心夏他们，再多找点灵种回去卖钱去。啊，没啥事了，我也该走了。我的同伴肯定很为我担心。再次谢谢你救了我，以后如果有什么能够帮到你的地方，尽管说话。火劫果实你好好守着，那就再见了。老大，宝宝应该就在那山上。火劫果实，火劫果实，火劫果实。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像是什么东西在吐舌头。别疑神疑鬼了。这鬼地方好热啊！叶子，你那里还有水吗？男爵长官，负责压后的叶子不见了。啊！会不会掉队了？不可能，他几秒钟前还在跟我说话。不好了，和我一起探路的许多不见了。要不就是敌人数量太多，我们落入了人家的埋伏；要不就是这个妖魔实力太过可怕，连我都觉察不到他存在的气息。既然他实力远超我们，为什么不一口气杀光，还要这样一个一个的？也许他是在享受猫系老鼠的折磨欲。哎，怎么好像来过这里？难道是迷路了？哎，早知道是这样，不如让火焰魔女送我出去。
危险了！魔藤，雷神！谁？滚出来！该问这话的人是我。你们情报挺及时啊，别跑来这里捡宝贝。轮不上你这种不中用的猎人来对我们说三道四。哼，是吗？我看你们不也什么都没捞到，死伤还不少。你一个人乱走，为什么没事？以你的实力，应该应付不了这边的状况。我劝你们还是放弃行动吧，叫你们的人跟我走，我可以带你们安全离开这里。我们没有完成任务之前，绝对不。我说你们几个是来找火劫果实的吧？现在连火云森林这关都闯不过去，更别说去夺火劫果实了。他的守护者要杀我们，就跟杀蝼蚁一样。哼，偷袭你们的应该是三炉妖蛇。面对这片火云森林食物链顶端的家伙，你们根本没有一丝希望。你怎么知道？这你就别管了。最后问你们一次，怎么样？是跟着我，还是继续在这里等死？想活就跟我走，有人能送我们出这森林。那好吧，你最好不要骗我。你打算怎么做？往回走，让守护者送我们一程。可是，记住，无论看到什么都别乱来。他虽然很乐于助人，但有些东西绝不能碰，只让他送我们离开就好了。我先去和他打个招呼，你们放心。可恶！你敢骗我！住手！要害你们，把你们扔在那里不管就好了。新梅花，火劫果实不见了。是我，我知道，一定是有人偷走了你的火劫果实。但你先别发怒，胡乱大开杀戒根本没意义。请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或许可以帮你将火劫果实夺回来。他就是火劫果实的守护者。请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这是……好狠，好歹毒的手段！到底是谁，竟然能让魔女信任到放下一切防备，而且如此熟悉魔女，特意准备了这样一个魔局，皆致命一击。老朋友，你没事吧？其他人呢？什么？心夏他们被炸满岩大伯强行掳回西伯了？啊！等等，怎么又冒出一个大伯来？
把话说完了再睡啊！喂。好困啊！老爷子到底捅了什么娄子？不但请了100多位法师，还要24小时把守，这是捅了天了吗？谁知道呢？我听说好像还请了牧师的人来，说什么有冰系世家在才比较稳妥。啊！你们是什么人？这几天不接待客人，请回吧。我找赵满言，就说我莫凡来了。请问是莫凡先生吗？我是保安队长海岩，老爷同意你们去见同伴，不过要麻烦2位也在这里暂住几天。这期间无论发生了什么事，都请不要在外宣扬，可以吗？快点吧。快憋死我了！你大伯到底想干嘛？要把我们关多久啊？你们还在担心吗？有我们和石老在，安了。这里可是西伯，真以为暗界都是摆设吗？何况还有我们穆家的冰雪封魔阵，也许根本都不需要我们亲自出手。没有人和你们说话，不需要这样刷存在感。陈隐，有一件事我想了很久，还是很奇怪。你母亲为什么会让你来做这件事？我也不知道，妈妈吩咐我就。陈莹，也许你是做了一件傻事。凡哥哥，你小子没事就好。什么时候到的？大家都好吧？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男爵，魏方的人。哼，你动作真是快呀！啊，滚！那么现在，谁来从头告诉我这件事的前因后果？那么现在，谁来从头告诉我这件事的前因后果？几天前的情况是这样的：熔浆退去，我们被双面象龟追击，是陈隐的父母救了我们。但之后，确实发生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奇怪的地方。奇怪，陈隐的父母哪儿去了？哎，快看，那是不是火结果实啊？
你干什么？疯了吗？快回来！哎，别过去啊！我当时有难言之隐。大部队在外等候。陈言，跟着妈妈，我有话和你说。你戴着这条项链，它有特殊的魔力，会吸引火焰魔女的全部注意力。你只需要站在她面前，什么都不要做，记住了吗？只要带着这条项链走到她面前，剩下的交给我们。妈妈能不能康复，就全看你了，陈言。你难道是？这什么情况？为什么？别走！你们别走！别犹豫！你们其实做了件傻事。我被熔浆冲走，是火焰魔女救了我。她对人类没有一点恶意，反而很有爱心，只对觊觎火结果实的人才有敌意。我也是为了妈妈，后面的事我也不知道。那条项链到底有什么特殊的魔力？怎么能让魔女一下子就放下了所有的戒备？还有一个问题，陈英，你的父母既然已经得到了火结果实，快点吃了不就一了百了了？干嘛还把我们都扣起来，搞这么多事啊？因为火结果实彻底成熟的时间还没到，他们只能等待。莫凡哥哥，他怎么和你在一起啊？他说他一定要搞清楚究竟是谁拿走了火结果实。另外，他还说可能找到了一条遗失了很久的线索。什么？唉，现在惹恼了魔女，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隔那么远，应该过不来吧？何况一路上那么多的暗戒。真要这样，赵玉林夫妇设置这么多法师干嘛？还专门请来了什么宾系世家？是流星！快许愿，快许愿！我的妈呀！来了！才发现脚下的路已随时间向远方攀援，像未来眼神的目光还犹豫不决，不断继续的夙愿，却先生不在意愿。我守得紧，世界已是我的语言，只留下记忆最深处。暗座山的法师，这就没了。小心！星星！星星！不许你伤他！
他和这件事无关。霹雳通天！莫凡，凡哥！别担心，我不会伤害他。他是心灵系法师，我只是借他来传声。我只想要回属于我的东西，我也不想伤害任何人。但是，妖孽，竟然敢闯西伯安境，真当我们不存在吗？不要跟他废话，他身上有伤，快把他消灭！冰雪封魔阵。还在俯瞰着不灭，多少喧嚣不灭的夜，倾吐着向往已久的世界。我绯红的誓言不懈对决，无论战斗会怎样覆灭。千万坚持住！看来他们早已做好了对魔女决一死战的准备。如果伤到心下，我一个都不放过。我本想再给你们一个机会，但看来你们是铁了心要将火结果实占为己有。还我火结果实！都在做什么？想全部被活活烧死吗？封魔，快封魔！休要猖狂，老夫前来会你！冰封灵鹫。
任何准备吗？成功了！石灰拖住他的时间刚刚好，才让阵法上的人得以安全度过酝酿期，发动最具威力的一波攻击。石老先生，你没事吧？当然，我只是故意埋个破绽而已，否则怎么骗得过这妖孽？不过你们那个寒铁鬼刺也起了大作用，否则还真不好说啊。此事平息，赵某必有重谢。先别急，冰封住他还只是第一步。我刚才与他较量的时候，发现他比预想的更难对付。他进攻时施展的是劫火，防守时用的却是暗炎。将他冰封起来，顶多是压制住他的劫火，让他不能再进攻我们。可他周身的暗炎不会消散，形成了一个常人根本无法接近的领域。哦，这么说，即便冰封了他，我们也很难杀死他。暗炎比劫火还霸道，连我都休想接近他。这是一个强横到了极致的生物啊！我已经尽我所能，接下去靠你们自己了。好，有劳石老先生了。我先去救治我家那些法师了。那恶魔已经被完全压制住，身上又有那么重的伤，还有什么难对付的？这老滑头就是借口偷懒，亏得还收了我们那么多钱。不好这么说吧？那你还在等什么？还不去杀了他？我……废物！哼，看来兽人魔女还是要靠我。班哥，星下他，他没事吧？可能火焰魔女精神力太强，还没恢复过来。先离开这里，别被殃及池鱼了。陈颖呢？好像去他父母那儿了。他跑过去能干什么？简直就是去送死啊！不是的，不是的，有人骗了我们，有人欺骗了我们大家。管不了那么多了，快走！不要走，莫凡哥哥，快带我过去！快带我过去！不要啊！陈颖，快住手！破灭！妈妈，妈妈！陈颖，你来的正好，项链你可千万要戴好。这项链有特殊魔力，可以免疫这魔女的暗炎。拿着这个，去杀了她！杀了她，一切就结束了，妈妈也能够恢复如初。什么？你疯了吗？怎么可以让女儿去？陈颖，听我的，那恶魔很快就会恢复元气，到时候这里的人都会被他杀死。你就按照我说的做，不会有事的。只要杀了他，我吃下火结果实，我们一家人又可以快快乐乐生活在一起了，就像你小时候那样。难道你不愿意吗，陈颖？
放心，只要带着这条妈妈给你的项链，就不会有事。走过去，直接走到他面前，刺向他的心脏。对，去吧，为了妈妈，为了妈妈。妈妈说的一定都是对的。虽然莫凡说你是一个善良的魔女，但将你杀死，大家就安全了。我的妈妈也能够恢复以前的样子。以前的妈妈对我真的很好很好，对不起。陈颖，快住手！你不要多管闲事，快，他就要破壁而出了。莫凡哥哥，快去阻止他！这是怎么回事？陈颖！这是怎么回事？这魔女明明还有一段自爆怒焰，你为什么不说？差点害死了我们女儿。你看，她不是好好的吗？江枫，你是在保护我？为什么？我明明这样对你。为什么？当然是因为那条项链呢。项链？不是什么项链，魔女是为了你才收起了暗炎，她就是在保护你。陈颖，她才是你真正的母亲啊！她才是我妈妈！莫凡，你在说什么呀？陈毅，我们说的是真的，你面前的火焰魔女才是你真正的母亲江枫。之前火焰魔女借我传声时，我才知道了这一切，可惜还没来得及说，就被她偷偷下了梦魇诅咒。哼，我的诅咒本是置你于死地的，但没想到你这小丫头灵魂还挺特殊。如果我没判断错，你就是我方10多年来一直在通缉的鬼父吧？如果不是在平顶火山寻宝的时候发现了你的踪迹，谁敢想你竟然是假死，苟活在这里？原来到现在还有人记得我，不枉我拖着这具面目全非的躯体活到现在呀！胡说八道，胡说八道！你们都在胡说八道什么？难道我连自己老婆都会认错吗？她虽然性情大变，但以前的事情都记得一清二楚。难道她还能窃取江枫的记忆不成？我不可能认错的，即便她全身烧毁烧伤，我也不可能认错。鬼父是心灵系和诅咒系兼修的法师，和你夫人长期相处，当然能窥探到她的一切。您夫人当年被天劫火焰吞没，是一个火焰生物相救才活了下来，她也一样，只不过救她的人换成了您的夫人江枫。可是江枫为什么会变成这副模样？她遭天火焚烧太严重，火劫国师并不能完全治愈，所以只能舍弃原先的躯体，灵魂依附在一个心窍之中，以现在这种形态存活着。哼，你们两个真是我见过最蠢的家人了。
不过当江峰当了这么多年，我也累了，不想再装了。反正火结果实已经是我的了，我终于可以恢复本来的样貌，再也不用过这种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了。江峰救了同样遭受天劫火焰烧伤的你，你却忘恩负义，竟然用这样歹毒的方式来设计他全家。贵妇，你的心真是毒蝎的心，不，你根本就没有一点点人性。妈妈，你直到最后还像当初一样保护着我。妈妈，江父，这么多年，你真是一点儿也没变。火结果实，火结果实在他身上，夺下火结果实还有希望。朱江凤，就凭你们，谁敢抢我火结果实，谁就得死。就算同归于尽，今天我也和你死战到底。果然是个蠢货，你以为我对你会没有一点准备吗？鬼形剥开灵魂需要一点时间，正好让你想一想，等会儿到阴曹地府怎么和他们母女一起抱头痛哭。我都听到了，你这个妖孽，老夫不会让你得逞的。哼，老东西，自然也有你受的。摄魂控心。你竟然让他们统治身上魔法，可恶啊！所以你小心一点，伤到他们是死，不伤他们也一样透支而死。你们干嘛？我是你们老大！霹雳夜叉！你过！小鬼，你活得不耐烦了。跟你这样一块烧焦的臭肉，没什么好废话。灭拳！本来我懒得杀你，既然自己找死。风弹天罗。心莲统治。小小的中阶蝼蚁也敢心灵之强。好样的，星象！他的心灵系干扰，我来应付。鬼父一心多用，心灵和诅咒之力难以同时施展，我们联手就能对付他。好，就凭你们也妄想坏我大事！他的第三系是土系，大家小心他的石化之头。都到我身后来！光佑，画壁！糟糕，恐怕顶不住啊！明离盾！天哪！水域循环！眼障！啊！
锁。你们，就你们几个，哪里对付得了一个高阶法师？让我俩来助你们一臂之力吧。我们兵器正好能克制土系。不装会死啊！不要轻敌，这老妖婆实在厉害。交给我们，安了。林万。 蘸着你们的血来吃火劫果实！不好，心灵化阵，灵医安抚。坏我大事，臭丫头！治愈精灵。 应该直接给你下个死咒的。现在我的力量太分散了，几个小鬼都能对抗我，如果这女人再醒过来就完了。看来只能先放这家伙一条狗命。集中力量，先除掉小鬼。血诛之死。 这是摄魂口信。贵妇就在你眼前，快去杀了，快去！老鬼婆，又玩什么鬼花样？ 莫凡哥哥，不好，他中了鬼父诅咒，鬼父要借他手杀星夏。夜拳，星夏，星夏小心！别受影响，快去杀了他呀！快！ 混蛋，死！都给我去死！我踏过绯红的赤焰，不懈对决，无论战斗或远赴烈。妖孽在哪儿？敢阴我，老子要和他玩命！黑暗天崩地裂，是否能重上漫荒世界？乘着风飞远，哪里跑？我是我！我要杀了你！活该！人见自有天收，这光之网的滋味如何啊？干得漂亮，玲玲！猎人的一点小技巧而已。你，我杀了你！还愣着干什么？快杀了他呀！谁都不会死，唯有你这个神仙！连你都不要他的魂魄，看来你也觉得他肮脏至极。
你快吃了它。快吃啊！别管其他了。啊，这是……它就是炎姬。所以，熟透的火劫果实，并不是自然消失，而是变成了炎姬。天劫火焰相隔很多个年份才会出现一次，星宇巨树也只在天劫火焰出现时才会长出一个果实，那便是炎姬的胎形。陈英母亲当年是受了老炎姬的恩惠，用一个还未出生的炎姬，也就是火劫果实救了她。陈英母亲的灵魂之所以没有消亡，是因为另一个生命的牺牲，所以她才留在了平顶火山之上。那是为了报恩，以守护下一个新生命的到来。陈英母亲依附在你身上时，将一缕烟灰印记留在了你的灵魂里，所以小炎姬视你如父母。莫凡哥哥，陈英母亲是希望你能够照顾好小炎姬。你放心吧，我会照看好这小家伙的。命运要我胆怯妥协，我绝破茧成蝶，我不顾破流血，只好与你告别。失去前一道明月，就让我也穿透黑夜，等你仰望化作星星点点，那是我曾刹那盛放过的义无反顾。假如他残魂还在，帮我告诉他，等再出现火劫，我会带着小炎姬到星宇巨树下替他守护下去。莫凡哥哥，这是最后一次天劫火焰了，也是最后一只炎姬。啊？为什么？这是什么胃口啊？吃了又睡，睡醒又吃。我能喂他奶粉吗？我查了资料，炎姬婴儿期只吃灵种碎片，而且一定得是火系的。虽然在卓园搞到了不少存货，但照他这个吃法，可撑不了几天呢。再买呗。买？你知道西博那帮奸商卖的有多贵吗？我早说了，你个穷鬼养不起人家，要不送给我吧，我赵家财大气粗。喂！昨天夜里，乐活小镇遭受神秘袭击，多处大火，其中以玉林庄园损失最为惨重。幸好人员撤离及时，并未造成太大伤亡。据有关权威专家分析，这次的灾难应该是由陨石碎片所造成。这件事后，伯父也算是大彻大悟了。心夏他们为什么都走得那么匆忙，也不留下来多待几天？张小侯再不回魏区就要被开除了，心夏为了我去卓园也耽误了不少学业。冒了这么大的险，对他自己的病却毫无帮助。好在这一路有惊无险，最后心夏也收获了鬼父的心灵系魔器，也算一点补偿吧。
你得到了延期，愿望都实现了，干嘛还叹气啊？下个月我就要挑战前20的强者，可延基现在成长速度太慢了，完全帮不上啊。前20？那可都是怪胎级的法师啊，干嘛这么急？我想快速升阶，只有依靠3步塔，而想多进3步塔，就要尽快提升排名。对哦，那样小圆姬也能更快的成长，他战斗力强大了，也能够帮你再提升。哼，聪明。契约说血统越高就成长越慢，以炎姬的层级，想要有一定的战斗力，一般需要3到5年。不是吧？而且炎姬进入幼年期后，就需要喂它吃灵种了。灵种？只有大量吃灵种，炎姬成长之后所凝结的火种级别才高。这日子没法过了。高血统的生物成长本身就需要大量的资源，但同时回报也是巨大的。小炎姬幼年期的战斗力就比极星狼强了。啊，幼年战将级？对，幼年就是战将级中游的实力。哦，所以现在开始，你是不是得多赚点钱啦？一富商别墅内有亡灵，委托金少了点，才100万，接吗？接。你怎么醒了？拜托再睡会儿，再睡一会儿好不好吗？一边做任务一边修炼，累死我了！啊，坏了！祖宗，你怎么又跑出来了？还到处放火！你看看那些契约兽，都老实的待在契约空间里，不召唤不出来。你这熊孩子，不管是不行了。雷焰电场，可恶！霹雳，开魔技！第19名，归我了。这老货果然还是输了。以你的修为，要干掉这个天生双系的家伙，需要多长时间？东方烈，1、2个回合足够了吧？你这话我可记着。哼，不过我有一个坏消息要告诉你，他已经内定了一个世界学府大赛的名额。比赛还没开始，他凭什么拥有一个名额？谁定的？据说是筑盟议员、临海审判会、江州3方举荐。哼，听上去这家伙来头不小啊。没什么来头，我早查过了，是这小子运气好，帮江州解决了一次瘟病事件。审判会甚至还因此有意将他推举为皇榜候选人。啊！由5大洲魔法协会评定，世界最权威的天地玄黄4榜的那个皇榜。据说已经报到了国家魔法协会最高会议，再往上递交一层，那就基本上板上钉钉了。这也太草率了吧！视我们为何物？没办法，人家命好，一个杀入火榜前20都这么费劲的家伙，有什么资本踩在我们头顶上？哼，不管什么榜，终究要靠实力说话。到时候直接将这小子踩踏到体无完肤。看那些老家伙怎么说。3步塔修炼果然快呀！
莫凡。哦。嗨。哎，听说你又准备直接挑战前10名，这也太冒险了吧？你确定？快回答我的问题。我也觉得你先挑战第15名更稳妥，一下跳9个有点……我的召唤系积累太少，如果想要一次性突破到第2个级别，至少需要进入3步塔7天时间，这只有打败火榜前10才能实现。你为什么这么着急？因为将召唤系修炼到第2个级别后，小炎姬的成长速度会提升到4倍。他早点踏入成长期的话，我就相当于拥有统领级的契约兽了。可是前10的学员中有天生天赋的人，你了解清楚他们都拥有什么特殊的天赋了吗？天生天赋？哦，怪不得东方明勾画星图的速度比一般人快得多。天生天赋就是指这个吗？啊！要死了！你连天生天赋都不知道，就要越级挑战啊！放心吧，谢了。知道吗？火源那个大魔王要直接越级挑战火榜前10名。真的假的？疯了吧？哎，挑战书都已经贴出来了。切，这个冲榜狂魔！莫凡，你要不要这么生猛？我至今还在200多名，你要杀进前10，我颜面何在呀？你个龟壳法师，这辈子都别想上榜了。哼，我的目标是去世界学府大赛，这些排行我才不放在眼里。世界学府大赛？我差点忘了，肖院长跟我提过让我去，我说考虑一下，还没给他回信呢。哼，你有病吧？这还用考虑？怎么了？很好玩吗？何止好玩，一旦选中，学校出资世界各地旅游，说的好听点儿叫大赛历练。哎，你想啊，队伍里怎么说也有几个水灵的妹子吧？再加上周游列国，又可以看到多少异族风情的辣妹，有机会留下多少爱情佳话呀！哎，你想想。好，杀入世界学府大赛。累死我了！拿这个青米豆浆，吃什么？怪不得一早起来就不见人，原来已经开始垫肚子备战了。老板，给你。看来你都研究好了。你研究什么？丁雨眠的天生天赋啊！什么？我今天的对手是丁雨眠？啊！你也太神经大条了吧！要上场了，对手是谁还都不知道。冷静，冷静。我们走吧，让他自生自灭好了。你就等着被虐吧。莫凡，我都听到了。你以为你很了不起是吧？目中无人是吧？我也就试一下。试一下？你把我们丁雨眠当什么了？是手用的。别以为你当初一个人挑战全系就很了不起了。前100跟前10根本就不是一个概念，更何况丁雨眠的实力远超他现在的排名。哼，你死定了！早知道是他，我就跳过直接挑战第9了。你最好用全力。啊！我表情这么明显吗？他怎么能看出我心思？心灵出击！糟了，是心灵系。
心灵系法师最可怕的就是施法速度，如果不能比他们更快，全场都别想发出一个有效的攻击。我还不信了！啊！极星心灵操击！什么？完了，这波好像撞大了。力拳！火系魔法的攻击范围比常人要广进1倍，这就是他的天生天赋吗？第二系的心灵系都对付不了，再加上天生天赋的火系，这小子这次是遇上对头了。猎拳！心灵束缚还在限制魔法，怎么办？啊，难道用盾影？不行，输了也不能用这张底牌。资源召唤，极星狼！别熬了，快跑！九空！萧院长的凝神项链。就差那么一点儿！哼，要不是这家伙天生双系，这回合他就输了。凝神项链能帮我抵挡一次心灵冲击，只能抓住这次机会了。极星狼，绝对不惜一切代价缠住他。只能先拖着，等丁语言心急，露出破绽就有机会了。01安抚。乖，到一边玩去。能有点出息吗？猎拳，九空。这种情况下，你都不用模具保护自己吗？你想看我的身材，我不能扫你兴啊！油嘴滑舌。再不用模具的话，你就别想在1个月之内爬起来了。没有用的。心灵冲击。灵神。
神魔器，该我反击了！雷炎猎拳九宫。你已经没有防守的能力了。你宁愿遭到烈焰的重创，也不使用凝神项链，就是在等待不让我有翻身的机会。不错，是我输了。这一场，莫凡胜。哇塞，莫凡牛啊，真给咱们新生长脸！这个大魔头已经将2系都修炼到了第3个级别，真没有想到啊！现在的小鬼真是太猖狂了。东方烈，看来只有火榜排名首位的你，才能守住咱们老生的荣誉了。哎，这个幸运的家伙，真是吓死我了！等，轻点儿啊！丁雨眠给你的药剂还不错，可以将火患去除干净。你身上被烧的还挺严重的，还好你小子皮糙肉厚，换做别的法师，估计早就疼得晕过去了。啊，谢谢白曼老师。话说回来，你体内的暴躁因子好像比之前更强烈了。你去找过治愈系法师吗？看来是恶魔系在波动了，我得尽快解决。看了，放心吧，白眉老师。哦，对了，你能不能帮我那个没出息的召唤兽也治治？他也受伤了。我不是兽医。哎，听说了吗？大魔头莫凡是内定选手，世界学府大赛他已经占了1个名额。啊？凭什么一个新生会被内定啊？哎，嘘，小声点儿，这事儿现在很敏感。你听到了吗？好好养伤，接下来也是一场硬仗啊。唉，上头也真是的，派我们去找失踪2个月的勘测队，早干什么去了？不知队长他们那边有什么发现？我觉得就是情报组那些人又在大惊小怪。哎呀，你别老是抱怨个不停。我们是卫方，听从命令是天职。再说，沙望河发生躁动之后，这里原本沉睡在地下的一些东西，确实开始频繁苏醒。有好几个村子一夜之间神秘消失，这也是真的。啊，喂，凡哥。啊，斩空老大。前阵子听说他提着一苍老脑袋回了博城，后来，那我就不知道了。我现在也在执行任务当中，暂时就没有和老大联系。有消息，我立刻告诉你啊。你也要注意安全啊。嘿，凡哥，放心吧，全队就属我最能跑。其他人都挂了，我也肯定没事。嘿嘿，哎，那就先这样，替我向玲玲、星夏他们问好，挂了啊。啊，你干嘛？你刚才咒谁死呢？你这乌鸦嘴！哎呀，我就是打个比方，这趟任务应该不会这么凶险吧？快跑！
其他人呢？全牺牲了。救我！救我！地波！快走，别回头！回头！可恶！可恶！王彤，小心！这是什么？黑色禁区，沙渊。新一届世界学府大赛提名预选赛在今日打响。此刻转播的是西博明珠学府火苑生莫凡的比赛，他是今年明珠最有希望参加世界学府之争的选手，只需要再击败3名对手。这就是你说的很厉害的同学。大魔王今天怎么了？总算有人可以治一治这个莫凡了。他之前太嚣张了，还说什么世界学府之争大赛提名资格非他莫属。听说帝都学府那边已经确定是穆宁雪了，难怪莫凡会这么凶猛。据说他之前去学府交流的时候，就明目张胆地追求穆宁雪。这一次，为了能够和穆宁雪一起去世界学府之争大赛，居然要打遍我们整个明珠学府排行前50的高手。如果你只有这点本事，那还是再修炼个几年吧。全校排名前50，就这嘛，我连汗都没出。莫凡太猛了，连打出科技的冰级高手都拿他没办法。这就是火焰大魔头的实力吗？当初吊打整个火焰，如今要吊打全校了。可以呀，再赢2场，你的提名就稳了。到时候一起喜迎各国学府的美女们。明珠太小了，确实不够确实不够我打的。我希望与世界各国的强者交手。恭喜你，离提名更近了。你的下一个对手应该是东方烈。他？东方世家拥有很古老的火系传承，东方烈更是他们家族中年轻一辈最强的，是此次世界学府之争名额的有力竞争者，切勿轻敌。哎，怎么，你和东方烈有仇啊？他有一个弟弟叫东方明，在审判会实习的时候被我揍过，所以这个东方烈有意无意地挑衅过我几次。哼，那不正好？我一直不喜欢东方世家的那些火猴子。东方世家的绝顶天才是吗？
打天才才有意思。耶！莫凡，嗯，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是我哥，我亲哥，爱江图。你好。啊，你好。你很强，看得出来这场你还保留了大部分的实力。你眼力倒不错。你也是我们明珠的吗？不是。哎呀，我哥可是国府内定。总之，我挺看好你的，也希望你能够进入到国家学府队列中。那借你吉言了，走吧，一起吃饭去。哎，好啊，我叫几个学妹一起。你给我过来！明少、烈少，怎么了？你明明知道每天傍晚我们都会来，那个靠湖边的位置，不知道预留给我们吗？不好意思，我其实跟他们说过了，但那边的人说，没听说过明少和烈少，就坐过去了。哥，他就是那个莫凡。你就是莫凡？是啊，你是哪位？我是东方烈。哦，怎么了？听说我的下一个对手就是你，所以我过来看看，你是个什么东西。其实我也不介意今天就解决掉你，毕竟对付一个不入流的家伙，还要占用我周末，真不开心。你说谁不入流？莫凡，你不要太嚣张了。冷静，冷静。停下！两位，还是在赛场上发挥出你们的全部实力吧，这样也好让国府的老师们看到你们的才能。是啊，校园内禁止私斗，你们俩都会失去资格的。好好享受这顿饭，明天之后，没准你都要在医院里度过了。饭是不可能吃了，只能输液吊命。来，我们继续，不要因为2只火猴子扫了我们的兴致啊！来，东方世家的果然都挺能装的。继续。就这样算了，不教训一下那小子，我浑身难受。那个人应该是爱江图。爱江图？爱江图已经是国府内定成员，甚至很大概率会是国府队长。如果我将来进了世界学府之争的国府队，一切都还要听他的。这么厉害？你也没必要难受。明天你坐前排，到时候近距离观看我怎么把莫凡这家伙打成废物。这莫凡怎么回事？还以为这家伙多有种，结果临场退缩了。太可惜了，我还要看他求饶的样子呢。莫凡去哪儿了？只剩下10分钟了，还不来？我也不知道。昨晚散了后，他和赵满言又接着聊了很久。莫凡，现在你不该在比试场准备打预选赛吗？哎呀，我试过了。跟我走吧，正好我要去。哎呀，你怎么无精打采的？昨晚玩到很晚吗？明知道要比赛，怎么还玩到这么晚啊？区区一个东方烈，我没放在眼里。莫凡来了！嚯，人这么多啊！你和东方烈现在都是明珠学府的大名人，2强相遇肯定卖座，很多堡内高手也会来观战。好好表现吧，加油！啊！比赛预备，双方入场。手机呢？
我手机你看到了吗？吃个饭什么都乱扔，电都耗光了也不管。谢谢充电针。可以开始了吧？我已经等得不耐烦了。比赛开始。哎，来了。好好打。张小豪死了，小豪死了，他真的死了。喂，怎么回事？喂，快把手机收起来！你还打不打？不可能，这不可能！你再这样，我直接判你本场负。哎，魏老师，等等！什么事？是胆怯心虚了吧？装腔作势找借口，我可是一直等着这一天。你眼睛瞎了吗？你没看到他现在不对劲吗？时间到了，就不要再说有的没的了啊！快炸！比赛已经正式开始，我要秉持公平公正。赛规不是为任何一个人制定的。我最后问你一次，你还打不打？还在装？就算你现在知难而退，那也得吃我一拳。一拳！莫凡，快躲呀！啊！给我滚远点！猎拳！延期附体！快开楷模具，盾模具！这什么法术？莫凡！莫凡！凡哥，我终于找到你了！我就知道你没死。小豪，你说过的，你主修风系，辅修土系，谁都可能死，唯独你不会死。你说话还算不算数啊，混蛋！莫凡，你来了。这是你的新手机，还是原来的号码？有很多人给你留言。兄弟，你怎么了？还有一场比赛就获得世界学府之争资格了，为什么直接退赛了？莫凡，发生了什么事？你和我们说一声呀。莫凡，我听说你退赛了，我们都很看好你，有问题告诉我。你真的要放弃世界赛吗？和朋友相比，世界学府大赛又算什么？可是，生要见人，死要见尸。他是我从小一起长大、同生共死的伙伴，是我变成恶魔后不远千里寻找我的兄弟。我却不允许他就这样不明不白的人间蒸发，只剩下一条短短的讣告。如果他真的死了，那也一定要我亲自确认。假如他还活着，无论在哪个血海尸堆，我都要杀开一条血路将他带回来。明白了，要我怎么做？这回要对付的是亡灵生物，所以我想请你跟我一起去一趟西都。血族也属于亡灵的一种，你找对人了。谢谢，刘如。能为你做事，是我的荣幸。我第一次看见规模如此宏大的安界。西都分为内城和外城，这道安界就是它的外城墙。现
现在已经命令所有城外的人都迁居外城墙之内，表明局势很严峻了。城外已无一处是安生之地了。那家伙在哪儿啊？不会放我鸽子吧？喂，不烦，这边，这边。他叫矮男，看上去不太靠谱，却是我在猎者联盟高价找来的向导。全都是失踪救援。我们为什么不去卫法师那边寻求帮助？张小河的长官飞脚和你联系的时候，不是说有困难可以找他吗？西都城外现在已经坚壁清野，不会为了一个已经被认定阵亡的人浪费资源的。与其为难飞脚，不如自己想办法。小猴失踪的地点，在危居村落的杨洋村与华村之间。我们得找几个老道猎人当向导。找向导啊，聊聊呗。往哪儿瞅啊？这边。啊？你看上去倒挺专业的，带路什么价格？100万？1000万？你别嫌贵呀，整个大厅你随便问，看看低于这个价格的有愿意。成交。这么爽快？坏了，要少了。猴子，等我，不管你在什么地方，我都会找到你。西都城外夜晚不能行走。唉，可惜，不然真想早点出发。这就是西都的夜晚吗？像是一下子坠入到了地府，什么邪祟鬼怪都出现了。杨洋村在那个方向，一个白天恐怕不能抵达吧？是啊，意味着我们必须在这样的野外熬过一夜。怎么了？气被封了，应该是亡灵闻到了城里活人的味道。那是什么？这么多亡灵，你们还在那干嘛？快离开城墙！西都城外的危机远比预想的要危险得多，我们不得不听从向导的安排，第二天清晨才能出发。莫凡，这边。这是我的老搭档大壮。他们是？也是我客户，拼团的。什么？1000万还拼团？你也太黑了吧！这家就是拼团的价，我没跟你说过吗？要包车也行，2000万。算了，各做各的事，互不影响。人家都没意见，就你牵手事多。战备期限，快进快出！快点！
嘿嘿嘿，怎么样？没想到拼团都能遇到这样的大美女吧？很有气质，也很神秘，是不是？这什么来历？他好像修炼的是黑魔法。我也感觉到他身上的气息了。没错，很香的黑暗气息。多久能到目的地？你应该关心的是多久天黑。那天黑之前把这个吃下去。有吃的早说呀！我饿得不行了。我什么东西这么难吃？一会儿你就觉得香了。是，你们听，地下泥土里。快吃回算！我跟你们说过的哈，我只保证你们夜里不被亡灵包围。万一有一两只鼻子烂掉的撞上来，你们得自保啊！1000万都不带安保的吗？炸手，莫挨老子！我的天哪！莫凡，你看周围。多少啊？我们不是碰到亡灵老巢了吧？为什么都盯着我呀？快吃回算！是不是很美味啊？这是灰蒜，用来掩盖活人气息的。吃了它，亡灵就不会攻击你了。这东西很珍贵，数量有限。谁要是嫌难吃吐了，撑不过今夜可别怪我啊！这么灵的吗？哎呀，快离开这里！这应该是某个古代大臣的大墓和陪葬坑。这些小鬼倒还好，就怕里面那些大家伙也出来。如果是什么亡灵正臣，就要命了。哎呀！这里暂时安全了，大家在这里休息一下吧。这里总是如此吗？往年还好，亡灵只在界定的范围活动，今年却特别暴躁，甚至有人说大白天都能看到亡灵在游荡觅食。为什么会这样？不知道啊，传言是千年之君要复苏了。西都所有亡灵因为他的气息都变得活跃躁动。千年之君又是什么？你没读过历史吗？不知道西都历史上最高的统治者是谁吗？啊？那可是几千年前的君王，他还能复活不成？哎呀，当然不是真的变成活人。可你也看到了，这些亡灵的，以前圣才院的人也来这里查探过，都是首屈一指的大法师，可惜没有一个活着回来。圣才院？圣才院是什么？类似于我们的审判会，但它是国际上的魔法审判组织。难不成这女人来自圣才院？都快点，都快点！接下来我们要一口气到阳阳村。你们在这里等，我先去通报一声。哦，村子里有规矩，等会儿进去一定要遵守。哦，那个灰蒜还真是灵验，一路上亡灵果然完全感觉不到我们。既然有这样的好东西，亡灵也就没那么可怕了。兄弟，灰蒜可比金子还难找，也没法人工种植，只有危居村的人才知道怎么采摘。嘿嘿，要不是我这位大壮兄弟有一半危居村的血统，什么情况？怎么了？怎么了？你们在耍我们！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刘婶儿，
二叔，小妹，哥弟，你们在哪儿？兄弟，冷静啊！看上去不像是亡灵干的，倒像是有意的破坏。灰煤，这里也有。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不过没看见尸体。就算发生什么，我们也看不见尸体的。走了走了，你在这里什么也找不到，他们有可能只是迁徙了，别那么悲观啊。我们直接去下一个村子吧，这里多留无益。对，直接去华村，说不定华村那里知道洋洋村的情况。这里离华村有2天的路程。本来我计算在洋洋村度过下半夜可以节省一些灰算，现在看来半路上就会用光了。要不咱们先回去？这个我们刚才讨论过了。一路走来，我发现并非所有区域都遍布亡灵，所以我们可以暂时不用灰算。等遇到亡灵数量太多无法对付的时候再吃，1、2只的话不是问题。这个办法好。行，顾客是上帝，一个个都觉得本事大得很。迎祖，迎祖！哎呦，小伙子有点东西啊！阿丽，别浪费魔能。话说这位黑丝，不好意思，一同走了这么久，还不知道几位怎么称呼啊？叶梦阿，你们可以叫我梦阿。阿丽，阿欣。这是你临时起的本地名字吗？这个名字有什么古怪吗？我们很少这样取名字，其实叫翠花会好一点，加上你本姓氏，比如伊丽莎白翠花，多有皇家气派，更显精通中外。是吗？别听他瞎说，姐姐。其实你的名字挺好听的。还有1个小时天就亮了，亡灵也该回家睡觉了。我还以为吸毒亡灵有多厉害，看来也就是一群没脑子的蠢货。大哥，你可千万别这样说，这里很邪门的，这种话真不能乱说。有病啊！怎么莫名其妙就下雨了？快走！雨水会将灰钻气息洗去的。该死！这里的血水越来越多了，恐怕有大事。我的天，是大事情！早晨你这个乌鸦嘴，你厉害你上啊！为什么抛下我？你谁啊？谁抛下你去找谁啊？是你们所有人抛弃了我。阿星、阿丽，你们对付那些腐尸。是。我们联手对付他。哎呀，跑啊！你们倒是快跑啊！大师让我们绝对不是对手，还会把方圆1公里的亡灵全部召唤过来。这附近已经全是亡灵了，大雨断了我们的方向，慌不择路，只会被逐个瓦解。没错，尽快解决掉这只大师将才是上策。
不，坚持到天亮也行。柳如，你去引开那个方向的亡灵。他应付得了吗？放心，他比你想象中要强。陪我吧！对赢！我吸引他注意力，你寻找机会用影钉控制住他。太快了吧！这大石匠实力比不魔还要强几分，一对中阶法师都不够他塞牙的。眼神还这么好，进击！精神小伙有一套啊！先别管我，我用别的魔法。你这是在用命跟我争取时间吗？学生开枪！对呀！次元召唤！他的次元召唤怎么和我的不太一样？四叶骑士，进攻！你尽快调整，我的修为不够，能够唤他出来的时间有限。你已经为我争取到足够时间了，剩下的交给我。引力，狂舞！居然还不死，那就再来一道！
拦不住了！不行，时间不够画终极魔法星图了，只能先用出去。雷印变成。我这边也控制不住了。我怎么说的？求你们逃！现在倒好，一个都别想走了。你们为什么抛下我？为什么？是手诀，我头张小猴。张小猴，你们就该留下来陪我。我们不是一个小队的吗？难道他活着的时候是猴子的队友？你少在这瞎说！天神的张小猴绝不会抛下队友和朋友。别回头！再坚持一会儿，天马上就亮了。猴子，我一定会找到你的，我不会倒在这儿。还是留下来陪我吧，只要我们还是一个小队。哎呀，天亮了，总算天亮了，谢天谢地！你们也太强了，大战将实力的刀斧石匠居然也挡得住，高阶法师也未必办得到啊！现在是白天，应该安全了。我们一边赶路一边调戏。我还好，一个白天的时间，魔能基本上可以恢复。离华村还有多少路？天黑之前应该可以赶到。那好，我们赶紧出发。猴子，你等我，凡哥绝不会抛下你的。福大，辛苦你了。我们微居村的人从小喝着景神赐予的昆井水，所以才能够在四处都是亡灵的土地上生存。你跟着我们喝上几年井水，亡灵也不会攻击你了。话说，你想起自己是谁了吗？算了，实在想不起来，就留在这里了。你力气大又勤快，大家都挺喜欢你的。哟呵，我爸是村长，他能不能留下，我爸说了才算。而且没人说喜欢这么一个身份不明的疤痕脸。谢俊，我和你说话了吗？哼，一个女孩子家无缘无故收留一个外人，还是个男人，你觉得合适吗？我的事和你没关系。小鹿啊，你也不能这样说。谢俊可是我们村年轻人里面唯一的魔法师，还是初阶第3级的，这放在外面也是很了不起的了。他回到村子里保护我们，事事上心，也是为了大家好。是啊，是啊。虽说我们微居村有景神庇佑，但难免会出现一些意外。想当初，隔壁的杨村，
村长，小罗啊，你也知道我们村子规矩，你救下的这青年确实来历不明，等伤好之后，还是尽快送走吧。可人家连自己是谁都不记得了，没看到他脑袋后面那么大一个伤口。我们村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人情冷漠了？哎呀，非常时期。村长，守门的老杨被亡灵吃了。什么？大白天的，亡灵怎么会出现？而且亡灵从来不攻击我们魏居村的人呢。我说的都是真的，快去看看呀！我们也去看看。唐会长，先知还没有消息吗？目前还没有。盛典即将开启，一切准备的如何？都已妥当，但是有一件小事。小事的话，你自行处理。我还需要向大人汇报，没法事无巨细。属下遵命。那属下斩草除根了。这怎么办呢？这可是大白天啊，怎么会这样？怎么回事？守村老头没有喝坤井的井水吗？当然喝了，大家忘了吃饭都不会忘喝坤井水的。但是，他一样攻击我们，而且是大白天。是变种亡灵，报应啊！我们的报应来了！天哪，我们都要死在这里了！村长呢？还有细菌，他不是也赶过来了吗？啊！喂！快跑！外面还有很多，他们要是都进村子的话就完了。咱们不能开着。福大，你撑住，我去关闸门。你干什么？当然是救你们啊！没看到这个傻子根本撑不住吗？可闸门怎么办？别关门了，这种门挡不住他们的。我和谢俊还能撑一会儿，你快召集村民们躲进坤井下的地下室。福大，我们走。大家听我说，快躲到井里去！快躲到井里去！快点！让小孩和女人先下去。都这个时候了，谁还管那么多？让我先下去。太想吃，是。亡灵冲过来了！哎呦，完了完了，大家都要被吃掉了！村长和谢俊呢？他们不会也死了吗？啊，那可怎么办？我们村子里只有他们懂魔法呀！
快点！先下去，等一会儿先下去。村长，这么多亡灵啊，等一会儿睡一会儿吧。霹雳狂舞！看，那是谁啊？是朱精灵系法师，这可比谢军厉害多了。有人来救我们了！是啊，厉害！你们是路过的猎人吗？谢谢你们及时出手。别客气。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亡灵大白天跑出来，还这么多！诅咒啊！我们也受了诅咒，最后会和阳阳村一样，全都活不了。快躲起来！至少有上百只亡灵。这么多亡灵，我们也对付不过来吧？井下的暗室有坤井井水封着，亡灵应该不会下来。几位仗义元首的客人，你们也和我们一起下去吧。亡灵都能进坤井了，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啊？诅咒啊！诅咒啊！星神已经抛弃我们了。小红，小红，找到他了。我不认识你。你认识福大？福大，这是我给他起的名字，因为他所有以前的记忆好像都丢失了。你弄痛我了。啊，别怕，他们是好人，来帮我们的。怎么了？没事，没死就好。你没死就好。谢村长，你知道我们阳阳村的人都到哪儿去了吗？怎么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啊？啊，我也不知道啊。最近亡灵活动猖獗，我们自顾不暇，可顾不上别人了。哎呀，我就说不能做那种事情，现在我们全被诅咒了。胡说八道什么？一边去！福大，终于有人来接你了，还以为你一辈子都要在这当根木头呢。我不走。傻瓜。重色轻友。哦，一时没问，你们来这地方做什么？有一个不合群的同僚跑来了这儿，需要过来和他聊聊。哦，你们又是哪个组织的？光辉神庙。哦，好像听过。蛮有名的。哼，你不会是什么圣女公主之类的人物吧？所以蒙着面纱微服私访？我没那么圣洁，蒙着面纱是个人喜好，觉得很美。天该亮了，去看一下外面情况吧。水面怎么骤然下降？看来得从另一个出口出去了。井水怎么都没了？井水没了！走了，快点！这真的没了！老天爷呀！你真的是要我们全村人的命啊！我做错了，惩罚我就好了，放过这些无辜的村民吧！爹，你也是为了大家好，根本没做错，大家说对不对？
村子毁了，坤景也毁了，接下来的日子怎么办呢？要不我们迁徙到西都吧？我在西都有朋友，他们可以妥善安置我们全村人。西都有外城墙保护，总好过在这里担惊受怕。我觉得是个好主意。苏小洛，福大好像认识那几位厉害的魔法师，要不让他们护送我们？福大，你是跟着你朋友离开呢，还是跟着我们？我只跟着你。我跟着大家。那我就跟着大家。他在哪儿，我在哪儿，他的事就是我的事。那太好了，有魔法师同行，我们也有了保障。大家都抓紧收拾收拾，记得带好会算啊！哎呀，反正都要回去，人多一起上路的话，袭击到我们身上的概率就减小了。力所能及，给点帮助吧。莫凡，我们还有事要办，就在这里告别吧。好，有缘再见，叶翠花。回去走哪条路线？还是阳阳村，那是回西都的必经之路。话说，华村的人喝了坤井之水，好像确实不怎么招亡灵。估计只要不遇见之前的变种亡灵，就可以顺利回到西都了。那倒是，反而我们这一路被他们这些亡灵绝缘体保护起来，不用那么辛苦战斗了，赶路的更快。刘露，你注意看好那些孩子。哎，我们到阳阳村了。继续走啊，尽快到西都，你们就安全了。我知道。乡亲们，穿过这个村子，我们很快就可以到西都了。刘婶儿，二叔、小妹、嘎弟，原来你们都在呀，可吓死我了！不可能，不可能，他们怎么可能还活着？什么意思？不久前，阳阳村村长方谷深夜跑来，向我们村祈求坤井之水，我们村以不够用为由拒绝了。后来就听说，他们整个村子的人都没活下来。那他们……不对，他们不是活人。大壮，你别过去！大壮，不要乱跑！不要乱跑！亡灵，这里有亡灵！全是阳阳村的人，他们走了！又是白天出现的亡灵，你到底还有什么隐瞒着我们？再不说，我将你丢过去喂亡灵！方谷，阳阳村的村长，还是由我来说吧。是方谷。那一夜，我向你们华村恳求一点坤井之水，好让我们村子能够渡过鬼门关。你们却见死不救。我无法接受自己的乡亲被这些肮脏的东西啃食，只好亲手将他们一个一个杀死。你们知道这种滋味吗？你们知道我是为了什么吗？没错，我恨你们，你们华村全村人都该死！我知道这些亡灵为什么白天出现了。方谷是亡灵法师，他将自己村子的人全部变成了他控制的活死人。大壮，欢迎回归，
起复仇吧！你这个变态！幸好魔法还没忘记。猴子，嬴政，嬴政，全都躲起来，快！柳荣，你去把外围跑散的人都带回来。他是你们村的吗？是的，是的，是我们村的球王。让你多管闲事，去死吧！啊，为什么？你的遭遇我同情你，但你未免太过歹毒。你怎么可能？哼，我送你去投胎，别再害人了。割开了颈部大动脉，就算他是亡灵法师也活不了了吧？还是先救人离开这里为妙。那些活死人居然没追出来。那个亡灵法师村长被我杀了。牛啊姐！你伤怎么样？不碍事，夜里找你补一补就好了。啊！咸池一带危居村全部遭到亡灵浩劫，还有生还者。你们华村居然大部分人活下来了，真是一个奇迹啊！走了。这次害你失去一个兄弟，对不起了。嗨，猎人赚的就是刀口舔血的钱，再次别过了。好，再见。快来，谢谢你们啊！没有你们，我们兴许也和别的危居村一样了。应该的，你们也救了小猴，就当是我对你们的一份回谢吧。听我们村民说，你的同伴好像不对劲，他们有点害怕，所以我们也在这里别过。哼，一群忘恩负义的东西！你们有安置的地方就行。福大，那你就……他好像确实受了很大刺激，在你身边才有安全感。我已经劝了他好久了，但这个傻瓜就是哪里都不去，非得跟着我。那就麻烦你把这货先带在身边吧，兴许给他点时间就好了。哎，快走啊，小洛！来了，安顿好我会告诉你地址的，有时间你们就来找福大，我也希望他尽快恢复。好的。怎么还把这个傻小子带着呀？他可是救过我们命的，他就是我们一员。你觉得这个村子里的人有鬼？我们在的话，他们不会露出尾巴。
以防万一，你帮我悄悄盯着。怎么，你有别的事情吗？也不算，就是才想起来，我们博城的人有很大一部分安置到了西都，我去找找他们。猴子如果真失忆了的话，将他带到熟悉的人身边，没准就能想起更多的事情来。你安心去吧，华村那些人交给我。干杯！干杯！干杯！真怀念以前和大家一起的时光，要是他们都还活着。黑教廷真的太可恶了。钟敏，你不是今晚要执勤吗？干脆我们几个跟你一起去，杀亡灵泄泄愤吧。哎，没错，同学聚会吃饭唱歌有个什么意思？打怪升级才刺激。我其实才从外面回来，累死累活的。哎呀，走了，走吧，凑凑热闹去。走。去看看。杀不完！前门快守不住了，你们现在立即前往。是。你怎么才来？闲杂人等，请马上离开。他们都是法师，是来帮助我完成执勤的。那就快把法师之章带起来吧，否则会被审判员训斥的。哼，我们是往城墙外的队伍，要求是中阶法师。你们两个就在城楼这边打接应，深处就不要去了。你的呢？听不见还是连他们都不如啊？哦，他可是西博明珠学府的新生代表哦。这个，算了。明珠学府新生代表就一个中阶2级，看来名校也就那样。这个是辅修系的会长吧？我随便摸了一个。那小子太讨厌了，等会儿露一手吓吓他。注意，北天东方向出现战将级亡灵，请立刻前去消灭。准备出发！战将级亡灵很凶残的，大家多加小心。放心吧。尽快消灭，绝不能让他靠近城墙。放心，我们有7个中阶法师，对付一只战将级亡灵不成问题。好，我们在城楼上先给你们开一段路。剩下的就靠你们了。正前方，清扫。继续。出击！提高警惕，这声音有点不太对。
银骨魔将，延召！快散开！怎么样？我还撑得住。小一点。推开，让他尝尝我的风盘！这是什么药剂？银骨魔将的身躯经过特殊淬炼，坚硬如钢，巨力无比，比同等级腐蚀要难对付得多。我们运气不好，那先撤，再想办法。不行，让他靠近城墙会造成巨大破坏的。小心！离顿。就你会用刺？这么皮糙肉厚，快走！不行，周密无法使用对影，只能正面迎战了。血蛇铠甲。差点骨折。这是什么防御？好厉害的开魔锯啊！铠甲圣斗士，还愣着干什么？慕白，快用你的冰系魔法动他的双腿，彻底冻碎，然后一起攻击他的腿部。好，明白。我也来。再下点火候。好，就现在，一命！啊，这都能打偏？你这什么破眼神？不懂就给我闭嘴！原来你的灵雷拥有空间震荡技能，直接崩碎了洞骨。莫凡，你好厉害呀！了不起啊！
宁古魔将已经接近大古将的实力了，竟然被你们一次击杀了。哼，都是这位新加入的学员的功劳。有些人呐，没什么用又特别爱瞎说，结果呢，也就是在边上跑个龙套，然后回来继续吹牛，还能骗学分。什么情况？这是警钟声，又有大东西出现了。这会又是什么？不知道。总之，比宁古魔将还要大得多。竟然是4个！所有没有任务的人都去北城楼，快点儿！好像有大事发生，我们去不去？集结信号一般是法师自愿支援，但连发4个性质就不一样了，是强制性的。故意推脱逃离的人，会被直接清除出各自的组织。那快走吧。莫凡。不知道柳如和猴子那边现在什么情况？这破地方，这么多人怎么住嘛？反正你们也住不了多久。就很奇怪，阳阳村的坤井泉水突然消失了，我们村子的坤井水也一下子没了。我一直怀疑有内鬼。跟上。是我，教师细菌。并之是，属下已经将人带到指定院落。你不是说还有一份坤井之水吗？为什么没有献上？那份坤井水就在我们村一个叫苏小洛的手里。哦，反正要斩草除根，2件事一起做。我和大执事都不喜欢留后患。遵命。果然是谢俊偷的坤井泉水，还献给了一个古怪的组织。叫停！必须赶紧让大家逃走。这里只有中介法师啊！议员大人好，议员大人好，中盟大人。就这些人了吗？啊？怎么是你小子？我也纳闷，怎么是你这家伙？哎，遇到你肯定有晦气事发生。大胆！无妨。你小子嘴还是这么毒啊！既然来了，一起帮我想想策略。很高兴大家能够来到这里，但是我要告诉你们一个不幸的消息。就在正北面30公里的位置上，出现了一个煞渊。煞渊？是那个煞渊？这种东西怎么会出现在城市附近？搞错了吧？我的天，仅仅30公里，难道我们真要面临亡灵祸乱了吗？啊？
煞渊是什么东西？为什么这些人一听就慌了？我曾亲眼目睹一只统领级亡灵，活活啃食了一整队的猎人法师，就以为那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东西。直到我见到了煞渊，那是掀开了盖的地狱锅炉，站在煞渊上面，可以清楚地看到地狱景象。都说下地狱是对死亡者最惨痛的惩罚与诅咒，但我敢说，讲这种话的人肯定没见过煞渊。这么夸张啊！我听说它不仅是一个地狱之口，还拥有一个最为害人的特性。什么？空间未知性。啊？就是你不知道它会出现在什么地方，然后下一秒又会出现在哪里。空间漂移呗。当怨气庞大到一定程度，空间会不堪重负而扭曲破碎，这时煞渊就会进行时间上的穿梭。至于他是怎么做到的，无从得知。即使是禁咒法师，也会在这地狱熔炉中陨落。而现在，他正在步步逼近。煞渊下一次移动的位置，就是西都。煞渊下一次移动的位置，就是西都。什么？西都？不是说煞渊的最大特性是空间未知性吗？何以判断下次一定会出现在西都呢？煞渊第一次出现是在相隔600公里的沙网河，因为地处蛮荒，所以知道的人不多。第二次煞渊的出现，则是3个月前古城之外100多公里的位置。猴子就是在这里失踪的。没错，很不巧，我的学生当时就在那里。你好，你是西都卫法师总教官飞角，之前就是我和你联系的。我挺佩服你的，咸池惊现煞渊后，没人敢去那里，而你居然能把我的学生找回来。有没有可能是我这个外来人根本不知道煞渊是什么玩意儿？我可听说过你不少事迹，你确实不一般。小侯对你的崇拜也远胜我这个教官呢。啊，这位是北城总司长陆须。莫凡好像不是以前的莫凡了。煞渊第一次在沙网河，第二次在咸池，而现在离这道外墙仅仅30公里，一次比一次靠近这座100万人口的城市。我们也希望这只是巧合，但这趋势不得不令人多考虑一些事情。煞渊出现的地方都有极浓烈的死气，统领级恐怕也不在少数，甚至君主级都会出现。君主级？是的，君主级。不过诸位放心，君主级将由我们超级法师来应对，只是其他的战将级和统领级亡灵，我们可能分身乏术。这就是为何要动用召集令。议员大人说的对，无论如何，我都不会让这些肮脏的东西靠近城市，让他们见识一下我们的力量。我愿听从调遣，我也加入。不管多少亡灵，都必定将他们消灭。那是什么？真的有君主级的亡灵出现了！又是他！鬼虚暴君已经在借着煞渊带起来的死气聚集亡灵大军了。要是撑不过今夜，北城墙就会被他彻底攻破，到时候北城区将会是一片血海。可我们兵力有限啊，必须再请求增援。已经没有更多援兵了。议员大人，
这太危险了吧！这支王军统帅千军万马，又有煞渊助力，搞不好我们会全军覆没的。我站在这里，就是为了斩杀君主级亡灵的。说得好。如果再算上我，是不是胜算更大呢？啊，烈王是烈王毒枭，他可是超阶法师啊，据说还不止一个系达到超阶。又见面了，莫凡。哼，没想到跑到西都来，遇到这么多熟人。烈王你也认识啊？莫白啊，你有这么了不起的同学，怎么不早点介绍我们认识啊？煞渊出现，若不立刻将鬼虚暴君斩杀，将有更多的统领级亡灵苏醒，北城墙必定出现一个大缺口。他已经对我们安界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必须死。这次斩杀君主级任务还需要大家的协助，为我们的几位统帅清理掉鬼虚暴君身边的亡灵猛将。现在超阶法师人数够了，众志成城，诛杀君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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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结法师们的队长就由你来担任，拜托了。没问题，不过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说。啊？把莫凡这小子任命为副队长，全程辅佐我。我们，你小子本事大，别缩后面，给我好好表现。世界国府大赛，我也有一张选票，到时候我极力推荐你。原来他是国府候选人啊，难怪这么厉害。那岂不是西伯明珠学府的佼佼者了？这么厉害的人当副队长也不是不可以啊。大家可都很看好你哦。唉，你们都将我捧到这份上了，我尽力而为吧。靠你了，小阴姬。但愿这次任务能让我把精魄给填满了，也算是有收获。离49还有14，不，还有15个。喂，有东西！没爬出来。嗯？会不会有埋伏？哼，真正的亡灵，哪怕君主级都没有什么智慧，下辈子他们也不会懂什么叫埋伏。可是。准备战斗，用最快速度杀出去。记住，我们的任务是保护光系法阵，不要纠缠。冲！杀！死了就该在地下腐烂，当植物的养料，别跑出来祸害活人。牛啊，女王系的。他叫于青素，外号青辣椒。你怎么在这里？我一直都在啊，我家就在北城。王将，哟，兄弟也挺暴力呀。
跟于青素倒真是一对儿。哎呀，比我和我老婆也不差了。你还老呢？小心我捶你膝盖啊！我老婆可比你还高呢。我儿子以后肯定又帅气又高大。别拿我比，谢谢。哎，你还有儿子呢？快生了！还来！我打！你们两个聊开心了没有？5点方向有一只果布石匠很难缠，快去解决掉。你，还有那8点的，一起去。果布石匠，我能不能接受别的任务啊？别在战场上跟我讨价还价。给你们20分钟，超时赶不上大队伍，你们就自己找活路吧。果布师匠是什么？很厉害吗？我就知道会出幺蛾子，果布石匠那么好对付，我们4个自保都难。万一撞上统领级生物，妖男自己都不一定挡得住。在这里啰嗦，不如赶紧去杀了那只石匠。一个跑来混战功的学生，居然指挥我们，不知道那个妖里妖气的男人在想什么。哼，副队长，难道不应该是我这种身经百战的法师吗？我倒无所谓，只要能杀亡灵就行。小心，目标可能就在附近。是不是就那个木乃伊？木乃伊是尼罗国那边的，和果布石匠品种不一样。果然是小辣椒，脾气真火爆。给我去死！别被果实不完全裹住，否则它会和你交换身体。直接轰果布石匠！我来，猎拳，必上！哎，搞定！哎，这东西速度还真快。果布石匠属于敏狮，特点就是难命中，但他们的躯体远没有其他石匠刚硬。只要能炸到1次，就废了一半。用得着你来告诉我们？昆之灵，冰斧，抓牢了！来轰死他！哎，你的猎犬还是算了，会毁掉9老森林的。小辣椒要爆发了！也行，嘿，省得我出手了，像样弄不死你！小心点，亡灵很难死。
然。该死，没想到还有这个漏洞。我们赶紧回大部队吧，感觉他们都要走远了。防御！快救他！他被拖进石洞了，我们怎么救啊？墓室内情况不明，若是没有龟壳法师的防御保护，贸然下去，怕是凶多吉少。你们不去，我去。跟不跟？必须跟啊！救人，小严记出。好。他怎么召唤一半就自己出来了？还这么中二？这家伙有空间系血统，所以可以自己钻来钻去。哦，那你俩去吧，我儿子快生了，我怕我少给老子废话！跟不跟？必须跟啊！那你俩去吧，少给老子废话！不要啊！于青素呢？哎呀，也被拖走了呗！这是人家的地盘，九死一生好吗？哎，还以为跳下来后会满满全是亡灵呢。小烟姬，带路。明明没有亡灵，死气为什么还这么重呢？不太对劲儿啊！放开他，这个恶心的家伙！快宰了他！我们赶紧跟上大部队。小烟姬，去灭了他！你拿这样一个幼年期的召唤兽有什么用？还是我来！喂，听到没有？别白费力气！愣着干什么？救人呢！朋友，圣盾！是什么东西？那是封侯角鬼，最喜欢和其他大家伙一搭一档，狼狈为奸，搞暗杀局。封侯角鬼，嘿嘿，你们都要感谢矮幼我，他一说我就猜到了。明明没有亡灵，死气为什么还这么重呢？哦，呵呵，我只是感觉这里有问题，倒真不知道是什么作怪。佩服佩服。海南、青辣椒、八脸，你们把那只封侯角鬼找出来宰了，万一让他混入我们队伍，可是个大祸害。果不识酱，就交给我和我闺女。嘿，有光绪大佬在，那孙子就算到头了。王耀，是不是从别的通道逃走了？哼，这异兽还想跟我玩脑子。
整个墓室都看不见他的鬼影，那说明就在柱子后面躲着嘛。追上他，别让他跑了！猎拳！你当他爹我是死的呀？哇，又凝练出一个精魄，还是战将级的，这怎么也得2000万了吧？差点忘了，小泥鳅淬炼出来的精魄取不出来，哎，那就用来强化星子。没想到一颗战将级精魄里面蕴藏着这么多能量，这下赚大了。我数数啊，1、2、3， 38颗星子了，离49颗神功大成还差11颗。到时候第4级猎拳，再加上灵种梅炎，再加上小炎肌附体，哼，这一拳出去还了得？随随便便秒杀战将级亡灵吧。往右挂壁。嘿嘿，有能耐你就接着跑啊！看俺爷我怎么玩死你！还是老衲来超度他吧。哎，兄弟，这玩意儿很值钱的。你不会一个人贪了吧？没良心！刚才谁救了你？话不能这么说，咱们是一个团队呀。等，分成还不行吗？哎，我不要钱，我要精魄。你这是趁火打劫！我的天！被包围了！快走，追上大部队！小眼睛，开路！牛啊！你这缺少比得上4、5个火系中阶法师了。别叨叨了，赶紧用你的光耀闪下那些亡灵的狗眼！冲！看到光法师团了，就在前面，全速前进，和光法师团会合。这小子人呢？有大东西！坏了，是师臣！大队伍离我们很远了，我们几个人在野外可活不下来啊！姚南这家伙也不来接应一下，亡灵太多了，都看不清方向了。您站得离我近些，我一口气灭了他们。猎拳，九宫。
冲过去！风盘天罗，霹雳光舞。小炎姬，吐火！快帮他们开路！看我的宝浪！孙元硕，去接应他们！统领级的亡灵吗？不会吧？是臣的话，这里终结法师再增加1倍也不够打。队长，发信号求援吧！快让其他高阶法师赶过来！你们这班人，行进速度像乌龟一样不说，就连胆量也和正规队伍差那么多，都给我继续前进！队长，你是高阶法师，当然说得轻松。有时间废话，不如多杀几个亡灵。那只黑色沙尘暴里的尸尘我会处理，你们尽管杀过去。喂，副队长，没死啊？那就和我一起去宰了那个尸尘。就是你，这里有几个副队长？老子冲杀了半夜，刚刚归队，还没喘口气呢。哦，你混蛋啊！你要做的就是给我冲，冲，冲！我以为莫凡够疯了。这个更疯，那可是统领级亡灵，一个高阶法师小队都未必斩杀得了。就他们2个，这种战役终究得有人牺牲。作为队长、副队长，这时站出来也是应该的。我们也负起我们的责任，冲啊！妖男，我跟你又不熟，你坑我2次还不够啊！你快放开我，咱们还算是朋友。你不用做我朋友，做副队长就行。之前是谁说的？碰到统领级的亡灵由你负责？纯粹瞎扯呀！我说话算不算数，得看情况。我只是一个中阶法师，别把我和你这种高手相提并论。你小子就别给我装！4个系，2个召唤生物，对不对？知道你在人多的时候不好意思施展全部手段，这里就是为了能让你大显神威，才带你脱离大不义。厉王怎么会收你这样的无赖当小弟？瞧瞧，够你美美的杀半天了吧？我来对付尸尘，你只要引开那些尸将就行。喂，宰了尸尘，他的残破归我，否则我跟你没完。没问题，就当我补偿你的。哼，离4级猎拳就差11颗星子了，这一枚统领级的残破，可以让我离4级猎拳更进一步，不算白打工。但前提是，你得从那些毒瘤尸将中活下来。什么毒瘤尸将？你又坑我什么？混蛋！停！妖男这个王，
出来救驾！急行郎，你给我对付那只跛脚的家伙，把他引到土丘下面。 小鹰姬，你布置以我为中心的火墙，范围大一点，不停的放火，火势越大越好。雷印，点火！ 没吃够，馋嘴的家伙！完全没有痛感也不害怕的吗？那就好。小泥鳅，我就让你一次吃个饱！火刺！ 烧，接着烧！果然，小苗还是需要浇灌呢。这回吃够了吧？再多练出几颗精魄，我们就离4级猎拳不远了。 皮糙肉厚是吧？那就再给你们加把火！猎拳9宫！耶，44颗星子强化完成了。 照这刷怪的酸爽速度，没准今晚就能神功大成。毒瘤石匠，小鹰姬，那些亡灵就交给你了，继续添柴火。让你撞，当我的肉靶子吧！啊，明离盾！我。 你好毒啊！玄蛇铠甲，得先解决这个喷毒的，毒液威胁太大了。这么快？千钧。 星轨，一瞬间就完成了星轨的衔接。再试一试49颗星子的星土氧化需要多久？千钧霹雳狂舞！
一念星轨可以让我一瞬间完成几颗星子的连接，初阶魔法等于是瞬发，中阶魔法的释放也快了好几倍啊！对哦，唐月老师说过，图腾玄蛇是毒物的鼻祖，用它蛇皮做的铠甲对付这点毒物，不是小菜一碟吗？哼，该你倒霉了！一念星轨，前进，附体！云拳！是我高估了这些丑八怪的防御，还是低估了陨拳的威力？啊！一念星轨，雷印！天幕，这只毒液比前一只还要厉害，不知道玄蛇铠甲顶不顶得住？还有大家伙吗？星狼，霹雳狂呼，雷印变长。看来你也不过就这点伎俩了，大伯送你走了。冰封灵鹫，幸好我已经拥有了魂级冰种类晶，不然还真未必能拿得下这飞尸之城。要想和猎王大人那样迈入超级，就让我觉醒一个暴力些的火系或者雷系吧。喂，宰了尸神，他的残破归我，否则我跟你没完。没问题，就当我补偿你的。差点忘了答应那小子的事儿了，唉，否则又被唠叨个没完。
你小子怎么跟法术机关枪一样，一个人抵得上一支中阶精锐队伍了？哼！用我这个，否则你这头召唤兽很快就会血肉腐败而死。哎，你省着点用啊！哎呦，你这么大方，这点药就当做你给我的补偿了。哎，能再送我点不？我好不容易配的。啊？你是药师？我辅修的是毒系。毒系？还有这样变态的系？什么话？看来你还真有点孤陋寡闻。毒系、亡灵系这些都属于黑暗魔法，国外那边觉醒的多一些。哦，怪不得我没怎么见过。黑暗魔法容易触犯魔法协会的公约，所以一般都不怎么碍事人。而且要到了高阶，才会比较多的接触到黑魔法、白魔法、次元魔法这些。初阶和中阶法师主要还是围绕元素魔法。啊，这是你要的尸沉残破，作为你这次帮我解决小怪的酬劳。我看你火系已经达到中阶的第3级，属于大圆满了。哼，我还差4颗就能将火系49颗星子全部强化了。那是第4级的火系中阶魔法呀！你这中阶猎拳的威力和高阶魔法相比也差不了多少了。光系驱魔法阵已经启动了，接下来就看那些超阶大佬的了。我们回城归队吧。他们能撑得住吗？你我魔能都已耗尽，也是无能为力了。统领级。到底有多少只统领级亡灵啊？肯定比高阶法师多。这都是高阶法师啊！就这么，不是所有的高阶法师都可以做到单杀，更何况这只巍峨古城的实力已经算是大统领了。我们是不是太微不足道了？这场还能打吗？这是什么魔法？这是光系超阶魔法，圣绝审魔剑。猎王大人对这些统领级臣子大开杀戒了，鬼虚暴君的死期到了。一剑审魔，圣绝无情，这才是魔法。哼，圣绝是超阶中单体威力最大的魔法，而超阶之上还有更强的领域。人类生来可能脆弱渺小，但人类的潜力却无法想象。你现在觉得我们与异兽的这场战争能不能打？
队长，我怎么感觉这里有一种黑教廷的气息？你看看这个，黑楚妖，正值亡灵围城的危急时刻，如果黑教廷趁机在城中搞破坏，后果严重，要立刻上报。不知道还有没有幸存者？战斗快要结束了，大家都精疲力竭了。自夏季末起，夜晚就成了亡灵的狂欢舞会。不过，这对你倒可能是一个机会。什么意思？单凭明修突破到高阶的可能性不大。我相信你迈入中阶的时候，一定会得到某种天才地宝的辅助。莫凡，你需要一次洗礼。你好像很关心我突破的事情。不只是我，很多人。你们想干什么？因为你小子变态，现在就拥有4个系，等到高阶还可以再举行2个系、6个系，一个人顶一支魔法部队。你说大佬们为什么会关注你？这都是包老头跟你们说的吧？再加上不同属性的灵种、魂种，你这个高阶绝对不是随便2个高阶法师相加能够比的。别站着说话不腰疼。你能明白我有多缺钱吗？那倒也是。所以我建议你先把火系突破到高阶星河。那样就可以觉醒你的第5系和第6系。我要是黑教廷，说什么也会掐死你这个怪胎，免得哪天你一个人就把黑教廷老窝一锅端了。他们成功了。谁？鬼虚暴君被杀了。我们的大部队正在撤回城墙。什么事？现在出城。有一支小队被骷髅包围了，我们去接应一下。要不要去帮忙？不用了吧，我们2个没多少魔能了，去也白去。何况天快亮了，鬼虚暴君也已经被消灭了。也是。天亮了，亡灵就会退去。该死，我们就不应该踏出那片区域。现在大部队都回来了，我们这些做接应的反倒被困在这里。坚持一会儿，天亮了就好了。小丁呢？小丁哪儿去了？我让你们看好他的。小丁，我怎么向你姐交代呀？也挂了，天怎么还没亮？这个天，你在干什么？你也想死在这儿吗？给我硬抠也抠出点斗志来！队长，天早就亮了。
亮，为什么？为什么？我头呢？他没事吧？无大碍，但也就差那么一点。这家伙果然不要命，不过没有他那一招棋，兴许就让鬼虚暴君给跑了。你小子呢？表现得怎么样？一般般吧，杀的只不过比你召集来的法师多那么一点点。他协助我杀了一只尸臣。你小子哪像个学生？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久经沙场的老猎手。其他人正在陆续返回，这次伤亡并不算多，是一次大捷。预言大人，您身上的伤不轻，先去疗伤吧。天终于亮了，该死的亡灵总算要回去了。我也好想马上回去洗上一个热水澡。怎么了？我怕我眼睛发花，你也帮我看一下，然后告诉我，我看错了。会这样？天亮了，天已经亮了，他们为什么还在？不是结束了吗？1000年来没有哪个亡灵可以在白天出没，这是怎么回事？还差明主。骷髅的君主，他也在曙光中苏醒了。你躲开！混账的！我要宰了他！我要宰了他！喂，你去送死吗？你在他眼里连跺个脚就能踩死的蟑螂都不是！你别管我，给我放开！你放开我！我求你了，你放开我！我的老婆，我这样出生的儿子，他们都在那儿，他们都在那儿。爸爸，求你了，如果还把我当做朋友，就让我去啊！正好，我没把你当朋友。我理解你的心情，但作为法师，还有很多别的事要做。我们可以拼命，唯独不要白白牺牲。哎，你们看，紫色军舰，真的，我活了大半辈子都没见过。上个人认为已经守不住北城了吗？那我们怎么办？守还是撤？
听议员大人他们怎么说。让开！三哥，救救我！我来帮什么？这儿孩子过去，小妈妈，这个，来人帮忙一下呀！快走快走！别等我！玄蛇是一个时代的，我们4个全盛状态，也未必能够抵挡害差明珠，更不要说这家伙。服从上头的指令，所有人立刻撤回内城结界。是。坏成这样放弃了，不再拼一下？这里任何一个人无谓牺牲，将来死去的人便要比现在多出数十倍。我去下命令。各部有序交替撤退，路上尽可能协助难民一起走。你也逃吧，逃到内城墙。咱们都得活着，否则连希望都没有了。你应该知道我来自博城，不管你信不信，我嗅到了黑教廷的气味。黑教廷何以见得？雨，你是说，这些亡灵能在曙光中肆意，是因为这场雨？可是西都以前下雨，却从未听说过亡灵有变得如此狂暴和违反常理。我不知道黑教廷那帮畜生是怎么做到的，但这次的灾难和当初的过程几乎如出一辙。同样的毫无征兆，同样是一场大雨，同样的万物狂躁。或许你觉得这2场雨不过是巧合，但我觉得有关联。这样的事绝不可能无缘无故的发生。证据、直觉，还有我的经历。这小子人不怎么样，但直觉一向挺灵的样子。我们秦天烈所协助审判会追击撒朗所得到的零碎信息，也指向西都，可惜太迟了。撒朗，我知道了，你跟我们一起走吧。你一个人未必能够安全抵达内城结界。我有几个朋友还在外城，我得带他们一起撤到安全区。那我派人？不用，我自己能行。你的人很宝贵，去救该救的人吧。我这几年努力修炼，就是为了不再像当初在博城那样，面对灾难时只能苟延残喘。果然，博城的人只要一听到黑教廷3个字，都会变得特别有骨气。我魔能还没有恢复，帮不了你。内城强健。内城强健。
撤入内城，所有人快！你们怎么来了？还不去内城？为了去博城间，王三胖他们在哪儿？我不希望第二次遇到这样的事情。是啊，我们不能抛下他们不管。好，我也和你们先去博城街。那张小侯他们？他们可以的，先做完这头的事吧。王三胖他们是你们的同学，也是我的。算上我一个吧。没有我带你们抄近路，你们跑不赢那些畜生的。你们还有没有别的亲人在北城？就我叔叔，不过他今天一早就去内城了。那就好，我们赶紧出发。但愿他们没有走太散。莫凡，你魔能不是还没恢复吗？我这里有些药，能助你养精蓄锐。多谢。以我们的速度，应该可以在亡灵大军吞没整个外城之前撤回内城吧？西都，我闭着眼都能走，放心。可是这些人，很多可能都来不及逃入内城了。天上是什么东西？好像是一团肉，肉怎么会跟一座楼一样大？还有眼睛，天哪，好可怕！是他。不好！重型运输机吗？这些畜生还有这一招，现在跑不跑得过他们不好说了。必须跑过，慢了全会死。本来城墙多少还可以阻挡一下亡灵大军的步伐的。那只肉球尸神好像盯上我们了。快走！
平时神气活现，现在全成了缩头乌龟。老百姓养着你们，就是让你们保护安危的。现在我们在受亡灵的糟践，你们却全都无所事事的站在这里干看着，良心都被狗吃了吗？混蛋！首席，我们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再这样下去，民众会对我们彻底失望的。法师不就是应该在这个时候站出来吗？何况我们是禁卫法师团，我们被整个西都称之为城市之盾，荣耀法师。可现在荣耀在哪里？左峰，你镇定一些。会长大人，会长大人，韩会长，罗欢，情况有变。禁卫法师听令，方向外城，消灭肉丘石尘。我没记错的话，你的家人都在南城吧？有消息了吗？要不要？没时间了，我现在哪儿都不会去，什么都不会做。我现在的职责，就是当天上那只骸骨生物往这里飞来时，将它的头颅斩下，或者同归于尽。已经到处是亡灵了。这鬼东西到底有多少？现在怎么做？这样救不过来的。大家的魔能都已经消耗很多，后面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按原计划。快到了，跨过这座立交桥就是博城街了。快点找到你们的人，我再带你们朝近道去内城。救命！救命！救命！救命啊！他要干嘛？莫凡，这小子不要命啊！牛啊！竟然连续2个盾影，这是到了一念心鬼的境界吗？忍无可忍，一起宰了这只恶鬼！好，低锁，给我上去！这家伙好丑啊！这是大火鬼，喜欢像蝙蝠一样躲藏在夜幕里，从人头顶掠过，然后头顶上就会出现一个血洞，下一秒一束血混合着脑浆一起喷出来。总之，小心他的食指会突然间伸出暗沟，只要往人脑袋上一戳，便死定了，很多楷模具都挡不住。你说，他经常躲在夜幕下，他是不是也拥有暗影系能力？对，所以你的巨影钉对他无效。而且，这家伙很会逃跑，一感觉不对劲就溜走，然后就会没完没了的飞在空中缠着我们。说破天不就是一只蝙蝠怪？哼！玩撕夜统治，海南，光耀进化，低锁。
就没有什么太大危险了。碰到咱们算他倒霉。莫凡，该你了。霹雳，狂舞。太暴力了！我还真没见过一个终结魔法就渐渐秒杀战将级亡灵的。你上！还想跑？别把邪镜都给打没了！拿去，这东西能快速补充魔能，比药剂缓慢恢复好用多了。是吗？太好了！第一次大概能够恢复1/4魔能，不过第二次就只能恢复1/8了。接下来继续减半，最多5、6次吧。离内城还很远，我们这一路都要尽可能节省魔能。求求你别哭了，把亡灵引来，我们就全完蛋了。这原本是准备用来关捕猎岛的妖魔的，现在居然把我们自己关在里面。哎呀，别啰嗦了，要不是我想出这个主意，刚才你们就被亡灵拖走了。不是，一直待在这里也不是办法呀。不如撤离吧。我不是告诉过你，前面根本过不去，过去的人全死了。慕白哥叫我们等在这里，他很快就到了。要不再打个电话问一下吧？怎么还没来啊？他们到了。慕白哥，你可……慕白哥带了多少人啊？快回笼子！是亡灵，好多亡灵！完了，这么多亡灵啊！希望这笼子还能撑得住。迟早会被他们吃掉的。莫凡，结果了他们，不然他们很快会爬起来。慕白哥，你们可来了！怎么才这点人？能带走几个是几个，快走吧！其他人都跑散了，前面过不去啊！啊？为什么？因为所有的路都被堵死了。
这简直是一条死街啊！你不是老西都吗？这里还有什么近道？我是老西都，可不是导航啊，不可能每个角落都清楚吧？看来只有绕道了。时间来不及，说不好就会被后面涌上来的亡灵大军吞没。可这里的亡灵，光凭我们几个就很难闯出去，更别说那个。如果能再找一些帮手，只要不和尸神交手，还是有希望的。不出意外，这附近应该会有别的法师，联手肯定没问题。大家都不想死在这里。我去查看前面的情况，你们去找人。你小心。原来这么菜，白白浪费我魔能。这下视野开阔多了。这条小吃街是通往内城方向的，就是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亡灵，得换一个角度看看。大门都是封死的，难得里面没有亡灵，是一条非常完美撤入内城的路线。唯一问题就是横子面前的主街道了。这条主街道上亡灵数量太多了，还有统领级的肉丘尸神，只要踏入街上，就没有一丝生还可能。你也是法师吗？你们那儿有多少人？心灵传音，这是什么人？我叫走风，心灵区法师，也是禁卫法师。禁卫法师，这可是强手啊，真是及时雨。我怎么跟他沟通啊？对，他是心灵系，只要轻语就能听见。我叫孟凡，我们这有4个中阶法师，其他都是初阶法师和普通人。我们要逃离这条街，需要你们的帮助。我和我的2位队友正准备对付街口那只肉丘尸臣。假如你们要撤离，就算我们对付尸臣是动身。至于其他亡灵，得靠你们自己解决。这就够了，只要没有统领级的亡灵袭击我们，我们就有存活的机会。那你们做好准备，等我的信号。啊？怎么一下子这么多人？没办法，我们说找法师，结果全跟来了。情况怎么样？我找到了一条可行的路线，而且还遇到一个自称禁卫法师的人，他说会帮助我们冲过死街。禁卫法师出动了，有救了，真相有救了！太好了，有禁卫法师开路，我们一定可以安全度过的。不，你们听完我的话。禁卫法师只负责对付肉丘尸臣，那毕竟是统领级的存在，需要绝对专注。其他亡灵都得由我们自己来解决。不会吧？他们不是来救我们的？不是，我们这点人怎么对付得了满大街的亡灵啊？是啊，就算他们缠住了统领级的肉丘尸臣，我们也无法活着跑到大街那头啊！是啊，大家不要慌嘛。我虽然是一个初阶法师，但我修的是火系。亡灵要敢过来，就让他尝尝我火姿爆裂的滋味。是啊，我的雷系初阶2级也不是吃素的。而且这个矮矮的家伙不是说你们有4个中阶灵种法师吗？我们也是有实力的。哎，你说谁矮的家伙？叫我矮爷。
现在情况变成这样，你有什么建议？我倒觉得，人越多越好，哪怕大多是普通人。怎么说？你们听说过白蚁求生理论吗？白蚁群体迁徙，突然前面出现火墙，如果就这样冲过去，一定会被全部烧死。于是白蚁们互相拥抱，裹成一个大白蚁球，再滚向火焰。虽然外面几层的白蚁会伤亡，但最后大部分能成功闯过火墙。那么问题来了，谁在外层，谁在里面啊？这就不是白蚁求生理论的问题。我可不相信。那你说什么呀？你是不是人？他就是在忽悠别人，给他挡刀。没错，就是啊，就是我才不去外面。我可不会上当，死道友不死贫道。都给我闭嘴吧！死到临头了，都还在只为自己算计。所有人安全过街是不可能的，但继续等下去，大家最后结果还是一个死。用他的方法，大多数人才有一线生机。而且外层的人，只是生存可能相对低一点，也不就是必死，拼的就是一个概率。灾祸来临，本就应该优先保护弱小。白蚁求生理论只是扩展化了而已。我赞成这个方案。我是法师，我站在最外层。我也是法师，我也在最外面。也算我一个。好，那这样，大家如果知道哪里还有人，赶紧去叫。机会就这一次，让他们自己做抉择。这小区的人都来了吧？还有600-700人。人越多，生存的概率就越高。法师，请出列。终结，请举手。就这几个杂毛，要对付死街上千只亡灵，不太现实啊！我去等左峰的信号，你们赶紧按计划组织好队形。等会儿高处就交给你了。我们动手了，莫凡，记住，一定要快。我们很难保证拦得住肉丘师臣。这是有意先引开一批亡灵，好让大家过街啊！聪明。现在冲！快！快走！摔倒的人尽可能蜷缩，扶住要害，边上的人帮忙扶起来。先别管摔倒的人了，来了一大群，是一大群。木白，快用冰锁将这些车子捆成路障，挡一下。我们也是兵系，一起来！莫凡，你还在等过年吗？这谁呀？厉害呀！魔能消耗有点快啊，剩下的你们来解决，我要去前面了。为什么你第2级的猎旋地煞还不如人家第1级的猎旋轰天？要你管！快，跑快点！都快进对面的小世界，那里有法师接应。快，亡灵冲过来了！
他还是雷系法师，上面那家伙的毁灭能力，可以顶得上一个小团队。距离49颗星子只差1步了，可千万别让那家伙闯过来呀！现在来几个战将级的都够呛。真惊动那家伙就不好办了。葛峰，你快看！怎么了？我也不敢确定，总之很不对劲。天哪，这是淬石化窟。 这只尸神一直坐在十字路口，原来是便于从四面八方接收尸体，制造骷髅。子枫，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肉丘尸神的存在，简直就是亡灵工厂。如果任由他们下去，所有被杀死的人都将变成骷髅，再多的法师也疲于应付。
此事事关重大，你亲自回内城一趟，必须让上头不惜一切手段消灭所有肉丘尸臣。这东西太可怕了。我走了的话，就你们2个对付他。管不了这么多了，这事更重要，快走！这小子居然一个人杀了这么多亡灵！怎么回事？肉丘尸臣在无限淬石化库，把人吞进肚子里进行淬炼，转化为亡灵。所以我让伙伴去向上面紧急禀报应对，否则整个外城很快会变成亡灵之城。我这里人手减少，还要保留实力，预防肉丘尸臣暴起。你那边压力会变大，小心了！快，跟上！杀光他们！世玉，哟，谢谢。我还是初级，这是我第一次使用魔法。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赶紧跟上人群吧，热情就留着到内城。第一系觉醒治愈系的人，一座城就那么几个，别早早死了。可我……肉丘尸臣，肉丘尸臣冲过来了！你们2个高级法师都挡不住他们。对不起，我们2个被鬼将缠住了，这些家伙会使诈。可我的魔能已经快耗尽了，补充魔能的捷径也没了。快疏散人群，来不及你就自己逃。别犹豫了，这种生物根本不是你能阻挡的，别做没意义的牺牲。这个就是统领级生物，还是第一次这么近的距离，我们都活不了了。快逃！活着比什么都强，不要白白陪葬！你们禁卫法师名头那么响，就不能干点让人省心的事儿？最后还得把大莫凡来给你们擦屁股？这什么？小炎姬！
你疯了吗？云拳，九教。 中介法师，怎么可能？还站着？先别查啊，还不快跑！左峰，真的重伤，快用高阶心灵系控制住他。外城全部陷落了。 差不多有一半人逃入了内城，剩下的内城结界在君主级亡灵的冲击下，恐怕也坚持不了多久。会长，现已知一共有8位君主级生物现身。眼下我们知道君主级中最强的就是山峰之师。山峰之师交给禁卫首席卢欢吧，他是最强的战斗法师。山峰之师应该也会忌惮他。 他们是交过手的。那南面王军魔角鬼主，就由我们猎者联盟来对付吧。辛苦灵犀长老了。西面是什么东西？至今还没有出现吗？应该是擅长遁影的鬼物，大多时候看不到真身。但其实那里全是恶鬼、鬼将、鬼臣。 议员大人，这雨水确实有问题。我们刚检测出里面会有一种叫九幽之露的东西。啊，真是雨水！原来莫凡说的是对的。会是什么人干的呢？黑教廷，一定是他们，和博城灾难如出一辙。不是如出一辙。你是谁？ 我的人，审判会的。先听他说吧。博城不过是撒朗的一个实验地，是为西都灾难做的一次预演。啊！预演？拿博城千万人生命做彩排，世界上竟有这么残忍的人！博城之难就是将狂暴之泉掺杂到雨水中，导致城外的异兽发狂，大举入侵城市。 但他们真正的目标一直都是西都。九幽之路就类似于狂暴之泉吗？嗯。这灾难之雨不仅让亡灵狂暴，煞渊更唤醒了沉睡在这片古老土地中的8大君主。但他们真正想要唤醒的，是这片大地，这座古城真正的主人——古老王。那我们无论如何都要阻止啊！古老王一旦醒来，我们这些超阶都会死，更不用说其他平民和低阶法师了。呸！老子就不信这个邪！黑教廷，别让我逮到他们！老子就算死，也要先将他们全杀了。飞角，你别激动，一定有办法的，否则我们站在这里商议又有什么意义？ 首先要解决的是这场大雨，这狂暴之雨会让更多亡灵苏醒。那你可有解决之法？你们可知这九幽之路从何而来？是黑教廷派人潜伏在危局村中，盗走他们世代饮用的昆井水，作为原料，大批量配置九幽之路。另外，我也查明，博城制造狂暴之泉的地圣泉。 和昆井泉水其实是同一种水质，这也是为何他们会选择博城做预演。竟然是危居村，怪不得张小侯他们会在那儿出事儿。这昆井之水既是毒药之源，但也是解药。若能将其洒到天空中，
便可以中和掉九幽之路的狂暴属性。可现在不也已经晚了吗？你不是说坤井之水都被黑教廷盗走了？根据可靠情报，有一个叫苏小洛的华村村民，手里可能还保存有一份坤井之水，而他现在正在外城。如果还没死的话，我已经让禁卫法师去外城找人了。可是仅仅一份坤井水，能阻挡得了这大禹之势吗？这场浩劫的关键是古老王，这一份坤井水可以为我们争取到半天时间，让亡灵沉睡，找出皇灵，封印古老王。希望我们所有人还能看到西都的下一个日出。炎魔之头，石化。瑟风，那人是谁啊？我也不知道，他自己说叫莫凡。啊，莫凡？没听过呀。他用第4级猎拳，竟然可以一拳打倒统领级生物，中阶魔法打出高阶魔法的水准。这种逆天的存在应该会很有名吧？如果我告诉你，这还是他魔能已经快耗尽下的一拳，你会怎么想？妖孽！出前面街口就到内城了，大家跟紧。哎，莫凡呢？哎，有谁看见莫凡了？明明就快要到内城了，怎么就不见了？不会出什么意外吧？不会，确保我们安全了，他才走的，应该是去找他了。张小侯，他来西都，就是为了确认张小侯还活着。